冷校花在校门口当众把你壁咚了，他强硬地撬开你的牙关，在舌尖上咬了一口，随后又轻佻地勾起你的下巴，对你说道：“做我男朋友，我会对你负责的。”你看着他那挑逗的眼神以及周围起哄的学生，思索片刻后便立即做出了回答：“同意，我同意。”此言一出，周围的同学顿时炸开了，接着就是一阵阵的拍照声响起。见状，你脸色羞红地低下了头，但是又被校花勾着下巴抬了起来。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我一个人了。现在我们回家。你和校花是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一直到高中也都在同一所学校，这样的关系在外人看来就是青梅竹马，但实际上你们除了学习与回家之外，基本上没有过多的交流。但在今天职业转职后，他的态度对你完全不一样了。10年前怪物降临，秘境迭出，全世界都被游戏化，导致每个人到18岁都要进行转职，而你觉醒的职业是魅魔，并且还是全球唯一的男性魅魔。但魅魔属于无评级职业，是非常平庸的一种。可校花洛西是全校唯一一个觉醒双 S 级的学生，你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选择你。回到了公寓，你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才刚打开门，洛西就抢先一步走了进去。只见他熟练地脱掉鞋子，踩着黑丝就走进了客厅。你傻傻地愣在门外，然后还看了一眼门牌号以及手中的钥匙。这是我家没错呀，你们虽然是邻居，并且从小都认识，但这还是洛西第一次进入你的房间。你在外面傻站着干什么呢？洛西看到你还没进门，顿时小跑出来把你拽进了房间里，伴随着砰的一声，房门被关闭了。你被洛西甩到了沙发上，然后他就这样躺在了你的旁边。你好一会才反应过来，随后脸色羞红地对上了他的目光。洛西，你为什么选择我？我想知道真正的理由，而不是刚才在外面的那种强迫。你开口质问，态度很是强硬，但是洛西却露出一个笑容，因为我只信任你一个人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信任的也只有你。说完，他又把嘴唇贴在你的耳朵上，轻声呢喃：“我还有一件秘密要和你说哟。”这一下子让你大脑都在颤抖，身体更是不自觉地出现了应激反应。你要说就说嘛，干嘛要整这一出？你是真的被吓到了。但是很快就看到洛西将个人面板暴露出来。正常来说，个人面板是最为私密的东西，不可能让外人看到，但他却不在意这些，反而共享给你，这让你有些惊诧。但这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了他面板上多出了一条特殊状态，状态轻度魅惑，释放者幽灵。你顿时整个人都傻掉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你的天赋能力只会对怪物生效，这出现在洛西身上是怎么回事？你看到了吧？这个魅惑让我稍稍有点苦恼，若是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取消对我的魅惑。听他说完后，你皱起了眉头，原来你选择我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信任，而是被魅惑状态给影响了。但是洛西却摇了摇头，温柔地说道：“你误会了，我没有对你撒谎，哪怕你不用这个能力，我对你的态度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听到这解释，顿时让你怦然心动。那你稍等一下，我研究研究这个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尝试关闭能力，但是没有效果，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魅惑能力是被动触发，并非主动技能。也就是说，这一能力从转职开始就一直处于触发状态，技能无消耗，但只对怪物生效，除非使用本命武器魅惑之眼，否则是不会对人类起效果的。可为什么会触发在洛西身上呢？你抱着疑问把自身能力的事情告诉了他。洛西沉默片刻，然后将手指放到了个人面板上职业这一栏。你看了过去，发现他的职业是末日女皇，评级为双 S。很快你就发现了这个职业的可怕之处，随即便将窗帘拉好，同时还锁紧了门窗，防止有任何人偷窥的可能性。洛西的天赋技能竟是怪物模板，在这样的模板加成下，杀人就可以获得3倍经验。一旦他的天赋能力被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洛西，除我之外，你可不要给第二个人看自己的面板，否则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们谁也无法预料。好的呢，我知道了。那你这个魅惑真的没办法消除吗？我现在每次看你都感觉心跳加速，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你。你赶紧研究一下吧，不然我担心有一天真的会把你给办了。洛西用可爱的语气说出了让人头大的话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直接碾压了你的自尊心。拜托，我才是男人好吧？就算要那啥，也应该是我来才对，怎么就反过来变成你对我那啥了？呵呵，碰一下就脸红的人有资格跟我说这些吗？洛西扬起头，显然是不相信你能做出那种事情，反倒是他自己性格极为强势，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当众壁咚你，然后还跟没事人一样拍拍屁股就走。既然你介意的话，那我就努力争取不让你占我便宜了。听到你这么说，洛西顿时捂嘴偷笑。很快时间来到夜晚，吃过晚饭后，洛西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可你准备睡觉的时候，门铃响了起来。洛西，你怎么又来了呀？看着一身睡衣的洛西，你顿时面红耳赤。他光着小脚丫，连鞋都没穿就走了过来，身上的连体蕾丝睡衣更是将身材完美展现，你根本就不敢看，只能一直低着头盯着他那双洁白的小脚丫。这还用说吗？我们既然已经组合了，那么接下来无论是睡觉还是吃饭，最好都要在一起。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但最近这些年稍微有些疏远了，所以我建议从同居同床开始，重新锻炼我们的默契度。洛西理直气壮地说道，然后便钻到了你铺好的被窝里。来吧，别害羞哦。洛西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眼神之中的狡黠看得你瑟瑟发抖。你机械式的摸索到了床前，就在这个瞬间，洛西探出脚来，用脚背勾住你的大腿，让你感到一阵酥麻。你的 CPU 直接宕机了，瞬间站起身来，神情之中满是慌张。洛西，请你自重。咋了？这就害羞了？我们小时候不是一直都睡一起的吗？洛西开口调侃，笑容变得更加灿烂。这怎么能和以前相提并论呢？你支支吾吾的话都说不利索，面红耳赤桃一般的趴到了沙发上，引得洛西哈哈大笑。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灯光被洛西熄灭，他还在持续引诱，甚至故意发出某些声音，令得你心猿意马，心跳加速。拉锯战才刚刚开始，今夜注定是一场不眠夜。第二天，你和洛西一起出门来到了帝都郊区，这里有片区域是专门给新手们升级用的。你和洛西两人来到一处乱葬岗，这是你们特意挑选的地方，因为乱葬岗在这片区域中是升级最快的地方，不过相应的这里难度也最高，是其他区域的1倍左右。若是想要上一个好的大学，来这里升级是不二之选，尤其是洛西还要拖家带口的帮你升级。幽灵，接下来你不要乱动，这里非常的危险，你还没有自保能力，若是你在这里
受伤我会很自责的。洛西很是温柔地对你说道。你点了点头，然后寸步不离地待在洛西的身后。放心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绝对不会让你操心的。只不过我这样总感觉怪怪的，有一种吃软饭的即视感。听到你这么说，洛西掩嘴轻笑，然后回过身来捏住你的下巴。吃软饭有什么不好的？并且我们都知根知底，从小便知道各自的深浅，还用得着分得这么清楚吗？洛西，这种话你可别乱说呀！你一个大姑娘家的就不能自重矜持一点吗？咱俩都这么熟了，我还用得着矜持吗？洛西带着坏笑，如同小恶魔般穷追不舍。你连连后退，脸蛋更是红成一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骷髅手忽然从地下冒出来，抓住了你的脚腕。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你差点就摔倒在地，而后转过头便看到密密麻麻的骷髅从地上冒了出来。洛西见状立即上前一步，把抓着你的骷髅手踩碎，然后将你护在身后。随后洛西抬手一招，一个1人高的红棺就出现在了他的手边。洛西，你这口棺材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你有些无语。虽然昨天就看到洛西的本命武器是一口棺材，但是出现在眼前冲击感还是很强的。一个穿着 JK 制服、脚踩黑丝的美少女打怪的时候轮着一口棺材，想想这个画面就刺激。可紧接着红色的棺材缓缓打开，在你震惊的目光中，洛西将手伸了进去，然后掏出一把通体血红的长剑。你别乱动，接下来交给我处理。说完，他便拎着长剑冲了上去，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将那些骷髅一一消灭。看到这一幕，你完全傻眼了。可伴随着骷髅的消失，你个人面板上的经验条也在不断增长，很快等级就提升了1级。你看到了自己的各项数值都有了小幅度的提升，同时也意识到了和洛西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便是双 S 级职业的强悍之处。反观你只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魅魔，但看着经验不断上涨，你内心还是有点小爽的。不得不说，软饭吃的是真香啊！你看着洛西那灵巧的步伐，就像是在跳舞一样优雅，完美的身材曲线，配上齐腰长发以及那精致的御姐脸，完美戳中了你的爱好。身穿 JK 制服的他脚踩黑丝，尽显修长双腿，凹凸有致的身材配合风光无限的绝对领域，更是让你挪不开眼。尤其是洛西闲庭散步一般舞动着手中赤色长剑，轻而易举便能斩下敌人头颅，潇洒而又帅气的动作足以迷倒万千少。不行，不能一直沉沦下去。虽然吃软饭很香，可你毕竟是个男的，得雄起，得主动，绝对不能让洛西一个人承担所有。你拍了拍自己的脸蛋，然后便开始寻找目标，很快就看到了一个落单的骷髅，你心中一喜，然后立刻捡起地上生锈的长刀，向着对方冲去。可下一秒长刀断裂，你被骷髅打得节节败退，仓皇逃窜。洛西，你快来救我！刚刚许下的豪言壮语，结果却被现实击败，你欲哭无泪，感觉内心之中像是有什么东西碎掉了一样。难怪大部分女性魅魔都选择从事服务行业，或者去当网红和明星了，因为魅魔是真的没有战斗力，只能靠脸吃饭。但是你不一样啊，身为男人却无法上战场杀敌，难道要一直靠吃软饭来升级不成？洛西听到你的求救，及时赶到，瞬间就秒杀了那一只骷髅小怪。可周围还是有很多骷髅怪源源不断的出现，就算洛西很强，也不可能一直战斗。所以洛西立刻将长剑收起，然后抱起你拔腿就跑。不要害怕，我在呢。洛西开口说道。你躺在洛西的怀里，环抱着他的脖子，淡淡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可一抬头就看到洛西那径直的下巴以及晶莹的汗珠，配合那轻微的喘息，色气值完全拉满，这让你不自主的就产生了应激反应。所以你立刻低下头不去看洛西的脸，但这一刻呈现在你眼中的却是那起伏不断的小山丘。你彻底慌了，赶忙闭上双眼，身体温度也是在持续升高，不断发烫。然而还没等你说什么，就感觉到洛西用力的按住你的头，紧接着便是一股柔软冲击到你的脸颊，接下来便什么都不知道。你最后的意识停留在那抹柔软与清香之中。等你再度醒来，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小帐篷搭了起来，你身上的衣服也被换了。洛西在身旁烤肉，但是却穿得非常清凉。你终于醒了，一觉睡了一个下午，还真是你的风格呀。洛西懒洋洋地说道，然后将一条烤好的腿递到你面前，你下意识地接过来，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顿时捂住胸口，双腿夹紧。如此表现让洛西露出了轻蔑的笑容。至于这么害羞吗？我们男女有别，当然至于啊。那行吧，我会对你负责的，这样你就高兴了吧？你顿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然后你抱起烤腿就开吃。对了，白天那群骷髅怎么样了？有没有追过来？你担忧地问道。但是洛西却摇了摇头，抱着腿啃了一大口。放心好了，有我在，那群渣渣伤不到你的。但是你白天也太胆小了吧，才这种程度就晕了过去。我警告你啊，下次不许再晕了，否则我会扔下你不管的。听到洛西的吐槽，你也是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忽然晕过去。不过洛西也只是嘴上吐槽，内心还是很在意你的，哪怕是说扔掉你也只是抱怨一句。吃过烤腿之后，你打开个人面板，发现并没有多少变化，这让你略微有些沮丧。但就在这个时候，洛西凑了上来，双手夹住你的脸颊。尤琳，你的双眼是不是更红更粉了？今天早上的时候虽然也是玫红色，但也不算特别明显，但你睡了一觉之后，这玫红色更加艳丽。说实话，就算是我看了都有一种要被吸引的感觉。听到洛西这么说，你顿时一惊，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立刻启动自己的本命武器，这是每个职业自带的武器，至于能得到什么能力，那就纯看运气了。随后你的双眼就散发出了粉红色的光辉，正在与你对视的洛西顿时变得呆滞起来，双眼之中更是被粉红色的小爱心所占据。尤琳，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可口了呢？洛西忽然开口，然后直接将你扑倒在地，一口咬了下去。只见一个重度魅惑的状态浮现在洛西的头顶上，事后你红着脸生无可恋的躺在地上。校花洛西则是有条不紊的整理着衣衫。尤琳，你这天赋能力配合本命武器杀伤力还真大，我极力控制才没把你给办了。说真的，今后你可不能再对我释放这个技能了，否则我真的会控制不住的。洛西的发言让人根本听不出来她是一个女孩子。你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脖子和脸颊上到处都是洛西的口水。你只是用了一下自己的本命武器魅惑之眼，却没想到在武器效果
火的增幅下，自身的魅惑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然后洛西就中招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就上嘴啃了你，那是真啃啊，脸蛋和脖子都啃了个遍。若非你及时解除状态，鬼知道洛西还能做出怎样的事情，也许就像他说的那样，会对你采用强制手段。洛西，我说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就算我对你使用了魅惑，你也不能这样主动吧，搞得就跟我是个零一样，太难为情了。你开口吐槽，却招来洛西一个白眼，就你这样还想当个一，痴心妄想也该有个限度吧。听到洛西毫不留情的嘲讽自己，你感觉人生无望，直接选择躺平。片刻后，洛西又躺在了你身边，你们没有任何互动，只是这样静静的躺着，氛围却逐渐微妙了起来。你脸色再度红润，心跳也开始加速。洛西看着自己那轻度魅惑的状态，也是不由自主的浮想联翩。尤琳，我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听到洛西的话，你下意识开口询问。后悔刚才没趁机给你办了。你瞬间打了个激灵，立刻起身站了起来。洛西见状不由得掩嘴轻笑。洛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我们从小就认识，但你也没必要这么露骨吧。还有就是你到底怎么了？自打你转职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也许外人看不出来，但我能明显感受到你变活泼了不少。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洛西愣神片刻后旋即凑到你的身前，在你耳边轻声低语，如果我说我是转生者，昨天才找回了曾经的记忆，你会相信我吗？洛西的呢喃让你心里痒痒的，耳朵更是舒畅至极。你享受了片刻便回过神来，认真的看着对方，一本正经的回答道，我相信。但是听到你的回答，洛西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就随便说说你还真信啊？无论洛西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的。你再次回答。洛西见状不由得收敛了笑容，你真的相信吗？这次你没有回应，但是却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洛西，这让他脸色微红，眼神也开始闪躲。真是的，非要在这种时候表现出一本正经的帅气干啥？你看看我这轻度魅惑都转变成中度魅惑了，这都是你害的。洛西承认他是被你的认真给帅到了，因为心动而导致魅惑状态发生了改变，这让他大致能明白自己对你是真的动心了。但你却是榆木脑袋，只是认为洛西被自己的天赋技能所影响。你起身走出了帐篷，洛西你睡觉吧，我在外面守夜，这样应该能缓解你的魅惑状态了。看到你如此认真，洛西内心有些失落，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便钻进了你的被窝。你看向帐篷内的洛西，露出了温柔的笑容。抱歉啊，洛西，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思，所以才会刻意与你保持距离，因为我配不上你，而你也值得拥有更好的另一半。至于说的转世重生是否为真，我姑且当这是真话吧。你自言自语打发着夜间无聊的时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你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抹悠悠绿光正在靠近，这让你瞬间紧张起来，然后手持烧火棍盯着那个方向，希望不是什么厉害的怪物，不然真打不过呀。可随后便看到一个绿油油的鬼火飘了过来，看上去没有半点威胁。你试探性的挥舞烧火棍，对方却被呼啸的风声吹散。如此一幕让你倍感惊诧，什么情况？当你疑惑的时候，个人面板上传来了提醒：击杀一级浮游鬼火，经验加 0.3。看到这经验加成，你整个人都麻了。这一级的浮游鬼火好像很垃圾，随便一阵风就能将其吹散，这让你不禁有些怀疑那些骷髅怪是什么等级。毕竟这种事情课本上都没有教导。不过紧接着你就看到一大批浮游鬼火飘来，数量最起码也有30-40个。若是一棒子下去，对方怕是能死伤大半，自己也能得到10好几的经验。但这点经验还不如杀几个楼怪来的实在。你实在是没心思动手。但就在这个时候，你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你的天赋技能是可以对怪物生效的，那么魅惑之眼呢？是否也能对怪物启用？你冒出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便看向那些浮游鬼火，你的双眸立刻闪耀出魅惑的光芒。这一瞬间，所有的浮游鬼火竟齐刷刷的停下了，并且在每个鬼火身上都带着高度魅惑，这代表你实验成功了，真的可以做到对怪物施加全体魅惑。所有鬼火听令，给爷跳一个！这些鬼火们也是非常的给力，随着你的指挥能够组合成各种形状。这一晚上你是一点都不无聊，看着鬼火在这里表演都快乐疯了。没想到魅惑能力竟还有这种效果。不过这群浮游鬼火等级太低，若是能对那些骷髅怪或者更高级别的怪物使用，那就更加完美了。魅惑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废物技能，但是经过你的实验却发现这是个神级控制能力，只要被魅惑了，对方基本上就会对你言听计从，并且魅惑状态还不会被轻易解除，消耗也基本等于0。如此强力的控制效果是其他任何职业都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让你不理解的是，其他的魅魔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难道是因为自己是男魅魔，而其他人是女魅魔吗？尤琳，你在看什么呢？忽然间洛西的声音传来，你回头看去，只见他睡眼惺忪的从帐篷里走了出来，慵懒的模样配上一身火辣的睡衣，看上去非常诱人。没什么，只是在实验我的能力。你低着头不敢直视洛西，因为担心看到对方那火辣的身材会挪不开眼。不过你的目光却落在了洛西那白皙的双脚上，他没有穿袜子，更没有穿鞋，一双小脚丫灵动而可爱，脚型也是相当的完美，让你舍不得挪开视线。喂，你看啥呢？我的脚有这么好看吗？洛西走上前对着你就是一脚，一下子让你清醒过来，抱着腿原地蹦跶，疼得龇牙咧嘴。看到你这副样子，洛西不由得笑了，随后他才将目光放到那些浮游鬼火身上，这些鬼火正在组成各种图案。尤琳，你这能力能不能让这些鬼火自相残杀？洛西忽然开口，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你思忖片刻，旋即便命令鬼火相互进攻。几分钟后，你们看着仅剩一只的鬼火，表情充满了震惊。我这天赋能力竟然还有这效果！你作为魅魔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厉害，就连洛西也感到震撼。太夸张了，我就是随便说一下，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能做到。如果这一能力可以对其他怪物生效，那我们升级的速度完全可以提升1倍。洛西有些兴奋，你也是看到了一丝曙光，这是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自打你转职成为魅魔后，就打算躺平了，到时候高考随便混上个大专，之后走网红路线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来，魅魔这职业还有救，自己也没必要继续躺平，看来得发愤图强，不能继续堕落了。洛西，谢谢你，若非你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来到这里，也不会去研究自己的天赋能力。你很正经的与洛西道谢，如此模样反而让洛西有些面红耳赤。你不用这样的，我最受不了你一本正经的模样了。对了，你守夜了1个晚上都没有吃东西吧？现在我就给你做，等吃过早饭后我们继续一起升级，而你也能趁此机会好好开发自己的能力。洛西有些慌乱，然后便进入
帐篷里换衣服。他出来的时候换好了一身运动服，手上还拿来了2个罐头，这是洛西提前准备好的伙食，虽然简单，但足够2人吃饱了。你们沉默无言，各自怀有心事。你是在想着如何开发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用。洛西完全是沦陷在了你的一本正经之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所以才会有些招架不住。不过这种反应来得快去得也快。早饭过后，洛西便回到了高冷的御姐模样。对了，洛西，有件事之前我就想问你，那些骷髅怪的等级都是多少？浮游鬼火是1级，我打他们没啥问题，但是为啥却打不过骷髅怪呢？洛西听后尴尬的笑了，然后伸出了5根手指。5级。看到这个回答，你有些怀疑人生。洛西击杀5级的阁楼怪，那叫一个砍瓜切菜，反观你对付一个都被打得抱头鼠窜，2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这让你受到了打击，有点闷闷不乐。洛西发现了你的心情有些低落，主动上前搂住你的肩膀，如此动作却让你打了个激灵。洛西，请你自重。你向后挪了挪屁股，但是洛西却一把将你搂住，强行给拽了回来。我的小妹魔，你别躲呀！此言一出，你整个人都呆若木鸡，彻底忘记了反抗，尤其是这一句还是贴着你的耳边说的，让你整个人都变软了不少。你听我说呀，幽灵，其实你挺好的，只是我比较特殊。正常来说，我们都是从击杀鬼火开始练级，只是我的属性面板超越正常职业太多，所以你不用和我比，因为我们压根就不在一个赛道上。洛西开口安慰，声音又欲又酥的让人欲罢不能。你木讷的点点头，算是回应了他的话。洛西有些开心，然后单手搂住你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肩膀上。他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因为只有贴近你才能让洛西感到安心。不愧是我的小妹魔，我都忍不住想要将你占为己有了呢。洛西，你这样真的很吓人的。你终于是忍不住开口吐槽了。洛西吐了吐舌头，随后便松开了你。他也很清楚自己这样是被魅惑的状态所影响，只要和你在一起，他就会迫切的想要将你融入自己的身体，恨不得与你合二为一。但是洛西并没有任何抗拒的心思，这是因为他本身就对你有好感，所以才会放大魅惑的效果。若是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抗拒之心和魅惑效果会疯狂的折磨对方，让其没有办法正常行动，这才是魅惑状态所能达到的真正效果。唯有洛西不一样，因为他付出了真心，所以并未有任何抗拒之情。不过这种事情洛西不会告诉你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继续去升级了。幽灵，你跟在我身后，就和昨天一样，千万不要走丢了。等到了乱葬岗那边，你先释放自己的天赋技能，尝试一下自己的极限，看看最多能魅惑几个怪物。若是你的能力如我所想的那般强大，这次升级之旅就会轻松许多呀。洛西有些期待，你更是握紧了拳头，目光之中带有一丝坚定。你们朝着乱葬岗的方向前进，不过还没等进入那片区域，就看到一大批的骷髅怪已经等待多时。幽灵，你先上，我给你护法。洛西兴奋地说着，下一秒就将你给推了出去。这一刻，所有的骷髅们都齐刷刷地盯着你，他们无声地咆哮，全身骨骼嘎吱作响，带给了你无尽的压力。你深吸一口气，强压内心的恐惧。正是前方那数之不尽的骷髅军团，玫红色的双眼散发着柔媚的光辉，魅惑之眼发动，伴随着你的一声轻喝，一股粉红色的气息快速掠过这片骷髅怪。也就在这个时候，所有骷髅眼眶中的绿色火焰竟然清一色的变成了粉红色，最关键的是形状都是桃心模样。当这些粉红色的桃心出现后，每一只的头顶上都出现了高度魅惑4个字眼。不过此时的你却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就快要站不稳了。洛西立刻上前将你抱在怀里。幽灵，你真的成功了呢。看到洛西这么激动，你也兴奋了起来。不过激动归激动，你的头还是很痛的。魅惑的骷髅太多，几乎将你的精神力榨干。虽然说天赋技能无消耗，但魅惑之眼会消耗精神力，所以你才会感到头痛欲裂，这都是精神力将近枯竭的表现。你强忍着头痛，在洛西的搀扶下站起身来，深吸一口气，而后你大手一挥，下达了关键命令：所有骷髅听令，若你们想要得到我，就杀到只剩最后一个，到时候你便会得到与我相处的机会。你很清楚自己的魅惑能力并不是完全的控制与支配，虽然楼怪没有智慧，只有本能，但只要说出合适的话，便能引导对方自相残杀。昨晚的那些浮游鬼火便是如此，你如法炮制，引导这些楼怪去自相残杀。如此一来，洛西不用动手，你们也能获得大量的经验。洛西跪坐在地上欣赏着这场杀戮盛宴，你则是头痛欲裂，所以需要洛西的吸枕来治愈。原本你是不愿意麻烦他的，但是在洛西的强硬要求下，你终究还是屈服了。不过当你真正拥有吸枕之后，才知道女孩子的大腿到底有多么的柔软与美妙。你甚至想让时间永久的停留在这一刻，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与舒缓。在洛西吸枕的服侍下，你逐渐进入了梦乡。守夜一个晚上，自然有些精神不振，你的身体素质也就是普通成年男子的程度，一个晚上不睡觉肯定会虚。所以洛西也没有叫醒你，只是看着你那享受的样子，嘴角不由自主的开始上扬。你呀，你还是这么的好看。曾经我就和你说过要和你永远在一起，但你却拒绝了我，甚至故意疏远我。初中3年，高中3年，我都想过对你表白，但你每一次都故意躲着我。赌气之下，我才选择与你分道扬镳。但是现在在魅惑状态下，我终于是明白了自己对你的心意。也许你认为自己配不上我，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没人能配得上我。也幸亏我觉醒了，否则真要错过你了。幽灵，我希望你能开窍，真的很期待与你入洞房的那天呢。洛西趁着你睡着了自言自语，这算是表白，也算是说给自己听，因为你根本就听不到洛西的话，所以他才敢如此大胆。随后洛西微微俯身，将长发撩至耳后，嘴唇缓缓贴近你的额头，他轻盈地吻了上去。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洛西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骷髅们已经决出了胜负，一个剩下半截身子的楼怪赢下了这场胜利。洛西看着他，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微笑，真是辛苦你了呢，所以请你去死好吗？洛西语气温柔，但一抬手便是红色棺材砸向对方，巨大的力量让地面震颤，楼怪根本就扛不住如此怪力，瞬间化为一片碎骨。这一刻，你与洛西2人都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辉，你们升级了。灭世宏观更是躁动了起来，仿佛随时都要开启一样。洛西见状，眉头轻蹙，然后将其召回到自己的体内。该死的，每次升级这玩意都会有所躁动，看来今后得找机会回一趟魔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不知道我爸我妈是怎么想的，转生前竟然将这玩意绑定成我的本命，他们是要害死我的小妹魔呀。洛西一脸苦笑，但他立马用力地拍打自己的脸颊，强行打起精神。不行，绝对不能让宏观打开。
否则我真的要离你而去了。管他什么狗屁使命，我现在唯一想得到的只有你。洛西温柔地看向你，眼神之中的爱意完全不加掩饰。这时你也苏醒了过来，瞬间一股淡淡的清香钻入鼻腔，身后传来的柔软更是让你欲罢不能。但很快就回过神坐了起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自己竟然被洛西抱在怀中，一时间你面红耳赤，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洛西却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你，终于醒了呢。你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中午，我腿都有些麻了。你听着有些不好意思，但很快就调整了过来，也发现了自己的等级得到了提升，这代表着你的想法成为了现实。魅惑能力真的可以导致怪物自相残杀。洛西，接下来刷怪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有这个能力在，我们1周内肯定能够达到10级。你信心倍增。洛西也是点了点头，对你伸出大拇指。尤林，我信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说话间，你们目光对视，但你很快就移开目光，脸颊逐渐染上了一层红色。洛西则是嘴角微扬，露出了痴汉一般的笑容。很快1周时间过去了，你们的等级也是如同设想一般提升到了10级。你们离开了乱葬岗，准备前往学校学习新的技能。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每10级都是一个门槛，只有跨过了这个门槛，才能开启新的技能槽。你们先是回到家中洗了个澡，原本洛西是想要和你一起洗澡的，但却被你强行拒绝，否则真的感觉洛西能给你生吞活剥了。人们都说女人30如狼似虎，但是洛西她才18岁啊，怎么就这样了？难不成真的是我害了她？你一边洗澡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不由得愧疚了起来。没错，一定是我害了她，若不是她处于魅惑的状态，肯定不会这样。虽然这样我会很爽，她也是出于自愿才会对我这么好，但强行换来的爱情是不甜蜜的，我必须要找到方法帮她解除魅惑。若是解除之后她还对我有意思，这样倒是可以考虑交往一下了。你自言自语，心中满是愧疚与纠结。你到现在都还是母胎 solo， 从来没有交过一个女朋友，所以遇到洛西投怀送抱，你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尤林，打起精神来，你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找到解除魅惑的方法之前，就先顺其自然吧。只要保持本心，坚守底线，无论他做什么，顺着他就行了，这样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还不至于被他给办了。你继续说道，但是脸色却越来越红，尤其是想到会被洛西办了的时候，更是让你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男人，却要担心被女人给办了，简直丢人丢到家了。最主要，你还是一个魅魔职业，身为魅魔却处于被动的地位，说是魅魔之耻都不为过。想到这里，你更加的蛋疼了。与此同时，在隔壁公寓内洗澡的洛西，也在幻想着能跟你在一起洗澡。此时的他面色红晕，脑海中满满都是你。随后他低下头，将目光集中在腹部位置，那里有一个红色的纹路，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醒目。但是仔细观察的话，却会发现这个图案的形象正是灭世红冠。此时的红冠正在震颤，仿佛要从洛西的体内出来一样。但无论他如何挣扎，都被洛西牢牢地控制住。抱歉啊，现在还不能让你现世。虽然吸收人类的精气会让你成长得更快，但我可不想让尤林知道我是带有目的来到人间的。若你想要继续成长的话，就给我老实一点，这样留着你还有点用，否则你就一辈子待在我的身体里，永远都别想出来。洛西的语气温柔，但却充满着威严。这一刻，暴躁的灭世红冠终于安静了下来。洛西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即将长发撩起，露出那惊世美颜。他看着自己的美丽模样，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这不是挺漂亮的吗？素颜这么美，身材也是一级棒，但尤林为啥就对我这么冷淡呢？他也不是无能的样子，看到我还是会有反应的，但是却一直拒绝我的邀请，这是为什么呀？算了，不想这些了，还是想想怎么找机会给他办了。只要生米煮成熟饭，我看他怎么拒绝。哈哈。帝都高中办公室内，此时的班主任正一脸无奈地看着尤林与洛西。他很清楚洛西的天赋以及尤林的理论成绩，这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都称得上是很好的学生。洛西虽然有些偏科，但文化课成绩起码能排进全校前200。尤林因为是穿越者，并且穿越之前就是一个正在考研的大学生，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学后，文化课成绩基本上就是碾压，他的成绩自然是全校第一，这一点无需怀疑。只可惜文化课成绩在这个世界的占比并不是很高，哪怕他是全校第一，在高考上也不会加分，最多能让那些高校的负责人多看2眼，仅此而已。不过现在两人同时出现在班主任面前，还是想要他帮忙求助校长，分别给两人一个技能卷轴，这可愁坏了班主任。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就说技能卷轴这东西，班主任1个月的工资都买不起一个，想要让学校白送给两人，简直就和白日做梦没什么区别。毕竟学校不是慈善堂，没理由给这两人做慈善。哪怕他们天赋真的很高，但出了这个校门，就与学校没有瓜葛了。尤林还有洛西啊，不是老师不想帮你们，是我实在是帮不了，我没有资格去求校长，更没有权利私自给你们开后门。并且技能卷轴就算是最便宜的，也是万元起步。老师我1个月工资也就才4、5千块钱，让我一口气拿4个月工资出来给你们购买技能卷轴，我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啊。毕竟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房贷和车贷，中年女人的压力你们现在是不会懂的。班主任叹息一声，实在是爱莫能助。尤林和洛西早有预料，所以他们也没有失望，因为两人来学校不过就是想要碰碰运气而已，根本没打算真的得到技能卷轴。谢谢您了老师，我们其实早就想到会这样了，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来试试。现在看来，想要得到技能卷轴就得去赚钱才行了，否则等到20级之后，其他同学都有了2个技能，我与洛西却1个都没有，这样一来，就算等级再高也比不过他们啊。尤林实话实说，
洛西也是道了一声谢，两人便离开了办公室。班主任是指望不上了，校长更不用说，他根本就不可能帮两人。别看人家得知洛西是双 S 直接后，表现得特别开心，但实际上却并不能给学校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所以也别指望对方能够帮助自己。洛西，接下来我们去哪？尤林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只能询问对方。这种事情还是洛西在行，尤林只是沾了穿越的光，所以文化课成绩非常好，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却仅限于只言片语以及那些课外读物。反观洛西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并且尤林到现在还记得洛西说自己是转生者，虽然这话更像是开玩笑，但尤林下意识觉得他说的就是实话。不过尤林没有直接询问，他怕真的问出点什么，两人会就此分道扬镳，甚至还会招来杀身之祸。没办法了呀，只能去这个地方了。洛西思忖片刻，表情略显无奈。很显然他说的并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过尤林不懂洛西到底要去哪，不由得开口询问：洛西，我们要去哪啊？带你去个好地方，不过这里有些危险，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被吓到哦。我的小魅魔。洛西语气温柔，让尤林很是舒适，但他也有些蛋疼。洛西很明显是在调戏自己，但他却没有办法反驳，这才是最蛋疼的事情。随后他们坐上了出租车，来到帝都的另外一个郊区，这里人丁稀少，周围更是空旷无比，一个代练都看不到，就连司机收了钱后也是立马离开这里，不敢有片刻停留。与之前的乱葬岗入口前有大量代练相比，这里除了尤林和洛西之外见不到第三个人影，其地位简直就是天差地别。洛西，这里难道就是书上写的那个被废弃的练级场？没错，就是这里。洛西点头回应，这让尤林一个踉跄，差点表演了一波平地摔。这里很危险啊，书上说这里的怪物出现了变异，原本等级很低的怪物全部都变异到了20级以上，并且最主要的是，这里的怪物就算死了也会原地复活，根本不会提供经验。若是我们在这里练级，怕是一辈子都升不到20级了。尤林的书不是白读的，这片区域他有所了解，其原本的名字叫做枫叶谷，是经典怪物哥布林栖息地。但是在20年前，洛西与尤林出生前2年，这里被一道黑色的闪电劈中，从此枫叶谷就发生了变化，并且改名为瘴气谷。绿皮哥布林变成了黑皮不死哥布林，只要被杀就会原地雾化，然后重新凝聚成型，这便是所谓的不死哥布林。他们不是很强，10级越级杀20级都可以，但是这群哥布林却靠着不死的能力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练级者。最主要的是，这群不死哥布林都不会提供经验，这才是最让人蛋疼的地方。除此之外，这里还多了一个哥布林祭祀，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这片区域才会被死气所包裹，人类进去3个小时就会感染病毒，从而身患重疾。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新人们纷纷放弃了这里，高等级者也是不屑于来这里虐菜，这就导致这片区域变成了无人看管地带。也幸亏入口封印一直存在，否则那些不死哥布林就该入侵人类世界了。尤林，我知道你的担忧，但你放心，我有办法控制这里的瘴气，保证我们2人的安全，并且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的确掌握着消灭不死哥布林的方法，所以我才要来到这里，干掉哥布林祭祀。只要将其杀掉，这里大概率就会回到从前。但这都不重要，我最看重的就是哥布林祭祀手中的祭祀权杖，这玩意很值钱的，只要将其卖了，我们10级和20级的技能卷轴就都有着落了。所以尤林，你愿不愿意与我一起进入瘴气谷？洛西满怀期待地看着尤林，他此刻有些纠结，但是看着洛西那一本正经以及满脸自信的样子，尤林决定相信对方。我愿意。第11，不死，给也死。瘴气谷之中，洛西带着尤林小心翼翼地前进。中途他们遇到了许多不死哥布林，原本经典的绿皮哥布林在死气的侵染之下全部都变成了黑皮，最为主要的是其形象犹如丧尸，看上去极为诡异。尤林尝试过了常规地方法，根本就无法将其杀死，无论是割掉头颅还是分尸，对方都会重新融入死气之中，最后重生。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他们根本就无法获得经验。果然常规的方法杀不死他们，所以洛西，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尤林开口询问。洛西则是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旋即抬手召唤出灭世宏观。当这口棺材出现的一瞬间，
尤林便感觉心脏骤停，整个人都仿佛要被吸入其中一样。上一次他见过这口红棺，但当时却并没有这种感觉。随着洛西的等级提升，这口红棺所带来的威压也是越来越强。洛西明明只有10级，但这口红棺给人的感觉却不亚于高等级的 BOSS。这便是我的依仗，灭世红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红棺无法杀死的存在，无论对方是否真的不死不灭，只要在这口红棺的面前，都得给爷死。洛西露出笑容，旋即便将棺材板打开一点范围，只见赤红色的雾气向着四周开始蔓延，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不死哥布林，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竟然开始四散逃窜。但是红色雾气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只是一个眨眼间，便将所有的不死哥布林吞噬殆尽。死气化成的黑雾想要与赤红色的烟雾对抗，但是却被完全碾压。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完全就是红色烟雾将黑色死气吞噬，然后返回到红棺之中。一时之间，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新了不少，那些不死哥布林也没有继续复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黑色的死气也在慢慢向着这边靠拢，要不了几分钟的时间，此地就会恢复如初。但灭世红棺所造成的效果依旧让尤林感到震惊。洛西，你这本命武器带来的能力也太强了吧！哼哼，这才哪到哪，还有更强的你没见过呢。洛西自信地说道，随后便拍了拍红棺，想要继续吸收死气。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神情忽然愣住，旋即便痛苦地蜷缩在地。在洛西的身上，红色纹路开始蔓延，妖艳与诡异的结合感呈现在洛西的身上，让尤林无比心慌。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不会是使用红棺吸收死气后身体出现副作用了吧？尤林立刻上前将其搂在怀中，关心地问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轻轻拍打着洛西的肩膀，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他安慰。没事，不用管我的。洛西很是痛苦，声音也非常的微弱，身体更是微微颤抖。尤林无比的心疼，他第一次看到洛西露出如此痛苦的表情，所以他是真的慌了神。不知道为什么，洛西却发现红棺却闪耀着血色光芒，仿佛是在幸灾乐祸，这让尤林非常的不爽。你安静一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尤林一声怒斥，灭世红棺顿时消停了不少。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气势吓到了对方，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反正红棺现在不再闪耀，洛西的痛苦也减缓了不少。尤林，扶我起来。洛西开口说道。尤林毫不犹豫搀扶着他的肩膀与手臂，将其扶了起来，手感软软的，味道也很香甜。尤林的内心很微妙，他不是很想松手，但羞耻心告诫自己不能太过亲密。然而洛西才不管这些，他站起来后直接让整个人都贴在尤林的身上，小山丘完全贴住，整个人更是如同八爪鱼一般搂着尤林，丝毫没有要松手的意思。灭世红棺此刻再度闪烁了起来，像是吃醋，也像是对洛西表达不满。尤林再度瞪了红棺一眼，对方顿时就变得老实了不少。如此一幕让洛西有些惊讶，你是怎么做到让这东西这么听话的？这口棺材虽然很厉害，但明显有自我意识，就算是我也只能用威胁让他听话，但你只是一个眼神就让他这么老实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洛西好奇地询问。但尤林也不知道啊，他摸了摸头，显得有些迷茫。洛西虽然好奇，但他很清楚尤林只是个普通魅魔，是没资格调动灭世红棺的力量。这个东西是大凶之物，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就算是洛西自己也得靠着一些特殊手段才让其被迫听令。所以尤林几句话就让其老实下来，实在是让人费解。但洛西并没有深究，毕竟尤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他就更不可能调查清楚了。尤林，哥布林来了，我们先撤，现在我身体不适，等明天你再来讨伐哥布林祭祀吧。洛西说着，然后收起灭世红棺，一跃跳到了尤林的怀中。知道了洛西，我这就带你离开。尤林抱着对方，感受着他那柔软的身体与体香，不由得心猿意马。但在这种环境下，尤林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朝着传送门的方向奔跑。可是那些不死哥布林却张牙舞爪地冲了上来，他们面目狰狞，眼神之中充满杀气，就像是要为之前死去的同伴报仇一样。很快，尤林和洛西就被包围了，周围全都是不死哥布林，他们张牙舞爪，即刻对尤林发起围攻。但就在这几个时候，一柄锈迹斑斑的弯刀挡住了不死哥布林的进攻。只见另外一头哥布林的眼眶内出现了粉色形状的爱心，这是尤林发动了魅惑能力，
3头不死哥布林被魅惑，成为了自己的保安。魅惑能力可以对这些哥布林使用，让他得以松口气。但是魅惑3个不死哥布林就是游灵的极限，对方等级太高，最低等级低哥布林也有21级，他们只是属性很弱，但是等级压制依旧存在，所以有灵想要靠着10级的精神力去控制20多级的怪物，消耗会十分剧烈。天赋能力虽是无消耗，但效果很微弱，对付有自我意识或者是等级比自己高的怪物，最多只能造成轻度魅惑。若是想要完全控制敌人，就只能启动魅惑之眼，达成更高等级的魅惑效果，但这样一来消耗就会成倍数增加，3个就已经是游灵的身体极限，再多一个他都受不了。第12，请收敛你的变态。终于逃出来了，游灵气喘吁吁地抱着洛西从瘴气谷里面跑了出来，被魅惑的3只哥布林誓死保护游灵地安全，这才让他们逃出升天。此刻的洛西已经昏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大概率和灭世宏观有关，所以游灵也不指望他现在能有什么战斗力了。随后游灵就在这里搭起帐篷，准备凑活一天再说，明天是否继续就要看洛西是怎么想的了。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整个瘴气谷的外面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甚至连一个路过的人都没有，可以见得这里到底有多么的萧条。别的地方产业链都快拉满了，唯有这里一片荒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里的荒凉，才给了游灵与洛西单独相处的机会。当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洛西也是一声轻吟，苏醒了过来。我们这是在哪？洛西开口询问，游灵则是立马捧着一碗粥，然后将洛西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在瘴气谷的外面，你先喝了这碗粥，补充一下体力，然后我们再考虑继不继续。这都过了多久了？你终于知道关心我了，真的让人感动啊。洛西眼眶有些红了，他接过这碗粥，直接一口喝了下去。游灵则是羞涩地挠了挠头。小时候洛西很瘦，所以都是有灵保护他不被欺负，但是自打初中开始，两人才逐渐疏远。这其中有游灵自己的想法，也有洛西的赌气成分。也正是因为如此，洛西才会被游灵久违的关照而感动。游灵，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瘴气谷，不过这次我们改变一下策略，你用魅惑能力开路，而我的灭世宏观要等到面对哥布林祭祀的时候再使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完成通关。不过还是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不能过度深入，要留出1个小时撤退的时间。一旦被死气入侵，以你的面板属性，很难扛得住各种 debuff， 从而危及生命。知道了，洛西。不过你呢？你的身体没有问题吧？游灵点了点头，然后关心地询问。洛西却露出了自信的笑容，然后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放心好了，我没问题的。之前只是消耗过度，所以才会出现晕厥的情况。不过这次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按照计划行动，肯定能干掉哥布林祭司。游灵点了点头，但是视线却根本挪不开，因为洛西那优美的身材完全展现在他的面前。尤其游灵还是坐着的视角，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白皙、圆润且细腻的大腿，令人浮想联翩，目不转睛。这双修长笔直的大腿实在是太美了。游灵无意识抬起手来，然后就被洛西一把抓住。怎么了？是不是很想摸一下？看到洛西那小恶魔般的笑容，游灵顿时一个机灵，起身向后撤去。洛西，你别误会，刚才我只是在想事情，并没有看到什么。放心吧，我又不会怪你。这么紧张干啥？并且我这双美腿啊，就连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会多看2眼，并且被你看2眼又不会掉块肉。若是你还想往深处看看的话，我也可以答应哦。洛西嘴角微扬，眼神之中带着狡黠的笑意。他缓缓将短裙提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游灵顿时一惊，然后捂住双眼，但是指缝之间却留了一道缝隙。随着洛西的裙子越来越靠上，游灵满怀期待的神情在人类的伟大发明下荡然无存。哈哈哈哈！怎么样，我这安全裤是不是很好看呢？这可是狸花猫的印记，多可爱啊！你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就是狸花猫了呢，并且这款安全裤还是限量版呢。看着洛西提起裙子显摆自己那独特的安全裤，游灵有点生无可恋。洛西，你这多少沾点变态了啊！赶紧收起你的变态，然后放下裙子，准备出发了。洛西翻了个白眼道，真是不解风情。对于洛西的吐槽，游灵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开始收拾东西。片刻之后，两人重新进入瘴气谷。这一次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行，不再惊动那么哥布林。这群家伙如此难缠，
所以尽可能的不要弄出太大的动静。对了，洛西，你还没说到底怎么找到哥布林祭祀呢？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办法？这是当然，你别忘了我的职业天赋。可是 BOSS 模板，既然是 BOSS， 自然会有一些特权，其中就包括可以查看所有怪物属性、位置、弱点以及等级的能力。只要在一定范围内，我都可以调取相关关物的信息与位置。这也是为什么要带你来这的原因。洛西自信地说道。这个 BOSS 模板便是他的底气。正因为如此，洛西才会对哥布林祭祀有想法。原来如此，不过我想知道，你的这个范围有多大？能不能覆盖这个瘴气谷？尤林再度询问，但是却换来洛西一个白眼。你这是在小看我吗？尤林啊！看到尤林一脸懵逼的样子，洛西有点忍俊不禁。你这样子真可爱啊！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探查范围，但你可不要说出去哦。我的范围有一个帝都这么大，并且还可以持续升级。按照我的计算，等我到达100级之后，覆盖整个蓝星都不是问题。这么夸张的吗？尤林再度被震惊到了。这就是双 S 级职业带来的高纬度碾压，根本不是尤林这种魅魔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他为洛西欣喜，但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洛西从后面拥抱尤林，他的全身都贴在尤林的后背，小山丘更是带来了挤压的触觉，立刻就让尤林挺直了腰板，整个人都不淡定了。尤林，你其实很厉害的，所以不要气馁，现在朝着前方前进吧，我们再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就能看到哥布林祭祀了。听到洛西这么说，尤林点了点头，但却迈不开步子，因为洛西此刻已经完全跳到了尤林的背上，双腿环绕着尤林的腰部，双手更是死死搂着他的脖子，如此模样，像极了两个小情侣间的打闹。一时间，尤林的大脑有些宕机，他有些不知所措，双手也不知道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尤林，我累了，你背着我前进吧。洛西语气很是温柔，甚至带点撒娇的意思。尤林很想拒绝，但双手却不由自主地扶在了他的大腿上。这一刻，尤林的 CPU 都给干烧了，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和洛西到底谁才是魅魔。第13，让我来为你开路。继续，就是这里。有点疼，你慢一点好吗？快了，就快到了，就是这里。尤林，你停下来，我快不行了。尤林立刻刹车，然后将洛西放了下来。此时的洛西捂着肚子蹲着，脸色非常的难看，因为是尤林背着他前进，外加山路崎岖导致动作幅度过大，所以给洛西颠的肚子疼。最主要的是，尤林还有不死哥布林的追击，所以尤林是完全不敢停下来。洛西也是忍到了现在，终于甩开不死哥布林后，他这才让尤林赶紧停下，不然他感觉自己真的能吐出来。我知道晕车、晕机还有晕船，但是第一次见到还有人被背着都能晕。尤林发自内心的开口称赞，同时还伸出大拇指为他点了一个赞。看到这一幕的洛西不由得翻了一个白眼，然后起身一巴掌把这个赞给拍了回去。别瞎说，很丢人的好不好？并且我这也不是晕，纯粹是因为姿势不好被你撞的。那下次我们换个舒服点的姿势。尤林试探性的问道，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问题已经上了高速。洛西明显愣了一下，然后红着脸娇嗔的拧了一下尤林的腰间。你不要这么露骨好不好呀？虽然我很喜欢你这样，但我好歹也是个女孩子，你总得让我走个流程，然后再进行最终步骤吧。此言一出，尤林当场石化，他也是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开车上了高速，现在想要下来，除非车毁人亡，否则是不太可能了，所以他干脆沉默不言，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洛西见尤林不说话，则是红着脸猛踩油门。尤林，你说我们接下来该用什么姿势比较好呢？抱歉，我拒绝。尤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刹车，虽然这样会造成翻车，但也比横冲直撞来得痛快一些。洛西也是有些生气，但还没等他发作，便感觉心头一热，眉头也皱了起来。尤林，我们的目标来了。听到洛西的话，尤林顿时紧张起来，玫红色的瞳孔散发着诱人的光辉，灭世宏观被洛西召唤出来，直接砸入地面，周围的死气开始弥漫，并且变得越来越厚重。两人立刻后背贴着后背，紧密地靠着对方，生怕被这层黑雾分开。结，伴随着经典反派的笑声传来，一道道哥布林的身影从四面八方出现，但是这群不死哥布林并没有主动进攻，反而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绕着两人开始转圈。如此动作就像是在举办什么仪式一样，看上去非常的邪门。叮铃，
不知道从什么方位传来了铃铛的响声，尤林和洛西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这一幕像极了某些恐怖片的开场。虽然两人都不怕鬼，但那种一惊一乍的场面还是很吓人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是叮铃一声响起，声音越来越靠近，差不多每3秒钟就会响一次。尤林和洛西两人参考着铃铛的声音来分辨敌人的方向。洛西，你的正前方有东西吗？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他手持权杖，并且比其他的哥布林都要高大。若是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哥布林祭司了。既然如此，你有把握吗？面对尤林的询问，洛西思忖片刻，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没有问题。洛西的声音很自信，而这也给了尤林自信心。既然如此，就让我来为你开路。尤林话音落下，魅惑之眼火力全开，一瞬之间，周围正在转圈的那些不死哥布林之中，竟然有5个停了下来。他们的眼中出现了粉色的爱心，然后逐渐朝着尤林靠拢。但是尤林却闷哼一声，口鼻眼耳开始流出鲜血。作为魅魔，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杀光其他哥布林。尤林有气无力地说道，声音很柔软，但却充满了诱惑力。这一刻，5名被魅惑的不死哥布林就仿佛打了鸡血一样，朝着其他同伴冲了上去。就是这么一瞬间，不死哥布林的阵型被完全打散，有节奏的铃铛声更是慌乱的叮当作响。哥布林祭司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情况，明显是有些慌了。尤林，量力而行，千万不要伤了自己。放心吧，我有分寸。不过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尤林点了点头，然后便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朝着一旁跑去。有一些空余的不死哥布林见到尤林想要逃跑，直接就追了上去。他们虽然只有轻度魅惑的状态，但却依旧被尤林所吸引，哪怕从洛西身边跑过去，也没有攻击他，反而都去追尤林了。这便是魅惑的强大之处，其吸怪能力甚至比传统圣骑的嘲讽还要夸张。只是一个轻度魅惑的状态，就足以媲美圣骑士的高级嘲讽技能，甚至还是碾压。尤其是尤林的魅惑之眼，足以数倍提升魅惑能力，使其听从自己的指令。只可惜消耗太大，否则控制一整个瘴气谷都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这一能力并没有数量限制，只要精神力和体力能跟得上，想要控制多少都不是问题。此时此刻，哥布林祭司身旁一个守卫都没有了。洛西单手扛起灭世宏冠，然后朝着对方重重地扔了过去。哥布林祭司虽然只有一个身影，但他明显是被吓到了。伴随着宏冠的落地，哥布林祭司也是瘫倒在地，手中权杖掉到了一旁。吸收你之后，我的面板便可更进一步，就是不知道恢复巅峰时期需要多长的时间。洛西自言自语，然后便走上前将灭世宏冠全部打开。只见棺材内爆发出大量的红色气息，瞬间便将周围的死气吞噬。哥布林祭司想要逃走，但是赤红色的浓雾化作一条条长鞭，将其全身捆绑。他不断挣扎，同时引发黑色的落雷，想要摧毁宏冠。但是无论哥布林祭司如何挣扎，任何手段对宏冠来说都没有任何效果。哥布林祭司终究是被宏冠吞噬殆尽。越级击杀29级哥布林祭司，等级加3。看到提示之后，洛西优雅地将棺材板盖上，随后便捡起哥布林权杖。赚钱的东西有了，现在该去救人了。尤林，你坚持住，我马上就到。第14，无坚不伤，等级加3。伴随着一声提示，尤林顿时感觉自己满血复活。因为全球游戏化的原因，虽然不至于每个人地都完全数据化，但是在升级之后却能够满血满蓝满状态复活。这便是等级低的好处，让每一个新手都有足够的容错率去升级。虽然这个机制无论多少级都会存在，但是只有在30级以内的时候最为方便，因为只有这个时期升级速度较快，到了后面1个月升1级都是常态，甚至还有1年升1级、10年升1级的案例存在。所以等级越高，这个机制带来的福利就越难吃到，所以只有等级低的时候才能充分利用这一机制不断刷怪升级。尤林也是如此，作为文化课第1地人，他自然很清楚如何利用升级机制。他没有任何犹豫，再度开启自己的魅惑之眼，重新魅惑了5名不死哥布林。这样一来，他的守卫也在不断扩大，那些想要伤害自己的哥布林都被这10只哥布林全部拦在外面。因为他们都是不死之身的缘故，所以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只要洛西不来，这群不死哥布林就会一直打下去，永远得不到停歇。尤林，我来帮你了。
洛西的声音忽然传来，伴随着破空声的出现，尤林下意识抬头看去，只见灭世红冠从天而降，然后重重地砸入地面，引发大量的尘土。尤林被吓到了，一个踉跄向后倒去，但是他没有倒在地上，反而撞在了某个柔软的物体上面，甚至还伴随着让人心旷神怡的清香。尤林下意识地抬头，然后便看到洛西满脸笑容地盯着自己。辛苦你了。不辛苦，一点也不辛苦。尤林脸色一红，然后立刻起身站好，生怕碰到他的身体。洛西见状，顿时笑了出来，纯情魅魔，在线害羞，真是可爱呢。尤林没有说话，只是脸色越来越红了。算了算了，虽然调戏你很有意思，但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说着，洛西便转过身去，然后将宏观开启一部分。之前完全开启灭世宏观，是因为要吸收哥布林祭祀，但是面对这些小怪，他就用不着这么麻烦，开启一个小口子就够了。等级+1，伴随着20多只不死哥布林被击杀，两人的等级再度提升1级，算上之前的3级，他们现在的等级已经来到了14级。而现在距离考核还有17天的时间，用剩下的时间将等级提升至20级以上，简直是绰绰有余。所以他们的目标是30级以上，打破10多年前那个天才留下来的高考记录。尤林，我们赶紧走，等我们买了技能卷轴后，我再带你去一个新地方练级。瘴气谷已经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虽然这里的怪物等级很高，但杀起来也很麻烦，完全没有效率可言。若非是为了哥布林祭祀的权杖而来，两人也不会来这种荒无人烟的鬼地方。很快，两人离开了瘴气谷，回到公寓休息半天后，晚上便如约前往交易市场。这里是官方开辟的市场，无论你是要卖东西还是买东西，都能在这里完成，并且只有在这里进行交易才会受到法律保护。若是私下里交易的话，有合同还好，没合同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但是能进交易市场的大多数都是很一般或者没人要的东西，真正好的物件不是被收藏了起来，就是在拍卖场里面。只是尤林和洛西没有资格进入拍卖场，那边是需要验资的，所以两人只能在交易市场看看能不能捡漏。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将权杖卖出去才行，这东西品相很不错，并且属于比较稀有的装备，卖个10几万还是不成问题的。两人满怀信心来到了武器店，结果却是满脸失落。你说这东西就值3000块？老板，你这什么眼神啊？我这可是从瘴气谷里得到的嘎布林祭祀的权杖，这玩意虽然不说有多强，但起码也是个稀有武器。你跟我说一个稀有武器只值3000块钱，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学生，不懂物件吗？洛西有些急眼了，自己和洛西拼死拼活才得到这么一个物件，结果对方3000就想收了，这何止是坑人，简直都能说是诈骗了。你爱卖不卖，反正我话就撂在这了，就是3000块钱的价格，你无论去任何地方卖都不会比我高，所以要出手就赶紧出手，下次再来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男子很是自信，眼神之中更是充满着不屑。洛西很是生气，甚至生出了用宏观砸了他店铺的想法，但是尤林却牵住了他的手，强行将其拉了出来。尤林，你拉我做什么？还不是怕你在这里动手啊？你想想看，在这里动手，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都会是我们理亏。最主要的是，这个人一看就不简单，他既然都这样说了，那我们就挨个去问问，看看是否和他说的一样。若是他一个人真能控制整个交易市场的买卖价格，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说到这里，尤林不再继续，洛西也是懂了什么，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转一圈再说。我就不信了，他还真能控制整个交易市场的价格。洛西赌气地说道，然后朝着其他武器铺走去，手中的权杖更是被紧紧捏在手中，生怕让人给抢了走。尤林跟在身后寸步不离，同时也警戒着周围。像这种事情他在前世经常遇到，都是那些有背景有后台的人才敢这么做生意，尤其是坑起学生来，那叫一个狠。所以尤林也不对其他武器铺抱有任何希望，他现在只是想着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个人卖家收购他们这个权杖，如此一来就不用看对方的脸色了。与此同时，那个武器铺的老板通过监控看到尤林和洛西离开后，不由得露出一抹冷笑。他神色轻蔑，然后拿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喂，是王哥吗？我这里麻烦您一件事情，我看上了一个黑金权杖，价格能卖到30万左右，不过黑金权杖在2个学生手里，
身上别着帝都高中的校徽，所以麻烦王哥通知一声别的店铺，让他们都不要收这个全账，只要我能收到手，到时候卖出去了，与王哥5分账如何？好嘞，就这样决定了。事成之后，我请王哥吃饭。老板点头哈腰的挂断了电话后，笑容变得更加猖獗了。区学生还敢跟我讨价还价，不坑你们，我赚哪门子的钱啊？真是可笑。第15，毫无底线的威胁。交易市场内，尤林和洛西逛了3个多小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0点，但是却依旧找不到一家愿意收全账的地方。接下来是最后一家了，若是他们还不愿意，我们接下来就只有2个方法，其一是便宜点卖给之前那个人，其二就是直接走人。洛西如此说道，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甘，显然是没有料到现实与实际会有如此大的出入。尤林则是因为前世地缘故，早就习惯了类似的事情，只是看着洛西如此失落，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洛西，其实这种事情很常见的，并且交易市场又不只有这里一个，我们明天再去其他地方转转吧。说的也是。洛西点了点头，然后便走进了这里最后一家武器铺。尤林紧随其后的跟了上来，只是当2人刚刚进去，还没有说话的时候，就看到老板一脸严肃的走了过来。你们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不欢迎？为什么啊？洛西不解地问道。老板则是恶狠狠地瞪了2人一眼，这才继续开口。没有为什么，你们赶紧走吧，我还要做生意呢。老板继续赶人，但是尤林和洛西的脾气却上来了。虽然他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也不打算就这么离开。2人对视一眼，然后便找了个位置直接坐了下来。老板见到2人毫不客气的样子，不由得眉头一挑，你们什么意思？我都让你们走了，怎么还要赖在这里？老板啊，不是我们想要赖在这里，而是走了3个多小时，实在是有点累了，所以我们打算在这里歇歇脚，等到12点再走。您不会生气吧？不会赶我们走吧？若是您真的生气了，我可以替您报警的。尤林一番话对的老板哑口无言。若是报警的话，虽然能让尤林和洛西离开，但影响的却是他这家店铺的声誉。老板报警赶人这种新闻，若是传到其他客人耳中，怕是没有人再愿意光顾他这家武器店了。2位同学，算我求求你们了，离开这里好不好？王哥给我们下了命令，说是不允许接待你们2位。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你们应该是得罪了王哥的小弟了，否则王哥也不会对2个学生下手，所以还请离开吧。这里你们真的待不下去了，并且不只是这里，整个帝都9成左右的武器铺都不会接纳你们的。听到老板这么说，尤林和洛西2人都有些震惊，哪怕他们早就知道对方贪心，却没成想对方能贪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不给人活路。不愧是商人，真是无奸不商啊。尤林开口吐槽，洛西也是在一旁点头回应，这让武器铺的老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了，老板，这个王哥是什么人？您方便透露一下吗？洛西开口询问，老板则是略显无奈的开口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就算说了也没用啊。没关系，您说就好了，至少我们要知道究竟是谁在欺负我们2个学生。洛西继续追问，他将自己弱势群体的身份发挥得淋漓尽致，身为一名高中生，还是名女性，却被如此针对，是个人都会动恻隐之心的。这名老板自然不例外。王哥全名王刚，是帝都武器管理局的一名科长，他负责的事情就是全地都所有武器铺的营业事宜，我们明天是否能开业，全凭他的一句话。所以除了那些大家子弟开了几个玩票性质的武器铺之外，其他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敢忤逆王哥的。所以你们懂了吧？现在就走吧，不要影响我做生意了。老板继续赶人，尤林和洛西也是无奈的离开了这里。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力，这真的是帝都吗？尤林有些疑惑，按照他对前世的理解来说，权力如此集中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小城市或者是乡下里面，帝都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但眼前的帝都与尤林自己理解的帝都完全不同。一旁的洛西也是叹了一口气，虽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回去吧，接下来就是好好升级，也别指望去买技能卷轴了。洛西认命了，不过一次打击就让他对交易市场失去了信心，甚至于他那蔑视的念头已经开始浮现。只是看着尤林那帅气与可爱并存的样子，不由得露出了笑颜，蔑视的使命也是随之消散。但就在他们即将离开交易市场的时候，却看到一个人拦在出口位置，对方不是别人，正是一开始他们遇到的那个武器铺的老板。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们赚了3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将全账卖出去，
既然如此，我就大发慈悲的收购这个权杖，一口价2000。老板一脸奸商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完全拿捏了两人，但是洛西和尤林却看都没看对方，径直就走了过去。老板被无视了，原本的笑容瞬间垮了下来。你们两个不想死的话，就给我站住！一声怒吼，顿时让尤林和洛西停下脚步，他们震惊地看着重新出现在面前的老板，然后下意识地回头看去，对方也还站在那里，但是出口门前也有一个。怎么了？区区分身而已，就让你们如此吃惊？果然是学生，一点见识都没有。老板的语气中充满了对学生的鄙夷。虽然洛西和尤林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对学生有如此大的敌意，但看着眼下的情况，他们怕是不能善了。老板，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违背规矩了？交易市场是禁止私斗与抢夺的，你难道就不怕被执法者抓到，然后丢掉自己的铺子，甚至去牢里待个几年？尤林反问对方，想要让其知难而退，但是老板却轻蔑一笑，丝毫不将执法者放在眼里。执法者？就凭那些蠢猪，还想要抓我？我就这么说吧，哪怕是执法局里面，老子也有关系，稍微给点钱打理一下，他们怎么给我抓进去的，就得怎么给我送出来。不止如此，若是你们还是如此冥顽不灵，我随时可以让你们两人被学校开除。帝都高中是吧？你们的副校长可是我关系很好的牌友呢。听到对方的这番话，洛西和尤林都沉默了，两人同时握住权杖，但是并没有将其交给对方的意思。为了一个权杖，从而威胁2名学生，这种人真是连一点底线都没有了。将权杖2000卖给我，到时候你们拿着钱去开防不香吗？若是继续抵抗，我可不保证能做出什么事情。若是失手杀了你们，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浪，区区学生而已，死也就死了，没人会关心你们的。第16，以我之血召唤鬼魔。男子嚣张至极，数十个分身以他为中心，正在不断靠近。尤林和洛西两人不由得紧张起来。分身技能虽然称不上是多么厉害的能力，但只要使用者足够强大，那么每一个分身地力量都不会亚于本体。而眼前这位老板制造出来的分身已经有21个，算上他本人地话，那就是22个人。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尤林和洛西说不紧张根本就不可能，但他们依旧没有打算服软。作为学生，他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唯独不能没有骨气。老板，你这样赤裸裸的威胁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一个哥布林权杖而已，竟然就要痛下杀手，你这人到底是有多缺钱啊？尤林忍不住开口吐槽。根据洛西所言，这玩意也就值个10来万，就算经过商人的倒手，也不会有太高的价格。所以尤林是真的不能理解这么一个大老板会为了10几万从而为难2个学生，甚至还扬言要杀人越货。这哪里是老板啊，说是土匪都不为过。你们这种学生懂个屁！现如今有谁递钱？是做生意得来的，还不都是靠各种手段坑蒙拐骗弄来的吗？我也不怕跟你们说实话，在整个帝都的交易市场内，能正经做生意的店家不会超过3成，并且这3成其中大部分也都是这么起家的。所以你们这些学生是真的天真，也是真的傻。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2000块钱卖给我，否则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面对这种警告，两人无动于衷。尤林的瞳孔中闪烁着玫红色的光芒，洛西更是将赤红色的长剑握在手中，只要对方有半点异动，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反击。这位老板看到两人的样子，不由得捏了捏自己的额头，看上去颇为无奈。不愧是学生，真是油盐不进，说什么都不听。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了。话音落下，老板直接招呼所有的分身一同进攻。一时之间，所有的分身齐刷刷地将他们两人包围，每个分身都带上了纸虎，眼神之中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杀意。看得出来，他不是第一次杀人越货，所以表现得非常熟练。尤林，一会我在这里撑着，你去外面找执法局的人过来，我就不信有执法局的人到场，他还敢这么嚣张。没问题，不过你也小心一点，千万别死了。尤林很清楚自己这点实力，留在这里只能给洛西拖后腿。不过两人的算盘打得挺好，对方却不给任何机会。21个分身一拥而上，直接将两人的道路彻底堵死。无论他们想从什么地方突围，都会被分身打回去。哪怕洛西的数据面板是常规战士的数倍之多，但是面对这么多的分身，却依旧显得无力阻挡。尤林更不用说了，对付一个都不行，更不用说对付这么多人。若非有洛西在这里撑着，尤林怕是第一个死在这里的。
趁现在还有口气，就放弃抵抗吧。2000块将权杖卖给我，否则继续下去，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对了，我再提醒你们一下，我本人的实力是53级，而这些分身都可以继承我70%的实力，也就是说每一个分身都有着不亚于35级的面板数据。你们2个学生，一看就是刚刚觉醒职业，实力怕是连15级都没有吧？如此孱弱的实力，想要反抗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赶紧将东西交出来，不然真的会死啊！老板语气平淡，仿佛对他而言，杀死2个学生就如同踩死2只蚂蚁一样非常轻松。但就在这个时候，地面忽然颤动，只见一口2米高的红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将所有的分身震飞。这一刻，老板的眼睛都直了。在他眼中，这口红棺简直比权杖还要稀有，完全就是一个无价之宝。这是什么东西？你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面对老板的询问，洛西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想知道啊？进来瞅瞅。说话间，洛西将棺材板完全打开，只见大量的红色烟雾从中溢出，朝着四面八方开始扩散。听我信号，然后跑路。洛西低声说道。一旁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尤林点了点头，摆出随时就要逃跑的架势。这一刻，老板已经无视了尤林，他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这口棺材上。在他眼里，这玩意太值钱了，相比之下，那个权杖就是一块破木头。既然你不肯说，那就别怪我动粗了。老板话音落下，所有的分身再度出动。洛西眉头微皱，然后咬破手指，用力的将鲜血排在红棺上面。以我之血，呼唤鬼魔，出来吧，将敌人赶尽杀绝。洛西怒喝一声，灭世红棺开始剧烈的震颤，所有扩散出去的红雾竟然在一瞬之间全部被吸收了回去。就在所有分身一拥而上之际，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棺材内呼啸而出，伴随着破空声，一个硕大的拳头直接将一名分身砸飞出去，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分身犹如泡沫一般，在空中直接碎裂。此刻，一个身高有3米左右，头生羊角，背生双翼的魔鬼形象出现在了对方面前。魔族，你这口棺材竟然可以召唤被封印的魔族，这可是召唤系职业，都要花费很大代价才能召唤的种族啊，其稀有程度不亚于传说中的巨龙，而你只凭借这口棺材就能召唤一只足以秒杀我分身的魔族，这真的是太稀有了。我决定了，这口棺材是我的，谁都抢不走，你们必死。老板声音逐渐阴沉，更多的分身在他的身前凝聚出来，直到分身数量停留在49名的时候，这才彻底停止。不过刚才已经死了一个分身，也就是说他最多能召唤50个分身，这让洛西和尤林的脸色有些难看，因为这代表着老板从刚才开始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才只召唤了20多个分身。现在他才是全力以赴，因为魔族的力量并非常人所能对抗，在这个世界，龙之力称之为第一，这是无可争议的，其次便是精灵与魔族的力量，一直在争第2的位置。不过无论他们谁是第2，单论身体属性和天赋而言，都比人类要强大太多了。在所有种族之中，人族是天赋最弱的存在，若非天降福瑞将全球游戏化，让每个人都可以觉醒职业，得到对抗其他种族的力量，人族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未知数。第17，救场萝莉。狂暴的气息在交易市场中出现，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给惊动了。设立在旁边的执法局也是感受到如此气息，立刻派人前来查看。但是这位老板丝毫不在乎自己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反而将目光一直放在灭世红棺上。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将这口棺材弄到手，其他都可以不管。洛西，我出不去了呀。尤林苦恼地说道。虽然现在有一个50级的魔族在前面顶着，但是只靠一个魔族对付这么多的分身还是有些困难，更何况对方的本体还没有出手，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胜算。此时的洛西脸色苍白，嘴唇也是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看上去非常的可怕。他使用自己的鲜血召唤出了50级的魔族，这才能勉强抵抗对方的攻势，但是这会消耗他大量的精血，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健康。是啊，看来我们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不过能和你死在一起，也算满足了我从小的一个愿望。尤灵，在这最后的时刻，你能满足我另外一个小小的愿望吗？洛西的声音很是虚弱，就连身体也有些站不稳了。尤灵见状，立刻上前将他扶住，然后轻声询问：你想要做什么，我都答应。在尤灵看来，
反正他们也快死了，洛西想要什么直接满足就对了，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洛西却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笑容。这可是你说的哦。话音落下，洛西竟然直接抱住尤灵，然后对着他的嘴唇就啃了上去。这一刻，尤灵仿佛被定住了一样，全身都瘫软无比，双腿差点就站不住了。十几秒后，洛西心满意足地分开嘴唇，笑容逐渐有些变态。这可是我的初吻哦，感觉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尤灵脑袋有些宕机，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好。洛西听到如此真实的回答，不由得笑出了声，但他立刻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只见灭世宏观消失不见，被召唤出来的魔族也是伤痕累累的倒在了他们的面前。抱歉，公主。魔族话音未落，身体便化为一片红色烟雾，消散于黑夜之中。地面上到处都是被破坏的痕迹。老板此刻也是浑身浴血，神情有些狰狞。他的分身还剩下3个，本体虽然身受重伤，但却丝毫不影响击杀2人，因为洛西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召唤魔族将他的力量消耗得一干二净，一滴都不剩，只剩下一个幽灵，根本就不足以对抗对方。此时的老板也不废话，直接出手想要斩杀2人，强行抢夺权杖和宏观。但就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的一拳正中老板的面门，将他重重的砸飞出去。什么情况？老板有些懵，因为他看到出手的人正是自己的分身，但是这个分身却与正常的分身不太一样，他的双眼呈现粉色的爱心，整个分身的状态都变得不太对劲了。竟然成功了！尤林有些惊喜，他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要尝试控制分身，本来他是不抱希望的，但却没想到真的成功了。随后他又将目光放到了其余2个分身上面，其中一个被控制，但当他想要控制最后一个的时候，却口吐鲜血，魅惑失败。很显然，他的极限就在这里，控制35级左右的分身，最多只能控制2个，再多1个都不行。但是只靠这2个分身，想要对付这个老板，根本就不可能。这是什么能力？竟然能控制我的分身？老板很是疑惑，他尝试将分身收回，但是却得到了拒绝的回应。这是曾经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但是却真实发生了。如此情况让老板不由得看向了幽灵，因为在场之中只有他还要有余力做出这种事情。是你搞的鬼吧？面对质问，幽灵没有回应。2个分身立刻冲上来，想要联手对老板出手，但是他却大手一挥，用碾压的力量将2个分身直接击碎。不过一击之下，他本人也是喷出一口鲜血。很显然，之前面对魔族的时候，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势。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那就去死吧！老板一声怒吼，再度冲了上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一声巨响，便有惊雷落地。只见一个女人站立于天空之上，她白发飘飘，身穿白裙，脚踩白丝，手中更是握有雷霆，一身的纯白犹如仙人般高洁而美丽。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拦我！老板看到女人的出现，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的嚣张。但是女人却露出不屑的神情，将手中雷霆投掷而出。老板脸色骤变，最后一个分身立刻传送到身前，为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你的分身已经全部被毁，若是不想死的话，现在离开还有活路，否则后果自负。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还敢跟我说这种话！你知不知道我是谁？知不知道我背后站着谁？老板依旧嚣张，这名如仙人一般的女子则是缓缓落入地面。之前抬头看她英姿焕发，有仙人之姿，但是当其落入地面后才知道，这位白衣女人竟然身高不足1.6米，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白毛萝莉。她微微歪头，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这位老板。你是谁很重要吗？就算是你身后的那个老板，都不敢对我这么说话。话音落下，白毛萝莉化身雷霆，瞬间来到对方的面前。她只是轻飘飘地推出一掌，对方便飞出了数十米远的距离。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小队赶到这里，将战斗现场全部包围起来。执法队办案，所有人双手抱头，停止战斗，违者后果自负。当执法队的人出现后，这位被打飞的老板顿时笑了出来。嗨嗨，张队，你来的正好，赶紧将这些人抓起来，他们抢了我和王哥的东西，还将我打成这样，你们现在就抓住他们，一个都不要放跑。老板还是这样嚣张，但下一秒钟，一副特殊的银手铐便戴在了他的手上。不仅仅是银手铐，就连脚链以及脖子上的能力抑制器也全都给他安排上了。张队，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别张队的喊着，我和你很熟吗？来人，给他带回去关着，看他还嚣不嚣张。在我的地盘这么嚣张，并且还在领导视察阶段，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真是不知道大小王了。张队白了对方一眼，然后便招呼手下将其带走。随后他目光一瞥，便看到了抱着洛熙的尤灵，但他并没有过去，而是径直来到了白毛萝莉的面前。白校长，您怎么也在啊？您这模样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明明我小时候您就如此模样，现在您竟然一点都没有变化，说是神仙都不为过。张队长伸出大拇指，笑容堆砌在脸上，看得特别油腻，尤其是他的长相，起码能有50岁了，却还如此谄媚。洛熙和尤灵见状，不由得产生了生理反应，很同步的吐了出来。第18，被救了。你们两个什么意思？我这里说这话呢，你们吐了是在侮辱本队长吗？张队长看到尤灵和洛熙吐了出来，不由得有些生气，但两人确实是出现了生理反应，不仅仅是被对方给游到了，更多还是受到了很重的伤，导致胃部有些不太舒服。所以面对他的斥责，两人也没办法开口反驳。但就在这几个时候，白校长却闪电般的来到两人面前，替他们把脉，脉象紊乱，气血翻涌，你们得尽快就医，否则有生命危险。话音落下，白校长一挥手，便将2枚丹药送入了他们的嘴里。这是2枚止血丹，可以帮助你们缓解伤势，但治标不治本。所以张队，麻烦你派个人将他们送去医院可以吗？白校长一改之前的强势，就连声音都加起来了。看着如此可爱的白校长，张队长顿时汗毛炸立，瞳孔猛然收缩，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一样。放心吧，白校长，我这就安排人手给他们送去医院急救。张队说到做到，立刻便安排了人将尤灵和洛熙送去了医院。在中途的时候，两人因为伤势过重，直接就晕了过去。等到他们醒来后，便看到了陌生的天花板，并且还有浓重的消毒水味围绕在整个房间内。尤灵立刻起身环视四周，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这里是病房。尤灵看着周围的医疗器具，不由得产生怀疑，因为他在失去意识前，只知道自己和洛熙被人带着前往医院，结果一觉醒来，自己身上的伤势不仅被包扎好了，甚至还住进了一个单间病房。这可不是他一个孤儿能住得起的房间。但这都不重要，他现在唯一想知道的就是洛熙在啊。尤灵思忖片刻，然后便起身下床。他打开房门，看到走廊上空无一人，不由得慌了起来。随后尤灵小心翼翼的行走在走廊上，挨个房间查看情况。没过多久，他便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洛熙所在的房间。不过他的房间里还有别人，正是之前那个白校长。他不敢进去，只能再坐在门外的地板上等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靠近了自己，这让尤灵顿时紧张起来。你小子，趁我买个饼的功夫就跑了，差点我还以为你丢了呢。给你吃吧，大饼卷肉，特地给你买的，补充一下体力和营养。说话的人是张队，他虽然看上去很油，但意外的是个好人，这让尤灵有些惭愧。谢谢了，张队长。尤灵接过大饼卷肉，狼吞虎咽的就开吃了。张队长则是坐在他的身边，慢条斯理的吃着手中的大饼。你叫尤灵，来自帝都第1高中，还是你们学校的文化课状元，转职职业是魅魔，我说的对不对？尤灵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继续干饭。他并没有感到惊讶，对方是执法队的队长，自然能调取他的个人资料，这并不奇怪。张队看到尤灵虽然有些紧张，但却表现得极为克制，不由得露出了欣赏的目光。虽然不知道你们怎么做到的，但能从那个流氓的手上抗了10几分钟，不得不说，你和洛熙真的很不错。只可惜啊，那个家伙后台比较硬，我一直想拿下他，但始终都无法做到。这不，昨天晚上他就被保释了，我还没处说理去。所以啊，你们今后小心一点，别再被对方抓到了，否则就不会像这次一样碰到白校长了。尤灵点了点头，手中的大饼卷肉被干得一干二净，连点渣子都没有留下来。张队长，我和洛熙昏迷了几天。尤灵擦了擦嘴，开口询问，算上前天晚上的话，正好是2天2夜。听到这话，尤灵下意识看向窗外，发现外面确实是黑夜。之前他满脑子都是洛熙，所以并没有关注时间，现在他才注意到已经是晚上了。张队长，我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我但凡早一点察觉那里的动静，你们也就不必受苦了，这是我的失职，你越感谢我越愧疚。如果你真的要感谢，那还不如好好谢谢白校长呢。
若不是他及时出手，后果不堪设想啊！张队长叹息一声，明显是有些后怕，在他的地盘出现命案，还是2个风云人物被杀，他这个执法队队长难辞其咎。对了，幽灵，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既然你是男魅魔，那么你能魅惑男人吗？张队长好奇地眨了眨眼，然而幽灵却愧疚地低下了头。能是能，但效果不太好。果然如此，怪不得我一眼看到你就有点挪不开目光了，原来不是我性取向被改变，而是你的能力太变态。说到这里，张队不由自主地向旁边挪了半个身位，小小的动作却让幽灵的内心被扎了一刀。张队长，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白校长到底是什么人啊？看样子他的年纪也不大，只有16、17岁，但看您的样子，他的真实年龄好像并不止这么点吧，并且我总觉得他有点眼熟，就像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样。幽灵对于白校长很好奇，张队长则是愣了一下，立马上前捂住幽灵的嘴巴，小声一点，白校长最忌讳别人讨论他的年龄了，所以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不可能会告诉你。不过我能说的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便是我的校长了，现在他依旧是校长，并且你应该见过他的，在你们田志愿选学校的时候，不都有校园简介和校长照片吗？提醒一句，白校长的全名叫做白落霞。听到张队长的提醒，幽灵顿时就知道对方是谁了。白校长就是帝都艺文生物学院的校长。幽灵震惊了，这个学院看上去很野鸡，但在帝都非常的出名，因为它是出了名的难考，哪怕是全国状元都不一定能考进去，并且其规模也不算特别大，全校师生加起来也就只有不到3000人而已，但就是这么多人，却将整个学院的排名硬生生抬到了全国前10，若非他们人太少，怕是超过帝都大学，成为全国第1也不是没有可能。正当幽灵震惊的时候，白校长走了出来，看向门口坐着的幽灵与张队长。张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可以回去了。知道了，白校长，如果后面有什么需要，尽管联系我。虽然我已经毕业20多年了，但我永远都是您的学生。第19，不能说的秘密。张队长离开了，幽灵则是被带到了病房里面。洛西的伤势非常严重，他正在输血，并且身上也布满了各种检测仪器，只是他依旧带着笑容，尤其是当幽灵进来的时候，眼神中更是多出了一丝光亮。幽灵，你醒了呀？感觉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洛西看到幽灵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他弟身体好不好，如此情谊，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洛西，你放心吧，我受伤并不严重，反倒是你应该好好的疗伤，我会一直在这里照顾你的。幽灵如此说道。洛西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旁边的白校长。校长，希望我之前的请求您可以答应，若是不能与他一起的话，我去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意义。洛西，你清楚的，我的审核非常严格，若是他不达标的话，就算有你求情，照样无法入学，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用去想了，之后我会给他进行单独测评的。听到白校长这么说，洛西嘴角微扬，轻声说道，谢谢了，校长。洛西的语气很是虚弱，完全没有了曾经的活泼，这让幽灵非常的痛心。他留在这里一直看着洛西，直到他睡着之后，这才被白校长带出了方便。幽灵，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要如实回答。病房外面，白校长语气严肃地看向幽灵，他的身高不足1.6米，在幽灵将近1.8米的身高面前，完全就像个小孩子，并且幽灵才刚刚成年，还有2次发育的可能性，所以如此身高差，很难让人相信这位白色小萝莉会是名牌大学的校长。校长，您想要问什么？只要是我知道的，我肯定会说的。看到幽灵如此配合，白校长点了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情，态度很端正，长得也很帅，最主要的是与洛西的关系也非常好，并且我也调查过你的人际关系，他们对你的评价都很高，并且所有女孩子对你的评价只突出一个字，暖。从这点上来看，他要与你绑定在一起倒也无可厚非，毕竟是青春期的女孩子，遇到你这种人，自然会被你的帅气与温柔所迷恋。校长，您说笑了，我并没有您说的这么好。幽灵被夸得有点羞涩，耳朵都有些发红，但是紧接着白校长话锋一转，继续开口，但我要问你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对洛西用过魅惑能力？据我所知，所有魅魔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天赋技能，其名为魅惑。虽然你是男魅魔，但你应该也拥有这项能力吧？听到白校长的话，幽灵沉默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得到回应之后，白校长不由得冷笑一声，眼神也变得犀利许多。用魅惑能力去控制女孩子心思，你还真是龌龊。不是的，白校长，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虽然我对洛西用过魅惑能力，但那是我当时不小心做了一个实验才会如此，这其实都是误会。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尤林开口解释，但是白校长显然不相信。若非如此，你怎么解释他会对你如此痴狂？一个洁身自好，从初中开始就拒绝一切男人的女孩子，竟然会突然的对你投怀送抱，这可能吗？你真的觉得区区一个魅魔转职者值得他如此付出吗？哪怕你们是青梅竹马，但他真的会因此而喜欢上你？白校长咄咄逼人，让尤林根本就无法反驳。准确的来说，他能反驳，但是考虑到将实话说出来会让洛西的职业特性暴露，一旦让外人知道洛西职业所带来的天赋是 BOSS 模板，他绝对会遭到人类的扼杀，这是100%的事情。所以尤林一句解释都没有，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白校长看到这一幕，顿时冷哼一声，看来你是承认自己的罪行了。不，白校长，我并不承认。你还敢嘴硬？白校长很是恼怒，但是尤林却不打算背锅，更不想暴露洛西的职业天赋，所以他思忖片刻，选择硬刚这位萝莉校长。这不是嘴不嘴硬的事情，而是我没做过的事情，我自然不可能承认。并且洛西对我的感情，那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没变过的。无论如何，我都相信他的感情是发自内心，而非被我魅惑。并且我的能力很特殊，只会对怪物生效，根本就不会魅惑人类。哪怕是主动开启能力，对人类的效果也非常微弱。如果您不相信，完全可以亲自尝试一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说话间，尤林的双眼已经泛起了玫红色的光芒，白校长则是眉头一皱，然后鼓起了嘴巴。来就来，我堂堂一个校长，还会怕了你的魅惑不成？并且我会放开全部防御以及精神屏障，随你怎么控制。白校长昂首挺胸，看上去极为自信，只可惜那3无身材，尤林连多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不过在得到对方首肯之后，尤林也是立刻开启魅惑之眼。就这样，两人对视片刻后，很是同步的眨了眨眼。你完事了？是啊，已经完事了。可是我没感到有东西进来啊。可我已经进去了啊。这样吗？难道是你太短了？按理来说，我不应该没有感觉才对啊。白校长摩挲着下巴，丝毫不理解为什么尤林的魅惑会毫无效果。尤林也是叹息一声，然后关闭魅惑之眼。校长，我之前就说了我的能力只会对怪物生效，对人类的话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最多也就是让对方对我有好感而已，还不至于让其爱上我。所以您放心好了，我绝对没有对洛西做过任何过分的事情。尤林再度开口解释，这番话半真半假，但是为了保护洛西的隐私，他只能这么说。白校长点了点头，语气和眼神都稍微缓和了一些。既然如此，我暂且可以相信你，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分手，因为洛西是要进我的学院的，有你这么一个拖油瓶，他肯定进不去，所以你帮我劝劝他，若是能主动提出分手就更好了。听到白校长这番话，尤林的眼神瞬间就变了，他表情严肃，眼神犀利，居高临下的看着白校长。抱歉，您可以对我提要求，我也会尽量满足您，但唯独这件事我坚决不能答应。若是洛西不喜欢我了，他自然会与我分开，但他既然愿意与我在一起，那我便会全心全意服侍他。至于您的学校，若是因为这种事情导致无法入学，那我们还真就不去了。第20，这算告白吗？尤林的一番话直接给白校长干沉默了，但是他依旧不认为两人能够走到一起。你只是个魅魔职业，而他却是双 S 级职业，如此差距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如果你真的喜欢洛西，放手是你最好的选择，否则你只能耽误他一辈子。并且你们曾经的过往在我看来一点也不重要，那都是过眼烟云，随时都可能会消失。这番话说的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尤林依旧不打算放弃。但还没等他开口反驳，病房的门就被打开了，只见面色苍白的洛西走出来，眼神坚定，没有一丝动摇。尤林立刻上前扶住洛西，生怕他摔倒在这里。洛西，你怎么出来了？现在的你应该好好休息才对，不能下床啊。尤林很是关心，但是洛西却摇了摇头，而后看向面前的白校长。校长，我们作何决定都与您没有半点关系，虽然我们很感激您的救命之情，但您若想要用这种事情来威胁我们，如此一来，您与之前那个人又有什么区别？我们从小在孤儿院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无父无母的我们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但是您却说曾经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完全不重要。这怎么可能不重要？若是没有那些痛苦与美好并存的回忆，我们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番话说出来，再度让白校长沉默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两人，最终只能叹息一声，开口说道：看在你们是病人的面子上，我就不说什么了。但我还是那句话，洛西，你很适合进入我的学院学习。尤林我会单独给他进行测试的，但是就凭他的职业，想要通过测试的概率不会超过1%。若你想让他受苦的话，那就随你的便，我是懒得管了。说完这话，白校长直接离开，像是在生两人的气。他走了之后，洛西也是松了一口气，然后猛然咳嗽起来。尤林立刻将其扶回房间，并且呼叫护士将所有的检测仪器重新放回去。等到护士们忙完离开后，尤林立刻抓住洛西的手，放心好了，这个萝莉校长既然都答应要给我一个测试，那就让他测，能不能通过也不是他说了算，而是看我的真实实力。所以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都会待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尤林语气郑重，眼神也是前所未有的坚定。这一刻，洛西有被感动到，但他很快又笑出了声。你这算啥？告白吗？不得不说，你这告白还真挺独特的，我喜欢。洛西一招反杀，直接让尤林的脸颊抹上了一层红晕。你说是告白就是告白吧，不过我这样告白的话，你会答应吗？反杀谁不会啊？尤林虽然羞涩，但脑子还算清醒，他直接一道连招反打了回去，顿时便让脸色惨白的洛西也出现了一抹血色。他的笑容很甜美，惨白的样子更是勾勒出一幅凄惨美人的画卷，令人爱不释手。尤其是那月牙一般的媚眼，令人十分着迷。你真是会乘人之危呢。洛西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这个甜甜的笑容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随后尤林也不再打扰对方，而是找个了角落休息。洛西也是闭上眼，沉浸在幸福之中，好好的睡了一觉。就这样过去了3天，尤林和洛西的伤势已经完全好转，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要抓紧升级，不然就没有希望破纪录了。然而就在两人办理完出院手续，准备前往帝都郊区的时候，白校长却出现在医院，将两人拦住。白校长，您这是何意？洛西不解地问道。尤林更是与他牵着手，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隔阂。两人在医院内已经确定了关系，白校长也是看到了两人关系变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将一张银行卡以及一个卷轴交给两人。这张卡里面有3万块，外加一个10级秘境的入口，算是我买下黑金权杖的费用。听到白校长的话，洛西和尤林都是一惊。黑金权杖？那是什么东西？尤林有些不解，洛西则是将哥布林权杖拿了出来。白校长，您说这东西它是黑金权杖？这不太可能吧，因为这个权杖是我从不死哥布林祭司手中夺来的。如果这玩意能是黑金权杖，瘴气谷不早就被人给踏平了吗？洛西虽然懂得多，但在武器方面还是有知识盲区的。尤林对于这方面倒是一窍不通，毕竟文化课并不会教导这方面的事情，他自然不会识别武器的种类。这就是黑金权杖，我没有看错。若非如此，那个人也不会铤而走险，想要杀人越货。不过这东西留在你们手上也没用，反而会招惹更多的祸端，所以交给我吧。3万块钱，外加一个秘境入口，足够买下这个黑金权杖了。白校长继续开口。洛西思忖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将其交给白校长。对方也是将那银行卡以及卷轴交到了洛西的手中。2周后的高考，我会去帝都高中进行视察，到时候你们要好好表现，我很期待你们能够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说着，白校长收起权杖，转身离开。看着他那潇洒的背影，尤林不禁有些疑问，洛西，这黑金权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制作秘银装备的材料而已。听到洛西的解释，尤林了然的点了点头。所谓传奇装备，指的就是那些等级超过了50级才能使用的装备，包括但不限于防具、鞋子、首饰、配件之类的东西。若是有的人本命武器很拉胯，也会选择重新打造武器，并且在这个世界，人类在提升等级的同时，也会划分出相应的境界。像尤林和洛西现在是14级，换算成境界的话，就相当于黑铁境界，几乎是最底层的存在。而那些秘银境强者，等级全部都在50级以上，再往上的话，
则是被称之为超凡、传奇、史诗、半神，其对应等级也分别是60级、70级、80级、90级以上。不过密银镜的装备并不算稀有，所以黑金权杖的价格也只能在30万左右。至于密银镜以下的那些境界，就不存在专属装备了。像游灵和洛希这种，纯粹就是有什么就用什么，完全不挑。第21秘境之战，帝都郊区。此时的游灵和洛希来到了一片荒废地旧校区。根据古书记载，这片旧校区在全球游戏化之前，也是一座帝都名校。只可惜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因为地处偏僻，随时都可能被怪物入侵，从而被彻底放弃。不过白校长给的那个卷轴倒是明确说明了这个地方是某个秘境的入口。这个世界的秘境就像是游戏隐藏副本一样，每个秘境只能存在一次，只要有人通关便会彻底消失。至于是否会重新出现，那就要看稀有程度了。像这种低级副本很大概率会在几年内重新复刻，但是那些高级副本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见过复刻出现的。不过若是死在了里面，那么这个秘境将会一直处于开启状态，等待新的有缘人将其通关。所以人们常说下副本最好要组团一起，最少也要2人开团。现在尤林和洛希2人就站在旧校区地门口，根据卷轴指引，只要他们带着卷轴进入校区，便可踏入秘境空间。2人对视一眼，双手十指紧扣，紧张情绪流露于表。游明，你做好准备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希望我的能力对秘境里的怪物同样生效。放心吧，游明，就算你的能力不生效，我也会保护你的，并且只要遇到了过不去的危险，我会立刻撕碎卷轴，关闭这个秘境。相比较通关秘境所带来的奖励，还是安全更为重要。洛希的话让人心安，尤林也是长舒一口气，心态平缓了不少，紧张的情绪得到舒缓，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有2个众所周知的离开秘境的方法。其一自然是将其通关，其二就是手中卷轴摧毁，便可以强制脱离副本。不过第2种方法就相当于你玩游戏下本，却出现网络中断的4字真言一样，无论你爆出什么奖励都拿不到手，因为这属于强制下线，自然不可能让人白嫖奖励，但消耗却是实打实存在的。因为每一个卷轴就相当于1张门票，直接通关的话，门票会消失，秘境自然也就消失了。但强制下线就会导致秘境依旧存在，但是门票却不再起作用，只能等到它重新生成。此时的尤林与洛希整理好情绪，然后同时踏入这片旧校区。仅仅一瞬间，2人就感觉到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竟然血月当空，漆黑的夜幕笼罩大地，红色满月高高的悬挂于天际，周围更是时不时传来沙哑的嘶吼声，就连旧校区的模样也变得阴森恐怖，十分破败。满地杂草丛生，时不时响起的沙沙声也是令人精神紧绷。整个校区的氛围很不对劲，就像是一个鬼屋一样，压抑、诡异，令人心生恐惧。这个地方可真吓人啊！洛希，你猜这些教学楼的墙壁上是红色的涂料还是鲜血？尤林感慨一声，开口询问。洛希眉头一皱，直接上手触摸。如此勇猛的表现都把尤林给吓了一跳。我只是问问，你还真上手摸啊？有问题吗？看到尤林如此紧张，洛希歪了歪头，原本可爱的动作在他手上沾满红色液体的时候却显得那么诡异与可怕。从味道上来判断，这些都是鲜血，但很奇怪的是，这个副本怎么一个怪都看不到？洛希表现出疑问，尤林也是紧张地看着周围。空荡荡的小区内，除了他们2人之外，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甚至连一个怪物都没有。虽然这只是10级秘境，是所有秘境中等级最低的那种，但他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秘境啊，不可能一个怪都没有。2人漫无目的的继续前进，连怪物都找不到，那就代表着他们连 BOSS 都打不了。若是无法消灭 BOSS， 也就无法通关秘境。现实世界与秘境世界的时间流速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不能在这里待太长时间。2人加快脚步，开始在楼层之间随机寻找可能会出现怪物的地方。只可惜一个怪物都没有找到。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楼顶，想要在高处寻找可能会有的怪物。2人拿着从教学楼里翻出来的望远镜，开始观察这里的情况。然后他们2人全部将目光定格在操场位置。我没看错吧？这群怪物是在开会，怪不得一个都看不见，原来都跑操场上去了呀！这情况简直太像全校大会了。
洛西和尤林开口吐槽，然后便笑出了声。既然找到了怪物，那么接下来就好办了。他们立刻冲下楼，朝着操场位置跑去。但当他们来了这里之后，却看到形色各异的怪物们齐刷刷地看向了尤林与洛西，两人都被日次诡异的眼神吓了一跳。但很快，更加离谱的事情出现了，怪物们仿佛从来都不存在一样，就这样凭空消失在他们的眼前。随后便看到一个满是威严的人来到了两人的面前。全校大会已经结束，你们还不回班级上课，是想要领处分吗？你们是哪个班？姓什么？叫什么？班主任是谁？看着这满脸威严的校长，一本正经地问自己这些问题。尤林和洛西一时间没有绷住，因为对方的伪装太拉胯了，尤其是他身后的狐狸尾巴几乎都翘到了天上，非常的滑稽。动手！尤林开口示意，洛西点了点头，然后便召唤出棺材抡了过去。他学聪明了，剑虽然很帅，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显得非常局限。但是棺材就不同了，只要抡起来，无论对方是什么种类的怪物，都能使其退避三舍。最主要的是，面对群攻的时候，剑很难发挥作用，反倒是这口棺材可以一下抡死一片怪物，相当的好使。而这也是洛西经过之前那场战斗才领略出来的棺材奥义。此时的那名怪物校长一脸懵逼地解除了伪装，他是一只狐狸，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洛西一个棺材直接就给他弄蒙圈了。但狐狸也不是吃素的，他快速起身，然后远离洛西，远离棺材，并且对着天空嚎叫一声。只见大量的手臂破土而出，一个个如同僵尸一般的学生从地面之下不断涌现。除此之外，尤林甚至还看到那攀附在墙壁上的鲜血也化为一个个虚幻的身影，不断朝着两人汇聚。看来这才是正菜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残留在秘境中的幻影，又或者是这只狐狸的自娱自乐？尤林好奇地询问。洛西摇了摇头，然后看向怪物后面的那头脸肿半边的狐狸。这只狐狸有神智，正常来说秘境里的怪物都不会出现神智，除非是秘境中的隐藏副本。若想知道这里的具体情况，就得先把那只狐狸抓到，然后痛扁一顿才能知道了。洛西严肃地说道。旋即单手举起灭世红冠，左手持有赤红长剑，怪物们一拥而上，但却被红冠直接抡飞。少女抡着棺材犹如跳大神一般翩翩起舞，她在战斗，用尤林难以理解的方式在战斗。第22通关。秘境之中，怪物们望风而逃，因为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更像怪物的女人正扛着一口棺材追杀而来。尤林成为了看客，因为这个副本真就没他什么事了。洛西一个人就杀穿了整个副本，没有一只怪是他的对手，靠着那独特的战斗方法将棺材挥舞得虎虎生风。若是棺材能说话，此刻怕是都要骂娘了。战斗持续了不过半个小时，洛西喘着粗气，双手叉腰地看着那只狐狸。此刻整个秘境里面仅剩下了这么一只 BOSS 怪，但对方已经奄奄一息，遍体鳞伤，很显然是被洛西胖揍了一顿。现在只要将他击杀，就能彻底击碎这个秘境，从而获得奖励。尤林，你来吧，我有点累了，并且你也该试一下杀怪是什么感觉了。洛西一边说着，一边将赤红长剑交给尤林，感受着这把剑上残留的余温。尤林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他双手持剑，随后目光锁定在这只狐狸的身上。可就在他将长剑举过头顶准备下手的时候，对方忽然匍匐在地，表现出极为温顺的模样。请不要杀我。此话一出，尤林顿时停手，差点就闪了腰。洛西一个箭步冲上前，直接将其踩在脚底。强大的力量直接让狐狸差点被踩死。你果然会说话，看来之前你的伪装并不是秘境规则，而是你本身就能说话。在他们刚刚找到狐狸的时候，这家伙就给两人痛骂了一顿，只可惜对方伪装的太差，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这里是一个秘境副本，自然不会被对方欺骗。但是除了开头那几句话之外，在战斗期间狐狸是一句话都没说，这让他们不禁怀疑，之前对方能说话是因为秘境规则的影响，但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被规则影响从而说话与自由交流完全是两个概念。请不要杀我，若是你们想要离开秘境，我可以送你们离开，但请不要杀我。狐狸瑟瑟发抖，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所以求饶才是当前唯一的选择。可是洛西并不打算放过他，直接举起棺材就要砸下来。洛西，你先等一下，我有点事情想要问问他。听到尤林的声音，洛西愣了一下，然后将棺材重重的砸在旁边。
感受着地面颤动的感觉。这只狐狸被吓得浑身炸毛，双目无光，直到尤林蹲在了他的面前，这才让他感到好受一些。你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甚至还能说话？尤林直接抛出3个关键问题。在副本内能说话的怪物本来就非常少见，不过也并不是没有，但是像这种拥有自我意识的怪物简直就是屈指可数，尤其是这个秘境等级如此之低，就相当于游戏里的新手副本一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内出现这么一只怪异的狐狸，显然是不合理现象。显而易见，我是一只狐狸，但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不过我能说话是天生的。说到这里的时候，这只小狐狸甚至还有些骄傲。尤林和洛西都有些吃惊，不过紧接着尤林就启动魅惑之眼，直视对方的双眼。小狐狸，看着我的眼睛。话音落下，小狐狸下意识地看向尤林，身体忽然就陷入了僵直状态。这是什么情况？不会是死了吧？洛西小心翼翼地问道，甚至还挪开了脚，生怕是自己的原因打扰到尤林的实验。他很清楚尤林在做什么，无非就是用这东西来试验自己的能力是否有用。放心好了，我能感受得到，这家伙只是思维陷入了混乱而已。在魅惑之眼的控制下，他的本能与我的能力正在进行对抗。但这种情况我却是第一次看到，因为之前无论对什么怪物使用，对方都显然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哪怕是那些分身也不例外的。但这个狐狸明显有些怪异，与寻常怪物有很大的差别。尤林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只要启动魅惑之眼，便可以看到2团能量正在相互缠绕。光鲜亮丽的粉红色能量属于自己，而另外一团稍微暗淡一些的粉色能量，这属于狐狸本身的意志。洛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问出了自己的疑问：那你在对我使用能力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吗？听到这个问题，尤林沉默了。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他都能清晰地看到，在洛西的体内，属于自己的那团能量占据主导。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将洛西变成自己的掌中之物，随意把玩。但他并不喜欢这种绒布球操作，并且对他而言，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欢才称得上是爱意。这种被能力绑架的爱，尤林是真的有些抵触。好在洛西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出于清醒的，外加他喜欢尤林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这些事实能让他的内心好受一些。此时的洛西看到尤林沉默不语，顿时就猜到了答案。随后他跨过狐狸，直接贴在了尤林的身上，肩膀与胳膊更是蹭来蹭去。谁能想到，一个在外人看来冷若寒霜的校花，却在尤林面前撒娇卖萌，如此反差，别说是尤林了，哪怕换个苦行僧来都得破戒。洛西，你别这样了，我真怕自己把持不住。这有啥好把持的？要不是考虑我们还有正事要办，我早就把你给强上了，还用得着你去主动？再者说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品尝你的？够了，再说下去，河蟹巨兽就该出来了。河蟹？什么河蟹？这里哪有河蟹？洛西一脸懵逼地看着尤林，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尤林则是深吸一口气，随后郑重其事地对着尤林说道：洛西，这种话题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别说为好，会影响你淑女形象的。尤林看着他手扶棺材的样子，很违心地说出了淑女2个字。洛西也算是明白了尤林想要表达什么，旋即会心一笑：你想哪去了？我是说趁着晚上你睡着了，给你脸上画个大王八。你这个人就是思想不纯洁。洛西接招反杀，直接给尤林搞得不上不下。然而就在他还没想好如何反击的时候，狐狸发出了一声动人的嘤鸣。原本中性声线的他不知为何变了样子。洛西和尤林立刻看向对方，只见狐狸睁开双眼，粉色的爱心完全烙印在了他的眼中。只见狐狸低下头，缓缓靠近尤林，然后亲昵地蹭了蹭他的小腿。虽然只是一只狐狸，但却是个狐妹子，顿时让洛西压力拉满。也就在这个时候，两人感受到整个秘境的崩塌，脑海中同时传来了一个声音：秘境通关，奖励结算中。第23，小狐狸，秘境通关，奖励结算完成，获得奖励通关宝箱，灵宠1只。秘境已经坍塌，尤林和洛西两人出现在了废旧校区的门口，犹如刚刚来到这里一样。他们还没有踏入这片旧校区，随后两人对视一眼，同步踏出这一步，但是周围并没有任何变化，这也就代表着他们确实回到了现实世界，并没有留在秘境之中。两人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他们便看到一只小狐狸亲昵地蹭着尤林的裤腿，
他的体型也就巴掌大小，比之前见到的样子变化非常大。因为之前的这只狐狸虽然也称不上有多大，但至少比家猫要大一些，但眼前这只小狐狸犹如小奶猫一样，让两人生不起半点敌意。小狐狸，你离开秘境之后，体型就会缩小？尤林好奇地问道。小狐狸点了点头，开口说道：回禀主人，我们这种特殊体一旦脱离秘境，等级就会回归1级，体型也会回到最虚弱的状态。还请主人不要抛弃奴家，奴家一定会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地服侍主人的。小狐狸不仅仅体型变小，就连声音都奶声奶气，看上去非常的可爱。但是最让人震惊的是，它就算脱离秘境，变得这么小，依旧可以说话，这让两人不由得有些好奇，这个小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会在秘境中出现？不过这2个问题，对方之前就回答了，重复询问也没什么意义。只是让尤林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不过对他用了一次魅惑之眼，怎么就变成自己的灵宠了？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小狐狸，你为什么会变成我的灵宠？虽然我对灵宠有点了解，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正常来说，完成灵宠契约，不都是要双方保持理智的情况下，一同签订主仆契约，或者是平等契约吗？为什么我这里什么反馈都没有，你就成了我的灵宠？是啊，你什么都没做，就成了他的灵宠，这也太邪门了吧！尤林和洛西都感到疑惑，不过还是将小狐狸捧在手心把玩，看着他如此可爱的模样，两人都有些爱不释手了。我也不知道。小狐狸被摸得浑身舒畅，脸上露出了人性化的享受表情。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只能如实回答。奴家只知道当时感觉脑子一片混乱，并且觉得主人您非常亲切。除此之外，奴家还察觉到自己的体内有一股特别的力量正在凝聚，但主人实在是太舒服了，所以奴家的精神不由自主的靠近了主人，从而远离了那团能量。结果莫名其妙的就与主人签订了单方面灵魂契约。狐狸低下头来，看上去有些害羞，甚至尤林和洛西还能从他脸上白茸茸的毛发中看到一点点绯红，这实在是不像是一只普通狐狸能够露出来的表情。单方面的灵魂契约，尤林震惊了，就连洛西也大为震撼。灵魂契约属于5大契约术之中的一种，高中课本中有讲到，并且灵魂契约是只有高等级的人或者是高位格的灵兽才能够施展，这不是尤林和洛西现在能接触到的东西，但是这只狐狸却能做到，并且还是难度最高的单项灵魂契约。说白了就是他擅自与尤林的灵魂绑定，但是却不影响到尤林灵魂的完整度，这是最安全但也是最难签订的契约之一，就像是奴隶契约一样，也是单方面进行签订，同时捆绑对方的灵魂而不对自身造成影响。不过与奴隶契约控制他人的做法不同，单项灵魂契约那是将自己的全部交出去，从而让自己变成主人的奴隶。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做过这种事情的人绝对不超过10个。尤林立刻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发现等级已经提升到了17级，通关一个10级秘境直接升了3级，如此效率比刷怪高了不知道几个档次。不过秘境这东西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哪怕是最低等级的10级秘境，若是放在交易市场，最少也能卖出20多万的价格。而后尤林就看到在自己的个人面板上多了一条灵宠选项，他尝试点击进去，然后浮现在眼前的便是小狐狸的全部信息：姓名未命名，种族九尾狐，等级1级，成长阶段一尾幼体，力量30，敏捷66，体力27，精神69，天赋技能1亡灵召唤，天赋技能2未解锁，天赋技能3未解锁，天赋技能9未解锁。当前状态重度魅惑，单项灵魂契约，目标尤林。看着小狐狸呈现出来的数据，然后尤林又看了一眼自己那全项不超过25的数据面板，不由地叹了一口气。他自己的数据面板最多也就是正常人3倍的力量数据，反观小狐狸，除了力量和体力稍逊一筹之外，精神和敏捷完全超出常识，而这还只是因为对方等级只有1级，若是小狐狸等级再高一些，鬼知道他能有怎样的属性加成，怕是直接碾死尤林都有可能。不过很快他就产生了疑惑，好奇当时还是 BOSS 的小狐狸属性与等级是多少。洛西，当时你和小狐狸交手了，应该能看到他的等级和面板数据吧？听到询问，洛西思忖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我只能看到他的等级有20级，但是数据面板看不到。20级？听到洛西的回答，尤林简直惊掉了下巴。他强装镇定，再度开口询问：“那么你现在的身体数据有多高？”洛西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在尤林的面前打开了他的个人面板。这一瞬间，尤林瞳孔收缩，但很快就长舒一口气，因为洛西的面板上所展现出来的数据全部超过了300，几乎都快达到400。不过现在这数据是在他连升3级之后才有的，之前应该也就是300出头，或者接近300而已。但就算如此，其力量也足以碾压20级的小狐狸。想要达成碾压，必须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面板数据是对方的1倍左右，否则无法达成碾压的条件。很显然，洛西做到了，然后狠狠地教育了小狐狸一顿。这也怪不得他看洛西的眼神总是带有那么一丝的委屈与惊恐，显然是被揍怕了。第24，交换技能卷轴。既然你已经成为了我的灵兽，那么之后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言听计从吗？尤林试探性的开口询问。虽然灵宠这种东西在书本上有介绍，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拥有灵宠，哪怕在那些高等级的大佬之中，拥有灵宠的也只是少数而已。更为主要的是，小狐狸的种族九尾妖狐，这可是传说中可以移山填海的神兽后裔。如此高位格的存在，竟然主动成为了自己的灵宠，这不免让尤林有些紧张。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小狐狸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他被捧在尤林的手心中，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犹如星海一般灿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洛西却一把将其夺了过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小狐狸啊，我以后也是你的主人哦，你可千万不要厚此薄彼，否则的话我也不介意给你来一套全身按摩。洛西明目张胆的威胁让小狐狸蜷缩了起来，他用害怕的眼神看着尤林，仿佛是在求救。如此模样，若非外表不同，与人类还真没有什么差别。别看我打不过。尤林双手一摊开始摆烂，并且这还是大实话，因为尤林真的打不过洛西。随后洛西将小狐狸往自己的眼前凑了凑，他看到逐渐放大的这张脸，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无比，磕磕绊绊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我知道了，女主人，我会听话的。看到小狐狸如此可爱，洛西也是没有忍住将其拿在手中把玩，甚至用脸蹭来蹭去。一旁的尤林那个谢幕，哪怕是他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却被刚刚获得的小狐狸捷足先登。不过考虑到对方是自己的灵宠，所以尤林也只能作罢，无视这两人的亲昵以及小狐狸那无效的反抗动作，将意识投入到个人面板中。在面板的最下面，他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5个字：奖励存放处。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尤林很清楚，通关秘境之后可以获得奖励，但不是直接发放给通关者，而是要在这个地方进行领取。不过这东西也有时间限制，若是超过一段时间没有领取，就会自动消失。正常来说就是可以存放1个月，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否则不会延长存放时间。尤林打开存放界面，在这里只有一个金色的宝箱，正散发着徐徐光辉。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打开，然后便看到一个卷轴出现在自己的手中。宝箱开启成功，获得奖励灵界行走通用技能卷轴。竟然是技能卷轴，还是一个通用卷轴。看到这个卷轴落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尤林整个人都呆住了。技能卷轴本身就非常稀有了，爆率不超过 10%， 但是通用技能卷轴更为稀有，甚至比得到一个符合自己职业的技能卷轴还要难。因为通用2个字就代表着任何职业都可以使用。不过灵界行走这个技能，尤林还是有所耳闻的。在这个世界，除了某些特定技能之外，大部分都是可以重复获取。虽然技能可以重复，但不同的人使用的时候都会呈现不同的效果，毕竟理解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会大相径庭。运气真不错，竟然开出了一个通用卷轴。话说这个技能是啥？适合你用吗？洛西走上来开口询问。尤林也没有隐瞒，直接说出了他的名字，是灵界行走。我从课本上见过这个技能，非常的好用，所以洛西，这技能给你用吧。相比较我而言，你更适合这种突袭类的技能。最主要的是，我想看你扛着棺材释放灵界行走，然后绕到对方身后用棺材板拍人的场面，这个画面一定很美丽。尤林想象了一下，若是真出现这个画面，敌人怕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想想看，一个美女扛着棺材从身后忽然出现，是个人都会吓一跳。洛西也是被尤林的想法给震撼到了，因为他压根没考虑过这种打法，
所以被提醒了之后，甚至仔细思考了一下可行性。对了，洛西，你应该也得到通关奖励了吧？打开看看，让我开开眼界。尤林催促着说道。洛西点了点头，他先将小狐狸还给尤林，这才顺手打开自己的通关宝箱。不过与尤林不同，他直接是2个卷轴到手。你怎么会有2个卷轴？尤林好奇地问道。洛西嘿嘿一笑，有些骄傲地说道，其中一个是通关宝箱，这你我都有，但第2个就不一样了，那是100%伤害宝箱，这是一个人杀穿整个秘境，其他人没有任何参与才能得到的隐藏奖励，哪怕你在其中杀死了一个怪物，甚至是用木棍敲他们一下，我都不可能得到这个奖励。想要得到这个奖励的难度很大，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听到洛西的解释，尤林嘴角有些抽搐，被抓在手中的小狐狸更是露出了人性化的笑容，合着这个奖励就是在说我是个彩笔呗。哎呀，你不能这么理解啊，毕竟谁也无法想到一个魅魔还能下副本刷怪，有你是福，我们今后继续努力哦。洛西拍了拍尤林的肩膀，笑容别提有多灿烂了。随后他看了一眼手中的2个卷轴，然后挑出一个来塞到尤林的怀中，这个给你了，就当我是用这东西与你交换的灵界行走，毕竟你是我看上的男人，我可不能让你吃了亏。尤林没有拒绝，既然洛西愿意用这种理由成全对方是最好的选择。随后尤林将精神深入卷轴之中，这才了解到里面的技能是什么。但是当尤林看完描述之后，整张脸都绿了。洛西，你还我灵界行走！尤林一个飞扑冲了上去，但是洛西却早有预料，轻松躲避他的偷袭。略，我就不还你，并且这个技能多适合你啊！身为魅魔，你好歹有点自觉好不好？不好，我现在很不好，亏我刚才还为你着想，结果你却用这个技能坑我，你能不能要点脸啊？尤林又是一个飞扑，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触碰到洛西的衣角。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哪怕知道自己的行动是徒劳无功，但是男人的尊严让他停不下来，直至精疲力尽。反观洛西却笑容依旧，精力充沛，就算尤林被榨干了，他还能继续下去，仿若无底洞般让人无法自拔。第25，社死时刻。技能名称：变装术。技能效果：发动之后可以改变自身形象，同时提升自身魅力。备注：若是男生的话，使用之后会暂时变成女性外貌，如果是女生，效果刚好相反，持续时间永久，期间可自行解除。以上便是尤林得到的技能描述。他和洛西已经回到了公寓，但是自己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复，因为这个技能实在是太扭曲了，让人男变女，女变男的变装术，他还真是头一次遇到，并且就这玩意竟然还是一个魅魔专属技能，简直搞笑。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根本就睡不着觉。那个技能卷轴就放在床头，仿佛潘多拉的盒子，随时都有打开的危险。尤林内心也很挣扎，他想要一个战斗技能，但是那些技能都不是魅魔职业能学的东西。反观本职业里面，压根就没几个能战斗的玩意。相比之下，通用技能里面保命的比较多，但是他已经将灵界行走交给了洛西，这也没什么好后悔的。反正2人现在绑在一起，洛西能变强，对谁都有好处。唯一让尤林纠结的就是自己到底要不要学这个变装术，如果学的话，又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主人，您是有什么苦恼吗？如果有苦恼的话，您可以说出来，奴家替您分忧。小狐狸看到尤林深夜都没睡觉，忍不住开口询问。尤林停下了翻转动作，然后坐起身来，将床边的小狐狸放在腿上。小狐狸，我问你，在你们的种族之中，公母是如何划分的？公母？我们不分公母啊。小狐狸一句话直接终结了这个话题。尤林怎么都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回答，但这还没完，小狐狸紧接着一句话让尤林更加破防。我们九尾一族都是看到有喜欢的同类之后，才会在3条尾巴都成长之后再逐渐定义性别，像奴家这种一尾的狐狸是完全没有资格讨论公母的。不过主人若是喜欢，等奴家成长到3尾之后，便可以定义为母狐狸，这样一来，等到奴家成长到6尾，便可化形为人类，给主人和女主人暖床了。小狐狸出语惊人，尤林直接被吓到了。你可别乱说，就算你化形成人，也不需要为我暖床。还有就是，我和洛西并不住在一起，那种会引起误会的话，你不要乱说，这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尤林郑重其事地警告小狐狸，对方也是点了点头。
只是看他有些懵逼的表情，应该是没怎么听懂。尤林叹了一口气，人类的价值观和怪物完全不同，所以他也不指望小狐狸能听懂自己的话。至于讨论性别这种事情，尤林已经彻底放弃了。随后，尤林抱着小狐狸转过身去，正面看向窗外那透亮的月光。他放松了大脑，沐浴在月亮的光辉下，享受着深夜带来的宁静。但不知为何，在放空大脑的期间，尤林鬼使神差地将枕头旁的卷轴拿了过来，放在腿上。小狐狸看了一眼，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享受着尤林的提问带给他的舒适感，这让他非常的舒服。等到尤林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将卷轴握在手中。他没有说话，更没有什么激动的反应，只是认清了现实，使用技能卷轴。随着话音落下，手中的技能卷轴如同泡影一般瞬间消散，伴随着点点星光融入尤林的身体。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乃至于全部灵魂都被沐浴了一遍。个人面板上更是出现了伪装术3个大字，这代表着他已经学会了这个技能。没有任何犹豫，尤林将小狐狸扔在床上，自己则是起身来到了镜子面前。伪装术启用，玫红色的双眼散发魅惑光芒，伴随着光芒的闪烁，不过1秒钟的时间，尤林便看到一个美女站在了镜子面前。她身穿宽松睡衣，睡眼惺忪的样子极具魅惑感，尤其是玫红色的双眼中充满了欲望的光芒，黑色长发随意披散，前凸后翘的身材更是人间翘楚，尤其是那张脸蛋，几乎就是尤林原本那本的样子。就算如此，依旧是美到惊艳，不似人间尤物。唯一可惜的就是身上的衣服太差了，还是男士睡衣，看上去非常的别扭。我竟然能这么美！尤林看到自己的样子都惊呆了。他自我欣赏一番之后，仿佛是想到了什么，立刻低下头查看自己的身体。片刻后，他松了一口气，2弟还在，胸部也没有发育，我还是我自己。也就是说，通过我自己的视角查看我自己的身体，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甚至是某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我自己也是根本就摸不到，感受不到。反观透过镜子看我自己，却是一个大美女的形象。尤林自言自语，然后不自主地将手放在了胸前。他下意识地揉了2下，因为是自己的身体，所以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他透过镜子所看到的，却是一片波涛汹涌、极为强烈的扭曲感，让尤林精神一阵恍惚。紧接着，他就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恢复了原样，右手则是放在胸膛部位，动作极其微妙。尤林默默地放下手，然后思考着自己为什么会解除伪装。他继续开启伪装术进行实验。在此期间，他被迫解除伪装有3次，并且这3次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强行解除了伪装术，那就是对自己产生了反应。只要尤林对自己动心，他就会立刻解除伪装。说白了就是不能对自己产生想法，身为男人的认知也不能出现半点问题，否则伪装就无法持续。我不能对自己产生想法与反应，那么对其他人呢？尤林抱着这样的想法，拿出了手机，打开相册，里面有不少洛西的自拍照，这都是他拍完之后强行发给尤林，让其保存下来的。虽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目的，但尤林也不敢删，因为是真打不过洛西啊。更何况他还自带棺材，若是尤林真敢删了这些照片，怕是下一秒就要进棺材了。随后尤林将杂乱的想法抛出脑袋，然后开启伪装术。熟悉的美女形象再度出现，只可惜这是自己。而后尤林拿着手机，一张一张翻着洛西的照片，如此美丽的女人，哪怕是看过一眼都不能忘怀，所以他是越看越入迷，甚至舍不得放下手机。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尤林的身后显现出来。他披头散发，身穿纯白蕾丝睡衣，身后更是扛着一口棺材。小狐狸迷迷糊糊中看到一个女人从透明状转变为实体，甚至还背着一口棺材，顿时就吓了一跳。鬼呀，家里闹鬼了！随着小狐狸的一声尖叫，尤林顿时回过神来，然后便看到镜子中的女鬼形象，这是洛西。2人认识时间太长，哪怕对方是这种打扮，他依旧认出了对方。但尤林依旧被吓到了，因为此刻的他还保持着伪装术的状态。从外表上看，尤林就是一个美女形象。他停止了思考，双腿瞬间酥软，然后直勾勾地倒在了洛西的怀中。将尤林扶好之后，洛西嘴角勾勒出优美的弧度，他眼神中更是带着一股莫名的笑意，让尤林脊背发寒。洛西，我不用解释，我都懂。以后的小裙子还有 JK 什么的，怕是要买双份了，也不知道打工团的存款够不够，真是苦恼呢。
尤灵，他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第26，这叫做原汁原味。所以说，你是为了实验技能才会在这里搔首弄姿。不过我说句实话，你使用伪装术变成女人的样子，真的是漂亮，哪怕是我都被你给迷住了。面对洛西的夸赞，尤灵脸蛋有些红，她已经解除了伪装，变回了正常模样。可就算如此，尤灵也能感受到洛西那炙热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游走。尤灵无助地抱着小狐狸，想要在他的身上寻求一丝安慰，但这只小狐狸早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劲，所以就装作睡着的模样。无论尤灵如何摇晃，他就是不醒，并且洛西也在盘算着自己到底该给尤灵卖什么样的小裙子会比较可爱。这让尤灵终于忍受不了，打断了他的话：洛西，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竟然还用上了灵界行走这个技能。听到询问，洛西一拍脑袋，顿时想起了正事。你不说我差点都给忘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那就是我的棺材收不回去了。棺材收不回去，这是什么意思？尤灵不解地看向洛西，他身后的红色棺材显得异常注目，就像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一样，诡异中却带着一丝合理的感觉，非常的奇葩。就是字面意思，无论我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将其收回武器空间，就像是有什么力量将其锁在了现实世界一样。这种情况我从未见过，所以只能找你来商量了。洛西说明了情况，但是尤灵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这种事情别说是他了，就算去找老师，他们恐怕也很难解决。除了无法收回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尤灵再度询问。洛西思忖片刻，然后摇了摇头，可以正常使用，并且棺材也听从我的调遣，就只是无法收回空间里，其他方面目前来说倒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带着棺材吧，不然也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尤灵无奈地说道。洛西也是双手一摊，直接向后倒去，他靠着棺材半躺在尤灵的面前，宽松的蕾丝睡衣让他的身材若隐若现。尤灵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神，总要去多看两眼，但每次都会被洛西抓个正着。我身材不错吧？看看这一双大腿，简直是又白又嫩，想不想上手抓一把？洛西开口调戏，这让尤灵心跳加快，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开始充血。你还真想啊？尤灵话还没说出来，就被洛西战术打断。他一脸嫌弃地看向尤灵，随后慢慢提着裙角向上抬去。看吧看吧，只要是你的话，随便怎么看我都不介意。洛西的大胆发言让尤灵咽了一口口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洛西的神秘花园，但是当他看清楚花园内的一切之后，便彻底失去了兴趣，犹如咸鱼一般失去了梦想。果然啊，我就知道你得穿安全裤，之前你就是这样骗我的。看着尤灵生无可恋的样子，洛西不由得摆出剪刀手的姿势，冲着他比了个耶，捉弄大成功。说话间，洛西还给尤灵拍了张照，以表纪念。我可不是随便的女孩子，怎么可能会让你看呢？不过你若真想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也有个条件。洛西舔了舔嘴唇，主动爬到尤灵的面前，两人几乎快要贴在了一起。此时此刻，他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甚至可以听到那狂暴的心跳声。尤灵，洛西，你是不是没刷牙？洛西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尤灵皱着眉头，捂着鼻子，脸上写满了嫌弃，这让他有些无语。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氛围，就因为一句没刷牙彻底烟消云散，真是不懂情趣。我这叫原味，你懂不懂啊？什么原味啊？不就是没刷牙吗？还有就是你这么搞，很容易被人当成变态抓起来的。哼！洛西没有继续回应，只是冷哼一声，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尤灵松了一口气，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洛西的想法？但现在这个时间，是真的不能那么做，否则尤灵会后悔一生的。经过这一场小插曲，房间内的气氛逐渐尴尬起来。洛西扣着脚趾头，时不时还闻一下，一点也没有高冷校花的气质。若是有外人看到洛西是如此模样，怕是三观都能炸裂。因为洛西人前人后完全是两个人设，在尤灵的面前，他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恶魔，以调戏尤灵为乐趣，但是在外人面前，他却是一副高冷模样的乖乖女，犹如冰山的面容，以及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让所有妄图靠近他的人全部铩羽而归。唯有尤灵一个人能够看到洛西真正的性格。洛西，你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尤灵只能主动找话题。没什么，就是一具尸体而已。一具尸体？尤灵惊呆了，看着洛西风轻云淡地说出这句话，
他都感觉洛西像是被夺舍了一样。因为以前的洛西虽然外表高冷，但却见不得小动物的尸体。每次遇到那种被打死的野猫野狗，他都会感到害怕，从而躲到尤林的身后。所以从他嘴里能平淡地说出一句尸体这种话来，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洛西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然后拍了拍棺材板，开口补充：你不要误会了，这具棺材里的尸体没有什么可怕的，并且我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完全不同了，好吗？你别再用小时候的眼光看我，那样会让我不自在的。尤林木讷地点了点头，然后长叹一口气：既然是尸体，那你能确定这是谁的尸体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但看外形很像是魔族。魔族的尸体被装在棺材里，还成了你的本命武器。等等，这逻辑我有点转不过弯来。尤林敲着自己的脑壳，显然是在思考为什么。洛西见状，立刻上前将尤林抱起来，然后扔到了床上。还不等尤林反应过来，只见洛西也一跃而起，重重地砸在了尤林的身边。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赶紧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呢。话是这么多没错，但你为什么要在我床上睡啊？还有就是不要脱衣服，哪怕里面穿着也不要脱。红晕染上了尤林的全身，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洛西的各种假动作给吓到了。他停止了思考，在洛西的勾引下，逐渐靠近对方。小狐狸睁开一只眼，然后小心翼翼地向着窗户靠去，给两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尤林很快就回过神来，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并且动作熟练地躺到沙发上，甚至还不忘给自己盖上一个毛毯，一套连招行云流水，丝滑柔顺，毫无瑕疵。这一刻，洛西笑出了声，尤林也装模作样地打起了鼾。第27招募令。时间流逝，距离高考仅剩1天的时间，尤林和洛西两人一直不间断地在怪物聚集地里面练级。他们带了半个月的东西，吃穿用度全部都带了过来，除了中途因为升到了20级，从而去了一下交易市场之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怪物聚集地。今天他们终于是要离开了，因为后天就是高考的日子，今天自然要提前回归，同时休养生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考核。不过令人可惜的是，两人的等级全部卡在了28级，哪怕这2天不眠不休，也没有办法升到30级，更不用说破纪录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放弃，打算回家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毕竟手头上也攒了不少的怪物掉落物，只要拿出去卖了，还是能赚不少钱的。之前他们多出来一个技能卷轴，将其卖掉之后，再搭上2万块，正好给每人新添了一个技能。他们现在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自然想办法赚钱了，否则到时候连学费都交不起，就别指望能上一个好大学。洛西，这一次我们是收获颇丰啊！看看这些怪物掉落的皮革，以及这些矿石，卖出去之后，起码能赚个1-2万吧？幽灵好奇地询问。他对这些东西的物价了解并不多，虽然之前经常兼职，但最多也就是扫扫地、端端盘子、刷刷碗这种，根本接触不到超凡事物，所以他很是好奇，这些怪物身上掉落的材料到底能值几个钱？别想太多了，我们攒这半个月的材料，撑死也就能卖个8-9千，若是遇到压价狠的，能卖出6千就不错了。毕竟这都是常见材料，很多地方都有售卖，不值几个钱。这样啊，尤林有些失落，因为他还真不知道这玩意竟然这么不值钱，亏他们还收集了一大堆，几乎放满了2人的储物空间。别灰心，好歹这是他除了第一步，只要我们努力赚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再不济，你就开个直播当网红，作为全世界唯一男魅魔，你这流量绝对不低于那些小鲜肉。听到洛西的安慰，尤林感觉更扎心了。很快2人便通过传送门离开了这片区域。不过就在他们出来之后，就看到不远处的招募栏位置竟然聚集了一大批人。他们对视一眼，当即凑了上去。当前的招募栏上都在滚动播报一条招募信息，他们需要通关特殊副本，所以前来招募有志之士一同通关。不过对方却有3个条件，而这也是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的理由。第一个条件，特殊副本有等级限制，最低不能低于20级，最高不能超过30级，否则无法进入。紧接着第2个条件是要求2个稳定输出位，以及1个稳定控制位，1个辅助治疗位。帝都本的学生优先，总计招募4个人，但要先进行选拔。最后一个条件，秘境通关后需要上交通关宝箱，然后他们会给予上交者每人30万作为交换。前2个要求很正常，因为有些特殊秘境就是指定等级才能进入，这一点在进入秘境的时候会出现提示，很容易就能发现。
并且要求成员能力这种事情都是合理操作。但是最后一条，要求人们上交通关宝箱，这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事情。虽然30万很多，但是运气爆棚的情况下，开出一个高阶的通用技能卷轴，那可不止30万，哪怕是300万都够呛能拿下来。尤林和洛西之前就问过，灵界行走这一技能的价格，官方售价是60万，但在交易市场往往没有80万拿不下来。当洛西知道自己用了一个价值80万的技能之后，恨不得给自己抠出来。至于尤林的伪装术，那就没得比了，官方价格1万，但大多数成交价都没有高过5000，毕竟这玩意只有魅魔能用，还没有任何攻击性，自然不会有正常人喜欢。除此之外，魅魔大部分的技能都很便宜，哪怕是他的第2个技能，也不过才2万块，算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单体控制技能。而洛西的第2技能，则是用剩余的那个卷轴交换而来的，他的那个卷轴经过鉴定，官方价格有7万，但是回收价只能给到5万，这就是奸商。不过他换了一个等价的低阶通用卷轴，也算是不赚不亏。至于本职业的卷轴，那就不用找了，因为双 S 级职业的技能卷轴，先不说稀有度的问题，能不能爆出来都没人知道，哪怕是 S 级的职业，都很少有人掌握本职业的专属技能，所以他们这种高评级的职业，大多数都是靠着通用技能大杀四方，并且这种高评价的职业，只要能爆出一个本职技能卷轴，立马就能爆杀其他一切职业。不过尤林和洛西倒是不在乎这些，对于洛西来讲，自己有这口棺材就够用了。各位，借过，麻烦让一让。洛西背着棺材，牵着尤林，来到了招木兰这里，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没办法，尤林和洛西的模样，哪怕放在演艺圈里都是最高颜值那种，哪怕在怪物聚集地摸爬滚打了半个月，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泥泞，也丝毫不减他们的帅气与美丽。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得是洛西身后的这口棺材。谁家正经人出门还带着一口棺材啊，简直不忍直视。但他们却不在乎外人的眼光，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这3个要求。片刻后，两人心有灵犀地转过头来，相互对视一眼，同时露出了发财的笑容。30万，这可是30万啊！若是成了，我们就不愁学费了。两人想法一致，几乎是异口同声。而后两人记下了联络地址和联络方式，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哪怕两人身上很是邋遢，但只要能赚钱，形象什么的都可以放在一旁。不过30万并非关键，最重要的是，只要这一单能成，两人必定可以成为30姐，甚至打破曾经的记录，也不是没有可能。片刻后，他们根据地址来到了郊区的一个别墅园，这里有保安把守。当他们看到尤林和洛西衣衫褴褛的来到这里后，当即就给两人轰出去了。哪来的2个臭要饭的，赶紧离开，这里不是你们这种人能来的地方。遭到了驱赶之后，尤林和洛西也知道自己草率了，毕竟他们才刚从怪物聚集地出来，形象自然不好，所以两人就近找了个澡堂子，给自己好好打理一番后，这才重新进入别墅园。只是保安这次的表情有些疑惑，奇怪了，怎么感觉这两人有点眼熟？他们是不是刚刚才来过？想到这里，保安立刻追了上去，再度将两人拦了下来。你们先等等，1个多小时前的那2个乞丐，是不是你们？面对质问，尤林当即就对了回去。大哥，我们可是学生，是有学生证的学生，你是从哪看的我们是乞丐？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了招募信息，才会出现在这座别墅。若是你再这么阻拦，就别怪我告你的状了。你也只是个打工的，别因为这点小事丢了工作呀。第28选拔，你说的也对，不过我还是要核实一下你们的身份，免得是冒名顶替。保安的态度变好了一些，作为一名打工人，尽职尽责没有问题，但太过刁难人就不对了。他也是反应过来自己的态度不对，立刻切换其他模式。等到信息核对成功之后，这名保安才将两人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交还到他们的手中。抱歉，刚才是我不对，我没想到你们作为学生竟然能邋遢2个字。保安始终都没能说出口，尤其是洛西身后的这口棺材，让他的眼神一直忍不住地飘过去。我们刚从怪物聚集地出来，邋遢一点很正常，这也不怪你。好了，我们进去了，你继续值班吧。尤林毫不在意地说着，然后带着洛西走了进去。这名保安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尤林，你刚刚为啥要说这么多？他若真敢刁难我们，到时候直接举报给别墅的主人不就行了？没这个必要，对方也只是打工的而已，他也是例行公事，只要不太过分，
就没必要让他下岗，并且真按你说的那样做，不仅会给别墅的主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还会多出一个敌人来。这又是何苦呢？在怪物方面，尤林了解的不如洛西多，但是在为人处事这方面，两世为人的尤林自然要比洛西懂不少。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种气度的表现，而不是所谓的圣母心。不过对方若是依旧得寸进尺，那就说明这个人确实欠教育了。洛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然后就在尤林的带路下来到了指定位置，联系到了别墅的主人。片刻后，一名管家出现在这里，将两人引到了一个地下室之中。虽然这里是地下室，但却灯光环绕，一点阴暗的影子都看不到。不过在这个地下室之中，却也聚集着10几个人，其中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这些人与尤林和洛西一样，都是奔着30万来的。虽然通关宝箱极有可能开出很好的东西，但这玩意要看手气的。就像是尤林一发入魂，直接开出了一个价值80万的灵界行走。反观洛西的2个宝箱价值加起来都没有超过10万，这就是飞球和欧皇的区别。竟然还有2个人，看来这次的竞争很激烈啊。一名靠墙的男子开口调侃，其他人见到有人进入房间之后，也是纷纷将目光放到了他们的身上。哎呦，不错哦，这2人都很漂亮的哦。麻子脸阴阳怪气，显然是有些嫉妒2人的相貌。不过他们很快便将目光集中在洛西身后的棺材上。当棺材落地的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不由得颤动了一下。我的个乖乖，这得是什么悍匪，才敢背着棺材进场啊？这口棺材还挺别致的，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姑娘味道如何。小姑娘，你有男朋友吗？没有的话不介意加我。人们形色各异，但也有人主动出击。但是洛西却没有理会对方，只是用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他。不只是洛西，就连尤林也一直盯着他，那枚红色的双眼闪烁着诱人的光芒。这便是他的到达20级后买来的新技能魅魔凝视。只要被他注视，双方便会开启魅力值评判。只要对方魅力值低于自己，就会陷入无法动弹的情况，并且这一招可以无视范围，无视人数，只要目光所及都能进行评判，然后被尤林所控制。不过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方的魅力值必须要低于尤林才行。若是比尤林高的话，不仅会判定失败，甚至还会让尤林陷入一种欲火焚烧的状态，就像是吃了伟哥一样停不下来。不过这都是技能描述所写的副作用，真实情况是尤林还没有失败过。虽然他的4维属性不如正常职业，但魅力值却是一个问号。问到就代表着连系统面板都给不出详细数值，几乎等于无限。所以正常来说，根本不会有人能挡住他的控制，等级再高也不行，除非有特殊技能。不过尤林不属于常规魅魔，其他的女魅魔可没有这么高的魅力值，自然不可能次次都判定成功。这也是为什么这等神技价格却如此低廉的原因。与此同时，这名被控制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觉得自己浑身发麻，双手双脚都不听使唤，有一种很酥软的感觉。滚！洛西轻启红唇，只说了一个字。尤林也很配合地解除了能力，这才让对方得以逃脱。他喘着粗气，快步向后退去，浑身上下已经冷汗淋漓。刚才什么情况？我怎么动不了了？现场没一个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在那些人眼里，这个人就是话说一半，然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过了3秒，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嚣张不在，唯有惊恐留下了痕迹。第一个淘汰者已经出现，这位先生，还请回吧。忽然间管家出现，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管家出现的毫无征兆，就像是瞬移一样，忽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我不服气，凭什么我是被淘汰者？男子大声反驳，但是管家却摇了摇头，而后一手刀将其敲晕。也就在这个时候，2名黑衣人出现，将这个被吓破了胆的人抬了出去。各位，我们继续吧。管家继续开口，他维持着自己的优雅，然后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还请强攻者往前走2步。我们需要2名强攻者进入队伍，每个人仅有1次机会，所以不要留手，全力向我进攻。攻击力最强的2人会被我留下。管家如此说道，然后单手立于众人面前。算上洛西的话，一共7名强攻者全部站了出来。他们相互看了对方一眼，然后6个人同时进攻。无论结果如何，这个管家的表现都太过嚣张，所以让他们有些不满。这刚好是个机会，所以他们立刻出手袭击，试图给管家一个教训。但在众人的攻击即将落下的瞬间，管家打了一个响指，只见一个屏障出现在他的身前，
将所有的攻击尽数拦截。如此一幕，让所有强攻者都皱起了眉头。这位管家点了点头，像是很满意的样子，力道还不错。不过这位女士，难道您放弃了吗？管家依旧保持着优雅。其余的强攻者已经退了回去，毕竟只有一次进攻机会，还是在6人围攻下都无法破防，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和这位管家到底有多大的差距。随后他们又将目光放到了洛西的身上，本来这些人还抱着不屑的目光，但很快他们就看到洛西单手抓着棺材，高高举过头顶。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惊掉了下巴，就连管家也不例外。第29，我这棺材可还满意？这姑娘何故如此啊？管家看着这口棺材，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因为这实在是太吓人了。就算管家等级很高，也没见过这场面啊。之前他将2人引过来，只是因为这口棺材是一个装饰，毕竟现在的人都有一些特殊癖好，所以他也没有多问。但是当洛西将棺材举过头顶的那一刻，管家就明白了，这压根不是什么装饰，而是货真价实的武器。管家先生小心了。洛西嘴角微扬，然后便抛出棺材，重重地砸了过去。没有任何花里胡哨，靠着纯粹的力量，竟然将一口巨大的棺材扔出了破空声，伴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整个地下室都为之震颤。其他的强攻者见状，不由得瞪大了双眼，因为他们看到了管家身前的防护罩竟然完全碎裂。相比较其他人完全打不动而言，洛西这一棺材扔出去，简直比他们6个人合力还要强大。此时的管家喷出一口鲜血，脸上充满了怀疑人生的表情。一直保持优雅的他，从未想到会被一个漂亮的女子用棺材砸到吐血。这若是实战，他肯定会避开，但为了考验其攻击力，管家只能硬抗这个伤害。管家先生，我这棺材可还满意？洛西一招手，棺材自动回到了他的身前。这一刻，除了幽灵之外，没有一个人敢看他。满意，非常的满意。没想到以我47级的面板，竟然还能被你砸吐血。虽然无关痛痒，但足以见得你的力量非常强，所以你是第一个晋升者。至于第2名晋升者，我要稍作考虑才行。不过关于他是第一个晋级者，你们有异议吗？如果有，那就尽快提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下一项选拔了。管家开口询问，但是扫视一圈，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句不行。尤其是当洛西的眼神扫过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甚至下意识地往后缩了2步，这是真的被吓到了，生怕自己会躺进棺材里，永远都出不来。竟然一个反对的都没有，真没意思。洛西开口调侃，然后回到了幽灵的身边。其他人听到了这句话，但却没人敢反驳，因为洛西的表现力实在是太吓人了。管家喝了一口水，稍微顺了一下气息，这才继续选拔。接下来是选拔拥有治疗术的人，这类人可以站出来了。话音落下，一名身着洛丽塔的可爱女孩子抱住手上的木质法杖走了出来。不过全场仅有她一个人站了出来，这让洛丽塔女孩有些紧张，竟然只有一个人。管家眉头微皱，然后叹了一口气，运气还真不错。既然如此，这个名额就给你了，希望你能好好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洛丽塔女孩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坐了回去，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很显然，她都没把握能通过选拔，但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只有一个人参与的话，她自然就成为了那个通过选拔的幸运儿。最后就是强控者的选拔，剩下的人都站出来吧。我唯一的要求是，将不设防的我控制10秒以上就算成功。如果有复数以上的人成功了，我就会挑选控制时间最长的那个人进入队伍。所以一个一个来，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很简单粗暴规则，却引起了所有强控者的胜负欲。他们接连上场，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无论男女，此刻都拼尽了全力，想要争夺这次机会。30万报酬啊！虽然有可能比不上宝箱爆出来的东西，但却是一笔稳定收入。那些专业代练以及富家子弟肯定看不上，但是对于他们这些无门无派、没有后台、实力还弱的人，却是为数不多能够大赚一笔的渠道。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场每一个人都很拼命，几乎每个人的都将管家控制住了10秒、11秒左右，然后才会完全失控。但是却有一名和游灵一样的高中生，将管家控制了17秒。如此高成绩，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不错的强控者，你叫什么名字？管家解除了控制后，对着这位年轻人开口询问。我叫欧牧阳，来自欧牧家，是帝国高中的学生。我的职业评级是 A 级，当前等级25，
很适合加入这支队伍，还望您能够成全。欧牧阳骄傲地说道。这让其他人低下了头，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混了这么些年，竟然还不如一个高3的学生，实在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很不错，不愧是欧牧家的人，果然有气质。不过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有测试，让他来试试，我才能评判你们谁有资格加入这个队伍。管家如此说着，然后邀请尤林上场。但是欧牧阳却冷笑一声，鄙夷地看向尤林，一个抱大腿的废物，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进行选拔呢？若不是有校花帮着你升级，你这个废物怕是连大学都上不了吧？不过也对，你们是青梅竹马，是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出于情谊，校花帮你很正常。但我希望你能看清自己的身份，这个世界不需要废物。欧牧阳从一开始就认出了尤林的身份，毕竟两人同属一所高中，但不是一个班级，并且两人也没有任何交集，所以在一开始，欧牧阳没有理会尤林，哪怕他是和洛西一起进来的，但两人是青梅竹马这件事，整个学校都知道，自然也没什么嫉不嫉妒这种事发生。不过对于尤林，欧牧阳是打心底里看不起，所以当他听管家说尤林也是参加选拔的人选的时候，才会说出这番话。欧牧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管家眉头微皱，不解地看向对方。欧牧阳收敛了笑意，这才开口回答，因为这小子啊，是我们学校有名的男魅魔。没错，他就是传说中觉醒魅魔职业的男人。管家先生，您说这种废物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欧牧阳话还没说完，笑容戛然而止，因为他发现自己全身都动不了，无论是四肢还是五官，哪怕是眼球都无法移动，仿佛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一种无力的坠落感在心头不断萦绕。欧牧阳，你想说什么？管家有些不解，他不知道欧牧阳为什么话说一半就停了，但老道的经验让他立刻察觉到欧牧阳被人控制了，所以才会完全动不了。想通这一点后，管家立刻将目光放到了尤林的身上。第30，来自欧牧家的威胁，这是你的杰作？管家盯着尤林问道。他耸了耸肩，然后点了点头。我这能力，管家先生可还满意？我都没试过呢，你怎么知道我满不满意？管家嘴角微扬，然后站在了欧牧阳，解开对他的控制，换作对我使用，我倒要试试你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个废物。既然管家先生发话了，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尤林微微一笑，眼神的光芒微微一动，然后便将控制转移到了管家的身上。其实他的控制并不是单体，但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底牌，最好是不能让人知道这是个群控，并且时间他也想好了，既然欧牧阳是17秒，那么他就弄个35秒，狠狠地恶心欧牧阳，顺带还能给管家一个台阶下。毕竟在他的判定中，管家的魅力值也小于自己，这样一来，只要尤林的精神力不耗空，控制能力就不会解除，而他现在的精神力是所有面板之中唯一破百的数值，自然不会轻易耗光。与此同时，被解除了控制的欧牧阳仿佛被羞辱了一般，转过身来就要对尤林动手。尤林，你给我去死吧！因为被大众认定的废物所控制，这就导致欧牧阳心态炸裂，情绪管理也完全失控。可就在他冲上来的那一瞬间，就撞到了一口棺材上，正是洛西护在了尤林的身前。若是你敢在选拔期间胡作为非，就别怪我把你关在棺材里了。洛西，别仗着你是校花就能对我动手，惹了我欧牧阳，就等于惹了整个欧牧家。若是你再敢拦我，定要你在帝都混不下去，甚至上不了大学。欧牧阳嚣张地说道。但是洛西却丝毫不惧，甚至还捏着棺材往前走了一步。欧牧阳下意识地向后退去，但很快就想起来，该硬气的是自己才对。但是紧接着，他就看到过棺材板被挪动了1厘米，虽然幅度很小，但欧牧阳却看得清清楚楚，这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欧牧阳，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敢伤害尤林，就要做好付出性命的准备。至于上学什么的，你若真有本事，就让所有学校都不收我。洛西对于欧牧阳的威胁不以为然，在正常人看来，这样会断了前程，但他根本就不在乎，因为在洛西的眼中，没有什么是比尤林更重要的事物。很好，你们等着，后天高考开始，我看有哪个学校敢要你们。放完狠话，欧牧阳便回到了座位上。他虽然是个纨绔，但却很清楚自己不是洛西的对手，莫必要在这个时候自讨没趣，打是不可能打得过。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采取其他手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欧牧阳猛然发觉尤林对于管家的控制还没有结束，他震惊地看向场上，
然后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自动计时器，30秒，31秒，竟然控制了这么长时间。欧牧阳惊呆了，在场其他人也被吓到了。他们都很清楚，能来到这里的人，等级都不会超过30级，哪怕级别最高也就只有29而已。但就算如此，之前对管家控制时间最高的，也就是17秒而已，并且这17秒还是欧牧阳的数据，这让不少人都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生怕他一不开心就掀桌子，导致大家都没得玩。35秒了，不知道有谁惊呼一声，有灵顿时装作气喘吁吁的模样，解除了对管家的控制。对方则是一脸懵逼，他刚刚的感受只有一个，那就是动不了，无论身上任何地方，哪怕是自身能量都调动不了，这也就导致他无力反抗游灵的控制。但是看着游灵气喘吁吁的模样，不由得再度震惊，这是绝对控制技能，无视等级的绝对控制，如此稀有且潜力巨大的技能，竟然会在你的身上，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管家长叹一声，显然是为这个技能感到可惜，因为在传统认知当中，魅魔就是个废物职业，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出息。赚钱没啥问题，但想要获得社会地位以及大众的认可，几乎不可能。哪怕是成为明星和网红一样，这种人只能给大众带来消遣与娱乐，真正能得到尊重的，还得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奋斗在一线的职业者。也正是因为如此，管家才会为这一技能的归属感到可惜。管家先生，您不必如此，我这可不是什么稀有技能，而是魅魔专属技能。为了避免加深误会，游灵立刻开口解释。管家明显是愣了片刻，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询问，敢问你的魅力数值？能问出这话来，就说明他认识这个技能叫什么。但是游灵却笑而不语，只是眼神中闪烁地面玫红色，让管家一阵恍惚。片刻后他点了点头，然后走上前拍了拍游灵的肩膀。我明白了，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现在我宣布，强控者的人选是游灵。至此，我们的队伍已经组建完毕，各位没有成功入队的人，每人也能领取1000块作为补偿。听到这话，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顿时就离开了这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欧牧阳直接找了上来，抓住了管家的衣领。你只是个管家，只是条狗，没资格替你家主人做决定。这次的名额我要定了，若是你敢因此得罪我，让我看不到穆婉婉，小心我要了你的狗命。欧牧阳不光威胁洛西，甚至还威胁到了这位管家的身上，但他却摇了摇头，轻描淡写的将其推开。欧牧阳，我劝你冷静一下，虽然我只是穆家的仆人，但也不是你能够侮辱的。区欧穆家，一个暴发户家族，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存在了，靠着你爷爷晋升史诗，才有了你和你父亲现在的地位。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管家冷笑一声，然后拍了拍手，便看到2位黑衣人走了上来，送欧穆少爷出去，然后再跟家主汇报一声这里的情况。对了，别忘了给人家少爷安慰费，这可是1000块钱呢，够欧穆少爷吃顿饭了。管家阴阳怪气，听到欧牧阳是火冒三丈，就在他想要威胁的瞬间，黑衣人已经窜了上来，只见对方熟练地捂住欧牧阳的嘴巴，然后将其扛在肩上带了出去。将其送走之后，管家便在剩余的强攻者之中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就很憨厚的老实人加入队伍，剩下的强攻者们只能去领安慰费了。好在不算白来，对于普通人来说，有补偿总归比白跑一趟要强不少。第31，狗粮吃到饱。地下室内，游灵等人聚集在此，等待着穆家接下来的安排。他们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带着众人前往秘境开启之地。根据管家所言，那个地方并不在帝都市区内，所以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去准备。不过可以保证的是，会在明天赶回来，保证不耽误他们后天的高考。因为穆家大小姐也需要去参加后天的高考，自然是要尽快完事。所以他们4个人都有些好奇，这位穆家大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闻穆家大小姐是在一所私立的女子高中上学，她无论是成绩还是职业评级，都是1等1的优秀，甚至连长相也是校花级别。在女子私立高中成为校花，可想而知她的相貌到底有多么好看了。游灵，我感觉你有点期待与这位大小姐见面啊。洛西忽然开口，原本还存在幻想的游灵顿时一个机灵。洛西，你听我狡辩，不对，是听我解释。我压根就没想这么多，只是在考虑合作的事情而已。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游灵求生欲爆棚，诚恳2字完全写在了脸上。只是他看着洛西那似笑非笑的眼神，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怕你呢？咱俩之间应该我是主导者才对吧？尤林忽然发现一个问题，然后便昂首挺胸地看向洛西，直到对方将棺材横平竖直地摆放在尤林面前，他刚刚提升起来的底气瞬间就被卸掉了。你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清，能不能请你再说一遍？洛西眨了眨眼，装模作样地问道。尤林喉咙蠕动了一下，这才绕过棺材来到了洛西的面前。我是说，咱俩的事情都由你做主，你主外我主内，你干大事我吃软饭。尤林耸得很有底气，非常干脆，给在场的另外2人都给看懵了。洛西毫不吝啬自己的笑容，然后轻轻抚摸着尤林的胸膛，如此撒狗粮的行为终究是让单身狗绷不住了。2位的感情真是好啊，但是你们调情可不可以注重一下场合以及方式方法？我这个老单身汉受不了这种刺激啊。另外一名强攻者开口说道。旁边身穿洛丽塔的女孩点了点头，表现得非常可爱。琉璃也是觉得这位大哥哥说的对，所以洛璃认为你们应该收敛一点，不然琉璃会被狗粮撑爆的。听到2个吃瓜群众的抱怨，尤林和洛西也是有些不好意思。抱歉啊，我们习惯了。洛西解释还好。这话一出，琉璃和那名男子都绷不住了。对了，我们聊这么多，还没有自我介绍吧？洛西转移话题，缓解这尴尬的气氛。我叫洛西，来自帝都高中，这位是我的男朋友，名叫尤林，我们是一个学校的。说话间，洛西不由自主的搂紧了尤林的胳膊，2人顺其自然相互牵手，一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没有主观方面的因素，这让2只单身狗感到无奈。我叫琉璃，也来自帝都高中，并且我听过你们的名字。哦，对了，琉璃这里有一个照片，想要送给你们。琉璃兴奋地掏出手机，打开相册，一张洛西壁咚尤林的照片翻了出来。你们2人实在是太好磕了，蓝莓魔加校花的组合简直太甜了，可惜琉璃只来得及拍一张照片，你们就结束了壁咚。若是琉璃能早一点看到就好了。琉璃的说话方式很可爱，她在表达自身的时候会用名字来代替我这个字，着实是可爱到犯规。最主要的是，琉璃身高不足1.6米，一身洛丽塔的服饰将她衬托的如同精致的洋娃娃一样可爱。洛西忍不住上手捏了捏她的小脸蛋，露出了一抹危险的笑容。原来是同学啊，这样我就好下手了。琉璃啊，他满头问号。也就在这一瞬间，琉璃顿时感觉一股巨力传来，他整张脸都被洛西埋进了胸口，想要挣扎，但却被死死压制。琉璃知道错了，琉璃这就删除照片。哼哼，搞定。洛西哼笑一声，盯着琉璃将照片删除。虽然他自己不在乎这个，但他却知道尤林脸皮薄，为了维护自家男朋友，就只好牺牲自己的色相了。只不过琉璃却不认真认为，他看了一眼洛西那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山丘，随后又对比了一下自己的小钢板，悲伤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嗨，原来你们是一个学校的呀，看来这里只有我一个外人。男子尴尬一笑，继续开口，我的名字叫做……各位，请一步吧。就在男子准备自我介绍的时候，管家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洛西立刻小跑上前，牵着尤林的手走了过去。琉璃整理了一下情绪，跟了上去。男子有些郁闷，明明是自己先来的，但却被人捷足先登，甚至连个自我介绍都不完整，实在是有点难受。不过他很快就打起精神，跟在最后面走了出去。没关系的，一会遇到穆家大小姐还能自我介绍，我不差这一次。男子给自己打气，眼神也逐渐变得炙热了一些，甚至他有些期待穆家大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子。片刻后，他们来到了别墅园的飞机场，这里有一架黑色直升机停留在此，各位请登机，大小姐已经在目的地等待各位了。管家说着，然后便引导众人登上直升机。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并且为了众人的安全着想，他也是一步步教着众人如何系安全带。直升机很快就起飞，不到半个小时就落地。这里就是目的地吗？看着外面一片荒凉，洛西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虽然在飞机上，众人已经听管家说明了这里的情况，因为秘境的缘故，导致这里的草木不再生长。虽然秘境只出现了不到半个月，却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能产生如此异象，就代表着这个秘境必定不会平凡。只可惜他要求进入人员等级要在20到30级之间，若不然这个秘境早就被穆家的人捅成筛子了，根本不至于大费周的招募这些人。并且他们提的这个条件也是非常的苛刻。他们下了飞机，在管家的指引下来到了秘境的入口。在这里，10几名黑衣人已经等候多时。穆家大小姐
则是身穿长裙，手持琉璃色法杖从黑衣人中走了出来，同时管家也拿出来一张合同，以及4支钢笔。各位，签了这份合同，我们立刻开始吧。第32%魔神柱，没有过多的自我介绍，因为穆婉婉不需要知道他们4个人的姓名，只要签了合同，便可进入秘境之中。在穆家大小姐的眼中，他们都是临时合作的队友，未来大概率碰不上，自然没有结交的必要。这让那名强攻职业的男子有些蛋疼。原本想着在这里自我介绍的，谁知道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是谁，这让男人更加的郁闷了。管家应该跟你们说过了，但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个秘境之前派人打探过一次，大部分的场景都记录了下来。秘境的整体难度不算很高，但也不容小觑，毕竟是特殊副本，自然要比寻常怪物更加强大。并且这里的 BOSS 是一只哥布林，但你们要注意，这里的 BOSS 与寻常哥布林不同，它不仅仅是哥布林祭祀，更是一只会召唤落雷滴哥布林，这是从未见过的变种哥布林，所以我们为它起名叫做雷电祭祀。等到了秘境之中，你们负责开路与保护，只要成功将我护送到 BOSS 面前，无论对方有多强，我都可以一击秒杀。穆婉婉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之中充满了骄傲，看上去他对自己的攻击力很有信心。洛西和尤林对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琉璃和那名男子也是相当赞同，若是不需要他们打 BOSS 的话，这次秘境之旅将会相当轻松。穆婉婉开启秘境卷轴，众人立刻感到眼前一花，原本光秃秃的场景此刻变得花枝叶茂，繁荣无比。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次常规的秘境传送，但是在外面的人眼里，尤林等人从原地消失之后，却进入了异空间之中。这个异空间便是所谓的秘境，所有人警惕起来，禁止一切可疑人员的靠近，保护好这片秘境区域，不允许有任何生物出现在视野范围内。遵命！黑衣人接受了管家的命令，随后扩散出去警戒周围。管家则是随便找了块石头，优雅地坐了下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的空间忽然震颤起来，一个巨大的石柱凭空出现，让管家大惊失色。魔神柱？这里怎么会有魔神柱？就在管家话音落下的瞬间，魔神柱上散发出了吞噬一切的黑暗。然而还莫等黑暗扩散，就有另外一股力量出现，将其强行压制在柱子内部。你们穆家也太粗心了吧！一个具备魔神柱复制品的秘境，竟然还让自家大小姐去通关，就不怕她死在里面？忽然间，一个飘渺但不失威严的声音响起，众人抬头看去，只见一位身高不过1.6米几，但却一身素白的女子凭空而立。见过白院长。管家立刻行礼，不过白落霞却摇了摇头，目光灼灼地盯着这个魔神柱。1%的复制品，怪不得制造出来的秘境如此弱小。不过就算只有1%，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通关的秘境。为你们的大小姐祈祷吧，若是她死在了里面，怕是整个帝都都要重新划分势力了。白落霞轻叹一口气，随后落在魔神柱上方，她赤着脚，用力踩了踩魔神柱，将上面想要溢散的黑色气息全部踩了回去。动作很是可爱，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一个年过100岁的过气萝莉。不过下面这些人却没有一个敢抬头看的。白院长，您为什么会在这里？管家忽然发问，因为他出现的太过诡异，实在是难以让人忽略其真实目的。没什么，不过是关注的一个人被你们带走了，所以才会跟来看看。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也进入了秘境，希望他们没事吧。白落霞轻叹一口气，语气之中满是担忧。这位管家也是思绪活络，立刻就想到了什么。难道是那位名叫洛西的学生？管家刚开口，顿时就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卡住了一样，他有些喘不过来气，双眼开始翻白，口鼻忍不住的流出水来。不该知道的就别问，并且在他们出来之前我就会离开。你也不要跟他们说起我来过这里的事情，否则你知道后果的。话音落下，管家顿时感觉脖子一松，他又能呼吸了。优雅的管家不再优雅，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只要能保命，受点委屈没什么好在意的。嗨，知道了，白院长，我一定不会透露您出现过的事情。说着，他还看向了周围，那些黑衣人纷纷转过身去，就当这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站岗。与此同时，身处秘境中的等人都感觉到了这里的不对劲。刚开始他们还觉得这里挺美的，山清水秀，枝繁叶茂，像极了世外桃源。但是伴随着秘境的震动，一缕缕黑色的气息不断渗入整个秘境空间，湿染了这里所有的花草树木。溪流变成了毒沼泽，花花草草也变成了食人种，就连这里的空气
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所有人屏住呼吸，这里的空气有毒。琉璃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然后站在所有人的面前，高举手中木质魔杖。圣光啊，降临净化吧！随着琉璃的一声轻喝，圣光驱散了周围的毒物，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他们身体表面散发着淡淡金光，这便是圣光的保护，可以阻止大部分毒素的入侵。你们要注意一下，圣光驱散只能保护体外毒素，不会被吸入肺部与皮肤。若是受伤的话，毒素依然会随着血液进入身体，以琉璃的能力很难进行驱散，所以都小心一点，不要受伤了。说话间，琉璃再度高举木质法杖，一道道圣光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将他们全部变成了小金人的模样。穆婉婉脸色有些难看，因为这圣光实在是太耀眼了，导致他们现在变得跟灯泡一样丢人。你除了圣光，就不能用其他技能吗？穆婉婉强压自己的怒火，心平气和地说道。但是琉璃却摇了摇头，畏畏缩缩地退到了洛西的身后。抱歉，琉璃才21级，目前买第2个技能。听到这话，穆婉婉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才转过身去。既然这样，那你就跟在我身后，别死在这里了，否则出去后我不好交代。听到穆婉婉这么说，琉璃顿时开心地跳了起来。琉璃，谢谢你保护我。说话间，他就已经来到了穆婉婉的身后，直接将其环腰抱住。看到他如此自来熟，穆婉婉反而有些脸红了。你不要误会，我才不是想要保护你呢，只是看你可怜又弱小，给你提个醒。琉璃知道，但还是谢谢你。第33，双刀狂战。这个穆家大小姐，第一印象挺高冷的，但没想到却是个傲娇。是啊，这反差还挺可爱的。幽灵，你刚刚说什么？我是说他人还挺不错的，你再多一句嘴，小心我明天就给你办了。洛西厄狠狠地威胁幽灵，让他浑身一激灵，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明明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为何自己要这么害怕？幽灵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看着洛西那正直且期待的眼神，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虽然两人大被同眠了许久，也有过肌肤之亲，但还没有探索过各自的神秘领域。洛西一直在寻找机会，幽灵则是铜墙铁壁，没有露出半点破绽。所有人跟紧一点，绝对不要落单。这里的情况与之前探索的完全不一样，地图派不上用场了，但是大致路线还能分辨出来，只要跟着我走，就能找到 BOSS 存在的地方。穆婉婉走在最前方，虽然她是大小姐，但这身先士卒的表现颇具大家风范，只能说不愧是大家族出身的人。对比暴发户家族欧牧羊，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穆大小姐，您就放心带路吧，周围有我守着，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不知姓名的男子起手摆出大拇指，然后露出了自己那洁白的牙齿，油腻的模样甚至让后面的琉璃翻了个白眼。不过穆婉婉依旧保持着大小姐的风范，只是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眼，随后啧啧两声以表不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像是什么都说了一样。男子备受打击，就连精神都萎靡了不少。行了，别气馁了，我们这种人还是和人家大小姐保持一点距离吧。她可是穆家的大小姐，帝都6大家族之一的小公主，以她的身份，没有当场骂你，就已经很有修养了。看着走不动道的无名男，幽灵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出声安慰。这名男子顿时活了过来，但紧接着就看到幽灵和洛西是牵着手的，这让他一个单身狗再次遭到暴击。所有人警戒，将我和琉璃包围，呈三角战斗阵型散开。穆婉婉开口大喝，幽灵和洛西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刻将他们两人护在身前。无名男晚了1秒，但他站的位置刚刚好，所以不用挪地方就行。随后他从储物空间内掏出一把比自己身高还要高的巨剑，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游民扫视着周围，观察着任何异动。洛西则是比较轻松，他将宏观放在身侧，只要有敌人出现，一棺材下去什么都能解决。若是一下不行，那就再来一棺材。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声狼嚎从四面八方传来，只见一只只被黑气缠绕的巨狼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我的个乖乖，这些狼怎么都这么大个？无名男有些震惊，幽灵和洛西的眼神都变得凝重了不少。等级39的暗影巨狼竟然会出现在这里。穆大小姐，之前你们派人探查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幽灵开口询问。穆婉婉脸色有些难看，但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不是，当时收集到的怪物资料里并没有暗影巨狼的存在，其中最多的就是哥布林、小牛头人以及迅捷猫妖。
暗影巨狼根本就没出现过。听到穆婉婉的话，所有人的脸色再度凝重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指散发着黑气低歌不灵，还有那些牛头人也都出现在了周围。他们身体腐烂，森森白骨裸露在外，一看就是被这些黑气所腐蚀。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形象的哥布林像极了瘴气谷的那些不死哥布林。洛西，你看这些哥布林像不像瘴气谷的那些？真的啊，这也太像了，就是不知道他们死后还能不能复活。洛西有些惊讶，经过尤林的提醒，他也才发现这些哥布林与不死哥布林的相似之处。也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的怪物们一拥而上，尤林没有犹豫，立刻开启技能，将冲在最前方的暗影巨浪定在原地。洛西紧接着一棺材砸了出去，将其头颅完全砸碎。但是暗影巨狼全身由暗影形成，它们没有正常生物的器官，所以并不容易消灭。所以这头暗影巨狼立刻恢复了身体，但是体型却小了一圈。洛西见状，又是一棺材砸下去，将其彻底砸了个粉碎。不过随着暗影的凝聚，一只暗影猫妖重新出现，再次刷新了众人的认知。暗影巨狼是由暗影猫妖进化而成的。穆婉婉开口询问，但是其他人也无法给出准确回答，因为这种事情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回答，他们这些学生压根就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无名男也撤了回来，顺耳听到了穆婉婉的疑问。没错，暗影的生成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由暗影猫妖进化而来，至于第二种，那就是风魔狼感染魔神柱的力量，从而成为暗影巨狼。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这里的情况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地方的暗影之力实在是太强了。那些暗影牛头人以及不死哥布林全部都是受到了暗影之力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变异。他们都是不死的存在，如同瘴气谷那边的不死哥布林一样。我们现在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绝对不能陷入怪物的包围圈，否则真的会死。无名男开口说道，然后便扔掉了手中的巨剑。喂，你这是干什么？不是要离开这里吗？为什么要扔了武器？穆婉婉听到他的话，本想询问他为啥知道这么多，但是刚好看到他丢掉武器的那一幕，顿时有些心惊。抱歉，我骗了你们，我并不是什么强攻者，而是一名速攻者。虽然我的职业是狂战士，但我更喜欢的却是双刀。说话间，男子的瞳孔被血色所侵染，强大的血气在他的身上不断翻涌，然后凝聚成两把血色唐刀。所有人跟在我的后面，我来带你们杀出一条血路。说话间，无名男再度看向穆婉婉，然后露出了一个瘆人的微笑。穆大小姐，接下来就麻烦你指路 BOSS 房了。看到眼前完全不一样的无名男，穆婉婉的双眼不由自主地飘向他那血色双刀。用唐刀的狂战士，他还是第一次见，因为狂战士的标配武器不是巨斧就是巨剑，甚至还有战锤，但是却没有几个人愿意使用唐刀这种过于灵巧的武器，因为这种武器很难发挥狂战士本身的力量优势。然而这名男子却不一样，双刀在他的手中犹如染血蝴蝶一般翩翩起舞，充满了血色的美感，其速度更是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同级别的速攻者，甚至在力量上还要更胜一筹。这一刻，穆婉婉完全呆住了，但她毕竟是大家族千金，马上就回过神来。穆婉婉立刻指挥众人靠近自己，指明前进的方向。第34，你管这叫治疗师？怎么可能？一片沼泽地的周围，穆婉婉跪坐在地上，整个人都失去了光彩，因为按照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应该是 BOSS 存在的区域，但是对方根本就不在这里，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不死哥布林以及暗影巨狼。此刻的无名男已经没了力气，狂战士虽然强，但也是出了名的虚，他们只能坚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越来越虚弱。比拼爆发力的话，狂战士在所有职业当中足以名列前茅，但是要论持久力，那就是倒数的存在了。并且狂战士还有一个被动，需要受伤才能触发，但是在这种遍地毒物的秘境中，只要受伤就代表死亡，所以他只能保持这样的状态，不能让自己受到半点伤害。穆大小姐，难道 BOSS 不在这里？无名男开口询问。穆婉婉无法回答，只是死死地盯着手中的地图。这份地图是值得信赖的人绘制出来，根本不会有偏差，但是这样一来就代表着整个秘境都变得与之前完全不同。虽然出现这些暗影生物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所准备，可是真当他发现一切都超出预料之后，那种强烈的落差感让他自尊心有些崩碎。大小姐，现在不是气馁的时候，赶紧站起来，我们需要寻找 BOSS 所在的区域，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洛西直接上手将其拽了起来。穆婉婉有些生气，但是当他看到洛西这张惊艳的脸庞后，顿时就被迷住了。好美啊，大小姐，回神。洛西再度开口，穆婉婉这才反应过来，然后从他的怀中挣脱。你还有多少体力？能坚持多长时间？听到询问，无名男下意识的开口回答：10分钟不成问题。那么给你多长时间？能恢复巅峰状态？巅峰不好说，但是恢复50%状态，只需要休息10几分钟即可。无名男很自信的说道。穆婉婉笑了笑，继续询问：现在你可以做自我介绍了，无论我们是否能出去，我都会铭记你们所有人的姓名。听到穆婉婉的话，无名男顿时一喜，迫不及待的就自我介绍了起来。我叫王德发，今年21，职业狂战士，等级30没有7，我的家乡在雾都，目前学业。行了，王德发，你这是蓄谋已久啊。洛西强行打断对方，然后看向周围越来越近的敌人。现在时间不允许你在这里唱跳 rap， 所以一切从简。说着，洛西便看向穆婉婉。我叫洛西，这位是我男朋友尤灵，他是我们的同学琉璃。现在我们的性命可都掌握在你这位大小姐手里了，是杀出重围寻找 boss， 亦或者是使用卷轴离开这里，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听到洛西这么说，穆婉婉的脸色变得更加沉重了。回归卷轴不能用了，很抱歉，之前没有跟你们说，从我们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件事，但是我认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并没有跟你们坦白，对不起。穆婉婉90度鞠躬，给了在场所有人一个非常有态度的道歉。你这个时候道歉有什么用啊？尤灵忽然开口，这让穆婉婉身体一抖。说实话，我们早就猜到了会是这种情况，因为根据我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来判断，这些黑气与瘴气谷的虽然很相似，但却有所区别。那里是单纯的死气，然而这里的黑气却是一种名为暗影的气息，而暗影气息来自魔神柱，也就是说，这个秘境已经被魔神柱污染。之前第一批进来的人可能是运气好没有触发魔神柱，但我们就不同了。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一群倒霉蛋，刚进来就赶上魔神柱被启动，然后我们就成了活祭品。说到这里，尤灵还看了一眼王德发，这位学长还是前辈什么的，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差不多是这个道理，虽然我之前也有怀疑，但听你这么说，越发感觉这是魔神柱所导致的情况。听到王德发的话，尤灵双手一摊看向穆婉婉，所以说这件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用和我们道歉，反倒是如何带着我们活下去才是当前唯一任务。听到这话，穆婉婉也振作了起来，虽然她的脸色依旧难看，但相比之前的颓废好太多了。谢谢你们，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接下来让王德发休息一下，你们2人代替他参与战斗，没有问题吧？放心好了，我们……洛西刚想回答，却看到一头暗影巨狼扑了上来，然而还没等他们动手，只见一个有3米长度的圣光巨锤出现在了视野之中。啊，好可怕呀！伴随着一声娇喝，巨狼瞬间被砸得粉碎，一点暗影余烬都不剩。这一刻，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琉璃，一个圣光治疗师却拿着一把惩戒之锤，这像话吗？这符合常理吗？你……穆婉婉有些震惊，不只是他，就连尤灵和洛西，乃至于王德发都被震慑住，因为琉璃手中的3米长大锤子实在是太吓人了。哈哈，抱歉啊，琉璃也骗了你们，难道你的职业不是治疗师？穆婉婉小心翼翼地询问。琉璃吐了吐舌头解释道，放心好了，琉璃是治疗师，并且琉璃真没钱买第2个技能。众人松了一口气，但琉璃的本命武器是裁决之锤，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裁决之锤只存在于传说中，初代圣骑士的本命武器，他靠着一柄裁决之锤，让天地都为之震颤，神魔都为之胆寒，半神之中无限接近于神明的存在。最后他是为了封印魔族通道而死，裁决之锤就此失传。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裁决之锤竟然出现在一个治疗师手中，对方竟然还是一名小萝莉，实在是不可思议。紧接着，穆婉婉又看向尤灵和洛西，你们2人有什么事瞒着我的？看到穆婉婉小心翼翼的样子，2人对视一眼，很默契地摊开了双手。尤灵，相信我，我真是魅魔。洛西，不用怀疑，我真的只会玩棺材。第35，爆裂吧。看着尤灵和洛西认真的样子，穆婉婉选择了相信。不过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让琉璃主攻，因为裁决之锤有一个特别强力的效果，
专门针对所有不死生物以及暗影生物，那就是禁止复活。只要是被这把武器消灭的生物，就永远失去了复活能力。不仅仅只是针对不死与暗影生物，哪怕是一些特殊能力也是一样。除此之外，裁决之锤对这两种生物还能造成翻倍伤害，所以让他负责开辟道路是最好的选择。尤林负责控制，琉璃则是上去就一锤子教对方做人。洛西负责警戒周围，只要出现偷袭的怪物，都会被他一棺材砸回去。就这样，一行5人在紧密配合之下，竟然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虽然还不知道 BOSS 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顺着暗影气息最为浓郁的地方走，总能找到 BOSS 的位置。所有人小心，前方的情况有点不对劲。忽然，穆大小姐停止前进，所有人都停了下来，警惕周围。那些怪物们在后面依旧穷追不舍，但是在裁决之锤的力量下，这些怪物也变得谨慎了不少。他们不敢贸然前进，反而在等待机会，给予5人致命一击。这里竟然有雷云形成。穆婉婉看向天空，眼神之中多了一抹坚定与自信。看来就是这里了， BOSS 就在前方的废墟之中。穆婉婉有些兴奋，他们在这里转了很长时间，终于是找到了 BOSS 所在的位置，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马上就打起精神，因为这些怪物们都如此难解决， BOSS 肯定更强。也就在这个时候，雷云之中忽然降下一道黑色的雷霆，众人大吃一惊，立刻四散分开。伴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地面被黑色雷霆击中，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所有人都被这威力给惊呆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被雷霆命中，非死即伤。穆大小姐，这就是你说的哥布林。尤林忽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那是一头体型超过3米，手持巨大弯刀的哥布林。只见他缓缓抬起手臂，然后猛然落下，天空中又是一道雷霆出现，直勾勾地朝着尤林劈去。他立刻进行躲闪，但是依旧被冲击波炸飞了出去。紧接着，第2道、第3道雷霆不间断地朝着尤林而去，这让他非常的狼狈。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 BOSS 只攻击尤林？王德发原本都做好了防御准备，却没想到3米哥布林钟爱尤林一人，这实在是有点浪费感情了。别管这么多了，你们为我做好掩护，我有办法一击必杀。穆婉婉开口说道，旋即站起身来，双手握紧琉璃法杖。只见他的身上散发出浓郁的元素气息，火焰在他的身上开始燃烧，但却并没有带来半点伤害。狂暴的烈焰犹如衣带般飘荡在穆婉婉的身边，将周围空气中的水分完全蒸发。果然是个法师职业，不过这状态是要释放什么禁术吗？王德发有些好奇，但还是手持双刀，将冲上来的暗影生物一一斩碎。虽然他杀不死这些怪物，但却可以拖延其复活时间，然后琉璃就会出手将其一锤子砸死。2人的配合非常默契，将穆婉婉身边的怪物一扫而空。洛西则是有些摸鱼，他挥舞着棺材，将这些怪物一一击退，但是却没有去攻击 BOSS， 甚至也不关心穆婉婉的死活。在他看来，这位大小姐既然有能力解决，那么交给他就好，根本不用自己出手。至于尤林那边，他也没有去帮忙，因为已经有一大批的怪物冲上去帮尤林抵挡黑色雷霆了。说实话，你这魅魔是真受欢迎啊，怪物纷纷给你挡路，就连 BOSS 也是对你情有独钟，专门为你送上烟花，看得我都吃醋了呢。洛西一边用棺材将怪物拍碎，然后又阴阳怪气地说出这番话，搞得尤林魅惑都不连贯了。他没办法说话，因为需要控制太多的怪物给自己挡雷，否则他早就被雷劈死了。不过正因为有他的牵制， BOSS 才会将目光一直放在他的身上，这就是魅惑带来的引怪能力，比嘲讽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也就在这个时候，穆婉婉终于蓄力成功，她双眼之中泛着火红色的光芒，周围溢散出来的火焰更是在一瞬间融入她的法杖之中。爆裂吧，火球术！伴随着一声怒喝，直径超过5米的火球术瞬间席卷整个空间，哪怕是3米高的巨大哥布林在火球术的面前也显得渺小无比。伴随着一声轰鸣，哥布林被火球吞噬，强大的力量开始灼烧周围的暗影能量，让其根本无法复活。伴随着一声轰鸣，火球术产生了巨大的爆炸与冲击，将在场所有人除了洛西之外都被掀飞出去。周围的暗影生物更是在这股冲击之下灰飞烟灭，一点残渣都没有剩余。这是火球术该有的威力。洛西有点懵，他将棺材竖放在自己面前，这才抵挡了如此剧烈的冲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火球术的内核
到底有多么可怕？那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爆炸反应，常规的 TNT 炸药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非要说的话，那就是核爆。只可惜这个火球术距离核爆还差得很远，唯一相似的只有那缓缓升起的蘑菇云。这是啥？核弹头吗？王德发揉了揉自己的肩膀，感觉像是被炸弹当面命中了一样难受。尤林和琉璃也是如此。不过这位掌握裁决之锤的治疗师立刻释放圣光技能，驱散了所有人的伤痛。一次驱散不行，那就多来几次，直到所有人都不再龇牙咧嘴之后，他这才停止了释放。不过此时的琉璃也将近虚脱，整个人都瘫软在穆婉婉的怀中。琉璃好累，累的话就休息吧，现在 BOSS 已经死了，我们马上就能。穆婉婉话没说完，暗影能量再度凝聚于此，伴随着地动山摇的震撼，所有人都能看到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拔地而出。这一瞬间，所有人都认出了这个黑色的石碑是什么东西，其名为魔神柱。第36不应出现之物。怎么可能？魔神柱怎么会出现在秘境当中？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穆婉婉的眼神之中满是惊恐，就像是想起了痛苦的回忆一样，让他整个人都在颤抖。琉璃感受到了他的恐惧，立刻释放圣光，这才将其情绪稳定了下来。穆大小姐，现在不是恐惧的时候，这个魔神柱是什么情况？你到底知不知情？王德发开口询问，但是穆婉婉却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自从这里被暗影能量占领之后，一切都超出了我的预料。原本我认为只要消灭了 BOSS 就能离开这诡异的秘境，但我也想不到魔神柱会出现在这种地方。正常来说，都是魔神柱出现在现实世界，然后开启魔界秘境，只有通关魔界秘境，魔神柱才会消失。这才是我们了解的魔神柱。魔神柱来自魔界，是魔族之神投放到现世的一种武器，其功能就是为了打开魔族通道，释放大量的魔族进入现世，并且每一个魔神柱都会配备一个小空间，以及负责看守的魔族将领。只有击败这个将领，也就是人类口中的 BOSS， 魔神柱才会消失，同时人类也能获得相应的击破奖励。这就是几百年前魔族与人类的常态交手，直到某位圣骑士的出现封印了魔族通道，这才让魔族没有办法大量投放魔神柱。不过零星1、2个投放过来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魔神柱。正当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洛西忽然走上前，只见他扛着棺材走到魔神柱面前，然后猝不及防地抡了上去，伴随着一声闷响，魔神柱的侧翼竟然出现了裂痕。这一幕再次让众人一惊，因为正常的魔神柱根本无法从外部破坏，只能击败守卫才能将其遣返回魔界，所以人类至今为止根本找不到摧毁魔神柱的方法。但洛西一棺材抡下去，直接给人家砸了一个裂缝出来，说不震惊那是不可能的。洛西，这是什么情况？尤林走上前询问，其他人也抱有相同的疑问，因为这个魔神柱实在是太诡异了。但是洛西却摇了摇头，只是再度挥舞棺材砸了上去，又是一声闷响，魔神柱再度开裂。但是洛西却向后退了2步，看向坐在地上的穆婉婉。穆大小姐，你刚才那个火球术还能再来一发吗？抱歉，我的职业有些特殊，每天只能来1发。怪不得你这火球术看上去跟核爆似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洛西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其他2人，并且主动忽略了眼前的尤灵。你们2个还有力气吗？琉璃不行了，琉璃要死了。琉璃直接趴在穆婉婉的身上，累到几乎虚脱，毕竟他是全程都在战斗，甚至还在给每个人上圣光，这就导致他的消耗是其他人的1倍，短时间内根本就恢复不过来。我倒是有力气，所以你打算怎么做？王德发是见过洛西的力量，能直接越级打碎管家的屏障，他露出了期待的神情。但洛西却叹了一口气，不行啊，只有我们2个根本就打不碎这个魔神柱，必须要借助穆大小姐的火球术以及琉璃的裁决之锤，才有机会将其破坏。但是他们2个都这么虚了，只靠我们俩根本就不够用啊。听到洛西这么说，王德发不由得低下了头。反观尤灵却一个劲在洛西的面前秀存在，只可惜被他完全无视。洛西，还有我呢，我现在全身都是力气，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尤灵自告奋勇，但是却换来洛西一个白眼。你这个魅魔能做啥呀？难不成你还能魅惑这个魔神柱不成？听到洛西这么说，尤灵顿时脑洞大开，也许真可以呢。说话间，尤灵便对着魔神柱释放了自己的魅惑之眼。洛西好奇地看过去，但很快就失望地摇了摇头。
因为游灵并没有成功。意料之中，洛西摇了摇头，随后便将棺材放置在身前。游灵，你说我要不要？洛西说着，然后看向了这口棺材，像是要将其打开一样。但是游灵却一个机灵，抓住了洛西的手。不行，绝对不行！之前你这样做，可是在医院里躺了2天呢。若是再这样，错过了后天的高考怎么办？没到最危险的时刻，我绝不允许你打开棺材。看到游灵如此坚定地抓着自己的手，洛西很是感动，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然后看向周围慢慢靠近的暗影生物。游灵，虽然你的话让我感动，但是不这样做，我们怎么出去？我当然有办法出去。游灵神秘一笑，然后看向后方被撒了一脸狗粮的3人。3位，可否帮我一个忙？请说。虽然不知道游灵要干什么，但穆婉婉还是站起身来，严肃地面对这一情况。我需要你们替我保密，因为接下来会发生一些离奇的事情，我不想被太多人关注，所以希望你们能答应。听到游灵这么说，3位单身狗都有些疑惑，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答应。琉璃只想活着离开，所以琉璃答应。我穆婉婉以家族名誉担保，无论接下来看到什么，都不会泄露半分。我王德是个守信的人，虽然我喜欢唱跳 rap 玩嘻哈，但我并不是个大嘴巴。感谢几位的信任，虽然你这 rap 说的确实不咋的。有领吐槽王德发，随后便看向周围那些暗影生物。这一刻，游灵的双眼被玫红色完全占据，魅惑之眼全功率开启。洛西感觉到心神一阵激荡，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诧异地看着游灵，随后便发现他口鼻眼耳都开始流血。这一幕给洛西吓坏了。游灵，你没事吧？放心好了，还撑得住。游灵神色凝重，然后高举自己的右手，只见他缓慢转过身去，伸手指向前方的魔神柱。也就在这一瞬间，所有包围过来的不死哥布林、暗影牛头人以及暗影巨狼如同疯了一般不断咆哮，瘆人的声音响彻在耳边，让3名单身狗全都警觉起来。紧接着，他们便看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所有的怪物朝着他们涌来，犹如浪潮一般连绵不绝。然而就在他们想要反击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怪物们没有一个是冲他们来的。紧接着，这群怪物如同自杀一般，接连越过3人，越过游灵和洛西，撞向魔神柱。每一次撞击都能让魔神柱晃动，每一次爆炸都可以让魔神柱产生裂痕。如此震撼的一幕，让3人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合不拢腿。王德发，谁 TM 再敢说魅魔废物，我剁了他的狗头。第37通关，打破记录。这都1个小时没出来了，他们不会真出问题了吧？管家有些着急，他在原地转来转去，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要是出了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没法交代啊！放心好了，他们快出来了。白落霞嘴角微扬，只见他轻盈一跃，便从魔神柱上下来。区区一个魔神柱的仿品，是困不住他的。你大可放心，有他在里面，穆家大小姐是不会有事的。说完这话，魔神柱上便出现大量的裂痕，并且这些裂痕还在不断的增加。如此情况吓坏了这名管家，反倒是白落霞没有丝毫反应，就像是习以为常了一样。看来1%的仿制品只有这种程度，真是让人失望。我还以为那群末日教会的人能搞出什么高端东西来呢，看来是我高估他们了。白落霞摇了摇头，随后便飘然离去，仿佛融入了空气中一样消失不见。也就在他离开的同一时间，整个魔神柱轰然炸裂。管家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吓了一跳，然后赶紧走上前观察情况。他已经顾不得优雅了，把人救出来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出来了，你们终于出来了，谢天谢地大小姐没事，不然我真的只有以死谢罪了。待烟尘散去，管家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穆婉婉，他立刻上前想要搀扶，但是穆婉婉却将体力不支的琉璃交给了管家，先带他去休息，然后再找个医师来给他疗伤。听到穆婉婉的安排，管家立刻就抱着琉璃离开了这里。片刻后，有2位身穿白大褂的人出现在穆婉婉的面前，其中一个女医师在给穆婉婉进行全身检查，另外一个男医师则是负责给游灵检查。大小姐，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怎么看起来这么狼狈？管家开口询问，但是穆婉婉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看了一眼游灵，这才开口说道：没什么大问题，只是遭遇了魔神柱而已。只是魔神柱？等等，您说遭遇了魔神柱？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秘境里面会出现魔神柱？管家一脸懵逼的看向穆婉婉，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索性翻了个白眼。
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这个秘境会被暗影吞噬？魔神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和之前的调查完全不一样。大管家，您之前不是说过，找的人都值得信赖吗？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面对穆婉婉的质问，管家一时间也有些语塞，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穆婉婉看他神情慌乱，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顿时叹了一口气，算了，这件事我不追究，因为我知道与你没有关系，而那些进入秘境探索的人也不过是运气好，没有遇到魔神柱罢了。不过也多亏他们运气好，否则那几个人就回不来了。就算是我们，也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打碎魔神柱通关秘境，若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恐怕已经死在里面了。穆婉婉如此说道。管家立刻心领神会，然后叫来一名黑衣人，低声说了些什么。片刻后，穆婉婉和尤林的检查已经结束，管家立刻安排直升机准备将他们4个人送回去，但是穆婉婉却坚持要与4人同坐一架直升机。他本来是有专机，但因为这次的组队行动，让其对尤林等人有了不小的好感。毕竟是共同经历过生死，哪怕再冷血的人也会珍惜这段共患难的记忆。更何况穆婉婉还是个傲娇，他自然不可能放下他们4人不管，反倒是直升机上没有了管家的位置，导致他回不去了。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惩罚。这次还真是惊险啊，若是没有你们2人，恐怕我们根本就回不来了。穆婉婉庆幸地说道，甚至还吐了吐舌头，表现出很可爱的一面。现在的她没有了大小姐的矜持与优雅，所展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女孩该有的可爱。是啊，这次太惊险了，若不是尤林兄弟还藏了这么一手，我们真的全都完了。为此我想要高歌一首。劫后余生的王德发想要 rap， 但是却迎来了其余4个人的灼热目光，这让他立刻缩了回去。那啥，我突然觉得有点口渴，所以下次再 rap 吧。王德发怂了，众人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 rap 实在是有点辣耳朵，说不堪入耳都算是夸奖了。琉璃很高兴能认识诸位，所以琉璃很期待能与诸位再次合作。说着，琉璃看向了尤林和洛西。琉璃想知道你们接下来想要报考什么学校，若是可以的话，琉璃应该也能跟你们上同一所大学。听到琉璃这么说，洛西和尤林却有些犹豫。我们还没有想好，所以还是要等后天高考完再说。尤林摸了摸鼻子，如实回答。洛西也是双手一摊，开口说道，有个人邀请我加入他的学院，但我没有答应，毕竟我是尤林的女朋友，他去哪我就去哪，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哦，如此高调的宣告主权，令其他人会心一笑，不由自主地开始起哄。洛西高傲地昂着头，将尤林的脑袋揽入怀中，但是尤林却满脸通红，身体都完全僵直，甚至不敢睁开眼睛，因为在他的眼前有一座宏伟的山峰，随着直升机的颠簸而晃来晃去，这让他根本不敢开口，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到不该碰的禁区。通关这个秘境，我都到达了30级，你们2人之前等级比我高，现在应该已经突破30级了吧？这样的等级已经破了10几年前的最高纪录，原本我还打算着破纪录呢，但被你们给抢了，真是羡慕啊。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你们我也不可能活着出来，而你们2人靠着这个等级，全国的学校不是随便挑，实在不行我就求一下我爸，让他给你们写2封推荐信。作为穆家唯一的女儿，我老爸可是很宠我的，更何况你们还是我的救命之人，他不可能不答应。谢谢你的好意了，不过还是算了吧，我们还是想尝试一下靠自己的实力考进大学。洛西摇了摇头，拒绝了穆婉婉的好意。尤林也是以洛西为主，看到2人的态度之后，穆婉婉点了点头，选择尊重。不管说什么，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我们穆家的失误，并且没有各位帮忙，我也不可能活着回来。说到这里，穆婉婉将目光放到了尤林身上，尤其是你，尤林，若是没有你，我们根本就回不来，甚至不可能打碎魔神柱。准确的来说，你是靠一己之力硬生生推到了魔神柱，这令我佩服。所以各位放心，我定不会亏待各位，此次报酬我会追加到100万，虽然钱不多，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还请各位收下。第38风暴前奏，100万，钱不多，穆大小姐，你这话说的让我们好自卑啊。王德发开口吐槽，一旁的琉璃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穆婉婉没想到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大，不由得愣了一下，然后也跟着笑了起来。随后他们便开始闲聊之后的事情，并且期待着未来还能再次合作。至于通关宝箱什么的，
尤林等人也是第一时间交给了穆婉婉，这是交易内容，他们自然不会忘记。只不过除了通关宝箱之外，他们每个人还额外获得了一个抗魔宝箱，这是摧毁魔神柱的奖励。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魔神柱会出现在秘境之中，但多出这么一个奖励，也是让他们感到惊喜。并且抗魔奖励是相当稀有的宝箱，这是只有在通关魔族秘境的时候才会掉落的秘境奖励。曾经人类与魔族对抗期间，这种很容易获得，但是近100年来却变得极为稀有。毕竟现在的魔族很少会来到现实，自然也就不会提供这种宝箱了。随后他们便回到了别墅花园，天色已经是深夜。穆婉婉安排了3个房间，方便他们4人留宿，同时也安排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宵夜。回到了这里之后就安全了，他们终于能够放松地睡上一觉。不过没有人注意到的是，一名白衣女子一直在空中飘荡，在月光的衬托之下，一身白衣的白落霞犹如仙女般美丽。没想到这次能出来，竟然不是洛西的功劳，反而是那个尤灵。这个小子不过是魅魔职业，他到底是怎么摧毁魔神柱的？难道说这其中有我遗漏的一些东西？又或者是他对我撒了谎，隐瞒了自己真正的职业和能力？白落霞感到不解，但没有继续深究。既然这小子也表现出了潜力，那就代表着我看走眼了。反正入学之前也得给他安排一个测试，就看他到时候的表现吧。这2人我绝对不能放过。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叫琉璃的也不错，听他们聊天，这个小孩竟然是裁决之锤的继承者。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他拉拢进来。白落霞思忖一番，随后嘴角微扬，飘然离去。片刻之后，白落霞回到了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别墅区，距离穆家距离并不算特别远。不过就在他进入房间后，却发现一位老者在等着自己。老弟，你在我家干什么？被唤作老弟的老年人看着眼前美若天仙、容颜依旧的白落霞，不由地叹了一口气。你还是这样年轻，这就是半神的力量吗？青春永驻，不老不死。老弟，你可别说笑了，半神虽然能做到青春永驻，但器官依旧会衰老，也会正常死亡，只是能比你们这些史诗多活个70-80年而已。总体来说，我们人类只要不成神，就不存在真正的不老不死。是啊，老姐，但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又有谁能真的成神呢？老弟叹了一口气，但是白落霞却摇了摇头，眼神憧憬地看向窗外的月光。神啊，也不是没有，我当年就见过一个。老姐，你就别吹牛了，人类世界若是真的出现了神明，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弟翻了个白眼，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老人的样子。不过白落霞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继续看着月光，仿佛在回忆什么。是啊，你们都不记得了，哪怕是我，对他的记忆也很模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消除这个世界上自己存在过的痕迹呢？半神以下全员失忆，半神以上也只有模糊的记忆。若不是我们之间，恐怕我也要将你完全忘记了。白落霞自言自语，下面的老弟是完全听不懂。片刻之后，他才将目光放到了老弟的身上。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吧，你大半夜的来找我，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其实也没啥，就是你一天都不接我电话，所以我才想来看看。顺带的跟你说个小事，就是让你不要录取2个学生。不要录取2个学生？白落霞眉头微皱，有些不解。都有谁？一个叫尤灵，是前段时间有名的那个男魅魔，另外一个叫做洛西，好像是双 S 评级的职业者。这2人我们学院就不要录取了。欧木家的家主说话了，他跟我关系还行，所以给了他个面子，答应了这件事。听到这话，白落霞的眼神变得冷冽起来。他缓步走到弟弟面前，虽然2人身高差了一个头，但是白落霞的气场却碾压他的老弟。老姐，你别这么看着我，有点瘆得慌。老弟看着白落霞的眼神，不由得有些发抖。你还知道瘆得慌啊？白落霞冷笑一声，然后一个清脆的巴掌就呼在了老弟的脸上。他震惊了，这一巴掌来得太过突然，老弟压根没有准备。此刻的他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要挨着一巴掌。知道为什么我打你吗？老弟摇头，艺文生物学院里我才是院长。白落山，你只是个副院长，没资格替我做任何决定，更何况这2人是我内定好的学生，你说不要就不要，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听到这话，白落山顿时一惊，他双腿一软，差点就跪下来了。姐，我不知道啊，要是我早知道这2人是您内定的学生，
我压根就不会搭理欧木家。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人有什么能耐，竟然让姐姐大人您都想要内定？白落山好奇地问道。但是白落霞却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露出了一抹笑意。等到后天你就知道了。同一时间，欧木家，欧木阳跪在了他爷爷的面前。小子啊，你知不知道，为了满足你这无理的要求，我这张老脸算是豁出去了啊。爷爷，您就当帮我这个小忙吧。他们欺负您的孙子，甚至还联合穆家的人一起排挤我，这口气我反正咽不下去，并且我也要让穆家付出代价。那个穆家大小姐，我一定要搞到手。欧木阳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他的爷爷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宠溺地看向自己的孙子。阳阳啊，我知道你喜欢人家，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穆家实力庞大，需要虚图之，所以你尽量找机会跟对方上同一所大学，到时候爷爷给你想办法制造独处的机会，只要你们两人生米煮成熟饭，就不怕他穆家不答应。听到爷爷这么说，欧木阳顿时一喜，谢谢爷爷成全。好了，去睡觉吧，我也该休息了。至于你说的那两个人，完全不用担心，关系已经打点好，他们上不了任何一所大学。之后你再找机会将他们绑到自己肠子里面，到时候男的直接活埋，女的你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玩腻了卖给劳保都行。只要你上的好大学，那种小事随便你怎么折腾，天塌下来有爷爷给你顶着。第39，想要活命。离开帝都，高考当天，尤林和洛西两人已经来到了操场集合，所有高三的学生都汇聚于此，总计900多人，不到1000人。所有人齐聚在操场之中，只为了等待接下来的高考测评。其内容非常的简单，首先是学校校长简单发表一下如何舍不得他们这些学生，然后再祝他们都有一个美好前程。最后便是邀请100名学校代表入座，这100名学校代表都是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排名低于100的也没资格来这所高中录取学生，所以他们这900多人需要从这100所学校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去入学，每个学生只有1次选择权，他们要挑选自己喜欢的学校，从而在这些代表面前展现自己的优势，无论是等级优势又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优势都可以，等级越高分数越高，如果职业评级比较高也能上大分。只要这2项通过评测，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项，那就是实战练习。因为每个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所以他们会从报名的学生之中挑选实力较强的人进行第2轮测验。不过这第2轮测验，若是说这一轮没有通过，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挑选其他学校了，只能祈祷其他学校代表能够选择自己。若是在傍晚之前都没人选择，那么他就只能走自主招生这条路，选择100名开外的大学了。所以好学校的竞争都非常激烈，每年都会有1/3甚至1/2的学生被淘汰，从而直接进入社会，或者是上一些不太好的学校混日子。洛西，你想好去什么学校了吗？尤林手中拿着个人简历，心情激动的难以言表。这是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刻，就算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也是紧张万分。洛西依旧是一张冰山脸，看上去无比平淡，可是攥着尤林的手却在不断冒汗，这代表着他也相当紧张，根本没有表现出来的这么轻松。前去华清大学看一眼，这可是与大本学院并列第1的学校。没问题，都听你的。尤林点了点头，而后2人便来到了华清学院代表面前。这里的队伍很长，只是提交一份个人简历就排队等了10几分钟。哟呵，这不是那个南魅魔吗？你竟然也想要加入华清大学，还真是异想天开啊。就是说啊，你个魅魔不去扭屁股赚钱，在这里上什么学啊？就在他们排队期间，有2个不知道从哪跳出来的人对着尤林就是一顿嘲讽。这俩人谁啊？洛西看向尤林，他摇了摇头，一脸懵逼，不认识啊。这段时间我们好像没招惹过其他人吧？谁知道呢，说不定就是俩疯子。洛西耸了耸肩，无视了这俩小丑。尤林也是懒得回应对方，面对这种小丑，只有无视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难看。他们在这里嘲讽半天，却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回应，顿时觉得脸上无光。2人立刻走了上来，想要拦住尤林和洛西的排队进程，但还没等他们做什么，就被一个小萝莉拦了下来。你们2个丑八怪，若是想打架，琉璃可以奉陪。你个小不点，敢坏我们的好事，是想死吗？2个人还想要找茬，但琉璃直接将裁决之锤亮了出来，给这俩人吓一跳。自己走还是被琉璃打一顿再走？自己选吧。
听到琉璃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这种话，非但没有威慑力，反而显得很可爱。但这两人的脸色却有些难看。他们思忖片刻，旋即离开这里。真晦气，竟然遇到这个暴力萝莉了。这把锤子真吓人，也不知道他那小身板是怎么扛起裁决之锤的。两人走走说说，但还是没有停止议论。随后琉璃转过身来，对着尤林和洛西露出一个纯洁的笑容：你们安心排队吧，琉璃会帮你们解决。看到琉璃出现给自己解围，尤林感到有些诧异：琉璃，你怎么在这里？难道你报完名了？是呀是呀，琉璃已经提交申请了，白院长也同意了呢。白院长，听到这熟悉的称呼，尤林和洛西对视一眼，然后便看向了不远处空空如也的桌子。相比较其他代表桌前拥挤的情况来讲，艺文生物学院这里冷清到压根没人报名。空荡荡的桌子上仅有一份个人档案，很显然报名这所学院的人仅有琉璃一个，真是寒酸。明明是个前10的大学，却没有几个人报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维持下去这所学院的。尤林叹了一口气，有些无法理解白院长的想法。这么好的一所大学，却没有几个人愿意入学，实在是有点奇葩。这还不是因为白院长定的规矩有点苛刻吗？他说过，想要入学艺文生物学院，最低要求就是 A 级职业，等级不能低于25级。就算是我们两人，之前也才勉强达到要求而已。可想而知，其他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人到底有多么稀有。要知道其他大学的要求都是20级就够了，只有艺文生物学院比较另类，必须要25级以上，着实有些难为人了。说到这里，洛西和尤林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将目光放到了琉璃的身上。你25级了，昨天离开的时候你也才24级而已啊。看着琉璃满面笑容的样子，尤林和洛西不由得感到震惊。是啊，琉璃昨天通宵刷怪，这才勉强赶上呢，去艺文生物学院上学。可是琉璃毕生的梦想，原本琉璃以为这个梦想要破灭了，没想到阴差阳错的竟然实现了。琉璃真的很感谢你们呢。听到琉璃这么说，尤林和洛西反而有些不太好意思。也就在这个时候，排在前面的人已经完成报名，两人立刻上前将自己的个人简历递交给这位学院代表。他接过这2份代表，第一眼便看到了两人的等级，竟然都是31级，这破纪录了呀！代表震惊地喊了出来，引起其他学院代表的注意。但紧接着他眉头一皱，看到了两人的名字。你们就是尤林和洛西？代表抬头询问，两人立刻点头回应。但这位代表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他像是在挣扎，然后拿起手机离开这里，像是在给什么人打电话。片刻之后，他面无表情地走了回来，同时将两人的简历扔到了垃圾桶里。抱歉，上面有令，我不能收你们，并且出于对你们的可怜，给你们一个私人忠告。代表深吸一口气，然后才略带怜惜地说道：想要活命，趁早离开帝都。第40，没人要，我要了。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尤林眉头微皱，感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劲。而这位代理人也没说什么，只是催促着两人离开。他并不想解释什么，只是继续自己的工作。能通知两人离开帝都，已经是人尽一志了，其他的事情他也不会去管，免得引火上身。随后洛西和尤林两人也是尝试给其他代理人投递简历，但结果都是一样，哪怕他们的等级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状元，但没有一家愿意收他们，就仿佛尤林和洛西2个名字被所有学校挂上了黑名单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学校都不要你们？琉璃很是疑惑。在他看来，尤林和洛西这么优秀，不应该没有学校要才对。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却让3人大跌眼镜。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忽然发现有3道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回头看去才发现，其中2人竟然是刚才找茬的那俩。不过其中还有一个关键身影，欧牧阳。他站在那2人的中间，仿佛是他们的老大。欧牧阳的脸上带着笑容，随后冲着尤林和洛西打了声招呼：怎么样，我可是说话算话，在帝都得罪了我，你们还认为自己有出路吗？听到欧牧阳这么说，尤林和洛西顿时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是你搞的鬼。洛西很是气愤，他撸起袖子，然后就看到一个棺材板横飞过去，直接将欧牧阳干翻在地。旁边2个小弟见状，立刻冲上来想要报仇，但却被尤林一个眼神盯住。区区一个欧牧家，竟然让我们连大学都上不了了，这些学校到底算什么东西？难不成都是你家开的？尤林没有压低音量，这让周围所有人
都听到了他的话。滚吧，不然我会忍不住杀了你们。尤林走上前，故作狠毒地说道。两个小弟顿时就湿了，他们被解除了控制，立刻扶着欧牧阳离开这里。对方已经昏厥，但是两个小弟还没有忘记放狠话，得罪了欧牧家，你们就等死吧，欧牧少爷饶不了你们的。放完狠话，他们就跑路了。只不过发生这种事情，导致在场的学生们议论纷纷，但更多的还是幸灾乐祸。得罪了欧牧家，还想在帝都混下去，这两人真是异想天开啊！虽然不知道他们干啥了，但欧牧家可不是好惹的。就是说啊，人家爷爷可是货真价实的史诗强者，等级在89级呢，并且他老人家也是这段时间以来最有希望突破半神的人。这样一个有潜力的人，不管什么大学肯定都得巴结。他们两个还真以为能靠自己在帝都混下去啊？落井下石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本就心生嫉妒，现在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可以光明正大的打压两人。一时间，整个操场都嘈杂了起来，尤其是那些嫉妒洛熙颜值与天赋的人，更是不遗余力的进行诋毁。洛熙在颤抖，他在极力的忍耐自己的愤怒，冰冷的表情上流露出一丝杀意，一缕缕红色不良的气息正在其周身蔓延。但就在这个时候，尤林一把将洛熙抱在怀中，刚刚溢散出来的红色气息顿时烟消云散。洛熙更是罕见的红了脸颊，不可思议的看着尤林，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将洛熙抱在怀中。明明之前洛熙经常这么做，但反过来被尤林抱住之后，他却感觉心跳加速，大脑不受控制的想象各种不堪入目的画面。落井下石很好玩是吗？诋毁别人会让你们获得快感，这就是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应该做的事情。在我眼里，你们不过也是一群废物，只敢躲在阴沟里的老鼠，最没有资格评价别人。相比较你们来说，反倒是这个光明正大玩阴招的欧牧阳都比你们可爱许多。如果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一句洛熙的不是，休怪我对他不客气。尤林声音异常坚定，玫红色的双眼扫过在场所有学生，让他们心神一颤。尤林，洛熙有些感动，然后紧紧地抱着尤林的肩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尤林伸手触碰他的长发，就像是撸小狐狸一样轻轻抚摸。有我在这里，你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更何况这里还有个蓝魅魔呢。再怎么着，我也是先受伤的那个，所以放心好了，我会保护好你的。尤林再度开口，这次洛熙没有说话，只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对尤林的感情。他贴得更紧了，以至于尤林都能感受到来自于山丘的压迫感。琉璃在一旁看得眼睛里直冒星星，虽然他是个单身狗，但并不影响他喜欢吃狗粮。琉璃好羡慕啊！琉璃有些犯花痴了，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然后看向周围，若是谁再敢诋毁琉璃磕的 CP， 先问问这柄锤子答不答应。琉璃再一次释放裁决之锤，这让周围的那些人下意识后退一步。不远处的那些代理人见状，不由得站起身来。竟然是裁决之锤，这小家伙竟然传承了裁决之锤。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要不要来我们华北大学？华北大学的代理人是一个面色和善的老人，他直接闪身来到琉璃的面前，抓住了他的小手，甚至无视了尤林和洛熙。但没有等琉璃回应呢，白落霞就已经出现在了这里。顾老先生，您直接抢我的学生，有些说不过去吧？他是你的学生？顾老眉头一皱，然后松开了手，真是晦气。说完这话，他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其他代理人也纷纷收回了目光，因为在他们眼中，白落霞就是一个异类。他建立的学院同样也是个异端，若非白落霞对人类有功，教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也有突出贡献，否则他的学校很难排进全国前10。不过白落霞倒是没有理会那些人，他先是拍了拍琉璃的脑袋，然后走到尤林和洛熙面前。之前的承诺依旧有效，所以你们想好了吗？白落霞干脆利落的询问。但是尤林和洛熙并没有给出回答。之前在病房里，白落霞就说过要收洛熙为学生，但是洛熙要求与尤林一起入学，对方没有给出准确回复，洛熙自然不能回应他的邀请。白落霞自然也清楚洛熙在想什么，他嘴角上扬，然后环视一圈在场的学生以及其他学院的代理人。31级的2名状元竟然没人要，这个世道是怎么了？难道2个有潜力成就半神之位的人，连欧牧家那点米粒大小的利益都比不上了吗？这个世界不乏目光短浅之人，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身为百强学校的代理人竟然能短视到这种地步。白落霞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代理人的公愤，就连本校的老师们
也察觉到前场愈发混乱，他们想要维持秩序，但白落霞却爆发出半神威压，让所有人动弹不得，哪怕是那些代理人也被压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站在这里就拼尽了全力。看到这一幕，白落霞轻蔑一笑，真是一群废物。说话间，他的身体飘了起来，然后将手放在尤灵和洛西的头上。既然没人要，他们就归我了。各位，没有意见吧？第41无人问津的学院，在场没有人说话，仿佛无视了白落霞等人一样。这些代表们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为了巴结欧木家，全部都拒绝了尤灵和洛西的加入。同时白落霞也与那些人不对付，这就导致现场鸦雀无声。无论是代表还是其他的学生们，此刻全都忙碌了起来。他们还有事情要做，自然不可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只是他们有意无意的还会瞥两眼过来，眼神之中满是嘲笑与不屑。在这些人的眼中，两个有潜力的学生当然比不上现阶段的强者。一个欧木家带来的利益足以碾压100个尤灵和洛西了，毕竟他们两人是孤儿，无法给学校带来家族资源，甚至是人脉资源，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想法。好了，他们没有人同意，现在可以将你们的简历交给我了吧？白落霞很温柔地说道，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两人很是关心。琉璃也是激动地握住洛西的双手，眼眸之中满是小星星。太好了，能与你们上同一所学校，真的是太棒了。琉璃真的很激动，可不可以给琉璃一个拥抱？说着，琉璃便要抱上去，但却被洛西一脸嫌弃地推开。我可不是动，所以别贴我。说完，洛西就躲开了他的拥抱，转身就贴上了尤灵。看着两人如此腻歪的样子，琉璃不由得鼓了鼓嘴，看上去有些生气。随后两人便跟着白楼下填好了入学手册，同时也将个人简历交给对方。不过这片区域就算多了他们两个人，依旧是冷冷清清。看着别人家的学校代表桌前人山人海的样子，尤灵的表情有些微妙。院长，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当不当问。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别人家门庭若市，我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尤灵摸了摸鼻子，表情完全将内心出卖。不只是他，就连琉璃和洛西两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这个问题很简单，告诉你们也无妨。其一是因为我够呛，是全世界唯3的99级半神，所以我有资格定制高标准入学资格，只因为我是99级半神。其二是因为我不要天赋平平之人，我手里有最好的资源，也不用巴结其他家族势力获取资源，所以只要进了我的学校，哪怕是废物也能变成天才。更何况你们本身就是天才。说到这里，白落霞看了一眼三人，这才继续开口。第3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当年我建立了一个救世教派，力求让天下大同。只可惜当年那一批人死得死残的残，能自由活动的仅剩下了包括我在内的2个人，外加现如今的异端教派末日教会，就是曾经就是教派演化而来，所以他们都怀疑这个教派是我在幕后把持。只可惜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而我也确实没有参与，所以这100年来他们才会对我各种排挤。若非我建立了一个学院给自己证明，还不知道这些人要怎么诋毁我呢。白落霞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看客一样，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足以载入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尤灵和洛西有些震惊，就是教会他们清楚，这是历史书上最重要的学习课程，其内容就是300年前天地异变的时候，第一批转职者所成立的第一个教会组织，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世。但是其中9成9成员的信息都被严格保密，不允许外泄，仅有2个人的资料是可以被大众所熟知的。第一个便是裁决之锤的初代拥有者，他靠着一己之力，在100年前封印了魔族通道，成功给人类带来了相对和平的生活。第2位则是现在的华国掌权者，也是华国3名99级半神中的一人。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白落霞也是其中之一，这实在是太震惊了。至于末日教会，则是在魔界被封印，就是教会解散之后成立的组织，没人知道他们的首领是谁，也没人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群人在研究魔族，并且试图掌握魔神柱，这便是课本上唯一提到过的有关末日教会的信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白院长，琉璃有点好奇，除了您和将军之外，还有谁是99级的半神啊？琉璃好奇地问道。尤灵和洛西也是竖起耳朵仔细听。白落霞思绪飘向远方，片刻后才喃喃自语道，我曾经最好的闺蜜，现如今末日教会的首领，
听到这话，尤林三人顿时感觉大脑有些宕机。就这么一句话，烧坏了3台 CPU。不过他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白落霞被怀疑了，因为人家最好的闺蜜都去当反派首领了，她不被怀疑才怪呢。好在白落霞真的没做过那种事情，否则也不会正大光明的出现在这里。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她的嫌疑虽然被洗清，但不代表着那人可以消除对她的恶意。就像是现在一样，其他学校的代表都很清楚自己不是白落霞对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孤立她。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谁要敢跟他高谈阔论，怕是会成为下一个被孤立的人。好在艺文生物学院的学生并不会遭受这种待遇，因为他们针对的只是白落霞这个不稳定因素。时间一点点流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都没有人愿意来白落霞这里报名，这让尤林他们几个站在这边尴尬到操场地皮都给抠烂了。并且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也都能听到别人的议论，说什么得罪了欧木家就可以埋了的言论。毕竟欧木家是100年内崛起的一个家族，虽然底蕴不如大灾变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家族势力，但还是不容小觑。哪怕他们有白落霞撑腰，但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护两人。所以在这些人眼中，尤林和洛西已经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哪怕是之前关系还不错的同班同学，也只是过来说几句安慰话就匆匆离开。他们也是害怕被欧木家盯上，所以才会刻意疏远。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收拾收拾离开了。白落霞看了一眼时间，正好是下午3点半整。一整天的时间只招了3个学生，这对于白落霞来说已经习惯了。不过她之后还要去别的重点高中转一圈，到时候能招来几个学生谁也说不准。对了，你们3个明天也不能休息，记得一早来这个位置集合，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说着，白落霞便将一个定位发到了3人的手机上。他们已经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不过当3人看到定位之后，全都傻了眼。第42神级安抚之吻，这个坐标是帝都女子高中，这不是穆大小姐上学的地方吗？我们要到这里去？尤林有些诧异，他不知道白落霞要做什么。不要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叫你们去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我充个场子，不然遇到和今天一样的场面，我也很尴尬的好吗？白落霞双手一摊，神情无奈。虽然她嘴上说着无所谓，实际上还是有些心碎。艺文生物学院能挤入前10，全靠白落霞的以往功绩，外加学生都很争气，否则靠他们只有几百个人的学校，很难维持这种排名。原来是充场面啊，我还以为叫我们去这里干啥呢，吓我一跳。尤林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男生，怎么进女校啊？院长，虽然我很想和你一起去，但我可是男生啊。洛西和琉璃是女孩，跟您进去没啥问题，但是我……放心好了，跟着我你们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去的。听到白落霞这么说，尤林顿时松了一口气，然后便期待了起来。女子学院啊，你给我收收尾。正当尤林开始幻想的时候，洛西一巴掌直接呼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尤林直接清醒过来，哀怨地看着洛西，你打我干啥？很疼的。哼，让你乱想。看到洛西吃醋的样子，尤林大呼不妙，立刻去安慰对方。琉璃在旁边一直吃狗粮没够，丝毫没有吃腻的感觉。随后白落霞看了一眼其他学院代表，随后便收起东西离开这里。各位，你们继续加班吧，我可先走一步了。说着，白落霞便带着3人离开，留下那些代表继续加班。傍晚，白落霞先是请3人吃了一顿饭，随后便给尤林和洛西保证，欧木家的势力绝对渗不到他们学院里面，区一个史诗。白落霞还没有放在眼里，哪怕对方和帝都大部分势力都有关联，但不代表着对方就能手眼通天，因为比对方厉害的人多的是，只是大部分都比较低调，像欧牧阳这种嚣张跋扈的人才是少数。随后白落霞与3人确认了一下集合时间，这才买单离开。他晚上还有事情，自然不能耽搁时间。不过尤林3人倒是闲了下来，接下来他们只要跟着白落霞连续跑几个学校就行了。至于常规的实战测验，白落霞完全不需要，因为他已经了解到3人在秘境之中的表现，也明白了他们的实力有多强，所以直接入学即可，根本不用多此一举的进行考验。尤林、洛西，你们之前得到的那个宝箱开了没？回去的路上，琉璃忽然开口询问。尤林和洛西摇了摇头，他们还没有开启这个宝箱。虽然穆大小姐的100万已经到账，但这个宝箱他们打算入学之后再开。虽然这样不会提高爆货率，但玄学这东西谁又能说得准呢？甚至他们都没时间去交易市场，
寻找第3个技能，只能等入学之后再说了。真是可惜啊！琉璃还想说这个箱子的品质非常好呢。说着，琉璃满脸笑容的将手高高举起，下一秒钟，一个由纯粹的金色能量凝聚而成的长矛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琉璃的职业专属技能审判之枪，这个技能若是去交易市场，没有30-40万拿不下来，但是宝箱直接给琉璃开出来了，真的是很开心呢。并且琉璃托人打听过了，这种特殊宝箱是根据自身职业给予奖励，虽然不一定都是技能卷轴，但也会给一些与自身职业相关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其他辅助道具呢。听到琉璃这么说，尤林和洛西两人有些惊讶，随后他们又一路闲聊，直到一个岔路口才分开。回到公寓里，尤林和洛西毫不犹豫地上了床，原本还在床上睡觉的小狐狸被两人的动静吵醒。主人，主母，你们回来了。小狐狸的声音很动听，但是尤林和洛西并没有搭理他的意思，而是将退魔宝箱拿了出来。咱俩同时吧。两人对视一眼，面怀期待地将其打开。宝箱开启成功，获得奖励安抚之吻。安抚之吻对任意一个目标亲吻，可以清除其身上所有 debuff， 交换体液则可帮其恢复伤势与状态。备注：交换体液时间越长，恢复效果越好。注意事项：每次使用此技能都会消耗精神力，请注意不要上瘾。尤林，我想死。看着手中的技能卷轴，尤林满脑子都是想死2个字。他立刻拿出手机，从官方平台网络查询这个技能的价值，然后他就惊呆了。这个魅魔专属技能竟然这么贵，足足400万，这可是我们全部身家的1倍了。尤林怎么都没想到，魅魔职业竟然还有这么贵的技能。不过想想也对，安抚之吻这样一个无视条件，可以帮人清掉 debuff 技能，堪称神技。更主要的是，还可以进行补魔，这简直就是每个魅魔都想要的技能，尤林除外。不过大多数的魅魔等级都很低，所以这一招的用处也不算特别大。但是有这样一个技能的魅魔，则会大受欢迎，其组队价格也会是其他魅魔的10倍，甚至是100倍。但就是这样一个火热的技能，尤林却觉得有些恶心。随后他看向洛西，攥紧了手中的技能卷轴。洛西，我和你商量一件事。尤林有些犹豫的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他想要将这个技能卷轴卖掉。洛西听闻之后，神情立刻严肃了不少。不行，绝对不行，你这个技能必须要学会，并且只能对我一个人使用。若你想卖掉也不是不可以，连我也一起卖了吧。反正我这个职业特性只要曝光出去，那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你大可以去卖，连我一起卖个好价格。洛西说这话的时候有点赌气，小狐狸趴在他的身上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尤林看着洛西那认真的样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没有说话，只是拿起卷轴默念使用，紧接着技能卷轴就变成了一束柔和的光芒，进入了尤林的身体之中。他的属性面板也是自动跳了出来，姓名尤林，职业魅魔，等级31，力量71，敏捷77，体力96，精神99，魅力，天赋技能魅惑，天命武器魅惑之眼。第一技能槽伪装术 S， 第二技能槽魅魔凝视 A， 第三技能槽安抚之吻 S+。第43，作为男人不能怯场。尤林看着自己的属性值陷入了沉思，明明已经31级，但是各方面属性都没有破百，相比较正常职业来说，这属性已经低了1倍不止。不过尤林已经习惯了，魅魔职业并不适合正面战斗，去辅助洛西或者去魅惑那些怪物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并且现在还多了一个安抚之吻的技能，可以帮洛西快速恢复状态，哪怕中毒也不怕，只要清一个，不管啥毒都能解决。毕竟是评级为 S+ 的技能，效果不是一般的强。随后尤林看向了洛西，很是好奇他能开到什么东西。只见洛西深吸一口气，然后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尤林，我这个能力很强，并且还是通用技能，并且我刚才查阅了一下官方平台，发现并没有对应这一技能的描述，也就是说我开出来的是全新的未被记录在案的技能。洛西有些激动，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个人面板展示在尤林的面前。他对尤林是绝对信任，所以才能将自己的全部交付于他，不保留一星半点的秘密。姓名洛西，职业末日女皇，等级31，力量444，敏捷431，体力486，精神404，
天赋技能 BOSS 模板可进化，天命武器灭世宏观，特殊技 BOSS 光环。第一技能槽临界行走 SS 加，第二技能槽祥月 A， 第三技能槽可视化数据 SSS。 看着洛西那4维属性面板，尤林眼皮子狂跳，因为他这属性都是自己的4倍有余，甚至5倍了。最为夸张的是，他第3个技能评级竟然是 SSS， 别说尤林没见过，哪怕是官方平台都没有关于这个技能的任何说明。可视化数据，这个技能有什么用？尤林好奇地问道。然后他就看到洛西眨了眨眼，其黑色的瞳孔瞬间变成了湛蓝色，所有的一切呈现在洛西眼中的时候，都变成了可视化数据。尤林，我看到你的数据了，还有就是你这面板属性好低呀。洛西忍不住开口吐槽，尤林则是满头黑线，但很快他就皱起了眉头。可视化数据，难道是让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数据？不止如此呢，我甚至还能看到攻击什么地方能造成成吨的伤害。在我的眼中，你身上全部都是破绽，无论我攻击什么地方都足以致命。也就是说，这个可视化数据是一个可以针对敌人弱点的技能，配合临界行走的话，恐怕能做到一击必杀。洛西激动地说道。尤林也是有些诧异，不过一想到这是 SSS 级技能，尤林也就释然了。评测等级封顶的技能，自然不可能只是让他看到别人的属性这么简单。洛西，这个技能应该还有别的用途，你再试验一下。没问题，不过需要你配合我。怎么配合？很简单，朝我打来。听到洛西的话，尤林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一抹坏笑，毫无征兆的出拳打去。但就在这一瞬间，尤林感觉到一股违和感油然而生，然后他就看到洛西轻描淡写的抓住了自己的拳头，甚至还亲了一下。你别闹！尤林脸色微红，立刻收回了手。明明是配合他做测试，结果却变成了被调戏，这谁能接受得了啊？尤林，我还要，你快点再来几下，一次根本就不够。洛西像是发现了什么玩具一样，大声高呼我还要，其声音还有点撒娇，令人心猿意马，心痒难耐，心潮澎湃。尤林脸色有些红润，脑海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些香艳的画面，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继续配合洛西做实验。尤林一次一次冲击，洛西则是每一次都能恰到好处地接到。两人进进出出，身体不断抖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快一点，再快一点，冲刺一下！不行啊，尤林，你这也太细狗了，根本满足不了我呀。这下还有点意思，继续，不要停，马上就好了，不要停，你不要停，马上就出来了啊，这次还不错，算是有点力道，我很满足，你可以休息去了。听到洛西已经得到了满足，完全被榨干，尤林瘫倒在床上再起不能。一旁的小狐狸看着这一幕，身体一直在打摆子。主母好可怕！小狐狸瑟瑟发抖，对洛西的心理阴影又上了一个台阶。此时的洛西神清气爽，面色红润，他满足地拍了拍尤林的大腿，这才开口说道：刚刚的测试很成功，你出拳7300次整，总耗时67分钟。不过这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你每一次出拳，我都可以通过可视化数据这个技能完美预判，它可以将你接下来的动作完整的呈现在我眼前，差不多可以看到5到10秒的未来，并且我看到这个技能的可塑性太多了，只要我变强，能看到的未来就更长远，无论什么未来都可以通过可视化数据推算出来，这才是这个技能最强大的地方啊！推演未来，这明显是推演师或者是预言师职业才能拥有的能力，但却被这一个技能秒杀，因为他们就算是拼尽全力，也不过是能看到不超过1个月的未来。但可视化数据这一技能，只要我精神承受得住，数据收集的够多，便可以无限制推演，哪怕推演未来半年，甚至是1年的世界走向都不是问题。怪不得这技能被评级为 SSS， 果然是神技。洛西很是激动，然后直接扑到尤林的身上，将其死死地压在床上。尤林因为太累了，根本就反抗不了，只能任由洛西在自己身上胡作非为。片刻之后，他忽然感觉身下一紧，顿时一个弹射起步站了起来。洛西，你能不能矜持一点？这有啥好矜持的？咱俩都这么长时间了，难道我就不能奖励奖励你？洛西嘴角微扬，媚眼如丝，但是尤林却有些害怕，他立刻从床上下来，然而洛西却不依不饶，飞身将其壁咚在墙上。此时此刻，洛西的睡衣有点滑落，尤林更是喉咙蠕动，压根不敢低头去看，就连床上的小狐狸都捂着双眼，但是爪子却分开了。人类都这么激情吗？
狐狸有些不解，但却不敢眨眼，因为此刻的洛西已经主动贴上了幽灵，甚至搂住其后脑勺，缓缓靠近。幽灵，试一试你的新技能吧，说不定能给我解除魅惑状态呢。洛西口吐幽兰轻声说道。幽灵大脑疯狂旋转，但很快就下定了决心，赌了，不管是否成功，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怯场，所以他立刻抱紧洛西，盯着那诱人的位置对了进去。安抚之吻，发动。第44，满脑子都是大腿。翌日清晨，幽灵和洛西在帝都女子高中外面等待集合，他们提前来了半个小时，只为在这周边吃个早茶，顺便看美女。因为女子高中是私立学校，所以学费对比公立的帝都高中来说贵了10几倍不止。最为主要的是，他们的校服也都是上好面料，完全不亚于奢侈品。那一双双大白腿更是看得幽灵和洛西眼花缭乱。虽然洛西也是女人，但这不代表着她不喜欢看美女，反倒是有灵想看却没那个胆子，只能趁洛西不注意偷瞄几眼。不过幽灵的承认，能来这里上学的人都非常的漂亮，一看就是家境优渥的那种人，他们身上都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相比之下，洛西虽然也有冰山美人一般的气质，但对比那种富养出来的还是差了不少。不过对比相貌与身材的话，洛西完胜。她因为出身的原因，气质也许比不上对方，但天生丽质的她，靠着这张脸就足够秒杀9成9的女人了。幽灵看着洛西这张完美无瑕的脸庞，不由得想起昨晚嘴唇上留下来的触觉。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亲吻，但却是第一次补魔。安抚之吻的效果很好，洛西的那点消耗因为技能效果几乎是顷刻间就恢复了。但让幽灵感到意外的是，他身上的魅惑效果不仅没被清除，甚至还变强了。幽灵看着洛西头顶上那只有自己才能看得见的中度魅惑状态，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洛西，昨晚我就说不行，你非得强行壁咚我，现在好了吧？这个中度魅惑暂时是下不去了，若是你因为和这个状态从而出现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我该怎么面对你啊？幽灵有些无奈地说道。洛西则是回过头来，神色如常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放心好了，就算我精神出了问题，也不会伤害你的。更何况我要出问题，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吗？毕竟我可是每天都想着如何让你就地正法呢。只不过考虑到你的强硬反应，我才没有上手，不然你早就脱离出南境了。幽灵顿时哑口无言，他很想问一句，为什么洛西这么熟练？明明他也是第一次，但感觉却像是身经百战了一样。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吗？幽灵闭上眼，停止了思考。洛西则是一边抚摸着幽灵的手臂，一边欣赏外面不断进入校园的美女。10分钟后，两人的手机同时传来叮咚一声，这让他们明白集合时间已经到了。洛西牵着幽灵的手来到了校园门口，琉璃和白落霞已经在此等候。院长，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啊？洛西很激动地问道。他之前在外面就很馋那些学生了，现在有机会进入学校，自然要好好表现。戴上这个徽，这是我们艺文生物学院的校徽，将其戴上便代表着你们已经是我的学生了，接下来跟着我就行，其他任何事都不要做，更不要随便说话。这里的人非富即贵，你们虽然是我的学生，但得罪了他们还是会很麻烦的。听到白落霞这么说，三人顿时点了点头，开启了静音模式。他们戴好校徽，然后便跟着白落霞来到了女子高中的巨大展厅内。这个展厅他们从未见过，因为帝都高中压根就没有这东西，但是女子高中的设备一应俱全。幽灵三人就像是乡下人初次进城一样，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而后他们跟着白落霞来到了专属位置，他们三人就在后面站着，白落霞则是在这里等待鱼儿上钩。但结果却是没几个人来，就像是昨天一样，他们的面前依旧冷清，哪怕有几个人过来投简历，等级也完全不符合招生条件。但是经过昨天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尴尬，所以琉璃和洛西开始欣赏这里的美腿。幽灵则是有些煎熬，他满脑子都是大腿，但却不敢表现出来，生怕被人当成变态。周围全是女孩子，唯有他一个男生站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惹人注目。不少人都在议论幽灵的身份，但看到他的校徽之后，这些人也就放弃了搭讪的想法。因为艺文生物学院在他们的眼里有点风评不好，虽然不至于到那种人人嫌弃的地步，但也属于不会主动交流的类型。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身材姣好、面容完美的女孩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中来到了白落霞的面前。她有着乌黑亮丽的长发，虽然身穿校服，
但却将身材完美的衬托出来。尤灵、洛熙，还有琉璃，这要巧啊，竟然能在我的学校看到你们。话说，你们已经加入异文生物学院了吗？穆婉婉看着三人身上的校徽，不由得露出一个完美的笑容。她气质出尘，一颦一笑之间尽显大家风范，这便是真正的大小姐，而非欧牧阳那种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穆大小姐，我们已经加入了异文生物学院，难道你也打算报名这里吗？琉璃好奇地问道。对方坦然点了点头，然后看向白落霞。白院长，初次见面，希望没有给您留下一个坏印象。还好，我不看这个。不过你要加入我们学院的事情，你父亲已经说过了，所以接下来填个表格，走个流程就好。之后需要你做什么，我会另行通知。知道了，白院长。穆婉婉点了点头，而后便坐下来填了个表格，这才离开。作为穆家大小姐，她来这里就是走个过场，因为她的一切都已经被家里安排好。只不过穆婉婉还算是有自主权，有些事情都是她自己想做，然后家里才会给安排。比方说之前进入秘境，以及加入异文生物学院，这都是她自己做的决定，然后通过她的父亲来完成操作。做完这些之后，异文生物学院就再也没有入学的新生了，哪怕有几个感兴趣的，也是因为等级不够，从而没资格报名。不过来这女子高中一趟，他们除了欣赏美女之外，也是吃到了一顿豪华午餐，哪怕只是食堂餐，也堪比外面的3星级酒店，无论是用料还是味道，都是顶尖。这便是贵族学院，是他们这些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方。若非跟着白落霞一起来，他们这辈子怕是都进不来这种地方。傍晚，白落霞有事离开，尤灵三人则是找了个苍蝇馆吃饭。吃过之后，琉璃也不打算回家，因为他想和洛熙贴贴，从而跟着回到了尤灵家里。本来就不大的公寓，一下子多一个人进来，顿时就拥挤了不少。好在琉璃身材娇小，不占空间，不然尤灵就该去睡地板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休息的时候，白落霞忽然传来了一道简讯。三人同时打开，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其简讯内容只有一行字，却充满压迫感：穆婉婉失踪，速来穆家集合。第45，失踪的穆婉婉。穆家别院，尤灵和洛熙两人再一次来到这熟悉的院子，琉璃也站在两人的身边，一切都与之前参与秘境时候一模一样，只是少了某个人而已。不过他们故地重游，却面色凝重，因为穆婉婉失踪了。穆家家主一整天都联系不上自己的女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明明是帝都6大家族之一的掌权者，如今却和普通的父亲没什么区别。他是那样的着急、易怒，又极为脆弱，甚至尤灵能从他的眼眶中看到那无法滴落的泪水。这都是身为父亲在得知女儿失联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我们上午才与他见过面的。琉璃捂着嘴巴，脸上写满了惊讶。相比较他而言，尤灵和洛熙反倒淡定一些，只是这个情况也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诡异，实在是太诡异了。穆家大小姐虽然是个香饽饽，不法分子很容易对她进行绑架，但其实力也是30级，一般的绑匪还真干不了这种活。最主要的是，绑匪绑人的目的都是为了钱，所以这才是最大的漏洞。一天时间没有任何人联系穆家家主索要赎金，这就代表着对方并不是冲着钱来，反而是直接冲着穆家宣战。你们几个白天都见过我的女儿，她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穆家家主稍微冷静下来之后，便对尤灵三人进行询问。他们摇了摇头，回答都是没有异常。因为上午的时候，穆婉婉还说了很高兴遇到他们，甚至期待与他们一起入学。这个时候的穆婉婉看起来很开心，因为她已经将尤灵三人当成了自己的朋友，能与朋友上同一所学校，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老穆，我知道你老来得子，所以很看重自己的女儿，但这件事情有些蹊跷，甚至是诡异。虽然我不是从小看着她长大，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是很清楚的。一个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大小姐，是不可能轻易树敌。以目前的线索来说，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你的那些竞争对手，以及你得罪过的仇人。不过你们穆家的仇人那么多，暂时就先别排查了，1个月都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反倒是你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其他的5个家族，看看他们有什么说法吧。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但他们一直不给回应，这让我怎么能放心呢？穆家家主情绪波动很大，双眼充血的他犹如一头嗜血猛兽，随时都会将眼前一切吞噬殆尽。但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努力让自己变得平静。家主大人，
其他5个家族回信了。他们说什么？穆家家主忽然抬起头来，目光正好与管家对视在一起。这位管家顿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整个人瘫坐在地，仿佛被抽了魂。老穆！白落霞沉声呵斥。穆家主也反应了过来，顿时抬起手来，将一道血气打入了管家的体内。抱歉，刚才我没控制好情绪。你汇报完消息就回去休息吧，给你几天的假期，好好调养身体。期间所花费的药材、灵药记个账，之后给你报销。谢谢家主大人。管家劫后余生地站了起来，他抹掉嘴角的血迹，然后汇报了其余5个家族的回信。这几个家族的回信大多都是场面话、官话，根本毫无意义。但其中有2点信息极为关键：第一是他们都在嘲讽穆家连自己的大小姐都看不好；第二则是他们表示会全力协助穆家家主找到穆婉婉，因为唇亡齿寒这个道理他们都懂。嘲讽归嘲讽，该帮还是得帮，否则等到下次他们遇难，就没有人来帮自己了。6大家族的人能牢牢把空地都这座中心城，并不是没有道理。看来不是他们做的。穆家主像是松了一口气，然后看向白落霞：白姐，婉婉现在也算是你的学生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调查一下女子学院可以吗？帝都所有地方都有我的眼线，但唯独女子学院我渗透不进去，这是刘月的地盘，她的脾气你很清楚，所以我只能拜托你了。看到穆家主如此无奈的样子，白落霞也感到有些无奈。当初你说你娶了她多好，何必现在还被她这么针对？明明大学时期就在一起了，甚至大灾变期间也定下了婚约，结果倒好，你抛弃了她娶了别人，然后生下了婉婉。不过你老婆体质太差，甚至还被魔族侵染，生了婉婉便力竭去世，真是为她感到不值。说实话，这要是换做我的话，婉婉根本就不可能去我的学校上学。刘月能这么大方，还是因为对你有感情。若是你能够亲口对她，够了白姐，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情，并且我不是抛弃了刘月，而是因为我们3人达成了协议，就算我求你帮我一把，现在我只想找到婉婉，其他的之后再说。此时此刻，尤林3人听着2位大佬谈论3角恋的事情，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他们大气都不敢喘，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生怕被发现。但无论如何，白落霞和穆家主的目光依旧落在了他们3人的身上。洛熙，交代你们一个任务，明天一早混入女子高中学院，调查这件事情。我会联络他们的校长，给你们一个临时交换生的身份，切记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怀疑。目前来说，整个学校里面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们的院长，其他无论是与穆婉婉关系好的学生，亦或者是那些老师，都不能信任。这话你们听明白了吗？白落霞目光深邃地看着3人，他们不敢回答听不明白，只能被迫点头答应。但尤林思忖片刻，终究是硬着头皮举起了手。院长，他们潜入学院没问题，可我是男生啊，我这个样子，就算是以交换生的身份进去，也有些不妥吧？不妥吗？我感觉很合适啊。白落霞眨了眨眼，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顶假发戴在了尤林的头上。看看这假发多合适。洛熙，噗，琉璃为什么也没看见？尤林院长，这是您常戴的假发。白落霞想死直说，他收回了这顶假发，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就当是一场考核，若要入学，必须找到穆婉婉。马上4月份了，想求一波必读票。猫猫感谢点 JPG。第46，女装只有0次与无数次，我女儿的事情交给他们，真的没有问题吗？穆家主有些不信任他们，虽然尤林3人外加另一个人帮助过穆婉婉脱离秘境，但调查失踪案与刷副本完全是2码事，所以穆家主不信任他们也很正常。放心好了，这3个人不一样，琉璃能觉醒裁决之锤作为本命武器，就说明他心思善良，同时也拥有一般人没有的观察力，就像是他一样。当初若不是他第一个发现魔族通道，我们也不可能迎来这100年和平的时代。说到这个人的时候，白落霞和穆家主都沉默了片刻。那么另外2个人呢？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穆家主继续询问，白落霞则是思索了一下，这才开口。洛熙天赋很高，觉醒的职业虽然不清楚，但却是双 S 评级，这足以说明他的不平凡。而他那口红色的棺材，就是当年魔族第1将军使用过的灭世红棺，虽然气息变弱了，外观也有些许改变，但想要瞒过我根本不可能。虽然不知道洛熙怎么做到的，能让这口棺材听令于他，但这起码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理由。至于尤灵，
我只能说相信他吧，起码他是一个魅魔，在女子学院应该能发挥作用。什么叫起码是个魅魔啊？还有你这个应该听上去就对他很没信心。穆家主有些无语，然后瘫倒在椅子上。算了，暂时相信他们一次吧。不过其他地方你也要帮帮忙，我一个人有点理不清头绪。莫家主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看上去很是疲惫。穆婉婉失踪一事带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尤其是毫无线索这一点是让人最揪心的。与此同时，尤林等人已经回到了他的住所，因为明天再次前往女子学院，所以他们干脆就都在尤林家住下了。怎么办啊？难道我真的要女装去上学？尤林有些蛋疼，一旁的洛熙和琉璃倒是满脸坏笑。有什么不好？你身为魅魔女装不是应该的吗？就是说啊，琉璃也很期待呢。看着两人幸灾乐祸的神情，尤林额头青筋暴涨，但却无可奈何。最终他只能咬着牙对着镜子释放伪装术。也就是这一瞬间，尤林再度变成了长发美女。虽然衣服没有任何变化，但从外人的视角中，她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刻的尤林真的像极了一个魅魔。洛熙看愣神了，就连琉璃也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并且你变身之后，为什么连那个地方都比琉璃大啊？你变成女魅魔比琉璃好看就算了，甚至连身材都不如你，我不能接受，真的不能接受。琉璃看着尤林的身材，然后对比了一下自己的小钢板，顿时遭受10000点真实暴击伤害。洛熙则是安慰着琉璃，然后瞪了尤林一眼。欺负别的女孩子算什么本事？有能耐你欺负我，把我也弄哭啊！尤林啊，他感觉这话有点不对劲，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什么毛病。最主要的是，尤林哪敢欺负洛熙啊？他不被弄哭就谢天谢地了。行了，别 emo 了，我们商量一下正事。尤林坐在床边，将已经睡着的小狐狸抓起来放在腿上，狠狠地蹂躏了一番。本来已经睡着的他被忽然弄醒，顿时有些生气，但看到尤林变成女孩的模样之后，顿时就红了毛发，然后一脸娇羞地蹭了上去。看到这一幕的尤林脸色有些怪异，但却没有推开小狐狸。说说看吧，明天是怎么一个思路？毕竟我们只有今天进去过女子学院，并且去过的地方只有食堂和展览大厅，除此之外，我们对这里是一无所知。哪怕有校长接应，但他对于穆大小姐也不一定知根知底。想要进行调查的话，还得是从他的班级以及一些要好的朋友身上下手才行。听到尤林这么说，洛熙和琉璃也都点了点头。随后他们便开始商量，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入手，以及如何去调查可疑的地方。与此同时，白落霞也是传来简讯，她将一张女子高中的地图发给两人，其中还标注了一些穆婉婉喜欢去的地方，虽然不是全部，但也给了他们一些有用的信息。不过其中有一个特别标红的地方，让三人感到疑惑。询问过后，他们才知道这里是女子高中的一个禁区，非校长亲自开启，禁止任何人进入。不过就算他们想进去也不行，因为这个地方只有校长才有权限开启，其他人都不行，哪怕是穆婉婉也没有进入的权限。所以这里并不用调查，这也算是给他们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但是女子高中有这么多可以调查的地方，这让他们3个头10个大，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收到了一条简讯，这是名为刘月的人加他们好友，同时也传来了一段视频，其中包括穆婉婉早上从宿舍出门，然后去食堂吃饭，随后便是去教导处帮忙，紧接着又看到他进入展览大厅，当着众人的面加入了艺文生物学院。这一切都显得非常正常，都是学校里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紧接着便是穆婉婉去到实验室帮忙，不过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其余的老师都不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穆婉婉的行为变得有些不太对劲。她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放下了手中的实验，站到了窗户前。可是透过监控视角，这个窗户上什么都没有，哪怕是外面也是一片平静。但穆婉婉就像是被什么吸引了一样，呆立在这里1个多小时的时间，直到闹钟响起，她才回过神来离开了实验室。紧接着便是正常吃饭，然后回到宿舍。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穆婉婉就没了踪影。她没再出宿舍，但是当她舍友回去之后，却发现穆婉婉并不在。起先穆婉婉的舍友们并没有发现不对劲，直到快熄灯的时候，他们依旧没有看到穆婉婉，这才报告给宿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确定穆婉婉已经失踪，原因不明。但是监控记录显示，她并没有离开宿舍，而是这样凭空消失。唯一可疑的点只有那个实验室里发呆1个小时，
除此之外，再无可疑之处。而这段视频，也是女子学院的校长刘月刚刚发送过来的。之前不论是尤琳他们，亦或者是穆家家主都不曾见过。这下问题大了呀！尤琳秀眉微蹙，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她没有解除伪装术，依旧保持着女魅魔的状态，所以尤琳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女人最美的一面，但她自己毫无察觉。反观旁边的洛西和琉璃有些绷不住了。尤琳，你这是女装上瘾了呀，小心一点，别真把自己当成女魅魔了。我可是听说伪装术能够改变自身认知，完美伪装成另外一个人。洛西忽然开口，顿时让尤琳一激灵。她此时才发现自己没有解除伪装，然后下意识地撩起不存在的长发，并且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心里立刻达到阈值开关，她便回来了，心情甚至有些失落。第47被玩坏了。翌日，尤琳等人按照约定来到了女子高中，不过因为没穿校服的原因，被门卫给拦了下来。你们3个连校服都不穿就想进去，这是不把校规当回事吗？虽然是走读生，但也不能这么没规矩吧。还有就是这个小狐狸是什么情况？学校内是禁止携带宠物的，所以你们班主任是谁？叫他来领你们。门卫是一位年纪不小的女人，看上去能有50来岁了，皮肤保养的还行，身材也算健硕，并且尽职尽责的态度也值得夸赞。只是她这样为难3人，让他们很难办。作为临时交换生进入学校，压根就不可能有教服穿。至于小狐狸为什么跟过来，完全是他觉得无聊。之前尤琳等人练技没带上他，这就导致小狐狸在家里闷了半个月左右。虽然不愁吃不愁喝，但却给他闷坏了。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他都要跟着来。尤琳拗不过他，所以就一起带过来了。只是没想到会被门卫大妈给拦下。阿姨，您听我们解释啊，我们都是临时交换生，是来这里学习参观的，所以没有校服。而这个小狐狸也是我的灵宠，自然要跟我在一起，所以还请您通融一下，让我们进去吧。尤琳开口说道，并且尝试使用自己的魅惑能力。身为魅魔，理应可以魅惑人类，但是尤琳却是魅魔之齿，她的魅惑能力对人类效果很差，唯有怪物才能被她所影响。这位大妈神情恍惚了一下，但很快就回过神来，冲着3人摇头。不行，我是有原则的人，说不让进就不让进。你们既然说自己是交换生，就拿出凭证来。我这个人很讲道理的，只要给我看到凭证，就放你们进去，否则就这样让你们入校，我可是要被扣工资的。并且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冒充的假货？昨天我就听说了，有一位大小姐在学校里失踪，所以我必须要严格排查任何一个想要进入学校的外来人口。门卫大妈很是负责，丝毫不给尤琳等人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有些无奈，哪怕尤琳使用魅惑之眼，也起不到多少的效果。他们无奈离开这里，然后尝试去联络白落霞，看看他能不能搞个凭证过来。这是他提出来的方法。若是连他都搞不定这种小事，调查自然也是无从谈起。片刻之后，众人得到了白落霞的回应，他已经联系了这里的校长，凭证一会就能送到。这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还得是找人才行，不然我们根本就进不去啊。也不知道这门卫的等级有多高。正常来说，我的魅惑能力是可以对人类造成影响的，虽然效果微弱，但等级只要不超我太多，还是可以产生好感的。但对他竟然无效，真是奇怪。听到尤琳的自我吐槽，一旁的洛西皱起眉头，眼神变成了湛蓝的颜色。片刻后，他摇了摇头，然后拽了一下尤琳的胳膊。这不怪你，因为对方的等级是69级，虽然还没到达传奇，但也不是你能影响的人。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能有69级。要知道我们学校的门卫才51级而已，这就是贵族学校吗？真是开了眼界了。洛西有些感慨，只是一个门卫而已，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就有如此大的差别，内在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这里的餐厅和展览大厅就比得上帝都高中1/5的面积，硬件设施几乎都是碾压，也就师资力量比不得帝都高中而已。这就是经费的差距，人力总归是要比硬件便宜不少，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差距。你们就是白姐提到的那3个学生是吗？就在3人还沉浸于情绪之中的时候，一个空灵但却充满威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们冷不丁听到这个声音，直接被吓了一跳，回过头来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位身穿旗袍，留着齐耳短发，身材顶尖的美女。其身高起码有1.7米，修长的大腿搭配着黑丝与高跟鞋，在旗袍的衬托下
完美无瑕，她的身材无可挑剔，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张脸颊的左眉位置有一大片的烧伤痕迹，虽然被头发给盖住了，但依旧能看到烧伤痕迹蔓延到额头位置，这让一整张精致的脸庞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若是抛开这烧伤疤痕来说，她绝对是不亚于洛熙的大美女。没错，我们就是白院长的学生，虽然还没有入学，但白落霞既然都这么介绍自己了，她也不介意提前成为对方的学生。我叫洛熙，这位是我的男朋友尤林，她是我的好闺蜜琉璃，我们都是白院长的学生。洛熙再度开口介绍，旗袍美女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了欣赏的神情。原来你就是洛熙啊，真是幸会，白姐昨天可是没少提你呢，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你。对了，我是这里的校长，名叫刘月，这是给你们的出入证，你们带好，不要丢失，否则我不一定会给你们补。还有就是，昨晚我群发的那个视频，你们应该也看到了，可疑点就这么多，我晚上亲自调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虽然调查时间很短，但确实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要加油了，只要不影响到学生的学习，随你们怎么调查都行。毕竟穆婉婉这孩子，我还挺喜欢的，哪怕他是情敌的孩子。尤林三人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刘月是用何等心情说出这种话来的，但他们清楚，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插嘴。对了，我记得白姐说，你们之中有个男生啊，怎么看着全都是女孩？他跟我说谎了。刘月好奇地看着三人，然后就发现有灵动做不自然地走了出来。那个啥，不好意思，校长，我就是那个男生，但是白院长要求我不能打扰到这里的学生，所以我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尤林模样很是羞涩，在伪装术的效果下，他的一举一动都很女孩子，一点都没有男人的影子，哪怕是刘月见了都不由得感到震惊。你就是那个有点变态的男魅魔？尤林，我不是。哈哈，终于是见着活的了，并且还是女装的男魅魔。不行，我得先跟你合张影，这样我就有跟他们吹逼的资本了。说着，刘月掏出手机，强行搂住尤林的肩膀，来了一波10连拍。面对镜头这一刻，有林想死的心都有了，但他依旧要强颜欢笑，摆出一个胜利的手势。摆脱了刘月后，尤林等人终于是进入了学校。他们通过身份凭证，很轻松就进来了。不过刚才刘月出现在校门口，门卫想不看到都有些难，能与校长合照，就证明了他们的身份。所以就算不用身份凭证，这个门卫也不敢拦人了。不过在校园内行走，凭证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玩意必须要有。昨晚没有拿到，纯粹是因为白落霞给忘了，这就导致刘月没有提前准备。不过现在拿到手也不算晚，他们总算是可以进入学校进行调查。不过刘月没有进来，他要去大会堂开会，3天内都回不了学校，所以他才会将调查一事全部交与3人处理。不只是刘月，6大家族的人，包括穆家家主也得去开会，哪怕是白落霞也不能缺席，所以这就是他们不能亲自调查的原因。这一点还是刘月和他们说的，白落霞与穆家主是一点信息都没透露。第48，女装、女校、女，3天内，若是我能调查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就可以完成测试，直接入学。若是一点信息都调查不到，我们怕是连个大学都摸得上了，所以我们得认真一点，有任何发现或者是感到违和的地方，都要记录下来。也许那最不起眼、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破案的关键。尤林严肃地说道。琉璃和洛熙2人也是点头赞同，丝毫不敢大意。虽然他们不懂如何破案，如何进行调查，但是侦探书也看过不少，照猫画虎是没有问题，但想要靠着破案还是不行，所以他们也没打算靠着自己找出穆婉婉。专业的事情还是得要专业人士才能处理，只不过执法局那边的人都在为大会做准备，根本就腾不出手来进行调查。最主要的是穆家主不想声张，所以还没有通知执法局，他打算先靠自己的力量调查，实在没辙了再找他们执法局谈判。作为穆家家主，他与官方组织本来就不在一条心，自然要谨慎与他们合作，所以这就只能由尤林他们代劳了。今天是周五，明后天他们会放假，到时候趁着人少，我们再去调查实验室这种地方吧。今天先在外面转换，看看穆大小姐常去的地方，说不定能有收获。尤林知道漫无目的地闲逛是没有办法找到线索的，所以才提议按着地图走，这也是昨天制定好的计划。洛熙和琉璃当然不会拒绝。而后他们根据地图来到了第一个位置，这里是教学楼的正前方，一个巨大的湖泊赫然出现在3人的面前。虽然昨天来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个湖泊了，
但今天是第一次靠近，感受着湖泊周围传来的微凉感觉，三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什么情况？这里的温度怎么忽然下降这么多？尤林有些疑惑，琉璃更是冷得直打颤。琉璃好冷啊！这个湖泊有问题。我看到的数据显示，这是一个常年处于零下100度，但却不会结冰的特殊湖泊。都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掉进去，否则会被活活冻死。听到洛西这么说，尤林和琉璃顿时向后倒退了一步。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好好一个学校，为啥还要弄这样一个奇葩湖泊？实在是匪夷所思。学校里有这种特殊湖泊，也不怕有人真的掉进去被冻死啊？尤林忍不住开口吐槽。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因为我们学校的校服可以抵御一切寒冷与炎热。听到这个声音，三人都是一惊，他们再度回头看去，只见一位戴着眼镜，手里抱着书本，梳着双马尾辫子的女人站在身后。她的形象很一般，身高也就1.6米几，尤其是在那有着巨大眼眶的眼镜加持下，突出的就是一个土字。你不能说她这样很丑，只能说这是一种很接地气的打扮。你们是哪个班的？竟然还敢翘课来这里，真是不把规矩当回事啊！跟我去一趟办公室，我要联系你们的班主任。女子说着，推了一下自己的巨大眼镜框，想要带三人离开，但是他们立刻拿出自己的凭证出来，这才让其停止动作。交换生凭证？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多了3个交换生？女子有些不解。尤林三人对视一眼，这才开口回答：我们是临时交换生，来这里是为了提前适应一下环境，所以特批我们不用上课。是的呀，琉璃感觉这里好新奇，想要多转转呢。老师您不用担心，我们不会乱跑的。洛西眼神中闪过一丝湛蓝的光芒，随后取消可视化数据技能。既然如此，需要我带你们转转吗？正好我今天上午没课，换成下午的话可就没这么闲了。女子面带笑容地说道，她的模样和蔼可亲，尤其是推眼镜的时候，更是给人一种憨厚的表现。但是尤林等人却不敢大意，因为他们在来之前就被白落霞嘱咐了，在这里除了刘月校长之外，任何人都不要轻信，所以他们拒绝了这位老师的好意。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随便逛逛吧，若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办公楼找我。我的名字叫张静，工位是办公楼的203房间。好了，你们继续参观吧，我要回去备课了。说完这些，张静又推了一下眼镜，然后便离开了这里。三人看着对方逐渐远去的背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这个老师看上去挺憨厚的，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啊？琉璃不解地问道。尤林眉头微皱，然后摇了摇头，虽然他看上去很憨厚，但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憨厚像是刻意表演出来的，就像是我伪装成女孩子一样，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不过这应该是我的错觉吧，毕竟他是一个老师，没必要进行伪装。不，你的直觉没有错，他就是在伪装。洛西忽然开口，让尤林和琉璃都吓了一跳。洛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他的性格是伪装出来的，甚至我怀疑这个教师身份也是他的伪装，其真实目的我们不清楚，但这个人的数据，我通过可视化数据这一技能竟然完全看不到，他的面板是一片空白。听到洛西这么说，尤林和琉璃不由得感到一阵背寒。虽然可视化数据这个技能他们运用的并不多，但之前他们做过实验，这一技能是可以无视等级进行查看，除非对方有隐藏面板的技能，否则都会被看得一干二净，哪怕是90多级的半神也不例外。不过能到半神境界，基本上也都掌握着隐匿自身面板的方法，所以无论是穆家主、白落霞还是刘月、洛西是都看不到的。但这种所谓的看不到，是连数据面板都不会呈现出来。但这个老师不同，他有面板数据，就代表着洛西可以查看，但面板是一片空白，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通过特殊方法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数据。三人面面相觑，心情有些复杂。这算啥？开局遇到隐藏人物，又或者是直接碰到了 BOSS， 这运气到底算好算坏呢？第49，继续深入。三人离开了这个特殊的湖泊，朝着女校独有的花海走去。他们虽然遇到了一个隐藏身份的人，但并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 BOSS， 也许他是有其他目的，才会隐藏自己的个人面板，让人看不到他的身份。但这件事应该与穆婉婉的失踪没什么关系，所以跟刘月说一声就好，根本不需要他们去处理。他们三人很快就来到了这片花海，五颜六色的花朵非常的惹人注目，各类花香混合到一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令人心情愉悦。老师，我想向您打探一个人，就是穆婉婉这位学生，您认识吗？尤林环视四周，发现了一个木质的小房子，门口有位老先生，正躺在摇椅上，享受着太阳的沐浴。当他听到尤林的声音后，这才睁开双眼，有些疑惑地看着三人。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打探有关他的信息？还有就是上课期间，你们怎么来我这里了？甚至还不穿校服。老人的语气非常严肃，让尤林三人顿时一激灵，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老师一样。但尤林很快就沉住气，这才开口回应：老师，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这里的学生，是交换生，今天来这里是参观学校，所以并不用上课的。尤林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随后便将身份凭证拿了出来。对方确认过后，脸色明显变得有些奇怪。我们学校什么时候有了3个交换生啊？刘月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他真是越来越不尊重我这个副校长了，好歹我也是他的长辈啊。副校长这番话顿时吓得尤林三人站直了身体，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女子高中的副校长竟然会是个男的，并且听他的话说他好像还是刘月的长辈，这让三人的喘息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放肆。算了，既然是刘月的手笔，那他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并且你们张口就问我穆婉婉的事情，这调查能力实在是有点业余，但为了这个孩子，我倒是乐意多说2句。副校长也没有为难三人，他将凭证还给尤林之后，便站起身来，目光看向眼前这片花海。也就在这个时候，三人才发现他的双腿竟然全都是机械假肢。虽然现在的科技让机械假肢变得与人体一样灵活，但假的终究没有原装好，就算皮肤可以模仿，其走路的动作依旧会出现些许的不协调。更何况副校长连皮肤都没装上，只是穿了一条长裤而已，遮盖了大部分的金属光泽而已。穆婉婉这个孩子我很喜欢，每次他来我这里，我都会摘一束花给他，但他并不喜欢花海，甚至还跟我说不要浪费这片地，要全部种上粮食。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冒出这样的想法，但这个孩子并不是我们口中寻常意义上的大小姐，她有自己的思想，也有一种超脱的气质。明明是出生在新时代的人，却总会给我一种从末日时代穿越过来的感觉，反正就很奇怪。毕竟正常人家的孩子谁会关心粮食问题啊？也就我们这种老古董才会天天喊着要加大粮食产量，提高粮食产出而已。说到这里，老人看向了尤林三人，露出了一个慈善的笑容。我和穆婉婉的交流并不多，仅限于刚才这些，如果你们想要完全了解他，得去找一个人才行。老先生，我们该去找谁？张静，穆婉婉的生物老师。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尤林三人顿时愣在原地。你们这是什么反应啊？看着三人呆若木鸡的样子，副校长有些诧异，尤林三人则是尴尬一笑，然后将刚才遇到他的事情说了出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告诉副校长张静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的事情。还是那句话，在调查期间，除了刘月之外，不要轻信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副校长。原来你们都见过了，真是让人意外。既然如此，你们就去找他吧，让他带你们去穆婉婉经常做实验的地方看看。虽然之前我和刘月查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你们不同，所以祝你们好运。说完这些，副校长便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继续闭目养神。尤林三人无奈地对视一眼，然后离开了这里。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去找张静，而是按照地图上的标注挨个去看了一圈，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甚至在午饭过后，他们还找到了穆婉婉的室友询问。虽然穆婉婉可以走读，但她强烈要求要住宿，目的就是享受美好的高中生活，这可不像是一个普通学生能说出来的话。所以他的3个室友都一致认为穆婉婉有点奇怪。虽然他们关系还算可以，但大多时候都不会和穆婉婉一起出门，无论是吃饭还是逛街，甚至连小组活动都很难在一起。这不是排挤，而是穆婉婉明确说过，她不喜欢有人跟着自己的感觉，那会让她觉得自己还在家里，并没有来上学。3位室友也是尊重她的理念，然后就以奇怪的方式相处了3年之久，期间没有过任何摩擦，哪怕是有一点点的不愉快，也都是穆婉婉主动道歉或者是赔偿。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是很喜欢穆婉婉的，只可惜从来没跟她一起吃过饭，这也算是3人的一个遗憾了。除此之外，3人还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穆婉婉每晚都会独自一人前往实验室，也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东西，反正她每天都是很晚才回来，差不多回来的时候也就快熄灯了，几乎每天都是如此。所以3人也都习惯了她早出晚归。也正是因为这种习惯，
才让他们熄灯后没有看到穆婉婉回来，从而认定她出事了。坚持了3年的习惯说违背就违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放在穆婉婉身上基本等于0，并且他们还说穆婉婉有的时候会说梦话，虽然断断续续的，但大多都和一些实验有关，甚至其中还提到了人体实验这种危险的言论，导致他们当时全都被吓了一跳。根据3人回忆说，他们当时被吓到了后，直接叫醒了穆婉婉，但对方却一脸懵逼，什么都不知道，这明显就是睡懵了的表现。除此之外，他们也得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信息，那就是穆婉婉在校外租了一个房子，无论是刘月还是穆家主，他都没有通知，哪怕是3位室友，也是无意间撞到过，但被穆婉婉要求保密，所以他们也就没再提过这件事。不过3人可以确定，这个仓库一样的密封房间一定是个实验室，这就是他们提供的信息。大部分刘月也都知情，但梦话和校外租房这种事情，3人是谁也没告诉。若非尤灵职业是魅魔，在询问期间使用了魅惑之眼，他们也不一定会全盘托出。最后尤灵便通过他们3人的嘴，将穆婉婉说过的梦话记录下来，虽然有些不太清晰，但比较吓人的几次梦话，3人全部都记得，就连那个地址也是全盘托出，没有半点隐瞒。尤灵有些感慨，他的魅魔职业终于派上用场了。第50，掏出来比你大。实验？做什么实验？我不知道啊。白姐，你问问木狗，他知不知道自己家女儿偷着去校外做实验的事情？大会场之中，趁着开会的空隙，刘月接了个电话。此时的尤灵3人已经离开了学校，悄悄来到穆婉婉校外租房的地址。这里是一间巨大的仓库，封闭措施做得非常好。不过这毕竟是普通的仓库，3人很轻松就撬开了门锁，进入到其中。结果是大吃一惊，因为仓库内摆满了各种实验设备，甚至还有一些巨大的培养皿。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培养皿里面大多数都是常见的怪物，哥布林、小型牛头人、猫妖、魔狼等怪物都被放置在培养皿中。面对这么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尤灵3人根本不敢轻举妄动，所以立刻联系到刘月让他来解决。对方接到电话后也是一脸懵逼，只能去问穆家主。结果倒好，对方也是一脸懵逼，外加旁边还有个白落霞，那就是3脸懵逼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穆婉婉这么一个文静的、集大家闺秀全部优点的好孩子，竟然暗中开设了一个实验基地。虽然规模并不算特别大，但她可是一个孩子啊，哪怕是穆家大小姐，但这种事情没有外人帮助，是不可能成功瞒过所有人。所以尤灵等人立刻就想到了张静，他是一名生物老师，更是穆婉婉的专属老师。根据副校长的话说，他和穆婉婉关系很好，所以会经常让他借用学校的实验室。但这是不是就说明他很有可能协助穆婉婉暗中搭建了这里的实验室呢？联想到这里，3人不由得冒出一股冷汗，因为他身上的疑点实在是越来越多，很难洗白了。随后尤灵也是将张静的事情告知给刘月等人，并且明确说明他是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这让刘月沉默了片刻，这才严肃开口：你们怎么能确定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这个刘月可是我亲自招进来的老师，早在50年前穆婉婉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我这里工作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0个年头。然而现在你跟我说他有问题，这让我如何接受？在得知自己亲自招募的老师很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刘月第一时间是不相信的。他在极力证明张静的清白，但很可惜他证明不了，因为这个实验室里的可疑之处太多，若是没有人帮忙根本就建不起来。最主要的一点是，穆婉婉一个学生哪来的这么多专业知识，可以运作一个如此庞大的实验室？没人帮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刘月激动过后也是认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才开口对2人嘱咐：抱歉，刚刚是我情绪有些激动，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地方，那就继续调查下去。我会让我说，也就是副校长帮你们深入调查。他虽然值得信赖，但有关张静的事情没有明确证据，先不要告诉给他。好了，就说这么多，你们继续忙吧，等有了新的消息记得通知我。说完，刘月便匆匆挂断电话，看上去他那边确实挺忙的。随后尤灵和洛西2人便在这个实验室里各种拍照取证，琉璃负责在外面把风，一旦有人靠近，他就要及时通知撤离，毕竟这是偷偷潜入，最好是不要打草惊蛇。至于这里的监控摄像头，在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洛西用数据可视化这个技能给黑了。 SSS 级技能不仅仅可以对生物使用，就连非生物一样能释放，尤其是这些科技产物，更是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他们的运行。越简单的科技产品，所能影响的程度就越高。但那些比较精密的科技产品，比方说人工智能这种东西，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就算使用这个技能，也只能简单影响对方。所以这个技能是一个科学技能，知识储备越高，所发挥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则会有些差。影响摄像头也是如此，因为不懂其运作原理，所以洛西最多影响他2-3个小时，所以他们调查的时间并不算很充裕，并且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必须要离开，否则就会被监控看到。可就在3人准备走的时候，却感知到了有10几个人的气息，正在快速向这里靠近。3人一惊，顿时便要找地方藏起来。不过等到这些人出现后，他们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领头的人正是之前见过的那位穆家的管家。他来到这里后，第一时间就安排人手将周围封锁，同时也有几名黑衣人搬来了一些看不懂的设备，将一股无形的屏障扩散到整个仓库上面。地址是这里没有错，但是他们人呢？家主不是说尤林他们就在这里吗？怎么不见了？管家将一切准备措施做好了之后，这才进入实验室里面查看情况。只是尤林等人躲在暗中观察，所以他才找不到。现在3人确定是友军到来后松了一口气，这才走了出来。管家先生，是穆家主叫您来支援我们的。洛西从后面叫住管家，把他给吓了一跳。原来你们在这里啊，我还以为我来晚了呢。管家明显松了一口气，不晚，一点也不晚，我们也正打算去找您呢。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些设备是干什么的？这里有监控摄像头，您是不是可以派人给它黑掉？洛西开口询问，管家却是摇了摇头，露出了一个优雅的笑容。不用那么麻烦，这一个屏蔽信号的设备就够了。为了防止这里的信息传播出去，我已经命人将周围完全封锁，现在只需要收集这里的东西，基本上就能确定大小姐在做什么实验了。只可惜的是，大小姐到现在都了无音讯，也不知道她好不好，有没有受到虐待。管家很是担心穆婉婉的状况，毕竟是他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当然会非常的关心。管家您大可放心，我们已经调查到了一些有用的情报，现在则是需要去验证一下，所以等我们消息吧。也许超不过3天，我们就能找到穆婉婉了。尤林语气坚定，充满了自信，但是管家却诧异地看了一眼尤林，然后环视四周，眼神更加疑惑了。这位女孩是谁？尤林呢？她没来。管家语气天真，但却让尤林遭受万点暴击。洛西和琉璃笑得合不拢嘴，双腿都在打颤。尤林更是一脸无奈的解除了自己的伪装术。管家先生，我就是尤林啊。管家，原来你是个女孩子。可是不对啊，你不是男魅魔吗？说到这里，管家恍然大悟，表情变得极为夸张，所有的优雅都被抛之脑后。难道说你是雌雄同体？尤林眼角抽搐，旁边2人笑得更大声了。尤林，我就是男的，信不信我掏出来比你大？第51，震惊，女子学校的老师竟然……管家尴尬地挠了挠头，面对尤林极力想要证明自己，洛西则是极力阻拦。若非有他拦着，尤林怕是真要脱裤子证明一下自己的性别了。一旁的琉璃笑得身体都有些抽搐，双腿被搞得完全合不拢。管家先生，你别在意尤林，他只是间歇性发癫而已。穆家主派您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嘱咐吗？洛西大脑在线，控制住了尤林之后，便开口询问管家。对方也是愣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地说道：确实有一件事需要麻烦你们一下，刚才被他搞的，我都忘记了，这件事很重要。说话间，管家掏出了一张卷轴交给洛西，他也看出来了，在常人之中，洛西的话语权最重，所以将这东西交给他是最保险的。大小姐之前一直想要的技能卷轴，家主给他搞到手了。原本是想要庆祝他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从而作为礼物交给他，但是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若是你们真的可以找到大小姐，希望可以代替家主转送这个技能卷轴。听到管家这么说，洛西将其郑重地拿在手中，尤林也是顺带看了一眼，然后就这技能卷轴的属性震惊到了。技能双重施法，评级 SS， 效果释放技能的时候可以无消耗再度释放相同技能，威力不会受到削弱。备注：此技能为被动效果，无法主动释放，也无法被任何技能取代，但可以主动挑选攻击目标。双重施法便是这一技能的名字，其效果相当的逆天，完全是可以让一个法师变成人形自走炮台。因为这无消耗的双重施法，简直就是每一个法师梦寐以求的神技。评级为 SS， 完全是理所应当。但是
让尤林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穆婉婉要用这个技能？他们之前在穆家别墅里休息的时候，得知了穆婉婉的职业是爆破法师，天赋技能就是一个火球术，天命武器则是一个项链，其效果是可以大幅度增幅火球术的杀伤力。这就是之前他在秘境里展现出来的小型核爆一样的火球术，虽然看上去很好，但却有2个致命缺陷。其一便是每次释放就会消耗自身90%的力量，只留下1成用来跑路，也就是说他一次只能来1发，多了是1滴都流不出来，所以每次打完这一炮都得休息好久才能继续。其二的负面效果更是让他学习到的所有技能都强行变更成为增幅效果，其增幅效果也是非常固定，会根据自身等级进行增幅，也就是说他10级的时候增幅效果只有 10%， 而现在已经有30级了，那么增幅效果也会达到 30%。 最为主要的是，这是单个技能的增幅，10级和20级甚至更高等级开启的技能槽增幅效果都是可以相互叠加的。若是他能将等级提升到99级，其的威力不可估量，估计核弹都比不上他这一发火球术。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技能卷轴就算给他使用也用不到啊。看来你们是知道大小姐的能力了，他既然信任你们，那我也就没必要隐瞒你们。这个技能卷轴的优先级非常高，大小姐的本命武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优先级不会将双重施法的效果覆盖掉，也就是说大小姐不仅会拥有双重施法这一技能，就连技能增幅也会拥有，并且不只是这一技能。之后我们都会为大小姐寻找优先级非常高的被动技能卷轴，若是3位发现有什么好用的被动技能，并且还是优先级很高的那种，我可以代替家主做主进行收购。管家说得很诚恳，虽然说他等级在穆家并不算高，但其管事能力却是非常的好，尤其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能代表穆家的风范，这样的人才可不多见。只要有能力，哪怕等级很低，也依然会招人喜欢。毕竟穆家有专门的战斗人员，若是真轮到他一个管家上其余线战斗，那么就说明这个家族距离灭亡不远了。明白了，我们会多多留意的，并且您放心，这个技能卷轴我们会交到穆婉婉的手中。尤林郑重承诺，随后便开启伪装术，变成了女孩子的模样。管家看着这一幕是啧啧称奇，甚至拿出手机想要拍照。尤林见状，有些生气的跺了跺脚，然后便逃一般的离开了这里。洛西和琉璃甚至没反应过来，只能对管家一个歉意的微笑，然后追了上去。管家则是刚刚掏出手机，还没来得及照相，3人就已经离开了，这让他有些无语。但仔细回想尤林那女装模样，不由得舔了舔嘴唇，不愧是魅魔呀，变装之后竟然连我都动心了，还真是一个危险人物。好在他有洛西控制，否则我们家大小姐真就危险了。管家自言自语，然后便看向了周围那些黑衣人，所有人提高警惕，绝对不能有任何遗漏的地方，并且也别给我搞破坏，我们要保证实验室的完整，因为这会是一个关键证据。遵命！黑衣人纷纷回应，然后便忙碌了起来。与此同时，尤林3人回到了学校里面，他们3个气喘吁吁，一看就是长跑回来的，身上都出汗了，所以3人立刻回到冰湖边缘凉快一会。现在我明白这个冰湖是干什么用的了，简直就是天然空调啊！无论你有多热，只要在这里待上一会，绝对会冻得想穿棉袄。尤林打了一个激灵，白皙的双腿因为冷气而打颤。反观洛西和琉璃，因为常年穿短裙，所以早就对这种寒冷习以为常。你们3个怎么还不去集合？在这里干什么呢？就在3人乘凉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忽然传来，3人立刻回头，然后就看到满脸横肉的中年女性站在了他们的面前。这个人他们不认识，但看他气场就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善茬。这位老师，我们是……我不听解释，把你们的班级和班主任告诉我，之后我会给你们记处分，甚至都敢不穿校服就在学校里晃荡，这也太不把校规当回事了。现在就罚你们抄写校规10遍，明天早上交给我。对方老气横秋地说道，显然是将他们3人当成本校学生来看呆了。对此，尤林立刻拿出身份凭证，但这位女人连看都没看，直接将其扔到一旁，别想蒙混过关，在我这里什么东西都不好使。听到他这么说，尤林的脸色有些难看。这位老师，我们并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以我说了，我不听解释。中年女人依旧我行我素。但就在这个时候，张静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旁边，她捡起地上的身份凭证，有些胆怯地看向这位中年女性。王主任，
您就别为难他们了，这都是交换生，是来我们这里参观的。若是因为您这脾气，让他们认为我们学校不好，到时候传了出去，我们还怎么招新生啊？第52，张静。张静走过来唱白脸，她的模样与白天的时候并无变化，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其脚边沾染了一些泥土，看上去像是踩了什么东西。但学校里有泥土的地方并不多，这就值得让人注意了。张静老师，你认识他们3个？王主任诧异地看向张静，然后又细细打量了一下他手中的身份凭证，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随后就见到这位王主任脸上堆砌着讨好的笑容，来到了尤林的面前。这位同学，真是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打疼你吧？真是抱歉了，我只是遇到了一些坏事，所以情绪有些激动。平常我可是很温柔的，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若是校长的老人家询问你们对于学校的印象，可千万不要把我卖出去啊！王主任不断摩挲着尤林的手背，犹如一个痴女一般，令人感到不适。尤林多次尝试抽回手，但都以失败告终。对方的力气很大，就像是尤林不答应，他就不松手了一样。老师，您先松手吧，弄疼我了。尤林装作娇柔的样子说道，他是真的疼，但是为了符合现在的身份，只能先装一波再说。只是他这撒娇般的语气，让身后的琉璃和洛西着实是绷不住了。好的，我这就松开，希望你不要和校长提及这件事。王主任嘴上同意，但根本没有松开的意思，这让尤林的脸色很是难看。我不会和校长说的，您可以松开手了吗？尤林终于是忍不了了。不过当他答应保密之后，王主任终于是松开了手。张静老师，你带着3位交换生参观一下学校吧，不过要注意影响，顺带安排一间宿舍给他们。还有就是下午开会的内容你别忘了，在封闭期间内谁也不能从学校离开，他们3个也不例外。说着，王主任便一脸陪笑地看向3人。抱歉啊，3位同学，这是校长他老人家亲自下的命令，无论是谁都不能离开学校，包括走读生和老师，并且他也没说你们3位的事情，所以就只能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办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招待你们的，若是有任何招待不周的地方，你们可以随时向我投诉。就这样吧，我一会还有个会要开，就先走一步。张静，你是学校的老人了，千万别出差错。说完这话，王主任便离开了这里。不过他倒是3步一回头，目光一直在飘向尤林，那眼神看得尤林是毛骨悚然，就像是被野兽盯上了一样，浑身都僵硬了。这位同学，你叫尤林对吧？张静看了一眼身份凭证上的信息，随后将东西还给了尤林。看上去和照片不太像啊，并且照片上怎么是短发呢？张静微笑着询问尤林问题，伸手推了一下自己的大框眼镜。尤林收回身份凭证，刚要说什么，却忽然有一种想要实话实说，坦白自己女装的想法。坦白的思想由心而生，但是尤林的大脑反应比嘴巴快，所以立刻就闭上了嘴。怎么了，尤林同学？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张静再度询问，并且还贴心的走上前，抚摸尤林的额头。老师，我没有不舒服，只是有些尿急。所以尤林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要坦白实话的冲动，所以他没办法正面回答张静的问题，只能用另一个实话来回应对方。想上厕所呀？就在前面的教学楼，我带你去。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尤林说着，然后给了洛西和琉璃一个眼神，两人心领神会，立刻就跟了上去，然后与尤林一起进入了教学楼。因为这里是女校，所以厕所只有女厕。尤林想要上厕所是真的，但也是生平第一次进入女厕。不过出于羞耻心，以及防止被张静发现什么端倪，终究还是选择了蹲着如厕。解决完了生理问题之后，尤林便打开单间门，邀请两人一起进来。洛西倒还好，毕竟不是第一次和尤林一起上厕所，但琉璃明显是有些嫌弃。不过考虑到厕所外面有人存在，他还是跟着进来了。洛西，那个张静老师还在外面吗？尤林小声询问。洛西立刻开启可视化数据这一技能，发现了正在厕所外面等待的张静。这一技能用来探查情报非常方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当做透视与感知技能来用。他就在门口，好像是在等着我们出去。贵族学校的厕所都是那种比较厚实的门，所以并不担心外面的人可以偷听到他们谈话。他们3人挤在同一个坑位里面，明显是有些拥挤，不过为了方便交流，也只能这么做。从现在开始，你们面对这个张静的时候，都不要主动搭话，不管他问什么都不要张口，
哪怕出一个声音也不行，因为刚才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对劲，仿佛是有一种力量在控制我的嘴巴，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要说出来这里的目的，甚至是自己女装的事实。若非刚才我正好尿急，还真不一定能摆脱他的控制。这是什么能力我不知道，但是我身为魅魔，本身就对这种精神控制有一定的抵抗力。但你们就不一样了，所以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应对。听到尤琳这么说，琉璃和洛西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小心一点，尽量别分开，因为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是不是穆婉婉失踪的罪魁祸首。如果这件事情真和他有关系的话，现在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危险，所以接下来就是想办法甩掉他。三人对视一眼，而后便离开了这个坑位。不过当三人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几名上厕所的学生，他们看了一眼尤琳三人，竟然从一个坑位里面出来，脸上顿时浮现出八卦的表情。虽然他们什么都没说，但尤琳三人整理衣服的动作已经被尽收眼底，一切尽在不言中。三人尴尬的赶紧离开洗手间。张静也在这个时候迎了过来，你们上厕所的时间还真长啊，看来确实是憋坏了。张静又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框，然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到晚饭点了，不如我请你们去吃饭吧，我们学校的食堂还是很好吃的。说完这话，张静甚至不等三人反对，直接抓着尤琳的手就朝着食堂走去。他想要挣脱，却无济于事。看得出来，对方根本不想放三人脱离自己的视线，所以洛西和琉璃也没有办法，只能跟上去。第53，无声无息的影响。晚饭过后，他们来到小树林里面散步。来这里散步的学生很多，因为封闭学校的原因，导致大部分的学生都无法离开学校，哪怕是走读生也一样。无聊的他们只能趁着熄灯前在外面放松一下心情了。听说了吗？我们学校有个大小姐失踪了，据传言凶手就在学校呢。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然为什么封校啊？你别说，还真是这个道理呢。不止如此，我通过个人渠道得知是有人求爱不成，所以才会报复这位大小姐的。求爱？这怎么可能？我们这可是女校啊！女校怎么了？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落后啊？谁跟你说的女生之间就不可以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学校里的情侣可不少，单说我知道的就有好几十对呢，真可怕。林荫小道上，尤琳等人本来只是在观察这里的环境，但是无意间却听到了这种八卦。他们三人面面相觑，最后全部将目光放到了张静的身上。老师，贵校这么开放的吗？这我哪知道啊。张静嘴角抽搐，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在听到这话的时候也是难免有些尴尬。随后他就追上了那两个女学生，好好的教育了一顿，并且阻止了他们传播谣言。至于那所谓的情侣，没人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尤琳等人是大受震撼。不过趁着这个机会，三人也是快步朝着小树林外面走去。他们要去一趟实验室，但是没有跟张静说。根据之前的地图标注，他们已经在实验室的附近，只要跟着这条小路走就能抵达。不过就在他们快要靠近实验室的时候，却发现张静已经跟在了身后。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跟上来的，这悄无声息的能力如同鬼魅一般令人不安。也幸亏三人一直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在这里讨论什么，否则还真可能被对方给抓到。你们走的还真快啊，我差点就跟不上了。话说，你们要去这个实验室参观吗？按理来说，实验室晚上是不开放的，但考虑到你们都是交换生，给你们看看也无妨。不过要注意一点，实验室里的设备都很贵的，碰坏了可是要赔钱的哦。张静漫不经心地说道，自然而然就走到了队伍的前面。既然已经被看到跟了上来，他也就不继续在后面了。尤琳三人面色有些沉重，他们对视一眼，跟着张静一起来到了实验室。这里的实验室分好几个种类，他们三个根本就看不太懂。帝都高中虽然有实验室，但那都是老师们用的，根本不给学生开放。哪怕是这里，一般学生也进不来。穆婉婉能进来的原因，除了她身份特殊之外，还有张静的帮忙。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之前那两位同学说学校里有人失踪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尤琳装作不知道的模样开口询问。洛西和琉璃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摆出一脸好奇的表情看向张静。他们很聪明，尤琳只是问了这么一句，他们两人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虽然这样询问还是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什么都不问调查也就得不到进展，所以有的险必须得冒。尤琳这就是一次尝试，并且期待着对方的回应。张静则是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框，
思考地说道：“你们说的那个人啊，是我的学生，并且也是我最喜欢的学生。说实话，他忽然失踪确实挺可疑的。我也托人打探了一下消息，但都是一无所获。无论我问什么，校长也都不告诉我们。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凶手一定就在学校内，否则校长也不会封校。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落单，不然遇到了凶手，后果不堪设想啊！真是想想都感到害怕。”张静打了个冷战，然后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框。这一刻，尤林等人都感觉他的模样很是真挚，甚至忽略了他已经将话题跑偏。但是尤林作为魅魔，对于这种精神影响有着很高的抗性，他立刻就回归了正常，然后感到了后怕。随后他看向洛西和琉璃，发现两人确实都被影响了，不由得再度开口：“老师，这个人是谁呢？您和他到底什么关系呢？我这人好奇心有点重，若是有冒犯的话，还请见谅。”尤林豁出去了，既然要调查穆婉婉失踪一事，就必须要与对方打交道，并且这个人一直在使用精神能力，暗中影响自己，甚至刚才他的话题都跑偏了。作为一名老师，理应不该这样，所以说他一定有问题。张静看到尤林的模样，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的神情，而后便恢复正常。既然你这么好奇，那就跟我来个房间吧，你们两人在外面稍等一下，我有事情要和这位同学单独聊一下。说着，张静推开了一个实验室，但是却让琉璃和洛西留在外面。有灵警明大作，立刻便牵起了洛西的手，同时开启魅惑之眼。就在这一瞬间，洛西的中度魅惑状态直接飙升到了重度魅惑，强大的魅惑之力让洛西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眼中有着粉红色的桃心，嘴唇上下开合，口吐幽兰，身体正在发热，有一种躁动的情绪正在内心中不断翻涌。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并且立刻就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惊觉自己竟然也被影响，然后立刻与尤林粘到了一起，就连依旧处于影响状态的琉璃也强行拉了过来。不管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他们三人绝对不能落单。老师，我们三人都是一起的，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若是您想要聊聊有关那位大小姐的事情，还是跟我们一起说吧。洛西开口为尤林站台，虽然他被魅惑能力影响的不轻，皮肤都因此变得红润了不少，不自觉的动作让其充满了魅惑感。若非有外人在这里，洛西根本就控制不住想要扑倒尤林的想法。张静推了一下眼镜框，在漆黑的走廊里，三人只能看得清他那微扬的嘴角，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微笑却犹如毒蛇一般令人胆寒。既然如此，那就都进去吧，我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和你们聊聊有关穆婉婉的事情。说着，张静便离开了这里。尤林见状，立刻抓着洛西进了实验室，同时也解除了魅惑状态。不过就算解除了魅惑，那重度魅惑也只是降低为高度魅惑，若是想要重新降回去，怕是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了。第54魔界裂痕。我刚刚是怎么了？当张静暂时出去的时候，琉璃这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他虽然还保留着刚才的记忆，但是却莫名其妙的对张静言听计从，就感觉像是被催眠了一样，任由对方进行掌控。甚至他感觉张静若是做一些不雅观的事情，他都有可能会同意。其实不仅仅是琉璃，洛西之前也是被张静控制，若非有灵用优先级更高的魅惑能力，强行抵消了对方的 debuff， 谁知道洛西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在场三人之中，唯有尤灵可以抵抗张静的能力，这就是魅魔职业的好处。尤灵，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要不要直接打出去？洛西开口询问，并且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了。他的灭世宏观已经收回到了储物空间之中，随时都可以掏出来。之前无法放进去，完全是因为不死气息，所以才会呈现出异常状态。等到其消化了那些不死气息之后，便能够正常放回储物空间了。就连小狐狸也是一样，他是因为不喜欢待在灵宠空间内，所以尤灵就没有给他放进去。但是这一次调查与之前完全不同，所以他也将小狐狸带了过来。只不过他目前还帮不上什么忙，正在灵宠空间内睡觉，不能贸然动手。若是在这里直接动手，不就说明我们是来找他麻烦的吗？先看看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做。对了，你用技能看一眼，这个实验室有没有什么异常？校长和副校长都说没有问题，但我总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实验室里面。洛西点了点头，随后开始观察这个房间。他的双眼变成了湛蓝的颜色，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但很快洛西就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径直的来到了窗台，看着外面。你们能看得到吗？洛西忽然开口，这让尤灵和琉璃两人都有些吃惊。他们立刻站起身来，
朝着洛西看的方向看去，但是那边只有一片小树林，其他什么都没有。洛西，你看到什么？你们看不到。洛西眉头微皱，然后解除了可视化数据。此时此刻，他再度看向窗外，但是除了小树林之外，什么都没有。果然看不到。洛西脸色变得非常凝重，旋即解释了他刚才看到的东西。那是一个废墟世界，放眼望去，满目疮痍，除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之外，就是各种废墟残骸。虽然一个人都看不到，但他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悲凉的感觉。一个废墟世界，尤林眉头微皱，然后拿出手机打开监控视频。经过他的反复对比，终于发现他们所站的位置与视频中的琉璃完全一致，不仅仅位置相同，就连周围的陈设摆放基本上都是9成9的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两人进来之后挪动的椅子还有脚边的一些箱子。看到这里，尤林立刻打开房间门，想要确定一下房间是否也一样。但就在这个时候，张静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门口。他面带微笑，阴影下的脸庞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张静推了推那个巨大的眼镜框，尤林顿时便感觉到一股眩晕感袭来，但他很快就控制好身形，同时开启魅惑之眼。对方明显愣了一下，同时也得到了高度魅惑的状态。这一刻，尤林瞪大了双眼，立刻向后退去，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天赋能力只能影响怪物以及觉醒怪物面板的洛西。除此之外，其他人能得到一个轻度魅惑就已经算是尤林超常发挥了，但对方直接呈现出重度魅惑的状态，这就说明张静肯定不是人。魅惑？你是个魅魔？张静明显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他看向尤林的眼神越发奇怪，甚至有一种想要冲上去舔舐的冲动。但张静很好的克制住了自己，顺带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框。当他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尤林便感觉到又是一股眩晕感袭来。等到他恢复眩晕，对方的魅惑状态已经降级到了中度魅惑。这到底是什么魅惑能力，竟然还无法解除？张静明显没见过这种能力，所以有些诧异。哪怕此时的他对于尤林的冲动已经减少了不少，但中度魅惑的状态依旧让他有点想要得到尤林。张静下意识伸出手去，但却被洛西古一棺材砸飞了出去。跑！我们得赶紧跑，不然就来不及了。洛西大声呼喊，然后便抓起他的手就往外跑去。琉璃跟在后面，同时将两人身上布满圣光。他们的逃跑速度很快，转眼间便离开了实验室。紧接着，洛西便打电话给白落霞，可是对方一直不接，所以就只能编辑短信发送给对方。尤灵，你打电话给刘烨校长，让他赶紧回来，就跟他说魔界裂痕正在扩张。说到这里的时候，洛西明显有些紧张。我总算是明白那个禁区是什么地方了，之前我还以为是什么封印或者是秘境之类的东西，但看到刚才那废墟以及数据化之后的整个校园，我就明白了，那个禁区就是一个魔界裂痕。这个张静老师是魔界裂痕的破坏者，虽然不知道他要怎么做，但我们已经与他正面对上，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甚至怀疑穆婉婉的失踪就是发现了他的秘密，从而被灭口。洛西很严肃地说出了尤灵和琉璃都听不懂的名词。魔界裂痕，这是什么东西啊？尤灵和洛西二脸懵逼。但是这玩意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就是和魔界有关的东西。若是任由其扩张，肯定会影响现实世界。虽然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但肯定很严重。尤灵没有犹豫，先是编辑了短信发送出去，这才尝试与刘月通话，但电话一直都是忙音，根本就打不通。也就在这个时候，张静初现在他们的前面，拦住了三人的去路。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穿戴打扮依旧很土，可是现在却没有人将他认为是一个不会打扮的土老师，其真实身份必定是魔界的人。三位同学刚来就想走，我还没好好招待你们呢。张静挂着笑容，目光一直放在尤灵的身上，那高高挂起的中度魅惑状态是那样的刺眼夺目。尤灵甚至有些后悔对他使用魅惑之眼了，但紧接着他再度释放技能，这让张静的笑容顿时僵住，因为他的身体动弹不了，无论如何用力都像是一个木偶一般，根本无法移动。但尤灵也是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处于一种天旋地转的状态，甚至于连伪装术都维持不了，直接解除了女装变回男人。张静表情未变，但他头顶的中度魅惑重回高度魅惑。这一刻，尤灵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尤灵第55羊角恶魔，趁着张静被控制的时候，
洛西抱着尤琳撒腿就跑，琉璃紧跟在后，根本就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他们想要赶紧离开这里，只要找到副校长，说不定还有救。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三人竟然发现自己一直都跑不出这个小树林，这是鬼打墙了。琉璃有些害怕地问道，虽然他是个治疗师，但明显有些怕鬼，不确定是不是鬼打墙，但看这情况来说，我们应该是一直都在原地打转。看来对方的能力不仅仅有催眠，连环境都可以影响。洛西脸色有些凝重，而后将灭世红冠放在身前，他随时准备开启棺材板，与对方决一死战。不过就在他打算这么做的时候，一道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话可不能乱说哦，我不过是影响了一下你们的视觉，让你们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罢了。真要改变环境，起码得史诗级的人才能做到。老师，我可没有这种能力。张静闲庭信步地来到三人身前，伴随着他的出现，周围的花草树木忽然暴涨，大量的藤条将三人捆绑在空中，但唯独尤琳被送到了张静的面前。真是个可爱的小美人，怪不得我能被你给影响，原来你就是那个男魅魔呀。张静说着便伸手抚摸尤琳的脸颊，然后捏住了她的下巴。可就在他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却感受到空间一阵波动，他脸色骤变，旋即便向后退去。只见一口巨大的红棺重重地砸在了他刚刚所在的位置。洛西的身影缓缓出现，张静脸色有些难看，随后看了一眼还被捆绑在半空中的琉璃。你怎么逃出来的？张静有些不解，但是洛西可没有给敌人解释自己能力的习惯。灵界行走这一技能被评为 S 级不是没有原因的，其能力非常的变态，可以让人直接变成灵体，从而无视任何物理障碍。唯一可惜的就是灵界行走不能够携带东西，最多也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可以消失，但是红棺却只能收回到储物空间内，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偷袭。而后洛西将棺材板打开一点，抽出了那把赤红色的长剑，只见他随手一挥，捆绑着尤琳和琉璃的藤蔓就被轻松斩断。这一刻，张静的脸色再度发生了变化。灭世红棺，尸山血海，你为什么会有这两件武器？听到张静的话，洛西淡然一笑，旋即剑指对方，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你说我为什么不能有？本来就是你的，难道说？听到洛西的话，张静的 CPU 明显有些过载，洛西则是趁着这个空档一剑刺出。虽然用棺材打人很爽，但面对张静这个人还得靠这把剑才行。我来拖住他，你们去叫支援。洛西大声说道。尤琳则是有些不忍心让洛西单独一人留在这里，但现如今能够对抗张静的只有他，所以尤琳和琉璃没有半点犹豫，撒腿就跑。但还没等他们跑出去，周围就围上了一圈密密麻麻的暗影生物，他们隐藏在影子之中，常人根本无法察觉。哪怕是洛西看到这近百只的暗影生物，都不由得向后退去。想跑没那么容易。张静也回过神来，立刻解除了伪装。只见一头巨大的山羊怪出现在三人的面前，身高3米，面目可憎，与之前的人类形象简直毫不相干。若非亲眼所见，尤琳他们也很难将一只山羊怪和那个土里土气的人类教师联系到一起。你果然是羊角恶魔。洛西仿佛早就猜到了他的真身，只是不敢确定而已。不过当对方现出真身之后，他便知道这场战斗凶多吉少，这该怎么打呀？一个61级的羊角恶魔，我们几个加起来也不够他杀的呀。琉璃有些害怕地说道。不过裁决之锤已经被他握在手中，尤琳则是观察着周围的暗影生物，并且使用魅魔之眼偷偷控制了几个。这些暗影生物的等级很低，最高也不过才20多级，哪怕尤琳现在是战损状态，控制起来也是轻轻松松。唯一的问题就只有这个羊角恶魔，他们根本就打不过。尸山血海，魔界的至高将军的配件，其效果是无视等级可以装配，无视等级就能造成伤害，同时也无视任何破坏效果。但是因为将军陨落在人间，从而配件丢失，谁也无法得知其具体位置。区区人类竟然敢说尸山血海是属于你的这种话，真是可笑。就连这灭世红棺同样是将军的所有物，虽然我不清楚其具体效果，但将军每一次都会背着棺材战斗。按照将军的话来说，他每一次都是视死如归，所以背着棺材方便存放自己的尸体。像你这种人类根本就不配玷污将军的荣光。羊角恶魔如同疯了一般朝着洛西扑来，他在看到这两个武器之后的反应与之前完全判若两人。若是说张静之前还想隐藏身份，但现在他只是想要将这两个武器带走，哪怕会因此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洛西正面迎战，只见他右手持剑，左手不断地翻转棺材，
逼迫的对方根本无从下手。靠着这种方法，洛西硬生生地逼退了羊角恶魔，但他很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他立刻开口大喊：“趁现在，走，别想逃！”羊角恶魔也是大声呵斥，旋即便控制暗影生物一拥而上。但就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暗影生物就像是被施展了定身咒一样，全部呆若木鸡，一动不动。羊角恶魔再次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了，他完全没搞懂这是什么情况，直到幽灵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这才让羊角恶魔恍然大悟，又是你搞的鬼！羊角恶魔直勾勾地盯着有了，头顶上的状态再度发生变化，重度魅惑。看着已经到顶的魅惑状态，幽灵害怕的腿肚子都在抽筋，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洛西的身后。琉璃，你去叫支援，这里的暗影生物交给我。知道了，你们两个要小心，千万别死了呀！琉璃大声喊道，然后便化身一道光束飞了出去。这是之前没见过的技能，应该是他刚刚得到的。等到琉璃离开后，洛西和幽灵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两人同步向后退去，然后并肩而立，100只暗影生物更是一拥而上，将羊角恶魔团团包围。看到这一幕，哪怕是对方见多识广，也不由得愣在了这里。幽灵嘴角上扬，旋即大手一挥，控制所有暗影生物冲向对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张静老师，我这个礼物您可还喜欢？第56，恶魔召唤。当所有的暗影生物一拥而上，幽灵和洛西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他们很清楚正面应战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方法来牵制对方。30级的等级差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超越的，他们就算拼了命也不可能打得过对方。但好在两人都不是常规职业，技能也不按常理出牌，才能让对方露出这么多的破绽。若是换一个同等级的强者过来，怕是已经将对方斩杀了。只可惜幽灵和洛西没有这样的能力，哪怕洛西掌握尸山血海这把无视等级可以给予伤害的宝剑，也不可能杀得了对方。虽然这是一把让人可以越级杀敌的武器，但当两人实力差距过于巨大的时候，就算有极品装备也没什么用，因为这并不能缩小两人的真正差距。哪怕是幽灵靠着魅惑能力控制的那些暗影生物，也只能牵制对方片刻，他根本就不指望这些等级比自己还低的怪物能对羊角恶魔造成有效伤害。洛西，你体力怎么样？需不需要恢复？幽灵忽然开口询问。洛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小脸变得俏红。不，还不到那个时候，你这个技能消耗巨大，必须要谨慎使用。听到洛西的话，幽灵也是点了点头，但他们很快就停下了脚步，因为前往已经没有了退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张张藤蔓编织而成的巨大兜网，并且这个兜网还在向着周围不断蔓延。羊角恶魔一边将手里的暗影生物撕碎，一边朝着两人走来。很快这藤蔓就编制完成，将幽灵与洛西围困于此。这下你们无路可逃了。羊角恶魔那如同足球一般巨大且畸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幽灵，头顶上的重度魅惑状态是那样的显眼，看得出来他除了想要拿到洛西的2件装备之外，更想要得到幽灵。一个男魅魔，一个剽窃将军装备的人，竟然能让我如此狼狈。这50年的安逸生活让我的反应都有些迟钝了。不过没关系，你们都会成为祭品，就像是我那好学生一样。说到这里，羊角恶魔吐出一口浊气，旋即便扑了上来，但下一秒钟他就静止在原地一动不动，2颗硕大的山羊眼在不停地旋转，像是在思考自己为什么动不了一样。这个情况不止一次出现，所以羊角恶魔很是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技能？就在他思考的时候，洛西趁机刺出一剑，不过却被一道藤蔓所拦截。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杀我，是不是有些过于天真了？羊角恶魔轻蔑一笑，然后便发现自己可以移动了。同一时间，幽灵咳出一口鲜血，引起了羊角恶魔的注意。无视等级差距的控制技能，真是让人意外。但你这个技能并非没有使用条件吧？就像是现在一样，控制我对于你来说压力一定很大，不如放弃抵抗，至少我可以留你一命，让你成为我的人宠。羊角恶魔伸出巨大的舌头舔舐自己的嘴唇，模样极其狰狞与恶心，令人感到心里不适。随后幽灵和洛西再度配合，几次想要斩下对方的头颅都以失败告终。幽灵也终于是负担不起这种压力，眼前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洛西脸色很不好看。羊角恶魔也发现了两人的能力与装备虽然很奇葩，可以无视等级对他造成影响，但真要杀了他根本就不可能。
这让羊角恶魔放松下来，不再急于击杀他们，因为他发现尤琳和洛西的身上有许多他不知道的秘密，必须要好好研究一下。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片的红色浓雾从洛西的身上溢散出来，他的眼睛从湛蓝色变成了血红色，一股极具威严的远古气息从洛西的身上不断涌现。羊角恶魔顿时停住脚步，一脸惊恐地看着洛西。怎么可能？你的身上为什么会有将军的气息？很显然，这位让羊角恶魔念念不忘的将军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人物。羊角恶魔对他的尊重是真的，但感受到相同气息之后，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恐惧同样也是真的。只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洛西并没有回答，只是将棺材竖放于身前，然后猛然一拍。就在这个瞬间，所有的红色气息全部涌入到棺材之中，咔嗒一声，棺材板掉了下来。血红色的浓雾之中隐约可见一个女性轮廓，但这个轮廓只是一闪而逝，很快就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在血雾之中凝聚成型。恶魔召唤，你竟然能正大光明的扛着一个恶魔之门自由行走。看到出现在眼前的牛头恶魔，羊角恶魔明显被震惊到了。他不知道今天被震惊了多少次，但他感觉自己这辈子的震惊次数都没有今天加起来多。消灭他，嗨嗨，洛西虚弱地说道。他眼中的血色已经褪去，七窍开始流血，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为虚弱的萎靡状态。若是这个时候随便来个怪物，都能要了他的命。谨遵将军之命。得到命令之后，牛头人是大步流星地朝着羊角恶魔而去。巨大的战斧与羊角恶魔碰撞在一起，引发了剧烈的爆炸。但就是这么一次碰撞，却使牛头人落了下风。该死的，你一个恶魔，为什么要帮助人类？为什么还要管人类叫将军？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我们魔界只有一个将军？羊角恶魔怒吼一声，直接朝着牛头人杀去。两人的体型很接近，但是力量方面却是羊角恶魔占据上风。他们不断撕扯战斗，用极为狂野的战斗方式来展现出恶魔的强大身体素质。不行，只有一个牛头人根本就扛不住他。我现在所能召唤出来的极限就是59级的恶魔，虽然59和61只相差2级，但却无法相提并论。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技能，都会被境界压制，所以必须还要再来一个，才能有胜算。洛西如此说着，然后便要强行凝聚力量，再度召唤一个恶魔出来。可他刚刚站直身子，就吐出了一口鲜血，身体也有些摇摇欲坠。就在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摔倒的时候，幽灵从后面出现，将其抱住，甚至莫等洛西说什么话，他直接就吻了下去。绯红色爬上了两人的脸颊，他们相拥在一起，不断交换着彼此的性激素。在羊角恶魔的撕咬声中，两人相互拥吻，尽情尽兴。第57，终于死了。在安抚之吻的作用下，洛西的力量已经完全恢复，他毫不犹豫地使用灭世宏观的能力，再度进行恶魔召唤。不过每当他使用一次这个能力，就会完全抽干自己的体力与精神，一滴都剩不下来。洛西没有犹豫，立刻托起幽灵的脸颊，对准他嘴唇就亲了下来。双方再次交换性激素，又不过这一次换成幽灵消耗过度，因为不断交换性激素的原因，导致幽灵双腿都有些发软，整个人都要被绝过去了。不过就在幽灵以为自己要昏迷的时候，洛西终于是停了下来，并且恢复了一点体力。接下来就看你们了。洛西如此说着，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形身影出现在了雾气之中。当血红色的浓雾散去，只见一个身穿盔甲的巨大恶魔呈现在他们眼前。对方没有说话，只是抽出腰间的佩剑，朝着羊角恶魔杀去。死亡骑士，你竟然连这种高阶恶魔都能召唤！羊角恶魔震惊到有些麻木了。这一刻，羊角恶魔面对两个同族的恶魔围攻，明显是有些吃力，尤其是死亡骑士的出现，更是让对方压力拉满，丝毫不敢大意。恶魔骑士是传奇强者，等级基本上都围绕在73级左右，但我的召唤具备随机性，并且恶魔骑士等级之所以如此高，是因为他擅长马战，只有配合梦魇之马，死亡骑士的等级才会提升至传奇境界。若是没有梦魇之马的话，其等级就要跌落到53级，中间可是差了整整20级，这也是死亡骑士最大的弱点了。洛西开口解释。幽灵没有说话，虽然他很疑惑为什么洛西什么都知道，但却很识趣的没有追问。尤其是那个牛头人还开口喊了一声洛西将军，这种小细节他都有意识的进行忽略，因为有些东西一旦拆穿，很可能就回不到从前了。随后幽灵和洛西靠着尸山血海强行将周围的藤蔓斩断，
他们逃了出去，来到了校园之中。3只恶魔还在继续战斗，可他们如此巨大的动静，在外界却什么都看不到。这让两人明白，这个树林的周围肯定存在某种结界，否则不至于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不过就在两人这么想的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从实验室的方位传来，强烈的震动传遍了整个学校，地震警报响了起来。学生们和老师们井然有序地开始避难，尤林和洛西也混入其中，想要寻求学校老师的庇护。不过他们却忘了，尤林已经解除了伪装术，男人模样的他立刻就被老师给揪出来了。你是谁？为什么一个男生能混入我们女校？尤林被当场抓包，好在周围的学生不多，否则就直接射死了。老师，你听我解释。尤林刚想说话，就听到小树林那边再度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这位老师的脸色很是凝重，他放下了尤林，朝着那边看去，然后就瞪大了双眼，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羊角恶魔从天空中坠落，正好砸在了他的面前。如此一幕给这位老师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羊角恶魔则是瞥了一眼对方，而后将牛头人与死亡骑士的尸体扔到了两人面前。虽然是同族，但既然忘记了将军的荣耀，也忘记了身为恶魔的使命，那就应当接受被抹杀的命运。说着，羊角恶魔再度将目光放到尤林和洛西的身上。现在轮到你们了。话音落下，他直接朝着两人飞扑而去，但刚刚那名老师却咬着牙撑起了一个防护罩，阻拦了羊角恶魔的进攻。通知所有老师，学校内出现一只羊角恶魔，实力很强，请求支援。重复一遍，学校内出现一只恶魔，请求支援。这名老师一边说着，一边撑着防护罩，然后看向尤林与洛西。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被恶魔追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赶紧离开这里，去后面的花园找副校长。老师如此说道，但是羊角恶魔的力量却让他有些撑不住了。洛西更是开启技能，看到了这名老师等级只有43级，也就是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羊角恶魔撕碎。老师，您没必要这么硬撑着，他是来找我们的，您才应该赶紧逃。洛西开口劝说，但是这位老师却摇了摇头。身为老师，我是不可能放着你们不管的，哪怕你们并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这叫做责任。所以赶紧逃吧，有我撑着，他一时半会根本突破不了。老师的眼神很温柔，看得尤林和洛西有些动容。可就在他们准备说什么的时候，天空惊现裁决之锤，只见琉璃从天空坠落，然后一锤子砸在了羊角恶魔的脑袋上。让你尝尝本小姐的厉害，琉璃大声说道，然后便从空中落下，立刻跑到尤林和洛西的面前。他的这一击构不成什么伤害，但却把羊角恶魔搞得晕头转向。该死该死该死，你们这群人类真该死。话音落下，羊角恶魔愤怒地发出怒吼，瞬息之间，老师撑起来的防护罩应声碎裂，周围的建筑更是在这一声怒吼中粉碎得彻彻底底，连一点残渣都没有留下。可就在他继续怒吼的瞬间，一柄长枪从天空中垂直而落，毫无阻碍地洞穿了羊角恶魔的躯体。他看着那柄贯穿了自己身体的长枪，然后失去了生机，一枪秒杀，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尤林和洛西被惊呆了，一旁的老师则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恭敬地来到旁边。副校长，您今晚又喝多了，动静闹这么大您才出来，要是被校长知道了，您又得挨训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位老者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他随手一招，便将长枪收回手中。羊角恶魔的尸体在规则的影响下逐渐溶解，不仅仅是羊角恶魔，就连洛西召唤出来的2只恶魔同样也在溶解之中。3只恶魔，副校长走上前，看着另外2只恶魔，最后将目光放到了尤林和洛西的身上。2位同学，你们谁可以解释一下这2只恶魔是什么情况吗？面对副校长的提问，洛西和尤林不敢隐瞒，将召唤恶魔一事说了出来。虽然这个世界上不乏有人能召唤恶魔，但大多数都需要备案调查，因为这类人很有可能会成为恶魔入侵人界的突破口。虽然不至于每个人都这样，但人心这种东西谁也不敢保证。第58法师 S 文，按照你们的说法，这个羊角恶魔就是张静老师，但这说不过去啊，他都在这里任教50年了，今年差不多也有70多岁，基本上是大学毕了业就来到了这里任职。你们要说这样一个人是羊角恶魔，我真的很难相信，更何况一个恶魔想要在我和校长的面前伪装50年，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又不是瞎的，
对方是不是恶魔，我们怎么可能会分不清？副校长明显是对三人有些不信任，同时对自己也太过自信。哪怕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他依旧心存疑虑。因为一个恶魔在人类世界潜藏了50年之久，这件事要是说出去，怕是能引起全世界的轰动。人类在100年前好不容易赶走了恶魔，现如今他们却要卷土重来，这谁受得了？老先生，您说的这些话都没问题，并且也都是大家所认定的常识，但我们认为的常识真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洛西同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副校长眉头微皱，显然是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老先生，我知道您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校长也是这样，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恶魔并不需要伪装，他们只需要转生成为人类，然后通过特殊方法保留自身原本的记忆，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以人类的身份正大光明地生活在我们之中。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副校长已经震惊到难以言喻，他立刻站起身来，操控着2条机械腿在周围巡视一圈。片刻之后，他脸色阴沉地走了回来。你知不知道，刚才这番话若是被其他人听到，会引起整个世界的动荡？魔族保留记忆转生成为人类这种话，你还真说得出口啊？这种无稽之谈简直可笑。副校长明显是有些生气，洛西则是沉默了下来，没有继续说话，但尤琳却一脸坚定地站起身来，力挺自己未来的媳妇。不管怎么说，洛西这个猜测都是有可能成真的，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反复调查与实验，才能得知真伪。若是一味的否定，只能阻碍进步的脚步。尤琳这番话说的是冠冕堂皇，就连副校长一时半刻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他直接将这个话题上升了一个高度，让没有完全醒酒的副校长都有些晕了。你小子跟我上高度是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女装潜入女校这件事。副校长此话一出，尤琳顿时坐了回去，如同乖巧的小鸭子一般靠着洛西，他低着头闭上眼，仿佛刚才说话的并不是他。你这小子还真有意思。看着如此能屈能伸的尤琳，副校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过他也是思忖片刻，然后看向了洛西。你想男朋友说的对，这种事情我们必须要保持怀疑的态度，不能一味去否定。虽然这件事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所以你是怎么想到这种事情的？又或者说你亲眼见过？这是来自副校长的质问与试探，他想要知道洛西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的这种事情。如果只是脑洞大开的猜测，那概率太低了。我没见过，也不是听别人说的，只是我认为有这个可能而已。因为我的棺材就是连通魔界的通道，也正是得益于这口棺材，我才能召唤魔族。我与这些魔族交流过，他们等级虽然很低，但都明确的说过有转生想法。至于要转生到什么地方去，那就不得而知了。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但是看到这个张静老师竟然以人类的身份生活了70多年，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那些恶魔口中的转生是不是来到了我们的世界？竟然还真有这种说法。听到洛西的解释，副校长再度被震惊，而后他走上前，死死地盯着这口红罐。洛西同学，你还能再来一次吗？抱歉了，老先生，我今天已经来了2次，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并且我的召唤很随机，等级基本上是固定比我高20级，但却不会超过30级，所以我不确定召唤出来的恶魔是否都会说话。这样啊。听到解释，副校长点了点头，但却露出了一个慈祥的微笑。没关系，我有办法与魔族交流。至于你身体的问题，更是小事一桩，将东西吃下，好好补一补。不管是受伤还是体力不支，亦或者是想和男朋友做运动，这玩意都很好使。只不过我个人还是不推荐用这保命的东西充当壮阳药，那实在是有点暴殄天物了。副校长丝毫没注意到自己的言论到底有多么的逆天。他将手中的一颗蓝色小药丸交于洛西的手中，然后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对方。洛西尴尬地拿着蓝色小药丸，他这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行。可就在他犯难的时候，尤琳一把抢过蓝色小药丸，将其一口吞下，甚至连嚼碎的步骤都省了。洛西一整个呆住，不只是他，就连副校长和一直沉默的琉璃都被他的举动震惊了。然而让人更加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只见尤琳站起身来，强行摁住洛西的脑袋，亲吻了上去，又是一次光明正大的强吻。洛西思想上想要抗拒，但却本能地将双手环绕在尤琳的腰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自然从容，动作丝滑，行云流水。这年轻人，副校长摇了摇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琉璃满眼都是小星星，然后便掏出手机疯狂拍照。家人们，谁懂啊？磕的 CP 当着我的面在进行法式湿吻，看看这娴熟的动作，还有那绝世的容貌，磕爆了好吧？琉璃一边拍照，一边在推文上编辑信息。虽然只有简短的几句话，但那疯狂刷存在感的感叹号，代表的便是琉璃那震颤的内心。不过两人也是很快就分开了，他们很同步的舔了舔嘴唇，仿佛要将对方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迹全部吸收一样。洛西，现在感觉怎么样？已经没问题了，现在就可以开始。两人对视一眼，而后便看到洛西拍击灭世宏观。下一瞬间，大量的血红色雾气开始产生，只见一个苗条的身影从雾气中逐渐凝聚成型，最终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模样。她没有任何恶魔的外观，甚至还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副校长见到出现的人影后，立即进入警备状态，并且与对方拉开了几米的距离。怎么可能？你竟然连暗影一族的人形恶魔都能召唤？第59.3个问题。副校长已经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但是这位被召唤出来的恶魔却没有理会对方，反而郑重其事地半跪在洛西的面前。他没有说话，只是半跪在这里，模样相当的尊重。副校长看到对方如此平静，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洛西同学，他等级多少？能说话吗？听到询问，洛西查看了一下对方的等级，然后有些吃惊地说道：竟然高达62级，这可比之前的羊角恶魔都要强啊！洛西惊讶地说道：因为击杀了山羊恶魔的缘故，所以尤林和洛西两人都提升了2级，就连琉璃也升了1级，来到了26级。不过击杀者是副校长，所以他们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部分经验。若是他们自己越级击杀羊角恶魔，恐怕就不止提升2级这么简单了。你能说话吗？洛西尝试地问道。对方则是抬起头来，像是在思考什么一样，然后点了点头。回禀将军，我虽然只是个分身，但拥有自我意识，可以进行交流。女子的回应让在场的人都有些诧异。副校长立刻走上前，死死地盯着对方。你认不认识我这张脸？副校长指着自己问道。这位女恶魔却是摇了摇头。抱歉，我并不认识你。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的本体诞生多久了？不足50年。女恶魔再度开口回应，这让副校长的眉头彻底纠结到了一起。不对啊，据我所知，你们暗影一族想要化为人形的话，没有100年是不可能做到。你诞生不足50年，是怎么变成人形的？你在撒谎！副校长咄咄逼人，并且释放出自己的气息，想要靠力量来压制对方。但是这位女恶魔却冷笑一声，旋即站起身来，丝毫不惧对方的等级压制。人类，别把我们恶魔想的与你们一样弱小。暗影一族确实需要100年的时间，才能从兽人形态或者是野兽形态转化成人形。但这只针对普通的暗影生物，像我这种直系赐福者的后代，从诞生之初便是如此。虽然我不知道将军召唤我而来是什么意思，但我这身体只是一具分身，若你想要因此杀掉我，那就随便你处理，反正我已经记住了你的脸。女恶魔丝毫不惧副校长，并且按照他的说法，其本体实力肯定很强，否则也不至于这么嚣张。并且最主要的是，其分身等级就有62级，本体实力该有多强，谁也无法预测。随后女恶魔越过了副校长，径直走到洛西的面前。看来将军并没有深入险境，不过事出有因，您不会无缘无故的召唤我，所以您是有什么话想要问我吗？女恶魔很上道，她看着周围都是人类就明白，这里是安全之地，所以才会用这种方法询问。确实有3个问题想要问你。洛西点了点头，这才开口提问。第一个问题，你们魔族提到过的转生是怎么回事？能否解释一下？洛西将最关键的问题提出来，然后便观察对方的反应。不过女恶魔却摇了摇头，面无表情的开口回答，字面意思就是转生投胎，只不过通过我们魔族的秘法转生之后，可以保留曾经身为魔族的部分记忆，同时还会被施加诅咒，脑海中会不断重复占领人界、屠杀人类、降临末日之类的使命。每个魔族在转生的时候都会被赋予类似的使命，但是这种转生早在18年前就已经被代理魔王禁止，因为这种转生不能完全保证魔族不会投向人类一方，并且一旦被发现，那将会是万劫不复。为了保留魔界人才与资源不会流失，所以代理魔王大人才会禁止转生，并且将其列为绝对的机密。既然是机密，为什么你会知道？副校长走上前询问，但是女恶魔却只是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在他的眼中，
这副校长实力虽然很强，但却不配与自己交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洛西开口了。女恶魔自然要给面子，因为我就是当年负责这个项目的人之一。说到这里的时候，女恶魔还看了一眼洛西，但很快就将目光放到了其他地方。既然如此，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人类之中到底隐藏着多少的恶魔转生者？你们派遣这些转生者的目的是什么？抱歉，将军，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其中涉及到的机密，除了代理魔王大人之外无人知晓。至于魔族的目的一直都很明确，那就是让末日降临人间。说到这里的时候，女恶魔的语气明显变得僵硬了不少，甚至从她的表情中能看得到一些嫌弃与厌恶。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但众人并没有在意。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喊我将军？洛西开口询问。这番话说出来，周围的其他人也纷纷看向女恶魔，尤其是副校长。他之前就觉得洛西不对劲了，现在看到女恶魔出来后，便是一口一个将军的喊着。这种情况不由得让他想起来当年那个令人类闻风丧胆的暗影将军，因为这具棺材里便是将军的尸体。既然你继承了棺材，那么你便是我们的新将军。女恶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万分。副校长更是急忙走上前，想要查看棺材里的情况，但就在他靠近棺材的一瞬间，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了出来。就是这个感觉，里面果真是他的尸体。副校长明显是和暗影将军交过手，否则不敢如此笃定。副校长，您怎么就确定棺材里的一定是他呢？一直沉默的琉璃忽然开口询问。副校长则是叹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自己的2个机械假肢，说道：他的气息我太熟了，因为我这2条腿就是被他亲手斩断。若非当年他手下留情，我早就死在战场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暗影将军和其他的恶魔将领完全不同，他每次都是单枪匹马出来作战，隶属于他的暗影军团，只是负责攻城略阵，几乎没有上阵杀敌，而他一个人便能杀穿我们整个人类阵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暗影将军才会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梦魇。但也不知道是他性格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被其他恶魔攻破的城镇，所有生命都会无一幸免。反观只有他打下来的城镇，所有人都能安全撤离。所以对于这个将军，人类当时的评价直接就分成了2个极端。说到这里，副校长停了下来，然后看向这位女恶魔。既然你们将军的尸体就在棺材里，为何不将他送回魔界？因为魔界不配拥有将军。第6时发挥你的长处。女恶魔神情傲然，眼神之中充满了骄傲。不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副校长继续追问。女恶魔却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洛西。我的真名叫做莫娜，下次召唤之时记得呼唤我的真名，这样将军便可以定向召唤。期待着某一天能用本体与将军相见。说完这话，女恶魔又将目光放回到了副校长的身上。人类无需知道太多，你们只要清楚人类高层与我们暗影军团有过协议即可，具体情况你可以去询问你的上司，他知道的比你多。最后再送你们一个情报，暗影军团从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入侵事件，哪怕我们出现在人间，也只是去消灭寄生体而已，并且暗影一族只是居住在魔界，能够被魔族召唤，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就隶属于魔族。说完这话，莫娜的身体犹如气泡一般开始消散。等一等，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找到魔界裂痕的入口，进去之后又该怎么出来？洛西忽然想到穆婉婉还没有找到，根据之前张晋留下来的线索可以得知，他肯定是被扔到了魔界裂痕之中。不过知道了也没用，因为他们找不到进去的办法，哪怕真的进去了，最后出不来也没用啊。莫娜听到这个问题，正在消失的身体竟然停了下来，她认真的思索了一番，这才开口回答：进去很简单，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封印，只要将其打开一条缝隙，便可以进入魔界裂痕。至于出来我就不知道了，但带他进去就行。说着，莫娜抬手指了指幽灵，这才继续说道：蓝魅魔在里面很受欢迎的，进去前多吃些大补之物，然后发挥他的长处，自然就能问到出路。说完这话，莫娜便回归了墨迹。这一刻，在场的人全都陷入了沉默，他们不知道莫娜说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因为恶魔都非常善于欺骗。只不过莫娜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暗影生物与魔族是2个不同的种族，虽然说人类为了方便会将暗影生物归纳到魔族一方，但实际上他们完全是2个群体。魔族有着自己的体系与社会，暗影一族则是以军团为组织不断扩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首领
会被称之为将军。至于魔界裂痕这种事情，哪怕人类刻意隐瞒，魔界那边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不过当莫娜说道要让尤灵去魔界裂痕里问路的时候，别说尤灵自己，就连其他人都绷不住了。问路竟然还有这种操作，琉璃忍不住开口吐槽。洛西和尤灵则是尴尬对视，他们很明白莫娜口中的问路该怎么问，无非就是先坦诚相见，然后便试探深浅，最后便是直捣黄龙，彻底征服。这便是魅魔的惯用手法。不过与职业不同，魔族的魅魔是一个种族，他们真的会去实战训练，让自己18般姿势来更好的服务上位者。反观人类这边就收敛多了，主动去迎合的没几个，大多数还是走娱乐路线。毕竟这是一个法治的和平时代，就算是魅魔职业也会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是他真的不做违法事情。反观魔界里面就没有明确的法律，因为他们都是弱肉强食，哪怕是暗影军团在这方面也与魔族保持一致。算了，别考虑这些了，反正我是不可能出卖色相的，并且就算我愿意，洛西也不愿意啊，你说是不是呢？尤灵很欠碰了一下洛西，然后便收获一个白眼。片刻之后，尤灵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这个将军的事情，在史书上记载的并不多，大部分的资料一看就知道有过删减，唯一完全保留下来的就是对方不滥杀，实力强，性格好这方面的事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就连那些战役都没有过多的去描写，只是寥寥几笔将其带过。毕竟人类每次都是被碾压的一方，这种丢脸的事情别说史官了，就连尤灵都不会去明确记录。反正只需要知道一点，那就是他很强就够了。至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赢过他一次，哪怕史书上记载的也只是人类第一个半神，与其同归于尽而已。所以尤灵有着满头的疑问，旋即看向旁边的副校长，他正在打电话向刘烨校长汇报这里的情况。等到他打完电话之后，这才回到了座位上，同时也露出了一个释然的表情。明天校长就回来了，虽然会议开不完很可惜，但魔族入侵一事还是很严重的，我已经将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你们可以暂时去宿舍休息，明天我们再来商讨营救母婉婉的事情。说着，副校长便要起身离开，但是尤灵却抢先一步的将其扶起来，然后笑嘻嘻的问道：副校长，我有些好奇那个暗影将军的事情，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说他？为什么？有关他的事情，史书上不都有记载吗？网上一查就有，何必来问我呢？副校长不解地问道。但是尤灵却不依不饶，因为我想知道真相，这样有利于我们了解对方。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尤灵开口附和，旁边的琉璃也是一脸好奇地看向副院长。面对3个好奇宝宝的追问，副院长则是叹了一口气，这才开口：行吧，我可以跟你们说，但你们千万不要外传，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并没有记载在史书之中，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说着，副院长便讲起了当年初次见到暗影将军的事情。当年的他还很弱小，但暗影将军却极为强大，虽然他只是半神，但却掌握着弑神之力，就算是那个时代的魔王都要惧他3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女将军忽然有一天就失踪了。那个时期的人类被魔族压得喘不过来气，一个暗影将军更是横扫整个人间，但是他的消失却没有征兆，就像是凭空被抹去了一样，并且跟着一起消失的还有当时人类的最强者。历史书上说的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半神，与魔王、与暗影军同归于尽，这才换来了人类的喘息机会。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消失的毫无道理。如果不编纂一些伪光正的事情，阴谋论早就铺天盖地的宣传了，这100年的和平时间也不会存在。第61，魔界裂痕。经过1个晚上的折腾，尤灵等人也是有些累了。副校长给他们3人安排了2个房间，洛西和尤灵在一起睡觉，琉璃则是住在他们的隔壁。等到第2天一早，副校长便宣布学校提前放暑假，所有人都可以离校，这给那些学生们高兴坏了，纷纷收拾东西走人。只用了1个上午的时间，整个学校就变得空空如也，除了副校长以及几个当值老师之外，其他人全部都放假回家，因为这样更方便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这里就是封印之地了，魔界裂痕就是封印在这个地方。至于你们说的那些幻想，我检查了一下，并没有任何发现。也许是你看错了，又或者是那个羊角恶魔改变了你的视觉，让你看到了那幅炼狱一般的景象。副校长开口解释，但这个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洛西很清楚自己看到的事情就是真实存在的，根本就不是幻觉。老先生，
我能分得清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能确定我看到的场景绝对是真实存在的。洛西坚定地说道。但是副校长根本就不相信，同时还认为洛西精神压力大，才会产生幻觉。对此洛西也无话可说，然后就沉默了下来，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出任何的证据，能证明自己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个世界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记录下来，想要拍照摄影，那更是天方夜谭，根本就不可能。而后他们一行人继续等待。没过多久，刘月就赶了回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木婉婉一事有没有头绪？刘月一回来就询问调查进度，但是尤林三人却摇了摇头，纷纷看向这个封印。张晋老师已经实锤是羊角恶魔了，校园监控就能看到。根据羊角恶魔的话来分析，木婉婉很有可能没死，并且身处魔界裂痕之中。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被丢进去的，但可以见得您的封印已经不稳定，所以才会给恶魔可乘之机。尤林开口回应，他的这番话则是让李玉月沉默了片刻，这才叹息摇头。张晋啊，多文静一个女孩子，原本我就是看上了她这文静的气质，才会让她入职的。50年啊，这可是整整的50年，她竟然对这里一点留恋都没有，每天都在想着如何破坏这道封印。我实在是有点难以理解，像她这种级别的恶魔，既然已经来到了人间，为何不活得更自由一些呢？刘月搞不懂那些魔族的内心想法，所以就不再去想。不过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老师就这样死去了，他内心没有波动那是不可能的。但刘月早就调整好了状态，然后郑重其事地看向尤林与洛西。你们两人说，木婉婉很有可能就在魔界裂痕之中，但这个地方非常危险，并且空间极为不稳定，像这种半位面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九死一生。所以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校长，我们已经决定好前往魔界裂痕寻找木婉婉，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一定会将她带回来。尤林坚定地说道。一旁的洛西也是点了点头，两人牵着手，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琉璃也去。一旁的琉璃赶紧出来刷存在感，但是刘月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就摇了摇头。他们两人去可以，你就不能去了，并且目前来说，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我们所有人都没资格进入魔界裂痕。听到刘月的解释，琉璃明显有些吃惊，就连尤林和洛西也是两脸懵逼，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刘月看到了三人的模样，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这才开口解释。游戏都玩过吧？按照游戏的说法就是，你们这等级就只能进入专属于你们的副本杀怪，其他的高级副本根本无法进入，哪怕是低级副本也失去了进入的资格。木婉婉的等级是30级，而你们两人也有32级，所以等级相差很小。更主要的是，你们都属于在30级到35级这个区间，所以有很大概率能传送到同一片区域。但是琉璃就不一样了，他只有26级，进入魔界裂痕之后，肯定会与你们分开，进入到一个等级很低的区域。若是换成我们的话，基本上就会被传送到魔族城堡，甚至是魔王的面前。所以我才说魔界裂痕极为不稳定，哪怕你们进去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对方，甚至自己都有可能出不来。刘月将所有的利害关系全都说了出来，他死死地盯着尤林和洛西，想要在两人的脸上看到一些退却与害怕。但让他吃惊的是，这两人非但没有任何害怕，甚至还跃跃欲试。看到他们的这种态度，刘月都不知道自己应该作何反应。既然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这就开启魔界裂痕，让你们进去。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在你们身上种下锚点，1个月的期限。若是你们还找不到木婉婉的话，我会动用秘法，强行将你们拉回来。在此之前，你们若是找到了木婉婉，也可以自己寻找回来的方法，不然就只能等1个月，让我强行拉你们回去。这是我对白姐的承诺，她说过可以让你们去，但不能让你们送死。说话间，刘月翻手将6枚铜钱分别挂在两人的腰间，尤林和洛西一人3个，非常的平均。这叫做替身铜钱，是由白姐亲手为你们制作的护身符，每1枚铜钱都可以帮助你们抵挡1次致命伤害，并且暂时性的撑起一个免疫任何攻击的3分钟的屏障。你们可以趁此机会逃脱，只要敌人的实力只要不超过白姐，就不会打破这个屏障。他为了你们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所以珍惜这次机会，并且找到木婉婉将她带回来。话音落下，一道金色的气息进入到两人的体内，这便是刘月给他们定下的锚点。只要时间一过，刘月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拉回来。随后刘月开启封印的一角，顿时便有一股极为浓郁的黑暗气息
从门的领带一端泄露出来。副院长立刻出手阻挡，这才避免魔界气息污染人间。去吧，放手去干！魔界之旅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待遇，在里面小心的生存吧。我和白姐会在外面给你们祈祷的，希望1个月后，我见到的是你们本人，而非2具冰冷的尸体。面对刘月的祝福，尤林也洛西对视一眼，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封印。第62，燃烧大地。睁开眼睛的第一眼，尤林和洛西看到的便是一片燃烧着的大地，灰烬漂浮在空气之中，随着2人的呼吸，想要入侵到他们的肺部。尤林被呛了一下，然后立刻掏出口罩代号。洛西同样如此。没错了，这就是我之前看到过的那片废墟，虽然模样有些不一样，但这燃烧的痕迹以及那烈日长空都非常的瞩目。洛西看上去有些激动，因为当他看到这片燃烧大地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自己看到的东西并非幻觉，燃烧大地是真实存在的。洛西，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怪味？怪味？这里除了烧焦的味道之外，还有其他的味道吗？洛西疑惑地问道。尤林则是闭上双眼细细感受，片刻之后，他睁开双眼，看向了某片区域，那边传来的味道有一股很浓烈的烧烤味，就像是某些生物组织被放到了烧烤架上一样。若是撒点孜然，放点调料，味道可能会更大。听到尤林这么说，洛西有些傻眼了，他完全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但是在燃烧大的这片区域出现了烧烤的味道，也太不合理了吧。2人对视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进行查看。不过当2人来到了散发着味道的地方之后，顿时紧张了起来，因为在他们的眼前是一具完整的被烧焦的尸体，全身上下都被熊熊烈焰所包围，仿佛一只巨大的烤乳猪。但它并不是猪，而是一个人形生物，看其矮小的体格很像是哥布林。这里怎么会有一只哥布林的尸体，并且看上去才死去没多久？虽然火焰包围，但新鲜度还在，否则也不会出现烤肉的香味。只可惜哥布林的肉是酸的，不然我们还能顺便吃点。洛西有些可惜地说道。尤林没有说话，并且想起了当时2人在怪物聚集地练级时的场景。那个时候他们偶尔也会猎杀牛头人或者是猫妖和巨狼来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唯独哥布林他们不吃，因为尤林试了很多次都无法改变哥布林肉质是酸的这一特点，所以他们就放弃了烹饪哥布林，并且也明白了为什么各大饭店的怪物肉里什么都能看到，唯独没有哥布林，这就是原因。随后他们顺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周围的火焰正在不断喷发，这片燃烧大地就像是地底有一个大火炉一样。2人走了一会就感到浑身燥热，但是他们也没办法降温，所以就只能脱点衣服忍耐一下。不愧是魔界，这还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啊。尤林忍不住的开口吐槽，一旁的洛西看了他一眼，然后小声嘀咕道，这只是个例，正常的魔界风景还是很好看的。洛西，你刚刚说什么？太热了，我没有听清。尤林开口询问，但洛西并没有重复，而是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砖瓦楼说道，去里面看看吧。在燃烧大地里出现一个没有被点燃的小阁楼，看上去挺可疑的，说不定木婉婉也来过这里，毕竟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暂时隔绝热气的地方。洛西说着，然后便朝着砖瓦楼走去。尤林跟在后面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看着脚下那升腾起来的小火苗，只要出现一个，尤林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踩灭，甚至他还会跳来跳去，不断地去踩那些小火苗。然而就是如此幼稚的行为，在洛西眼里却充满了率真与可爱。尤林，赶紧进来吧，外面实在是太热了，还是屋里凉快一切。洛西大声呼喊落在后面的尤林，他点了点头，然后踩着火苗就进入了房间。尤林不等洛西反应，直接将其拥抱起来，然后不停地转圈圈。你干什么呀？这样很晕的。洛西开口制止，尤林也停了下来，脸上带着魅惑十足的帅气笑容。没什么，就是忍不住想要抱你而已。你别这样，搞得我都有些害羞了，并且之前都是我主动，现在忽然变成你，我有些不太适应。洛西红着脸羞涩地说道，红晕逐渐染上他的整个身体，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因为其他。说吧，尤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之前可从来没有这么主动过，事出反常必有妖，若是你想要对我做些什么，现在就可以，但是要注意安全，我可不想大学还没毕业就先有了孩子。洛西出语惊人，直接给尤林吓了一跳。你别误会，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有啊。洛西眨了眨眼，搞得尤林又后退了2步。你别激动，我是有事情想问你，但和那件事情没关系。尤林赶紧开口解释。
否则他感觉洛西真的会把自己强上了。虽然这样也不是不行，但身为男人，被一个女人强行那啥了，说出去怪丢人的。更何况两人现在并不安全，所以那种事情最好别做，不然中途出现什么意外，两人都会留下心理阴影的。真是可惜，本来我都想好姿势了，就差找个安全的地方。洛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的这番话更是让尤林冷汗都冒出来了。本来就被汗水打湿的他，忽然感觉一阵寒冷涌上心头。人们都说女人30如狼似虎，但怎么感觉洛西你……尤林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形容词来描述洛西现在的样子。但是洛西却不在乎，他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尤林的脑袋，另外一只手则是轻车熟路地贴近胸膛。两人四目相对，身体完全贴在了对方的身上，就差最后一步，他们即可完成负距离交流。但尤林忍了下来，伴随着身体一阵颤抖，他便感到眼前美景索然无味。洛西则是嫌弃地看了一眼长发尤林，然后向后退了2步。你这人还真是无趣，竟然用伪装术来强行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过说实话，伪装术只是改变我的视觉，你的身体特征不会有任何变化，这可是你自己告诉我的。说话间，洛西再度伸手，尤林看到伪装术都不能阻止对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轻车熟路地躲过洛西的袭击，然后问出了自己的疑问。洛西，我想要了解你的全部，了解你的身世，了解你所有的一切，因为只有完全了解你，我才能更好地保护你。虽然现在看起来你是在保护我，但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可以保护你的。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永远当你的魅魔骑士，为你保驾护航。若是你真心喜欢我，而非被魅惑技能控制，我希望你能将这一切都告知于我，哪怕未来你我被迫分离，也能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而非一直都是蒙古人。第63，传承记忆。尤林这番话到后面几乎是嘶吼出来的，他声嘶力竭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想要了解洛西的一切，无论是他的现在还是曾经的身份。哪怕洛西真是一个魔族转生者，尤林也不在乎，因为洛西现在压根就没做过任何一个对人类不利的事情，甚至还主动解决了那个羊角恶魔，否则也不知道他会隐藏到什么时候。洛西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洛西对尤林是真心喜欢，但是这些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洛西看了一眼这个房间，然后看向了上面的阁楼。跟我上去吧，这里有点热，我们找个稍微清凉点的地方，再给你解释。说着，洛西走上了阁楼，尤林不假思索地跟上步伐。阁楼这里很干净，与下面满是灰烬尘土的房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主要的是，这里仿佛有人居住过，一些属于蓝星的生活垃圾被随意地丢弃在这里。如此一幕让尤林和洛西都愣住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太阳昏暗之时，不要离开房间，那是烈焰风暴的前奏，落款赫然是穆婉婉。火焰风暴，这是你什么意思啊？尤林有些不解，洛西则是看向外面即将暗淡下来的天空，神情不由得凝重了起来。还有几分钟烈焰风暴就要来了，尤林，你不是想要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说话间，外面的天空瞬间变得昏暗，洛西更是将长发扎起来，弄了一个高马尾的造型，这让本就御姐范十足的他变得更加冷艳冰山，充满气质。洛西，尤林想要再度开口，但是洛西却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他没有任何的前戏，直接上手给尤林摁在地上。他双手与尤林的双手十指相扣，死死地控制住他的身体。尤林想要反抗，但是力量差距太大，根本没有反抗的空间。然而就是这种感觉却让尤林全身都酥麻了起来，甚至有点舍不得与他分开。洛西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双手松开后便一路向下，来到了某个位置。别！尤林虽然在拒绝，但也没有之前那么抗拒了，气氛都推到了这里，若是再不给面子，洛西就要生气了。并且最主要的是，尤林也有了想法，他毕竟是个正常的男人，自然会有一些生理需求，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做过。反观洛西看上去比他都要熟练，不用害怕，我会轻一点的。洛西微微一笑，尤林大呼不妙，伴随着一声声的闷哼，外面的烈火开始熊熊燃烧，烈焰风暴如期而至，不断拍打着砖瓦阁楼，仿佛是在给两人加油助威。巨大的风暴与悲鸣掩盖了两人的声音，昏暗的天空中却燃起了熊熊的烈焰，就像是在见证两人的感情一样，为他们的干柴烈火再添一把火。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红色的雾气在洛西的身后凝聚成型，
棺材已经被洛西打开，莫娜出现在两人的身后，刚想行礼，但很快就转过身去，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尤林伸手想要求救，但却被洛西强行压了回来。不要抵抗，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说话间，洛西再度吻了下去，同时也将一颗蓝色小药丸送入了尤林的嘴中，伴随着1个、2个、3个的召唤物出现。尤林双腿一蹬，双手一摊，直接摆烂。他闭上双眼，享受着洛西带来的服务，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半小时后，尤林瘫倒在地上，衣衫有些褴褛，但整体还算工整。洛西则是更换了一套衣服，并且用这里仅有的条件漱了漱口，洗了把脸。洛西，我放心好了，我会对你负责的。看到尤林这副模样，洛西坐在地上抚摸着他的小肚子，但是尤林却一个机灵，下意识就想要后退。半个小时，这可是半个小时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连续亲吻半个小时，这都快给我榨干了。现在我真怀疑你是魅魔转世了，不然怎么会这么熟练？尤林实在是憋不住自己的吐槽之魂，哪怕在洛西的身后已经站了4个召唤生物，依旧阻挡不了尤林进行吐槽。别这么说，我家将军才不是魅魔呢。莫娜忽然开口，她全程见证了两人用各种姿势接吻，整整半个小时啊！看得莫娜都有些口干舌燥，想要亲自上场了。只是看着其他的召唤物，莫娜始终下不去这个嘴，因为其他的3个召唤物分别为牛头人、百夫长哥布林、妖精射手。3个召唤生物里面，有2个不具备正常智商，唯一一个有智商的妖精弓手，却是一个傀儡。他的本体并没有被召唤过来，但是傀儡却被召唤，只可惜没办法说话，也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这里的一切，在后面操纵傀儡的本体，那是看得一清二楚。弓长，你这家伙不弄个分身，反而弄个傀儡来，多不方便啊！现在好了吧？说不了话憋死你！莫娜显然与这个精灵射手认识，否则也不会这么吐槽对方。洛西则是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便开始分配任务。莫娜，我需要你帮我找到这个自己的主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给我找到他，他就是我们要救的人，范围应该就在这片燃烧大地，希望你能够帮我。洛西如此说道，语气虽然强硬，并非求人的语气，但莫娜还是点头答应。明白了，将军。但燃烧大地这里不归暗影军团管，我们的势力很难渗透进来，所以接下来我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希望不要吓到您的这位小男友，并且这有可能会导致您的身份。说到这里，莫娜便停了下来，然后警惕地看着躺平如咸鱼的尤林。没关系，他胆子大得很，并且我已经打算与他摊牌了。既然我认定了这个人就是我未来的夫婿，那么有些事情应该告诉他。说到这里，洛西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表情显得有些苦恼。只可惜我的传承技艺也并不完全，甚至我记不起我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我能确定的一点是，我父母身份肯定很高，实力很强，否则他们不可能在转生仪式被封禁期间强行将我送到人间。所以有关我父母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吗？莫娜看着洛西一脸真挚的模样，有些心动。但这个时候，精灵弓手走上前，拦在了两人的中间。他摇了摇头，想要说话，但没有嘴巴的傀儡压根开不了口。最终他只能抽出一支箭，强行在地板上刻了几个大字：机密，不可说。是啊，这是机密，我不能说，因为这是提前制定好的计划，不能让你了解到自己的身份，否则就无法完成转化，更没有办法完成将军的夙愿。所以您就把自己当成将军的女儿即可，并且在我们的眼里，您和将军长得还挺像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那里比您大一些。说这话的时候，莫娜甚至还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胸前，然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就连我的都比您大。尤灵，洛西，滚，都给我滚出去。第64，摊牌了，不装了。莫娜等召唤生物被赶了出去，洛西是真的被打击到了，此刻坐在地上，气息都紊乱了不少。尤灵坐起身来帮他顺顺气，然后开口询问：洛西，有关你的身份，现在可以说了吧？可以，不过就像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也不知道我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但在我的记忆中存在着一些碎片记忆，这些都是魔族能掌握的基本知识，以及在魔界生存的痕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清我自己曾经的长相，也不知道自己曾经主宰什么地方，哪怕我有什么朋友都不知道。唯有魔界的知识，我掌握得很完整，就像是被人刻意塞进我脑子里的一样。洛西一边说着，
一边抬起头来看向这个阁楼的天花板，就像是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阁楼会防火一样，因为这是被人特意搭建出来的安全屋，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路过燃烧大地的魔族有一个歇脚的地方。除了这里之外，燃烧大地上还有其他的安全屋。我不知道这一代的魔王如何，反正上一代的魔王很不错，就连入侵人界这种事情其实也和他关系不大。虽然他是魔王，但却没有任何实权，因为当时有一个大臣的实力远超魔王和暗影将军。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暗影一族才会被迫接受魔族的调遣。不过这种事情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我有些怀疑当年我转生之前是不是身份地位比较高，否则怎么可能会保留这种记忆。洛西摇了摇头，丝毫想不起来自己在魔界到底有什么身份，但是看莫娜尊重的样子，地位肯定不低，并且按照对方的话来说，就是要让洛西把自己当成将军的女儿。这种话既然都能说出来，就说明他和将军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但并非亲生的，因为洛西的记忆中明确记得自己转生之前将军就已经被封印在宏观之中，这种事情他有明确的记忆，所以他才认为自己不可能是将军的女儿，更不会是将军的转生者，否则灭世宏观里的尸体就没办法解释了。洛西，之前这位莫娜不是说过，每个经历过转生的人都会自带使命吗？他们魔族的使命就是要将魔界通道打开，让魔界降临人间。你会不会和他们一样也有这种任务？尤林好奇地问道，内心更是充满紧张。若是洛西也有这种使命的话，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此时的洛西深深地看了一眼尤林，然后挪动膝盖来到了他的面前。只见洛西双手环绕在尤林的脖子上，脸颊缓缓地贴了上去。他气若幽兰，清香四溢，柔软的触觉更是给尤林一种过电般的刺激。他下意识的双手怀抱洛西腰间，这让两人贴得更近了。原本还算有点身材的洛西，被这么挤了一下之后，基本上就和平板没什么区别，但那种柔软的触觉依旧让尤林不敢乱动，生怕引起龙抬头现象，那样就太尴尬了。尤林，我要跟你道个歉。啊？尤林懵了，不知道洛西为什么忽然要道歉。他则是舔了舔嘴唇，然后与尤林双眼对视，两人鼻尖碰着鼻尖，旖旎的气氛环绕在整个空间内，令两人面红耳赤，身体发热。我要道歉的是，之前我说跟你组队，除了真心喜欢你与信任你之外，还有利用你的意思，但是我怕你误会，所以就没有跟你说实话。现在能摊牌，我心里也好受一些，因为我当时转职之后便觉醒了自己的使命与记忆，这让我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但那些事情并不是我想做的，因为我的记忆告诉我，要完成的使命是促进和平的发展，但使命却要我成为灭世女皇，摧毁整个人界，迎接魔界的降临。我的记忆与使命产生了冲突，所以才导致我那天会忽然发烧晕倒。若非有你在身旁，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只有跟在你身边，才会将这种冲突的观念压制下去，不然我会被两种不和谐的想法折磨到疯的。洛西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明显有些痛苦，他不愿意再回想那灭世的使命，因为这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符，甚至与转生前的记忆也相差甚远。他虽然不记得自己曾经的身份，但洛西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带着灭世的使命来到了人界。暗影一族虽然生活在魔界，但是却热爱和平，不过这仅限于那些有智慧的暗影生物。反观那些暗影狼之类的野兽，他们是可以被魔族任意召唤的存在，甚至在暗影一族眼中，这些很难死掉的暗影生物都是极为好用的消耗品。暗影一族自带复活甲，无论是莫娜这种智慧生物，还是那些野兽，都可以消耗暗影之力来复活，但代价是实力会下降一大截，需要不断修炼才能重回巅峰。但是暗影将军为什么没有复活，这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他已经复活过，但是再一次被杀，亦或者是他受到了某种诅咒，根本无法复活。不管是哪一种，这都说明暗影将军遭到了针对，甚至整个暗影一族都变得岌岌可危。没有了将军，他们已经被魔族排挤到边缘地带了，根本无法反抗对方。这便是洛西知道的事情，再往后是什么样子他就不知道了。尤林听完洛西的话之后，不假思索地将其环抱在身前，然后轻轻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多重要的事情呢。你不用跟我道歉，因为能被你利用，这是我的荣幸。至于使命什么的，就去他的吧，你都有我了，还在乎什么使命呢？听到尤林这么说，洛西没忍住地笑了出来。你说的对，我都有你了，还管他使命干啥？两人再度对视，
眼神之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与爱慕，其浓度甚至开始拉丝了。两人缓缓靠近，相互拥抱，马上就要吻在一起了。虽然之前刚刚结束，但那毕竟是剧情需要，所以尤琳和洛西都没有细细感受。相比之下，这才是第一次纯净无垢的初吻。但就在两人的嘴唇刚刚贴上的一瞬间，一道剧烈的风暴忽然席卷整个房间，仿佛有什么存在看不下去了，出手阻止两人接吻一样。这一刻，尤琳和洛西立马站起身来，警惕地看向四周。面对砖瓦房内燃起的火焰，尤琳感到不解，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这里是安全屋吗？为什么外面的火焰可以烧进来？我也不知道。洛西摇了摇头，顺手将一道喷涌而来的火蛇扑灭。第65，小狐狸，大用处。火蛇在喷发，整个阁楼都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崩塌。尤琳和洛西毫不犹豫地撤离了这里，然后就看到燃烧大的真的烧了起来。如果没有抗击火焰的能力，现在出去完全就是送死，下场不会比之前遇到的那个哥布林好多少。并且现在这个时间，那个哥布林恐怕也被烧成灰烬了。烈焰风暴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为什么火海还没有消退？洛西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因为他记忆里的燃烧大地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洛西看向尤琳，眼神之中充满了担忧。他自己有灵界行走，自然不怕这种火焰，但是尤琳不一样啊，他没有任何保命手段，若是被这些火焰缠身，结果自然是烧成灰烬。并且洛西也不敢动用召唤能力，因为一旦自己失去了力量，结果会更加糟糕。最主要的是召唤能力完全随机，洛西也不敢保证自己就能召唤出一个能带两人走出火海的魔族，这概率不亚于中彩票，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尤琳却丝毫不慌，只见他打开灵宠空间，将一直睡觉的小狐狸放了出来。小狐狸，现在该到你表演了。乌姆，好热啊！小狐狸被叫醒了，他眨了眨眼，然后看向周围，顿时张大了嘴巴和眼睛。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跑燃烧大地来了？这里可是生命的禁区啊！你们来这里不怕被烧死？小狐狸看着尤琳和洛西，眼神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情。对此尤琳好好的解释了一番，这才让小狐狸明白他们的目的，原来是为了救人。不过只是为了一个见过一面的人就如此的深入险境，你们两人这也太不值钱了吧。小狐狸满脸鄙夷，但是尤琳和洛西却不这么想。首先这件事若是成了，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穆婉婉马上就是我们的同学了，拯救同学这件事很重要，否则我们会被白校长开除的。尤琳郑重其事地说道。不过小狐狸依旧无法理解，在他的世界观中，自己的命财是最重要的，其他什么都可以忽略，其中就包括尊严，否则他当时也不可能会被尤琳收为灵宠。为了活下去，哪怕成为宠物也没问题，这就是小狐狸的耿直想法。并且他现在活的确实比之前舒服多了，不用再打打杀杀，更不用担心自己会被人杀掉。除了经常独守空房与之前差不多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简直好太多了。最主要的还是伙食问题，吃过了人类提供的粮食之后，小狐狸现在是完全吃不下。曾经吃过的那些野草，它已经被变成了幽灵的形状，再也回不去了。说吧，召唤我出来是有什么事情？我现在只有一级，若是你们想让我帮忙扑灭这火焰，我可做不到。虽然我们九尾狐一族可以控火，但那起码得30-40级才能做到。之前就说带我一起去升级，你们偏不让，还说我独自美丽就好，不用我出手。结果呢？用你们人类的话说，这就叫打脸吧。小狐狸扬起自己高傲的头颅，一脸得意的笑容挂在脸上，怎么看怎么欠揍。洛西眼角有些抽搐，他看了一眼小狐狸，然后又看了一眼幽灵。我可以给他扔进火海吗？你随意，我懒得管。这家伙之前看着挺可爱，但没想到熟悉了之后，真是越来越贱了。幽灵和洛西的眼神不怀好意，小狐狸马上就察觉到气氛不太对劲，立刻将高傲的头颅缩了回去，然后跳向洛西，挂在了他的胸前蹭来蹭去。看到小狐狸如此撒娇，洛西顿时就心软了，没有动手。反观旁边的幽灵，醋意都快溢出来了。小狐狸，来我这边！幽灵沉声说道。小狐狸身体一颤，然后不情不愿地跳到了幽灵的肩头，甚至还学了一声猫叫，喵！现在你满意了吧，主人喵？行吧，算你蒙混过关。幽灵又气又好笑，他将小狐狸抱在身前，轻轻摩挲着他那柔顺的毛发，开口问道：你的技能是召唤亡灵杂兵，
最多能召唤多少个？等级有多少？召唤这玩意干啥？小狐狸不解地抬头看去，我等级很低，召唤出来的亡灵实力不会超过我自身等级的10倍，也就是说，那些亡灵的等级最多也就是10级，根本就是不堪一击。我不需要他们战斗，我需要的是一个巨大的亡灵，可以带我们穿越火海。小狐狸，你能做到吗？若是能做到的话，等出去这里之后，小鱼干翻倍。有灵用小鱼干诱惑小狐狸，对方虽然是只狐狸，但却很喜欢小鱼干，他顿顿都吃，根本就拦不住。但是小狐狸却一脸傲娇地撇过头去，仿佛对小鱼干根本不在意。主人，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可是高贵的九尾狐，不是那种狸花猫。翻1倍不够是吗？那就再来1倍。游灵知道筹码不够，所以再加一些。小狐狸听闻耳朵都竖起来了，甚至嘴角已经流出了口水滴，落在地上发出刺啦一声。这代表着地面都被高温灼烧，几乎可以煎鸡蛋了。好在温度还没有达到沸点，否则他们连站都站不住。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这样的话我就懂了。小狐狸点了点头，然后从游灵的怀中跳了下去，再度扬起了那高傲的头颅，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鸣叫，外面的火海之中开始颤动，仿佛地震一样的，令周围的废墟再度遭到破坏。哪怕是这个小阁楼，也在地震与烈焰之中反复折磨，变得摇摇欲坠，仿佛下一秒就会倒塌一样。不过这个震动很快就结束了，只见一个身高超过3米、体型非常巨大的牛头人骷髅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只见小狐狸再度鸣叫一声，骷髅身上的火焰顿时消散，然后他便俯下身子，将手放在了阁楼门前，任凭火焰不断灼烧，都无法将骷髅的手臂烧毁。上来吧，要去哪告诉我就行。虽然这大家伙移动速度比较慢，但我可是特意找了一个拥有火抗能力的骷髅出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烧毁了。小狐狸得意地说道，然后便跳到了骷髅的身上。尤林和洛西跟了上去，顺着骷髅架子来到了对方的肩膀上。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灼烧感，就连空气都变得清爽了不少。第66，又不是第一次了。在巨大骷髅的帮助下，尤林和洛西脱离了这片火海，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离开的时候，总感觉有人盯着自己。尤其是尤林，他能明确地感受到，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自己，从离开了安全屋到现在，就没有挪开过视线。尤林和洛西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肯定就是有不干净的东西一直在盯着他们，只不过对方是敌是友都不知道，所以两人都没有声张，只是暗中做好戒备。在此期间，洛西也是通过棺材得到了莫娜的消息。作为召唤物，他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联络到洛西，也正是因为这方便的能力，所以洛西才会放心让他们去寻找穆婉婉的踪迹。不得不说，莫娜的工作效率就是高。他找到了一处安全屋，这里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就连里面的生活垃圾也都是刚丢弃没多久，恐怕对方是趁着烈焰风暴刚刚结束就离开了，距离现在也就2-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莫娜打算继续寻找，不只是他一个人在寻找穆婉婉，就连暗影军团里的侦察兵都出动了1/3，帮助洛西一起寻找。这便是莫娜所说的方法，直接调动暗影侦察兵寻找一个人类，这样就可以不放过每一个角落，每一处可疑的地方。所以当时莫娜才说，这种手段会暴露洛西的身份。不过他已经对幽灵摊牌，暴不暴露的已经不重要了。而后他们便根据莫娜所说的方位找了过去，路程有点遥远，靠着这个牛头人进行移动，他们硬生生走了5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不过这个时候，脚下的火焰倒也变小了不少，所以尤林等人可以下地行走了。火焰巨人依旧待在外面等待新的命令，小狐狸则是窜到了洛西的怀中，亲昵地蹭着他的胸口，这让洛西很是喜欢。尤林很是吃醋，他们两人很快便进入了莫娜所说的房间。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砖瓦房，整体空间都是由隔热和防火材料制成，可以完全免疫火焰的伤害。随后他们便看到遗留在这里的生活垃圾，这让尤林和洛西充满了即视感。若非知道这里是魔界的燃烧大地，他们还真以为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呢。因为这里的东西都是速食产品，便利店里随便都能买到一大堆。穆大小姐竟然还吃这种东西？尤林有些惊讶地说道。这不是嘲讽，只是单纯的感到震惊。就连洛西也是没想到，穆婉婉竟然也吃这些。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富家子弟基本不会吃泡面这种东西，不过也不排除那些人吃惯了山珍海味，所以弄点低廉价格的食品换换口味。我们来到这里，东西已经凉了，并且莫娜也没有新的消息传过来，也不知道穆婉婉到底在什么地方。不过现阶段可以确定的是，她并没有死，
还活得好好的。虽然不确定穆婉婉的方位，但根据这些生活垃圾以及吃剩下的东西，就能确定穆婉婉还活得好好的，并且这里也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并没有写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是在吐槽自己怎样才能出去。看得出来，穆婉婉心态还算可以，至少没有到爆炸的程度。而后尤林和洛西就在这里吃顿饭，然后睡上一觉。按照时间来算，现在已经是晚饭点了。他们今天除了早饭之外，就再也没吃过第二顿饭，自然要赶紧补上。而他们携带的饰品也是速食干货，非常的便捷，在魔界就别要求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有的吃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小狐狸的小鱼干没少带，这玩意除了小狐狸能吃之外，将其稍微烤一下的话，尤林和洛西一样能吃，只不过现在他们还没到这种地步，之后实在没东西吃了，再考虑换换口味。也就在他们吃饱喝足后，准备休息的时候，一道影子忽然从角落里延伸出来，尤林立刻警戒起来，但是洛西却没有任何反应，反而亲昵地摸了摸这个影子。尤林，你不用紧张，这就是暗影一族的侦察兵，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影卫。这些影卫们没有实体，只能在阴影中移动，等级和战斗力都很低，所以他们只适合隐匿和刺探情报，以及调查军情，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过在找人方面，影卫都是专家，他会出现在这里，想必是有什么新的情报要传递。说着，洛西将手伸进了影子之中，看上去他的手就像是穿过了地板一样，非常的夸张。影卫身体微微颤抖，然后就看到洛西从影子里面拿出了一张纸，他定睛一看，神色变得凝重了不少，然后重新找了张纸，写上了一些内容，告诉莫娜不要惊动魔界，更不要让他们踏入这里，若是被他们得知有人类进入燃烧大地，我们都活不了了。说完这些，洛西将纸张塞入了影卫的身体，对方则是一抖一抖的离开了。不知道为什么，尤林从这个影卫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得意与兴奋的情绪。对方虽然只是一团影子，但这一抖一抖的样子简直太嘚瑟了，跟那些踮着脚尖走的精神小伙没啥区别。洛西，你刚刚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魔族发现了我们？尤林好奇地问道。不过洛西却摇了摇头，然后将那张纸交给尤林。魔界并没有发现我们，但是他们察觉到了燃烧大地的异常，想要进来查看。不过燃烧大地一直都被暗影军团把持，魔族想要进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除非魔王亲至，否则那些魔族是进不来的。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我们明天继续寻找穆婉婉。洛西说着，然后就铺好了床单，直接躺了进去。他也没有忘记给有灵留位置，一直拍打着自己身前的空位。这一幕看得尤灵有些口干舌燥，生理反应不断冲击大脑，但他很快就压了下去，然后看了一眼这张纸，强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纸上写的内容和洛西说的一致，所以并没有什么好在意的。但是洛西那边不断招呼尤灵一起睡觉，搞得他不上不下，心里奇痒难耐。不管了，豁出去了，反正不是第一次，并且还是我占便宜，这等于有啥好怕的？尤灵脸上带着视死如归的神情，然后便褪去衣物，直接钻了进去。然而就在他刚进去的一瞬间，洛西便扑了上来，强行将尤灵压在身下。你终于进来了，别说话，今晚就好好休息吧，我也不折腾你了，毕竟白天你都来了那么多次，估计也没啥精力了。说着，洛西便翻过身去闭上双眼。尤灵张了张嘴，一种说不出的落寞感萦绕在心头。第67翻转世界。在燃烧大地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半个月就过去了。洛西和尤灵两人基本上走了一半的燃烧大地，而另外一边也被莫娜用地毯式搜索的方法全部调查了一遍。穆婉婉留下来的痕迹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他人在什么地方，甚至有的时候尤灵和洛西总感觉自己和穆婉婉擦肩而过，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并且他会在每一个安全屋内都留下一张纸条，从一开始的无聊吐槽再到后面的求救信息，这是穆婉婉的心态变化，说明他已经开始着急了。现在尤灵和洛西两人再度来到一个新的安全屋，这是最后一个了，如果还找不到穆婉婉，那就说明他真有可能遭遇了不测。洛西如此说道。尤灵则是沉默了下来，然后走向不远处的生活垃圾。和之前一样，每来到一个安全屋，他们都能看到这些垃圾。尤灵随手拿起地上的纸条，上面的字迹已经不太清晰了，不过当尤灵看到这张纸条上留下来的字迹后，顿时瞪大了双眼，
他立刻看向周围，甚至跑出安全屋环视周围。炙热的气息不断冲刷，幽灵忍受着火焰带来的灼烧，朝着周围走去。穆婉婉，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如果你听得到，就给一点回应，哪怕是催动火焰爆炸，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给我们一点提示。幽灵忽然开口大喊，这让屋内的洛西有些吃惊，他立马小跑出来，抱紧了幽灵的胳膊。你在干什么呀？烈焰风暴马上就来了，我们得赶紧进屋。幽灵看向周围，然后无奈地点了点头。但就在他们两人刚刚进入屋内的时候，一声剧烈的声响从不远处炸开，犹如核弹一样的爆炸，令两人瞪大了眼睛。熟悉的爆炸，熟悉的威力，熟悉的感觉，这就是穆婉婉的火球术，他果然在这里。幽灵神色凝重，旋即将纸条摊开，将上面的字迹暴露出来。我就在这里，只有5个字，甚至连落款都没了。之前他还会发牢骚写下些什么，像是等待有人能发现一样，但是这张纸条却只有5个字，字迹是穆婉婉的没有错。他们看了15天对方的字迹，当然不可能认错，但是这张纸条非常诡异，它与之前的格式明显不同，甚至写得有些慌乱，就连笔顺之间都不连贯了，仿佛很着急的在传递什么信息。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有用的信息。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穆婉婉能听到他们说话，但却无法与他们见面。洛西，当一个人能听到我们谈话，看到我们的身影，但却无法与我们交流，只能靠传递纸条来告知我们一些信息，就连这种告知方法也是极为的苛刻，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高温点燃，并且写纸条肯定还存在一些其他限制，否则不可能只写这么几个字。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幽灵开口询问，他是想不到有什么方法会出现这种情况。洛西则是眉头微皱，然后摇了摇头，我也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燃烧大地环境虽然恶劣，但却没有出现过那种诡异现象。但是这里连通着魔界裂痕，说不定其中就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洛西也没有头绪，他只是保留了生前的部分记忆，却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自然无法给出回答。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试一试。洛西忽然开口，然后将怀中熟睡的小狐狸交给了幽灵。我用灵界行走去看一眼，身处灵体状态下，我能看到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只要穆婉婉在这里，哪怕我依旧看不到对方，通过灵体视角也能发现一些痕迹。说着，洛西就开启了灵界行走，身形消失在了幽灵的面前。他默默靠墙坐下，轻抚怀中酣睡的小狐狸。他这些天也是累坏了，每天都要召唤一个带有火抗属性的骷髅巨人来给两人代步，这很累的。小狐狸毕竟只有1级，若是他等级再高一些，就不至于这么疲惫了。大概1刻钟的时间，洛西的身影从幽灵面前出现，他表情有些失落，哪怕一言不发，幽灵就知道他失败了。没找到是吗？幽灵开口询问，洛西则是点了点头，然后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很失落，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也就在这个时候，小狐狸醒了过来，他一脸迷茫地看着两人，不知道为什么气氛如此低迷。你们怎么了？耷拉着一张脸，是累了吗？不如让我召唤几个舞女出来助助兴。小狐狸一脸真诚地说道，他是认真的，并且从不撒谎。幽灵和洛西有些无语，因为两人很清楚，小狐狸只要说这里有舞女尸体，那就代表着这里真的有。他的感知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但就在这个时候，幽灵和洛西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一样，两人对视一眼，然后露出了心有灵犀的笑容。小狐狸，帮我们一个忙好不好？有小鱼干吃哦。洛西循循善诱，笑容令人心动。小狐狸扛不住诱惑，直接被小鱼干击败。没问题的，只要有小鱼干，让我学猫叫都没问题。小狐狸将小鱼干弄到手后，毫不犹豫就吃了下去。看着他一脸满足的样子，洛西也是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毛发。小狐狸啊，你发挥你的感知能力，帮我们感知一下这里是不是存在其他的空间。其他的空间？为什么要这样问？这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吗？一直都存在。幽灵和洛西震惊了，他们15天以来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无论从什么地方寻找，都找不到穆婉婉存在的痕迹。若非他留下来的纸条清晰透露了他就在两人身边，幽灵和洛西还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最主要的是，穆婉婉那招牌的火球术，想忘都忘不了。看着那升腾的蘑菇云就明白，这一定是穆婉婉听到了幽灵的呐喊，这才出手给他提醒。你们怎么了？难道说你们连翻转世界都不知道吗？
小狐狸一脸茫然地问道。而这个问题，属实有些超纲。别说幽灵了，就连洛西都没听说过。他搜寻了自己的全部记忆，并没有所谓翻转世界的相关信息。第68入口，翻转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啊？幽灵和洛西完全不了解所谓的翻转世界，小狐狸则是惊奇地看着两人，确定他们不是在逗自己之后，这才开口解释。所谓的翻转世界，就是我曾经生活的世界啊。对了，在你们的世界还有另一种称呼，那就是秘境副本。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起的这种名字，难听死了。还有就是所谓的翻转世界，就是你们人界或者是魔界翻转过来之后，便成为了我曾经所在的那个世界。虽然我也说不清楚翻转世界到底是以怎样形式存在的，但大概就跟你们人类照镜子差不多吧。既然有光，那么必然就会存在影子，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听到小狐狸的解释，尤林和洛西对视一眼。他们进入过2次秘境，第一次是一个废弃的旧校园，当时他们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整个世界确实翻转了过来，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第2个秘境一样如此，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甚至整个世界的人都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认为秘境就该如此，这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常识。但当小狐狸说出来所谓的秘境就是翻转世界之后，两人顿时就绷不住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进入的秘境其实就是所谓的翻转世界，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小狐狸仰起头颅思考片刻，这才开口回答。用你们人类的话来说，翻转世界是依附在现实世界的一个肿瘤，它的目的就是不断扩大这个肿瘤，然后彻底取代现实世界。所以你们人类在攻打秘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自救，这对于翻转世界没有任何损失。若是自救不及时，反而会引发翻转世界的入侵，导致更多的癌细胞，也就是你们口中的怪物，入侵现实世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你们要是还有其他的疑问，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们了。小狐狸打了个哈欠，他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这已经很有诚意了，并且尤林和洛西也意识到，穆婉婉很可能进入了某个秘境之中，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有一点值得深思，那就是魔界并不像人类世界一样存在所谓的秘境空间，人界存在秘境是因为怪物入侵导致，但是魔界并没有遭受怪物入侵，甚至还企图入侵人界。所以穆婉婉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进入的翻转世界？洛西眉头微皱，有些想不明白。随后他立刻通过特殊方法通知了远在千里的莫娜，让他来寻找所谓的翻转世界。对方很快就给了回信，并且正在加速寻找。对方的反应如此迅速，就说明他是知道翻转世界的，这也就省了解释的功夫。并且这件事也让尤林和洛西意识到，人类世界高层应该也早就了解了翻转世界，甚至都已经深入研究了。至于他们能研究出什么东西，这就与普通人没有关系了。随后尤林和洛西便在这里休整一番，度过了新一轮的烈焰风暴。等到翌日正午，尤林和洛西刚刚吃过午饭，准备再度出发的时候，一只影卫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洛西将书信掏出来，然后打开，这是一张地图，上边有一个红圈标注了一个位置，并且写上了3个字：来这里。这是莫娜的字迹，也就是说他找到了穆婉婉，也可能是找到翻转世界的入口了。尤林和洛西对视一眼，立即出发。小狐狸也是任劳任怨地召唤出火抗巨人，带着两人前往目的地。这段路途很长，他们走了1个下午，外加1个夜间，这才赶到目的地。中间还经历了一次烈焰风暴。等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便看到莫娜以及另外3个召唤物齐聚在一个巨大火坑面前。将军，您终于来了，这速度有点慢啊。莫娜看了一眼那巨大的怪物，不由得开口吐槽。一旁的精灵射手也是敲着自己的脑壳，明显是等得不耐烦了。别管这些了，你先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记忆中可并不存在这种深坑，是不是我转生这些年里，燃烧大地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洛西开口询问。莫娜则是摇了摇头，但很快又点了点头。燃烧大地的变化并不大，还是和以前一样，但唯一一点变化就是，这里距离翻转世界越来越近。若是自身警戒心不足，并且还精神萎靡，身体疲倦的话，就很容易掉入翻转世界。所以我怀疑你们的那位同学很有可能就是这么掉进去的。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精神萎靡，身体疲倦的话也能掉进去。尤林眨了眨眼，好奇地问道。但是莫娜却摇了摇头，指了指前方的火坑。并不行，因为只要意识到了翻转世界的存在，哪怕把自己搞废了都进不去。我说的那些
都是需要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然后才有很小的概率掉进去。只能说你们的这位人类同学实属倒霉到家了。说到这里，莫娜都忍不住笑了一下，但考虑到尤林和洛西还在，她的笑容很快就收敛了起来。将军，现在想要进入翻转世界，只剩下了一个方法，那就是跳进这个火坑。这是当年将军留下来的唯一一条通往翻转世界的通道，之前被我们封印了起来。但是您既然提到了翻转世界，那个人类极有可能就在里面，所以我们暂时解除了封印。不过您若真想进去，还请牢记一件事，请不要在里面动用宏观的力量，最多也就是用一下尸山血海，宏观本身的力量禁止使用，否则的话会引起翻转世界的排斥，导致世界坍塌，到时候你们谁都活不下来。说到这里，莫娜的神情变得严肃，眼神中的警告意味十足。也就是说，莫娜你无法跟我们一起进去是吗？洛西忽然开口提问。莫娜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是的，我是被宏观的力量召唤出来的分身，自然无法进入这里的翻转世界。不过其他地区的翻转世界以及人界的秘境，我倒是可以进入。原来如此，洛西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询问，那么你的本体呢？为什么没有过来？你不是说想要亲自与我见一面吗？这么好的机会，为何不来？听到洛西如此询问，莫娜低下了头，沉默良久，这才回答，因为暗影军团的高层全都被代理魔王禁足了，不只是我，弓长和其他人全部如此。第69，灰烬与猩红。尤林与洛西做足了准备之后，这才进入坑洞内。然而当两人进入其中，才发现与自己想象的有些差别。他们认为自己会被火焰灼烧，甚至会急速下坠，但当两人真的深入坑洞之后，便发现火焰全部消散不见，就连这个大坑也消失了。他们脚下站的是一片猩红之土，周围遍地都是黑色的灰烬。但是恍惚间，尤林与洛西又能看到一片熊熊燃烧的烈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但那些火焰全部都是来自燃烧大地，而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不存在任何的火焰。尤林，你看天上，那里是不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听到洛西的话，尤林抬头看去，这才发现天空上竟然有一个巨大的空洞，猩红的天空外呈现出一个洁白的洞口，看上去就很不一般，那应该就是出口了。莫娜跟我们说出口在天空之上，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尤林点了点头，而后观察周围，这里遍地都是灰烬，甚至还能看到不少没有被烧毁的骸骨。两人小心翼翼地前进，但很快就被一个嘎吱的声音所吸引，他们立刻回头，这才看到一具骷髅站了起来，对方的身体颤颤巍巍，身上黢黑无比，一看就是被火焰焚烧了很长时间，但是因为强度不够，所以才没有变成骨灰。看到这个骷髅的出现，洛西不假思索的一棺材甩了出去，对方顿时七零八落，骨架满天飞。这一刻，尤林和洛西都收到了提示，击杀灰烬骷髅，经验加300。看到这个提示，他们这才明白这种骷髅叫什么东西，并且两人的经验条都上涨了 0.5%， 这代表着这玩意的经验很多，若是能杀够1万个，他们就能升级了。不过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专心去寻找木婉婉所在的地方。他们顺着之前的记忆，朝着木婉婉可能在的方向前进，期间遇到了不少灰烬骷髅，他们的模样有大有小，甚至还有小狐狸召唤出来的那些骷髅，只不过当时被召唤出来的时候，其等级很低，并且听从小狐狸调遣，在这里反而就成为了敌人。击杀他们至少能得到300的经验，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提款机。也就在这个时候，尤林忽然感受到灵宠空间有些异样，他停了下来，然后将小狐狸召唤在怀中。只见小狐狸身上泛着白光，毛发也变得更柔顺了不少。我这是升级了。小狐狸看着自己白光闪闪的样子，不由得跳到地面转了一圈，欣赏自己的美丽。尤林也是立即查看小狐狸的属性，发现它确实升了1级。不过刚刚洛西击杀了5只灰烬骷髅，才勉强让它升级，这代表着小狐狸能吃到的经验非常少，但总归比没有要好。行了，知道你升级了，那就赶紧回来吧，之后我们无论去哪都会带着你的。我还真想看看你长出9条尾巴会是什么模样。尤林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让小狐狸成为真正的9尾狐。虽然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培养一只灵宠只是带它升级可不够，这是要看资质的，能不能升到60级以上，看的全是资质与主人的财力，就连人类自己也是如此。寻常人到了60级，越过超凡这个门槛之后，就已经达到了极限。若是想要突破其10级大关，成就传奇境界，天赋与财力是缺一不可的。
不过能遇到一些特别的机缘，那就另当别论。所以升级也不是100%就能升上去，否则那么多80多级的史诗，早就成为90级半神了。培养灵宠也是同样的道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游灵一开始没打算培养小狐狸的原因，太费钱了。只是现在看着小狐狸臭美的样子，他终究还是打算带着它一起升级。好歹小狐狸在70级之前也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助理，并且九尾狐自带9个天赋槽，只要等级到了就能开启，这是其他寻常灵宠不具备的能力。由此可见，这种自带技能的灵宠到底有多么稀有。前面又来一个灰烬骷髅，我想要试试我的能力能否魅惑这种东西。游灵说着就要出手，但是小狐狸却抢先一步来到他的面前。主人，您先等等，让我来试一下。小狐狸抬起高傲的头颅，得意洋洋地释放自己的技能，召唤出数只亡灵骷髅。他操控着自己的召唤物，与前方的灰烬骷髅打了起来，但是坚持不到30秒，这些召唤物就被打了个七零八落，连拼凑在一起的资格都没了。原本自信满满的小狐狸瞬间变得蔫巴了不少。他跳到洛西的怀中，用力蹭着他的胸口，模样都快委屈死了。才2级就想着去打41级的灰烬骷髅，你脑子是怎么长的呀？游灵忍不住开口吐槽。小狐狸的耳朵顿时就耷拉了下来，埋在洛西胸前的脑袋更加深入了一点。再看到这一幕，游灵嘴角有些抽搐。虽然九尾狐一族没有性别，但是这只小狐狸明显是在往女性化方面靠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游灵对他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过多的抗拒，只是每天都能看到这一幕，确实有点闹心。他很想制止，但是洛西很喜欢小狐狸撒娇的样子，这就导致游灵怀了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而现在有一只灰烬骷髅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洛西毫不犹豫地释放魅魔凝视，对方停了下来，身体一动不动。游灵走了过去，用力去推他的身体，直到将其推倒后，这才松口气。魅魔凝视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就看看这一招对你有没有效吧。说着，游灵释放了魅魔之眼，一个硕大的重度魅惑状态呈现在了灰烬骷髅的身上。而后游灵就看到这只灰烬骷髅竟然在地上摆出了各种勾引姿势，看得游灵差点当场吐血。不过他也发现了，这个灰烬骷髅的骨架是个女的，并且脑袋上的角质层很像是魅魔的形状，外加他摆出这种姿势，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就是一只魅魔骷髅。洛西借剑一用，游灵伸出手，洛西也没有犹豫，直接将尸山血海递给了游灵。他靠着棺材就能横扫一切了，将尸山血海交给游灵自然没什么问题。并且游灵接过剑之后，立刻刺穿了这具骷髅的头骨。他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刚才那扭捏的一幕却给他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毕竟是一具被烧得漆黑的骨头，却忽然在自己面前搔首弄姿，这视觉冲击力不亚于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当众拉屎，主打的就是一手恶心。忽然间，游灵想起小狐狸说过，他能召唤舞女的亡灵骷髅来跳舞。如果当时他和洛西真的同意了，小狐狸召唤出来的极有可能就是这恶心人的玩意。第70逐渐融合的两界，真是奇怪了。之前在燃烧大地可没见过这么多的怪物，反而进入了翻转世界后才出现这些灰烬骷髅，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看上去咋这么阴间呢？游灵很是不解地问道。洛西也无法给出回答，所以两人只能将目光放到了小狐狸的身上。别看我呀，这里我也没有来过，不过你们说的这些怪物出现在任何地方都很正常，因为翻转世界有个规则，那就是这种没有自我意识的怪物可以不断复生。具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可以复生的怪物，才会导致翻转世界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最终波及了人界，甚至是魔界。小狐狸知道的也并不算很多，但起码有些事情他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像你这种有自我意识的怪物呢，是不是也可以重新复活？游灵再度询问，但是小狐狸却摇了摇头。我这种就算了，因为我们这些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只要死了，灵魂就会随之消散，成为这个世界的养料，身体也是会回归世界，然后诞生出另外一个个体。不过那个个体就没有了原本的记忆与思想，甚至连性格都变得完全不一样，就像是主人你们人类经常挂在口中的转世轮回一样。所以我们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可是很惜命的，轻易不会招惹人类。像我这种被踢出族群的反而是少数。说到这里，小狐狸的神情明显有些落寞。有关这件事，游灵和洛西不是没有问过，但他却只字不谈，就仿佛是什么忌讳一样。索性两人也就不管了。
反正小狐狸现在与幽灵签订了契约，还是单方面的灵魂契约，无论他想要干什么，都不可能做出有害于幽灵的事情，有这保障就足够了。而后他们一行人继续前进，期间杀了将近100头的灰烬骷髅，这才来到了一个类似于安全屋废墟的地方。头顶的空洞依然存在，他们完全不用担心在这里找不到出口。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木婉婉。自从他当时释放出一发火球，给两人提了个醒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无论是纸条还是其他动静，全部都消失了，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刻意抹去了痕迹一样。所以他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对方。木婉婉很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激动，从而遇到了危险。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猩红风暴毫无预兆地刮了起来。尤林和洛西立刻寻找掩体，躲避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大量的黑土被卷入天空，然后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中，逐渐变成猩红的模样。最为关键的是，通过这场猩红风暴，他们竟然看到了魔界的烈焰灼烧。当这里的刮起风暴的时候，外面的烈焰风暴也会如约而至。也就是说，这两股风暴其实就是一种东西。但为什么他们会一样呢？还有就是，为什么当这里的风暴刮起之后，魔界的模样就会清晰映照在眼前，就像是两个世界已经相互连通。洛西正要分析的时候，忽然间便看到周围的景象发生了变化。原本的一处废墟，此刻竟然变成了燃烧大地的安全屋。这里他们来过，周围都是很熟悉的场景，甚至地板上还有他们留下来的痕迹。这是尤林和洛西第一次进行长达半小时亲吻的地方。两人惊愕地看着这里，然后便尝试触摸周围，甚至还在用力地跺了跺脚，确定这里的真实性。就是这里没有错，我们当时就在这里吻了半个小时。尤林有些激动地说道。洛西更是毫不犹豫地动用能力联络到了莫娜。当对方得知两人竟然回到了魔界，也是感到无比震惊。随后洛西告知了自己的位置，并且要他过来的时候，烈焰风暴停止了。尤林和洛西的眼前景象再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又回到了那个废墟，仿佛刚才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幻觉。联系中断，我们又回来了。但是刚才这一幕明显可以确定，我们刚刚短暂的在燃烧大地停留了一阵。不过当烈焰风暴停止之后，我们就回到了这里。看来木婉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留下了那些信息和生活垃圾。他一直在给我们提示，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无法说太多，并且我们也一直不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亲身经历过之后，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听到洛西的分析，尤林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不远处一个赤红色的身影。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他肯定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留有这么少的信息。那边有一个身影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并且我观察过周围，风暴开启之前，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也就是说，对方是跟着风暴过来的。尤林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那赤红色的身影，对方距离很远，起码也得有几百米的距离，并且他就跟个木桩子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不是尤林转职之后，双眼的视力远超一般人，他还真不一定能看清。洛西转身看了过去，脸色顿时就变得凝重了不少。猩红领主，魔族之中极为强悍的存在，每一名猩红领主的实力都不会低于传奇境界。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有猩红领主出现在这里？是一个复制品，又或者只是一具尸体？洛西不敢确定对方的身份，所以开启了可视化数据技能进行观察。片刻后，他解除能力，表情明显松了一口气。是猩红领主没错，但却是一具尸体。对方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在这里重新复活，并且会随风而动，斩杀任何活着的敌人。等级在47级，比活着的时候弱太多了，并且身体属性也下降了80%左右，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说着，洛西看向了尤林，你要不要试试控制对方？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开路将军，能省去不少麻烦呢。尤林听闻点了点头，然后大胆地走了过去。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只要是怪物，就不可能扛得住他的魅惑能力。现在的尤林已经越来越熟练了，之前他遇到怪物只能逃跑，反之现在却已经熟练地掌握如何让怪物们自相残杀的方法。他已然今非昔比，自然不会害怕这种怪物。第71，虚弱的木婉婉。尤林走到了猩红领主的面前，对方依然一动不动，像一个木桩。这个时候尤林才能仔细地观察对方。他一身厚重的盔甲穿在身上，手中更是有一把极为夸张的大剑，其身高已经超过了2米，差不多有2.5米的高度，但是这把剑起码能有3米长。不过这个猩红领主身上的盔甲已经出现了多处腐蚀的痕迹，就连手中巨剑也锈迹斑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尤林绕着对方进行观察，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微风拂面，尤琳被迷了眼，她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然后就听到不远处洛西大喊小心。尤琳察觉到不妙，本能的侧身翻滚出好几米的距离。也就在这个瞬间，一声轰鸣响了起来，是那个猩红领主。对方手握巨剑，朝着尤琳刚才的位置砸了下去。这家伙什么情况？看着猩红领主有了动作后，尤琳是真的被吓了一跳。对方扛起巨剑，朝着尤琳奔袭而来，但他并不慌张，从容地释放控制技能，将其牢牢地定在原地。洛西，你刚才看到有什么异常没有？尤琳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黑土。洛西则是摇了摇头，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猩红领主的动作实在是太诡异了，明明之前还跟个木桩一样，忽然间就动了，还是趁着尤琳不注意的时候，就仿佛一个提线木偶在被人操控一样。我怀疑有什么东西在幕后操控这个猩红领主的尸体，他在阻止我们前进。尤琳说着，然后环视四周，确定不存在其他人之后，直接抽出尸山血海，将猩红领主的头颅斩下。如此一来，对方就会彻底消散，同时给予了尤琳和洛西一人500点的经验值。像这种存在都是精英怪，斩杀之后获得的经验自然也要比正常怪物给的要多。为什么不控制他开路？洛西走上前疑惑地问道。尤琳则是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说道，对方很可能在观察这里。之前我的能力虽然用过一次，但对方大概率会认为我这只是一个控制技能，所以最好不要暴露我魅惑能力的天赋。原来如此，洛西点了点头，而后便继续前进。他们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但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之前穆婉婉留下纸条的那个位置。虽然翻转世界和燃烧大地的完全不同，但大部分的坐标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便可以根据之前的经验，找到穆婉婉留下最后一张纸条的位置。不知道走了多久，两人走走停停，中间休息了2次，这才来到之前那个位置。意料之中，这里的安全屋果然也是一片废墟。不过话说回来，穆婉婉真的会在这边吗？尤琳自言自语，洛西则是开启可视化数据，观察周围的情况。片刻之后，他发现了某个地方有数据异常的现象发生。洛西没有犹豫，直接抓着尤琳的手跑了过去，然后他们便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内。这个坑洞里面就像是被核弹炸过一样，非常的恐怖，周围的废墟更是被夷为平地。不过两人只是稍微震惊一下，便将目光放到了不远处的一个人影上面。穆婉婉看到对方之后，洛西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将其抱在怀中。他靠着一堵还算完整的墙壁，就这样瘫倒在这里，脸色煞白，皮肤也很冰冷。洛西立刻对他进行检查，然后将一颗蓝色小药丸塞进了他的嘴巴里，由林警惕着周围，防止有敌人靠近。不过这里已经被穆婉婉夷为平地，就算有怪物，怕不是也被摧毁了。五母，穆婉婉发出一声呻吟，然后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她勉强睁开双眼，旋即便看到了尤琳与洛西，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抹笑容。你们终于来了，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穆婉婉的声音很是虚弱，脸色非常的惨白，看上去像是很久都没有进食了一样。你感觉怎么样？身体有没有难受的地方？洛西关心地问道。穆婉婉则是摇了摇头，随后摸着肚子，眼神有些尴尬。尤琳、洛西，他们对视一眼，旋即将手头上的食物交给对方，顺便也给了穆婉婉一瓶水，防止她噎着。穆婉婉狼吞虎咽，看上去确实很久了，毕竟她原本就没打算出远门，手头上就算有应急食品，也不可能坚持太久。等到对方吃饱喝足之后，尤琳和洛西这才关切地将她扶到一个被封的地方休息。穆大小姐，你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吗？有关张静老师是魔族一事，我们已经知晓，就连他暗中做的事情我们也调查到了，所以这方面可以省略。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掉进这翻转世界。尤琳开口询问。穆婉婉则是秀眉轻蹙，回忆着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当时就是张静老师哄骗我说这是一场实验所带来的幻觉，所以就让我回宿舍休息了。本来我当时都打算午睡一小会，下午再去找你们商量入学的事情，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觉醒来就出现在这种地方。本来我很绝望，以为自己掉入了什么秘境里面，永远都出不去了。但在某一天听到了你们的声音，虽然很不真切，但总觉得你们在跟我擦肩而过，所以我每次都会留下字条，祈祷你们能够发现我。直到某一次的猩红风暴出现，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你们之后，我便意识到我们双方并不在同一个空间。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用了一发大火球来提醒你们我在这里，然后我就被这里的灰烬领主发现，我拼尽了全力，这才躲避了对方的追杀。但是为了让你们找到我，所以我又迂回了回来。只是没想到我的食物都吃光了，如果你们晚2天再来，恐怕看到的就是一具饿死的尸体。穆婉婉自嘲地说道，虽然他的语气听上去很乐观，像是在描述别人身上的事情，但实际上他遭遇过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个人孤立无援地待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手里物资严重匮乏，救援之人一直与自己擦身而过。穆婉婉不知道多少次心生绝望，但他还是挺了过来，最终与尤林和洛西相遇。第72，灰烬领主，此地不宜久留，如果你休息好了，我们这就离开。尤林严肃地说道。洛西也是看向穆婉婉，帮他检查身体。对方点了点头，然后盘膝而坐，恢复力量。对了，把这东西用了，是你父亲找到的很有用的技能卷轴。洛西忽然想起一件事，然后将那个管家交代的卷轴拿了出来。穆婉婉接过卷轴，明显愣了一下，紧接着便是喜悦涌上心头。谢谢你们，这下我就不怕那个灰烬领主了。那个混蛋追杀了我10几天，也不知道是看上我身子了，还是有其他的想法。我的一发火球术只能给他炸个半死，如果我当时就有这双发能力，他早就死了。穆婉婉的语气有些恶劣，对这个灰烬领主是恶意满满，充满了仇恨。他将卷轴吸收，然后继续打坐。尤林和洛西也只靠强坐着，顺带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他们能找到这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既然已经找到了穆婉婉，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前往天空上的白洞即可，那里是出去的道路，看上去触手可及。但尤林很清楚，如果想要上去的话，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他们3个没有一个人会飞，这就导致他们想要出去的话，那就是难如登天，完全是地面意思。他们需要登天。尤林思来想去，而后将酣睡的小狐狸从灵宠空间内召唤出来。怎么啦？有什么事情喵？小狐狸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教，逐渐有了小小的口癖，虽然很可爱，但一只狐狸却有喵的口癖，听上去总有一些怪异。就连穆婉婉听到这声喵叫，都忍不住睁开眼看了一眼小狐狸。这是猫？穆婉婉脸上带着惊疑的表情看向尤林，别误会了人类，我可是正宗九尾狐喵。小狐狸昂着头，高傲地介绍着自己的种族，但穆婉婉的疑惑却更重了。可你不是只有一条尾巴吗？很真诚的疑问，但是却让小狐狸那高傲的头颅立即蔫巴了下来。他没有说话，而是泪眼婆娑地看着尤林，最后一头扑向洛西。他欺负我！穆婉婉，尤林，我才是你主人啊！你总往我女朋友那里钻干啥？你个色鬼狐狸！尤林说着，一把将对方拽了回来。小狐狸还有些不情不愿，但最终也只能屈服于尤林的淫威。洛西则是有些尴尬，然后这才开口解释：其实吧，小狐狸的种族确实是九尾狐，但它太弱了，所以才只有一条尾巴，并且它确实是一只狐狸。至于这怪异的口癖，完全是因为尤林喜欢猫叫，就像是这样的喵。洛西说着，立刻亲自表演了一番。这一声轻轻的喵叫，让尤林感觉酥麻到骨子里了，哪怕是穆婉婉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然后一脸羡慕地看着洛西，叫得真好听啊，再来一声。洛西，喵！洛西说来就来，没有一点点防备。穆婉婉露出了享受的表情，尤林更是腿都有些软了，差点就跪倒在洛西的百褶裙下。就连小狐狸也深受打击，虽然它的叫声也很好听，但对比下来却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啊。小狐狸陷入了自闭，洛西得意洋洋，甚至还要再来一声。尤林见状，急忙打断施法：嗨嗨，我们好像跑题了，现在该讨论的是如何出去才对，而不是如何学猫叫。轻咳一声，尤林立刻将问题拉回正轨，而后他将小狐狸举高高，与他四目相对。小狐狸，现在到你发挥用处的时候了，给你一个任务，召唤出一个会飞的亡灵骨架，将我们送回去。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完成，我们所有人都不会飞，所以要看你的了。听到这话，小狐狸眼睛冒光，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小狐狸觉得自己很有用，所以每一次需要小狐狸发挥作用的时候，他都会很给力。不过事后还得来一条小鱼干作为奖励才行，这样一来，下次他就会更卖力地干活了。只不过会飞的生物尸体并不好找，哪怕是小狐狸，在这里搜寻了1个小时，也没有找到适合的目标。如此一来，他们只能一边移动一边寻找。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前往其他地方的时候，周围的大地开始震颤，灰烬从地面漂浮起来，
环绕在三人的身边。小狐狸被吓了一跳，立刻回到了尤琳的怀中，瑟瑟发抖。他来了，灰烬领主找到我们了。穆婉婉面色沉重，尤琳和洛西也是做好战斗准备。洛西更是开启可视化数据技能，观察着周围的异常，然后他就发现了某个位置出现了极为恐怖的数值变化，是灰烬领主，我看到他了，等级57级，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对抗的存在。洛西脸色有些难看，这样的等级他们根本就无从下手。如果说是40级的话，洛西靠着自己的身体素质还能硬杀，但是57级，这超过了他们20多级。洛西的面板数值再高，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人类禁区，擅入，这死！灰烬领主从灰烬中诞生，他全身被盔甲所包裹，但是盔甲的每一层上面都铺满了厚厚的灰烬，巨大的体型更是让他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力量与防御。但最让人关注的还是他说出来的这些话：擅入者死。这家伙有自己的思想。尤琳和洛西看向穆婉婉，但是他却摇了摇头，慎重地说道：我与他纠缠了10几天，完全没有发现他有自己的思想，否则我那些小把戏早就被拆穿了，也不会戏耍他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怀疑他只是保留了生前的部分行为习惯，以及守护某个地方的职责罢了。但他这实力却是实打实的，常规办法很难将其击杀。说着，穆婉婉看向两人，旋即向后退了2步，给我争取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我便能恢复全部魔力，然后给他来一发大的。说着，穆婉婉像是想起了什么，立即更正道：不对，应该是冲他来2发。第73 BOSS 2阶段了。尤琳，你的控制能抗多久？洛西开口询问。尤琳则是简单尝试了一下，发现自己的魅魔凝视能力释放的非常不顺畅，这代表着对方的抗性非常高，虽然会被控制，但自身消耗也会成倍增加，大概10秒钟他就可以挣脱控制，并且我下一轮控制还需要再等个3-4秒钟才能继续。尤琳简单尝试了一下，得出了这个结论。洛西则是点了点头，双手抓起棺材的扶手，做出了突进的姿势，配合我，不要让他攻击到我。说话间，洛西就已经冲了出去，他双手扛着棺材，用极为夸张的姿势朝着灰烬领主的面门砸去。对方见状，立刻挥舞手中巨剑，想要斩杀洛西，但是尤琳一个魅魔凝视释放出去，灰烬领主立刻呆若木鸡，原地不动。洛西趁机挥动红棺，直接一棺材给他砸出去数10米远的距离。紧接着，洛西抽出尸山血海，强行刺穿对方的盔甲，想要卸掉他的手臂。这样一来，对方挥舞巨剑的威力就会变小不少。但让洛西惊讶的是，无视等级可以给予伤害的尸山血海竟然卡在了对方的盔甲里。洛西没有恋战，趁着对方还没有恢复对身体的掌控，立刻脱手向后撤去。因为自身离开太远的距离，所以触发了尸山血海的被动能力，它自动化为一滩血雾，然后回归到宏观之中。像这种神器都是有认主功能，只要脱离固定距离，就会重新回归持有者身上。而这把武器的持有者是将军本人，哪怕将军已经死了，但他的尸体只要还在棺材里，尸山血海就不会弄丢，并且棺材还是和洛西绑定的，更不用担心洛西会与宏观分离。此时尤琳的控制已经到了极限，不到10秒钟，他就放弃了对灰烬领主的控制，然后长舒一口气。他不能一直绷得太紧，不然精神消耗太大。洛西看到灰烬领主重新动起来之后，立刻将棺材横在身前，强行挡住了对方的攻击。不过这巨大的力道还是让洛西被击退好几米的距离。如果没有宏观抵消伤害，这一击足已将洛西砸成肉泥。洛西，继续！尤琳高声呼喊，然后便趁此空档，将灰烬领主再度控制。洛西故技重施，将尸山血海拿在手中，顺着刚才的伤口，直接斩断了灰烬领主的一条手臂。他不是不想对着对方的脑袋来一下，但这3米的身高，洛西若是跳起来攻击的话，10秒时间根本就不够落地的。只要稍有差池，尤琳的控制就会失效，从而给对方制造机会。最为稳妥的方法，还是先削弱对方的攻击性，这样才有机会将其拿下。并且这个灰烬领主并没有自我意识，他只是一具被复活的尸体，实力更是下降了20级，完全不在巅峰状态。如果是巅峰时期的灰烬领主，他们这些人别说和对方缠斗，怕是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不过灰烬领主虽然没有自我意识，更没有脑子，但他的战斗本能告诉自己，眼前的敌人是劲敌，
只见灰烬领主将巨剑插入黑土，然后拿起了自己被斩断的手臂。他没有将其安装回原本的位置，因为灰烬领主并不具备断肢重生的能力，更何况他还只是一具被复活的尸体。但这不代表着对方没有其他能力。只见灰烬领主高举手臂，然后发出一声极为凄惨的怒喝。紧接着，尤林和洛西就看到他高举的手臂逐渐化为灰烬，周围的大地霎时就震动了起来，一片片的灰烬从地面升腾，然后不断凝聚到一起，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灰烬骷髅。这些骷髅倒还好说，最主要的是他们竟然还看到了一些身穿黑色铠甲的骑士。这是灰烬骑士，变成了尸体的灰烬领主竟然也具备召唤灰烬骑士的能力。洛西有些惊讶，旁边的木婉婉脸色都白了，因为之前他面对灰烬领主的时候，对方压根没用过这一招。简单来说，就是木婉婉的招数威力虽然大，但却没有尤林和洛西的威胁高。因为这两人的配合，让灰烬领主不能的感受到了危险。也没人跟我说，这玩意竟然还能召唤怪物啊！小狐狸，你召唤点东西出来，看看能不能挡一下。这怪物实在是有点多，根本挡不住啊！尤林脸色也很难看。灰烬领主一下子就召唤出了10几个等级在30级以上的灰烬骷髅，甚至还有几个40级以上的灰烬骑士，而他本身的等级也有50多级。面对这么多的敌人，他们很难坚守10分钟，哪怕现在已经过去了1分钟，但剩下的9分钟实在是有点难以防守。这件事怪我，长时间不与灰烬领主打交道，我都忘了他还有这样的能力，就该拖延时间，而不是立刻卸掉他一条手臂，开启这家伙的2阶段。而且我要提醒一下，灰烬骑士还有3阶段，这家伙是名副其实的 BOSS 模板，3个阶段各有长处。第1阶段笨重很好对付，你们也都看到了。第2阶段就是现在这样，召唤出大量的灰烬骷髅与灰烬骑士。至于第3阶段，我建议还是别触碰了，尽量能拖到木婉婉恢复魔力，直接给他秒了。因为这家伙的第3阶段是维持3分钟的无敌 buff， 无论是控制技能还是伤害攻击，都对他没有效果。虽然坚持3分钟他就会陷入虚弱状态，任人宰割，但这3分钟却是最难熬的，一不留神就会被杀。洛西脸色有些凝重，这让尤林更加不敢大意。那么如何触发2阶段呢？木婉婉小心翼翼地询问，洛西则是看向周围那些骷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触发条件是所有灰烬骷髅与灰烬骑士的死亡。所以正常来说，有理智的灰烬骑士都会在即将败北的时候主动将自己的灰烬骑士斩杀，这样他就可以自己触发3阶段。不过这是正常的灰烬骑士才会出现的操作，我不知道这个尸体会不会也这样，但最好不要尝试，因为你们不会想被一个无敌且不受控制技能影响的人追杀。第74，一路狂飙。洛西，你负责牵制灰烬骑士，周围的那些小怪交给我。既然不能让这些灰烬骑士和灰烬骷髅死亡，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尤林咬了咬牙，目光变得坚定了起来。洛西看了他一眼，仿佛是想到了什么，顿时张大嘴巴。你不会是要……洛西话说一半，不由得想起来当时他第一次被怪物追杀的场景。那个时候的尤林就是无意中释放了魅惑能力，然后让所有怪物的仇恨值全部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如果说要让魅惑能力生效，并且足以控制一个怪物的话，需要消耗不少的精神力，但只是简单的将仇恨转移，让怪物的眼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等于无消耗的嘲讽技能。尤林点了点头，眼神中带有视死如归的神情。所有灰烬骷髅和灰烬骑士的目光看向我。尤林高举右手，然后轻轻地打了个响指，一时间，除了灰烬领主之外，所有怪物的脑袋上都附加了一个轻度魅惑的状态。在这种 debuff 加持下，那些怪物全部将目光转移到了尤林的身上，他们犹如疯了一样朝着尤林飞奔来。尤林也是撒丫子就跑，完全不敢停留在这里，因为这种状态下，所有怪物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干掉尤林，而非将其据为己有，那是重度魅惑才会出现的情况。反之则只能当个嘲讽技能来用。幸亏灰烬领主只是个尸体，如果他还保留着生前的意识，在看到这一幕之后，怕是要第一个杀了尤林。穆婉婉在不远处更是目瞪口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操作，哪怕尤林之前就展现过可以控制怪物的能力，可是这样的嘲讽力却是头一次见。哪怕是那些职业骑士有着高级嘲讽技能，恐怕也做不到他这么专业，一拉就是一片敌人。这要来一发火球，恐怕能直接清场。穆婉婉有了这个冲动，双手搓来搓去，恨不得直接搞一火球轰过去。
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深吸一口气，继续打坐。洛西这边倒依旧是感到壮观与震撼，虽然他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过游灵这个技能了，但每次感到游灵后面跟着一大堆的怪，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笑。可能这就是魅魔的魅力吧。洛西自言自语，目光犀利地盯着灰烬领主，他不能轻举妄动。对方也是忌惮洛西的尸山血海，没有主动出手，哪怕他没有了自我意识，但不能依旧让他谨慎起来。像尸山血海这种无视等级破防的武器，完全是他们这种高防高攻怪物的克星。这个灰烬领主竟然不主动进攻，既然你不主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过让一个女孩子主动，你这个灰烬领主还真不是个男人啊。洛西吐槽一句，然后便将棺材扔了过去，自身更是进入灵界行走的状态。灰烬领主将棺材挡住后，立刻观察周围，但是他怎么都无法预料洛西会从自己的身后出现，并且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但是灰烬领主并不怕这种小伤，他强行转身，单手持有巨剑，重重地朝着洛西砸去。可是洛西再一次开启灵界行走，顺带将棺材收回了装备空间。因为使用了灵界行走，所以洛西得以避开对方的致命一击。紧接着他便故技重施，利用这一技能不断背刺对方。虽然无法构成有效伤害，但足以让灰烬领主应接不暇。只是洛西多次尝试想要斩断对方的另外一条肩膀，但他早有戒备，根本就无法得手，所以洛西也放弃了这种想法，专心致志地拖延时间。与此同时，游灵正在狂奔，身后的灰烬骷髅穷追不舍，让他停不下来。主人，你就别管我了，自己赶紧跑吧。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主人，绝对不能不管你。可是主人，你带着我真的很累赘，赶紧丢下我逃跑吧。小狐狸，你就别劝我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两人的对话看上去很感动，但实际上小狐狸已经咬牙切齿了。主人，您知道我现在想干啥吗？想干啥直说，我们现在逃命呢，没时间猜谜。小狐狸，我想骂街。幽灵啊，主人你看啊，这些骷髅怪追的是你，但你非得抱着我跑，这不是有点不方便？将我放下，这样你跑得也轻松，我也不用这么提心吊胆了。小狐狸开口劝说。你说的很对。幽灵点了点头，很是赞同，然后抱得更紧了。小狐狸，行了，别一直不高兴了，帮我拖延一下这些骷髅的脚步，回去后请你吃更多的小鱼干。幽灵拿出了杀手锏，小狐狸顿时满眼放光，然后仰天嚎叫。只见大量的骷髅从灰烬之中钻了出来，但当灰烬骷髅的冲锋抵达之时，这些被召唤出来的骷髅犹如瓷器一般，一碰就碎，根本就不堪一击。这就是你拖延时间的方法。幽灵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放慢脚步，否则就真被小狐狸给骗了。主人，你这不能怪我啊，我召唤出来的骷髅等级只有14级，反观追杀你的这些怪物，最低都有40级了，这样的等级差，能让我怎么办啊？小狐狸一脸郁闷地说道。因为之前击杀过不少怪物，小狐狸也蹭了不少的经验，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4级，但是距离开启第二个技能还差得远，就连召唤出来的亡灵等级也就只有14级而已，用来侦查或者帮忙赶路什么的还可以，但是真要进行战斗，简直就是在送菜。幽灵虽然一开始就没指望小狐狸能帮上忙，但也没想到他召唤出来的亡灵能这么脆弱，索性幽灵也就不说话了，直接将小狐狸顶在脑袋上一路狂飙。他加速了，小狐狸则是死死地扒着幽灵的脑袋，生怕自己掉下去被身后的怪物踩踏致死，那样实在是有些丢九尾狐一族的脸。第75，击杀与回归。好了没有？快要坚持不住了，马上就好，最后1分钟。幽灵，你可是在场唯一的男人，你可不能说不行啊。此时的幽灵很想吐，生理上的想吐，因为他连续高强度狂飙了7分钟，现在还差最后1分钟才能等到木婉婉魔力恢复，但此时的他体力已经见底，血槽完全清空，还能跑下去，纯粹是因为洛西那句男人不能说不行。不管怎么说，洛西的打鸡血还是很有用的，至少能给幽灵带来一点点心理上的安慰。不过小狐狸就惨了，他趴在幽灵的脑袋上一动不动，犹如玩偶。好了，你们快让开！忽然间，木婉婉传来一声大喝，幽灵和洛西不假思索地向着边缘撤去，同时幽灵也没有忘记对所有的敌人施加魅魔凝视。如此一来，在接下来的几秒钟，无论是灰烬领主还是这些灰烬骷髅，全部都无法动弹。看我的！
超大火球2连发，伴随着穆婉婉的一声怒喝，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伴随着一阵轰鸣声，火球应声炸裂，散发出了犹如小太阳一般的光辉。但紧接着，第2发火球如约而至，又是一声暴喝，所有的灰烬，这一次变成了真的灰烬，地面上留下了直径超过10米的巨大深孔，炙热的火焰从灰烬中燃烧，然后又在灰烬中熄灭，地表的温度更是忽然拔高，让尤琳和洛西都感觉到有些炎热。击杀灰烬领主，等级+1，获得灰烬领主的宝箱残破。提示音出现，尤琳等人全部都提升了1级，将他们的状态补满。虽然精神方面的耗损还是有的，但体力与精神力以及穆婉婉的魔力在升级之后都会瞬间补满，这样就解决了。洛西眨了眨眼，看向周围那飘荡在天空之中的灰烬，这些都是灰烬领主。身为灰烬的他，终究还是变成了灰烬。这个灰烬领主的经验给的不是很多啊。尤琳看了一眼自己的等级，已经来到了34级，但是按照常理来说，他们越级击杀这样一个怪物，提升3级都算少的，毕竟是3人联合解决，期间没有借助高等级职业者的帮助，可能是因为对方并不是真正的灰烬领主，所以获得的经验会比正常情况少。这毕竟只是一具尸体，虽然等级很高，但是没有智慧，更没有自我意识，只能靠本能进行战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实力还要下降个2-3成左右。这样一来，我们就算击杀了对方，得到的经验也不会太多，但总归比没有要强。洛西的解释打消了尤琳的疑惑，穆婉婉则是虚弱的瘫倒在地，她眼神泛白，面色潮红，嘴角更是因为刚才的激动，从而流下了一缕口水，看上去就像是被玩坏了一样，非常可爱。不过尤琳只是看了2眼就没再继续，因为洛西的眼神已经看过来了，这让心虚的尤琳立刻装模作样的警戒周围。小狐狸则是直接跳到了穆婉婉的身上，很亲昵地蹭了蹭她的胸口。穆大小姐虽然喜欢穿洋装，平常看不出身材，但她实际上很有料，所以小狐狸蹭得很得劲。穆婉婉也是很喜欢这只小狐狸，甚至将其摁在胸口狠狠地蹂躏。BOSS 是解决了，但我们该怎么离开？洛西开口询问。尤琳则是看向小狐狸，我们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了。啊，这小狐狸虽然有些无语，但还是很积极地探查亡灵痕迹，只要找到能飞行的可召唤亡灵，他就会第一时间告知3人，并且他们需要很快速地离开这里。按照时间来算，燃烧大地的烈焰风暴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要来袭，到时候这里就会出现猩红风暴，灰烬领主就是跟随着猩红风暴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若是再来一个灰烬领主，他们真可能要团灭在这里，所以必须要尽快离开。小狐狸也很懂，他好不容易找到个能够包吃包住还不用经常战斗的地方，当然不想这么快就死掉，所以小狐狸非常的卖力。不过1个小时的时间，他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亡灵骨架，这是一只古龙，看上去非常的威猛壮观，很有龙的威严。但只要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条古龙的等级只有17级，属性更是拉胯的一批。它除了会飞以及名字带个龙之外，和真正的龙没有半点关系，并且它的等级能达到17级，完全是因为小狐狸跟着3人又蹭了一点经验，提升了3级。不过古龙能飞就很不错了。3人坐上古龙，洛西怀中抱着小狐狸，然后便飞向了天空的空洞。片刻之后，他们便进入了燃烧大地，但是周围的空间却是忽然颠倒，这让他们一时不察从天空中跌落下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张巨大的黑色网格将3人接住，然后平稳地落在了地上。紧接着一道黑色气息落入空洞之中，将其彻底覆盖。将军，欢迎回来。莫娜脸上带着笑容，而后便将巨网解除。尤琳3人也算是有惊无险，被动体验了一番高空坠落的快感，惊险刺激还有点后怕，毕竟他们都不会飞，并且身体素质还没有达到从高空坠落到地面能毫发无伤的程度。洛西还好，以他这身体素质虽然会受伤，但起码不会太严重。反观尤琳和洛西，怕是能摔个半死。随后他们立刻前往安全屋，躲避即将到来的烈焰风暴。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穆婉婉更是直接躺倒在地，好好的睡上一觉。在翻转世界的时候，他几乎没睡过安稳觉。虽然燃烧大地一样不安全，但只要尤琳和洛西在这里，穆婉婉就能感受到十足的安全感。毕竟他们3人也算是第2次经历生死，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已经爆表，属于那种可以相互信赖的层次。随后洛西安排莫娜在看守这里，自己也准备休息一下。尤琳同样如此，2人相互拥抱，紧密地贴在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梦乡。
莫娜看着这一幕，嘴角不由得勾了出一抹笑容。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只可惜，人类与暗影一族是没有未来的。不过，将军你既然这么喜欢整个人类，我会尽量劝说那些长老的。希望到时候您能做好心理准备。莫娜自言自语，一旁的精灵弓手则是走了上来，用手肘戳了戳莫娜，然后在地上写字，让他舍弃人类身份，入赘暗影一族。3个感叹号，代表着精灵射手的内心极为激动。莫娜却是惊讶到捂住嘴巴，然后立刻将这行字抹除。你可别乱说，这种事情可是魔界禁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被设为禁忌，但只要说出口，就会被代理魔王发现，哪怕你是用手写的也会有风险。说到这里，莫娜变得慎重，仿佛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禁忌一样。精灵射手则是有些无奈，然后一个人蹲角落里开始画圈圈。第76，今晚来我家。翌日，烈焰风暴的呼啸声将游灵3人吵醒，他们3个同时清醒过来，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不远处一直在为他们守卫的莫娜和精灵射手。抱歉啊，睡了这么久，辛苦你们给我们守夜了。将军说笑了，这本就是我们分内之事，您不用多此一举。不过3位既然已经醒了，那就赶紧离开这里吧。代理魔王已经派人来查看这里的异常，我拖延不了太长时间，尽量在对方没有发现你们的时候离开最好。听到莫娜这么说，洛西点了点头。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我们应该怎么离开？洛西看向旁边的木婉婉，开口询问莫娜。他虽然是魔族转生者，但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就算是翻转世界，他就完全不了解。离开燃烧大地的方法，他同样也不清楚。这简单，只要让您的小男朋友出手就行了。莫娜之前就说过相同的话，现在还这么说，搞得洛西是一头雾水，就连尤琳也不明所以的看向莫娜。莫娜小姐，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只要我出手就能做到？咱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点，别老搞谜语人的操作。尤琳很想说一句谜语人去死，但考虑到对方的身份和实力，他终究是没能说出口。我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您出手即可。说着，莫娜将手放在了安全屋的地板上，露出了淡漠的笑容。就像这样，然后释放您的能力。对了，我好像没跟你们说过吧，这安全屋是活的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位置其实就是在他的肚子里面，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安全屋都会陷入沉睡，只有受到了刺激才会苏醒。比方说有人在这里秀恩爱。说着，莫娜的眼神在洛西和尤琳身上转来转去，看得两人浑身都是鸡皮疙瘩，并且他们这个时候也回忆起来，当时第一个安全屋为什么突然不安全了，并且他们在离开的时候也一直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原来这是因为尤琳和洛西的举动惊醒了安全屋。不对啊，之前我们也相互拥吻过好几次，为什么那些安全屋就没有反应呢？尤琳满脸疑惑，一旁的洛西则是红着脸给了他后脑勺一巴掌。这种事情是可以问出口的吗？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社牛呢？洛西忍不住开口吐槽。正常来说，尤琳是属于社恐的类型，反观洛西才是社牛，否则也不至于当众壁咚尤琳。但是尤琳问这问题的时候，却让洛西羞涩了起来。他本人一开始没什么反应，但经过洛西的提醒之后，那张小脸瞬间变得通红。我到底在问些什么东西啊？尤琳羞涩了起来，恨不得穿越回10秒钟前掐死自己。一旁的穆婉婉看着两人的互动，不由得笑出了声。洛西听到这阵笑声，不由得送给尤琳一个白眼。嗨，有关这件事我也不清楚，但考虑到你们经常这么干，他也许是习惯了也说不定呢。好了，这件事就此结果别再提了，连我都觉得尴尬的问题，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问出口的。莫娜都忍不住了，这让尤琳再度体会到社死是什么感受。她立刻屏气凝神，强行放空大脑，然后蹲下身，将双手放在了地板上，同时释放魅惑能力。也就在这个瞬间，整个安全屋都震动了起来。烈焰风暴还没有结束，有不少的火焰顺着缝隙飘进来，但很快就被熄灭。此时的尤琳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个安全屋已经变成了自己的所有物，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念头，就能让其解散重组，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并且最主要的是，尤琳看到了安全屋的身上竟然也浮现出了一个中毒魅惑的状态，这让他大为吃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一个安全屋竟然会是活的？并且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离开这里？尤琳感到不可思议。不只是他，就连洛西也是头一次听说，因为燃烧大地的这些安全屋全部都是由同一个魔神柱打造而成，而燃烧大地本身就是人类与魔界的最终战场。你们人类就是在这里封印了魔界通道，
而这么多的安全屋，原本就是用来开启魔界通道的魔神柱。不过现如今想要打开魔界通道是不太可能了。但是通过魔神柱原本的力量，将你们3人送回去，还是没有问题。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去提醒了吧？听到莫娜这么说，尤林点了点头，然后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情绪起伏，但内心已经波涛汹涌。这可是魔神柱啊！之前他们摧毁一个魔神柱的复制体，只有其1%的力量，就差点要了他们的小命。现在更是要面对一个被分裂成无数碎片的魔神柱，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洛西上前蹲下身子，将尤林怀抱在胸前，脸颊也是贴着他的后背。尤林，你心脏跳得好快啊！是啊，因为有你，所以我才会怦然心动。尤林鬼使神差的来了这么一句，搞得洛西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安全屋忽然震动了起来。莫娜和精灵射手都是一惊，糟了，你们刺激的太过火，这家伙怒了。莫娜话音刚说完，然后就发现尤林、洛西以及穆婉婉3人消失不见。不过当他感受到洛西的气息已经身处人界的时候，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好这家伙有点理智，没有将3人传送到代理魔王那边，不然一切都完了。莫娜长舒一口气，然后便感受到一股天旋地转。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踢出了安全屋。精灵射手也是如此，同病相怜的2人相互对视，然后无奈地耸了耸肩。安全屋耍小脾气这种事，他们也是第一次见。与此同时，尤林等人已经回到了封印门前，他们看着这熟悉的地方，以及那熟悉且完整的封印，流露出高兴的笑容。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穆婉婉开心地跳了起来，然后一把将尤林和洛西同时抱住。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为了表达感谢，今晚都来我家陪我，你俩一个都不准跑。第77，你好快哦！将穆婉婉带回来之后，尤林等人终于是能够休息了。他们答应了晚上要去穆婉婉家里，所以打算趁着时间还早，想要回去睡一觉。虽然穆家主一直都在说要表示感谢，但尤林和洛西则是坚持要回去。至于感谢什么的，等到晚上再说吧。白落霞那边得知了消息，也是第一时间赶过来，然后确定了3人都没有问题后，便松了一口气。他是担心3人被魔族寄生，所以才会放下手头的事情赶过来。现在看到3人全都平安后，也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不过他倒是说了，过段时间要给尤林和洛西一人一个小惊喜。片刻之后，他们2人回了家，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了一觉。虽然在魔界也得到了休息，但总归没有在床上睡得舒服，尤其是这里的环境很安全，一点也不怕被打扰。不过2人也没有睡多久，不到2个小时就苏醒了。随后他们也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宝箱没有开，这是击杀了灰烬领主之后得到的特殊宝箱。因为那并非副本，所以并不会有通关奖励，但是击杀一个 BOSS 级别的怪物，自然是有宝物掉落。只可惜这个箱子的品级不高，并且还是破损版。原本的灰烬领主等级在80级以上，击杀奖励肯定很丰厚，但是他变成尸体之后就有些拉胯。尤其是这个奖励，只是看一眼就知道里面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尤林没有抱以太多期望，直接将其打开，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一个墨镜出现在了尤林的手中。我就知道这么破的宝箱不会给什么好东西。尤林开口吐槽，然后便戴上了这个墨镜。这玩意的款式还挺帅，很有废土风格，若是当成普通用具，尤林还是挺满意的。不过就在这时候，尤林忽然发现这个墨镜上竟然还有一些小按钮。他尝试触动了一下，瞬间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周围的建筑模型开始重组，然后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他坐在床上，甚至可以透过墙壁看到外面的车水马龙。虽然看得不是很真切，有那么一点点的模糊，但这也足以证明墨镜的能力。这是一款透视眼镜。尤林立刻就明白了它的用法，不由自主地蠕动喉咙，吞咽口水。他僵硬地转过头去，看向了旁边正在把玩匕首的洛西，然后尤林就喷血了，鼻腔鲜血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染红了一大片床单。他立刻摘下眼镜，不敢去看，因为刚才那一幕几乎将洛西完全看光，该看的不该看的一点没差的全都看到了。你怎么了？怎么开始流鼻血了？洛西疑惑地看着尤林，下意识将那个墨镜拿到手中。这就是你开出来的东西？看上去还挺帅的，比我开的这把匕首好看多了。也不知道你这墨镜什么功能？我这个匕首就是一个纯白版，唯一效果也就是切水果的时候可以自动去皮，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功能了。洛西一边说着，一边戴上墨镜。尤林刚刚还沉浸在那美好的风景之中，此时才反应过来洛西将墨镜拿走。恰逢此时，尤林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撼中回归，身体依旧有看完洛西身体后残留的自然反应。等等，你先不要看。他猛然一惊，立刻出声提醒，但还是晚了一步。洛西已经戴上了眼镜，然后视角开始往下移，他面容震惊，鼻孔流出了几滴鲜血，脱口而出：“好大！”尤林立刻捂住身体，挡住了关键部位。他刚刚只是看了一眼就明白，这玩意可以进行透视，但进行多重阻挡就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了，属于一种可有可无的能力。但是用来干坏事还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现在这样，尤林明明穿着衣服，却要一直遮挡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洛西更是一边擦着鼻血，一边上下观察尤林，根本不舍得将墨镜摘下。直到10分钟后，他欣赏够了，这才将墨镜收起来。行了，这墨镜我交给我保管了，你没意见吧？没有，尤林不敢有意见，毕竟这玩意实在是太吓人了。看到了洛西还好，毕竟两人的进度已经到了那种程度，只是还没有正式做过而已。但若是看见了其他人，那就有些不道德了。尤林，我好看吗？洛西忽然发出提问。尤林不假思索的点头回应：好看。那么是现在的我好看，还是不穿衣服的我好看呢？洛西步步紧逼，一句话给尤林 CPU 干烧了。我都好看。尤林面红耳赤，完全不知道自己该说啥。如此羞涩的反应，更是让洛西忍不住发笑。他伸出手来，轻轻抚摸尤林的大腿，然后一路摸到了里面，距离某个关键部位仅剩几公分的时候，立刻停了下来。我也觉得你很好看，所以要不要？不行，现在绝对不能，就算要做，也得等我们大学毕业再说啊。尤林立刻向后撤去，心脏更是在胡乱蹦跳，搞得尤林血压都不稳了。你在说啥呀？洛西歪着头，一脸疑惑地看向尤林。我是想说，现在要不要去化个妆，打扮一下？若是就这样去穆家，会显得有些轻浮，不尊重他们。听到洛西这么说，尤林松了一口气，然后点了点头。我先去洗个澡，出来之后我再换一身衣服。说着，尤林便走进了浴室，3下5除2就搞定了。我好了，该你了。洛西还在收拾东西，都没有反应过来，就看到尤林裹着浴巾走了出来。虽然我知道你们这些臭男人很快，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吧？你有3分钟吗？洛西一脸比一家震惊的表情看着尤林，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重创。你别尬黑啊，我怎么就不能3分钟了？还有就是这只是洗澡而已，精简一下步骤，消耗的时间短点，你能洗的时间不就变多了吗？尤林几乎是吼出来的这句话，因为洛西实在是太伤人了。什么叫3分钟都坚持不了？这明明是6分钟好吧？尤林可是掐着点洗的。洛西吐了吐舌头，一溜烟的跑了进去。现在尤林也习惯了他有家不回，天天在自己家居住洗澡的情况，除非需要更换衣服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洛西才会回隔壁自己家，否则他就会一直住在尤林这里，甚至还要勾引他上床。尤林也是每次都扛不住诱惑，然后就跟他睡到了一起。可惜至今为止还没有做过，其中有尤林自己的抗拒，也有洛西的一些顾虑。不过这种事两人都不着急，顺其自然方可水到渠成。第78礼物。傍晚，尤林和洛西两人都换上了一身比较清爽的衣服，化了点淡妆，来到了穆家别院。因为之前来过2次，所以这里的保安也都认识他们两人，所以并不存在阻拦的情况。毕竟能来这里当保安的，没有眼力劲儿可不行。并且两人在进来之后，第一时间联络穆婉婉，随后他便亲自出来迎接两人。跟在身后的还有几名黑衣人，以及那个任劳任怨的管家。你们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变卦不来呢。怎么可能？都约好了的事情，我们当然要赴约啊！既然来了，就赶紧进去吧。我已经吩咐好了厨师，做一顿上好的佳肴，并且父亲也说要找你们好好聊聊。下午你们走得太急，有些事情我爸他都没来得及说，现在刚好可以聊一下了。说着，穆婉婉牵着洛西的手，大步朝着客厅走去。尤林跟在后面，看着他们两人牵手，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他很想冲上去牵住洛西的手，但考虑到这里有这么多双眼睛，终究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内心。很快他们3人就来到了客厅，在这里的除了穆家主之外，就连刘月校长也在。在3人进来之前，这里的气氛明显有些冰冷。不过当他们出现后，不论是刘月还是穆家主，全都站起身来欢迎他们的到来。尤林，洛西，
你们终于来了，赶紧坐下，点心茶水都准备好了，饭菜厨师正在做，要不了1个小时就能吃上。若是你们饿了的话，就先吃点点心填填肚子。这可是我特地去让顶级的甜品师傅制作的小甜品，味道很不错的。我家婉婉最喜欢吃这种了，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没关系的，家主大人，我们随便吃点就好，您不用管我们。尤林笑着说道。但是没敢动这些甜品，洛西也一样，他们知道这玩意很贵，完全是碰都不敢碰。穆家主也是看出了两人的拘谨，再度开口道：你们不用拘谨，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就好，并且也不用叫我什么家主了，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叫我一声叔叔如何？穆叔，您言重了，这应该是我们高攀才对啊。尤林苦笑一声，但还是更改了称呼，人家都这么说了，要是不改一改，就太不给面子了。既然如此，那就随意一点，一直绷着神经对身体也不好。穆家主露出慈祥的笑容，他对这两人是真的喜欢，毕竟尤林和洛西已经是第2次救了他的女儿，所以穆家主对他们两人充满了感激。行了，你就别说话了，你这种人就是架子太多，让人放松不了。也不知道我当年脑子是怎么想的，竟然打算跟你结婚。还好我最后幡然醒悟，才一脚将你踢开，不然现在苦的可是我呀。是啊，这件事上还是多亏了你，我才能报答他的恩情。说到这里，穆家主的神情忽然有些落寞，刘月脸色一变，然后瞪了对方一眼，这才看向尤林和洛西。你们不要去管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太严肃了，不然当初我也不可能跟他分手。还有就是这次多谢你们了，穆婉婉能救回来多亏了你们出手相助，否则我还真没有这个机会看清自己。现在好了，我至今未婚，但却多了一个干女儿，你们若是不嫌弃的话，不如你们也。刘校长，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当干儿子和干女儿这件事，还请放过我们吧。洛西开口说道。尤林也是点了点头。面对两人的明确拒绝，刘月的神情写满失落。行吧，你们不愿意，我也就不强求。不过我倒是有2件礼物要送给你们，顺带给白姐带个话。说着，刘月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开口。白姐说，你们两人可以免测试直接入学，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是艺文生物学院的学生了。不过穆婉婉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依旧需要进行测试，只是这测试也简单，所以干女儿你也不用担心，不管白姐用什么办法为难你，作为干妈的我都会帮你解决的。谢谢干妈。穆婉婉甜甜一声，令刘月浑身舒爽，看她表情魂都要飘到天上了。嗨嗨，回神了。穆家主轻咳一声，顿时将刘月的魂叫了回来，他露出尴尬的笑容，这才重新转向尤林与洛西。来，这是给你们两人的礼物，1人1件，刚好配套，你们不要说拒绝，因为这是你们救了婉婉应得的报酬，这要是不收下，可就不是不给面子的问题了，而是瞧不上我。刘月说这话的时候虽然带着笑容，但表情怎么看怎么危险。尤林和洛西当然会收下这份礼物，白拿谁不要，这就是两人的宗旨。谢谢校长。两人异口同声的回应，喊得刘月也是心神舒畅。我们可以现在打开吗？打开吧，正好可以现场试试手，我也好帮你们进行调整。得到了许可之后，尤林和洛西一同打开眼前的木质盒子。这不是宝箱，里面的东西是被挑选好的。洛西得到的是一副红色的蕾丝手套，手感非常的好，戴上去后更是给人一种优雅华贵的感觉。冰蝉丝手套，然后被龙血浸泡后变成了红色，所以被我命名为龙血冰蝉，其效果是可以帮助你提升10%的基础力量，基础数值越高，得到的提升就越高。除此之外，这手套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张开一个直径2米的防护网。听到刘月这么说，洛西顿时起身简单的挥动了一下拳头，确实感觉力量得到了小幅增强，随后还试验了一下防护网，张开的速度很快，连1秒钟都用不到，但是却无法收回去，并且这玩意不是固定在手上，而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抱歉，我不知道这东西会固定在地上。洛西尴尬地看向穆家主，对方摆了摆手，没有在意。只见他屈指一弹，便将防护网轻松烧毁，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灰烬与痕迹。你不用道歉，这怪我没有说明白。实际上我自己都没用过这玩意，只是得到了后就一直放着，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防护网是不能移动的。刘月开口解释。洛西松了一口气，然后坐回椅子上。此时的尤林则是将目光放到自己的礼物上，这是一把枪，纯银外表，
口径1指粗细，是一把非常标准的左轮手枪。第79，穆家的招揽。一把标准的左轮手枪呈现在尤林的手中。虽然他从来没有摸过枪，但在这个时代，哪个男人没有过打手枪的梦想呢？若不是没有这个条件，尤林是真的想要实现打枪自由。这把手枪经过备案了，并且执法局那边我也将其持有者的名字改成了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这把枪就属于你一个人，里面每射出来1发子弹都会与你相互关联，所以今后在使用的时候记得谨慎一些。虽然在这个时代，手枪已经算不上什么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了，但这把左轮手枪不同，它不需要子弹，只需要你将精神力投入进去，便可以实现子弹装填。说到这里，刘月稍微停顿一下，这才继续开口，看你跃跃欲试的模样，是很想来一发吧？既然如此，就对着我打1发手枪，让我也看看你的准度怎么样。听到刘月的话，尤林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立刻将枪口对准了他。毕竟两人的等级相差这么多，这点程度的攻击自然不会对刘月造成伤害。只是他刚才说的这台词搞得尤林有些面红耳赤，知道的是他在打手枪，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打手枪呢。校长，小心，我射出去了。尤林礼尚往来，让刘月校长有些愣神。他开始没意识到自己的话到底有什么歧义，但是听到尤林这么说，然后又联想到自己之前的话语，顿时就被气笑了。你小子在我面前开车，真是胆子不小啊。刘月这么说着，然后就听到连续几声枪响。因为没有实体子弹，所以这把枪并不会产生硝烟味，更没有所谓的后坐力，外加子弹是自动装填，只要有精神力就可以达到无限子弹以及无限射击。所以尤林1秒钟连开3发，分别朝着刘月的3个位置射去，头部1发，胸前1发，就连下面也是1发，如此3连发，让刘月都小吃一惊。因为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能够瞄准就很不错了，更不用说一上来就是3连发，并且还如此精准，这可是不少人训练个几年都不一定能有的技术，但尤林一上手就有了。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尤林的在打手枪方面很有天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3颗子弹都被刘月轻松抵挡，但这一幕被他牢牢记在脑海中。你小子平常没少偷偷打手枪吧？刘月开口询问。尤林少有的露出骄傲神情，然后扬起了头。我可是天天都在打枪。话音刚落，尤林顿时觉得这话有点不对劲。洛西在后面憋笑憋得非常痛苦，已经到达了忍不住的地步，就连穆婉婉也是疯狂跺脚拍大腿。明明是正常交流，却被这两人搞得像是在开音趴一样。就连穆家主都很无语，并且他还不好指责尤林，因为这家伙也是被刘月坑进了沟里面。反观刘月却一脸得意，就仿佛让车轱辘碾压过尤林，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尤林片刻后也反应了过来，然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随便说了点带歧义的话对回去，却引起了刘月的好胜心。说好的是长辈要关爱他们呢，结果就这。尤林很是无语。不过刘月在车技方面已经是领先一筹后，也就停止了飙车。随后他们便闲聊了起来，并且也了解到尤林和洛西是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的，因为都没有父母，所以两人的身世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同情。紧接着饭菜做好了，他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穆家家主也是有意无意的想要与尤林碰杯几次，拉近关系。虽然尤林才刚刚成年，但喝酒还是没问题的。不过酒量有点小的他，不一会就萌生了醉意。穆家主也是怕尤林真的醉过去，也就停止了劝酒。紧接着他便在餐桌上提起要让尤林和洛西两人进入穆家，成为他们的客卿。这是一个闲职，除非发生重大事件，否则一般用不到他们出手，并且每个月还能领固定薪资，一人就是1万。尤林和洛西两人加起来，这就是2万了，甚至还可以分配一套房子当做宿舍居住。这就是财大气粗的好处，无论是员工福利还是工资标准都杠杠硬。最主要的是，客卿这种职务相当的清闲，甚至不需要两人做什么就能白拿钱。尤林虽然醉了，但他看得出来穆家主想要拉拢自己。一般来说这种拉拢都是要靠女儿的，但尤林和洛西早就绑定在了一起，自然不可能分开。外加穆婉婉也不可能去当个小三，首先穆家的面子就挂不住，其次这也会让尤林和洛西认为穆家不正经，所以穆家主也就没提这件事。但他确实是想要拉拢两人，所以才会给出这么优渥的条件，换成其他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对此，尤林和洛西对视一眼，
然后选择了同意。面对穆家主的亲自招揽，还有一旁穆婉婉的劝说，若是他们两人不答应，就有点不给面子了。不过这一刻，他们也想起了琉璃这位小萝莉，虽然她没有跟着一起进入魔界裂痕，但在此之前，她也为寻找穆婉婉出了不少力。尤林和洛西没有忘记她，自然要将她一起带上。喝多了的穆家主也是大手一挥，也给他安排了一个客卿的闲职，不过每月领取的工资要比两人少5000，毕竟他没有深入魔界裂痕，更没有因此拼命，能得到这种待遇已经很不错了。只可惜琉璃本人并不在场，不然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因为他之前就说了，自己还要去打工赚钱，可以见得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所以洛西第一时间将这好消息告诉给了琉璃，对方也是非常的高兴，恨不得直接飞奔过来，给穆婉婉以及洛西一个大大的拥抱。只可惜他现在正在便利店打工，根本就过不去，而这也引起了洛西的好奇心。明明之前琉璃已经拿了100万的报酬，按理来说在郊区买套小点的房子都够了，怎么还要去打工呢？哪怕是购买治疗方面的技能卷轴，短时间内这100万也花不完啊。就当洛西这么问的时候，电话另一头的琉璃却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只留下一句见面再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第80，入学了。离开穆家之后，尤林和洛西两人朝着自己的公寓走去，不过穆婉婉也跟了出来，他想要送两人回去，不管怎么劝说也要送一程，所以就只好跟着一起走了。期间他就跟一个好奇宝宝一样，什么问题都问得出来，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尤林和洛西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两人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关系，以及谁追的谁，谁主动告白这种问题。不过这都还好，尤林和洛西很轻松就能应对，最让人难绷的还得是穆婉婉，一直在追问两人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这简直让两人无法回答。就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中，他们终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穆婉婉目的达成，愉悦的回家了。随后尤林和洛西直接躺在了床上呼呼大睡起来，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换。等到第二天清晨，当阳光照耀在两人脸上的时候，他们这才悠悠转醒。只是当醒来的那一刹那，两人都发现自己竟然贴着对方，动作自然，没有半点违和感。唰的一下，尤林的脑袋瞬间通红，仿佛有大量的白烟从他脑袋顶一直往外飘。洛西反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他只是打了个哈欠，然后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这才排挤尤林的大腿。行了，别害羞了，都老夫老妻的人了还这么羞涩，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什么叫老夫老妻啊？我们都还没结婚，你怎么就这么熟练了呀？尤林属实是有些难绷。随后两人起床洗澡洗漱换衣服后，便准备前往艺文生物学院报道。虽然现在距离正式开学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因为两人是提前入学，相当于保送，所以现在就可以去学校里办理手续了。虽然现在的老师全都放假，但白落霞还在学校，他是让两人今天过去。尤林和洛西自然不敢耽搁，简单的吃过早饭之后，两人便打车来到了艺文生物学院。这里的大门看上去很气派，周围放置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生物也是非常符合学校的宗旨。按照白落霞的话说，这里不仅仅是研究怪物的地方，更是招纳怪物的地方，所以能加入他的学院，未来必定会有所成就。这也是为什么这所学校人数只有1000人，但却依旧可以名列前10的原因。并且别看白落霞之前只招募到他们这几个学生，那是因为那属于提前教招，相当于半保送的阶段，只要通过审核与测验，基本上就能入校。反观其他学校的人，想要考进来，不仅仅实力得够，最主要的是文化课成绩也不能差，除此之外，还要经历一轮轮的筛选与考核，才能进入这所学校。不过针对这些普通高中的学生，白落霞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只要等级到达20级即可。这就是普通校招和定点招募的区别。尤林和洛西站在门口好好欣赏了一番这里的环境后，便带着忐忑的心情进入了学校。随后两人按照白落霞给的地图找到了院长办公室。这是一间非常气派的大房间，里面的装潢也很有讲究。虽然尤林和洛西完全看不懂，但并不影响他们对这里的喜欢。不过房间内并没有人，白落霞说自己要去接个人，所以就让两人随便坐。他们也没有客气，直接坐在了沙发上，感受着这里不一样的柔软。两人都忍不住地发出一声舒爽的呻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两人舒服的快要睡着的时候，终于听到门外有走动的声音。两人立刻坐直了身体，等到有人推门而进后，这才立刻站起身来。然后他们就愣住了，因为进来的人并非白落霞，而是穆婉婉和琉璃。你们也在这里啊？
琉璃很诧异地看向两人，穆婉婉则是嘿嘿一笑，仿佛早有预料。是啊，我们是来报道的。难道说你们也是？尤林诧异地问道。对方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他的疑问。行了，你们几个都这么熟了，就别寒暄了，赶紧过来把表格填了，之后带你们去个地方，只要完成测试，你们就可以正式成为我的学生。白落霞从门外走进来，她还是那样的仙气飘飘，一身白衣穿在身上，总能给人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身材很苗条，几乎看不到任何一点凸出来的赘肉，身高也是恰到好处的，刚好能让尤林看到头顶。随后白落霞发给每人一张表格，他们填完信息后全部交还给对方，然后还录入了自己的指纹、掌纹、血液以及眼角膜等信息。接下来你们记住了，在学校内你们的指纹、掌纹、眼角膜都是通用身份证，无论去什么地方，只要刷一下就可以通行，哪怕是有人调查你们的信息，只要录入指纹即可查询，并且我也会给你们一人一个学校专属的手机，你们可以使用私人的号码或者论坛账号，这没关系的。不过在学校内使用校园手机可以免除话费，并且无限流量，甚至还能做到科学上网。但作为校长，我得提醒一句，你们科学上网没问题，但切记不要看那些不健康的网站，网管那里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一共就1000来人的学校，谁看没看马上就能知晓，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说着，白落霞将手机分发给4人，最后补充道，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手机上记录了每个人的学分，刚刚入校的人，哪怕你们是我特招来的，一样也只有10学分。在这里吃饭是统一价格，无论吃什么都是0.1个学分，所以放开了吃，没人会嫌弃你们吃得多，反而你们吃得太少，让厨师不高兴，他们会认为自己做的饭菜不合你们胃口，但是也不能浪费食物。光盘行动就不用我过多解释了吧。除此之外，学校的宿舍是免费居住，若是想要在外面住也可以，这就需要每个月额外缴纳1个学分，然后学校会有专人负责给你们租房子、交水电费，若是你们有房子的话那就随意，我管不到。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提倡男女交往，就比方说尤林和洛西2人确定了情侣关系，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2人一人加上10个学分，若是1年没分手，那就额外再加10个，2年没分手加20个，3年就是40个，若是4年后都毕业了还没有分手，就可以在我这里得到1个许愿机会，只要是合理的愿望，我都可以为你们实现。白落霞话音刚落，尤林和洛西就看到手上的手机竟然弹出来学分增加的消息，看着自己的初始学分，一下子就比另外2人高了10个，他们不由得露出了笑容。最后还要提醒你们一句，千万不要逃课，被抓到后果很严重。白落霞面容严肃地环视4人，这才继续开口，逃课第1次处以警告，第2次学分清零，第3次直接滚蛋。我这里要的是怪物，是能够对抗怪物的怪物，而非废物。所以记住了，你们有事就请假，哪怕事后补假都可以，但绝对不能逃课，这是禁忌。因为在我眼里，逃课与逃兵没有区别。第81试炼与测验。录入完信息之后，白落霞便带着3人来到了一个专门的测验场地，这里到处都是高科技，尤林和洛西连见都没有见过。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大堆的屏幕，上面可以显示测试者的各项身体数据以及表现评级。院长，我和洛西也需要测试吗？尤林开口询问。不过白落霞却摇了摇头回答道，你们2人就不需要这种测试了，能从魔界活着回来，并且还将穆婉婉救了回来，这就说明测试对你们而言没有意义。不过你们若是愿意测试也不是不可以，但最后的实战测验你们必须参加。这场实战测验是方便我给你们制定开学后的修炼计划，与入不入学没有关系。听到白落霞的解释，尤林和洛西点了点头，有点跃跃欲试。第一个要上场的是琉璃，这是根据等级来排序的，等级低的优先，其次是等级比较高的人。不过设备现在还在调试中，所以需要等一下才能进入。对了，院长，我们这场测验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是打木桩，亦或者是模拟战斗，又或者是单纯的数据检测？穆婉婉开口询问。尤林和洛西完全不知道这种检测还有这么多的门道，2人就像个乡巴佬，什么都不清楚就被拐到这里来了。反观穆婉婉什么都清楚，不愧是大小姐，我这里的测试仪器和你家里的不太一样，这边会根据测验者的职业来进行最合适他的测验方法。我已经将你们的信息录用进去，到时候会出现什么东西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能得多少分
全看你们自己的表现，并且积分会有排行。你的名次决定了每个月给你的学分补贴有多少。第一名每个月有300学分作为奖励，最后一名则是只有保底10分。说着，白落霞打开了另外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的是每一个学生的分数排行，其中分数最高的已经达到了9700分，等级是51级，职业为圣剑使，而分数最低的也有3000多分，等级30级，职业为狂战士。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后，顿时就绷不住了。院长，王德发也是这所学院的学生。是啊，等这小子开学就大3了，算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尤其是他开发出的双刀流派，更是在狂战士中独树一帜。只可惜他不太喜欢练级，每天只是痴迷于双刀修炼，不然也不至于都大3了才30级，积分也一直排在倒数第一。说实话，我对这个人还是很看好的，但凡他努力一点，也不至于只有现在这个成绩。说到这里的时候，白落霞明显是为这个学生感到惋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门被打开了，尤林等人立刻回头看去，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外加几名不认识的人进来了这里。王德发，你来的还真快啊！刚刚我们还在讨论你，然后你就来了。说实话，你是不是听到我们说你坏话了？白落霞看着对方出现在这里，不由得调侃了一句。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准确的来说，白落霞与这个学校的每个学生关系都非常不错，毕竟这所学校只有那么点人，白落霞想要认全所有学生，简直轻而易举。校长，您就别调侃我了。王德发尴尬一笑，然后走上前看到了几名熟悉的身影，不由得大吃一惊。你们几个不是之前一起下副本的人吗？难道说你们真的入学了？王德发明显有些震惊。尤林等人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了对方。哎呀，这可真是太糟。王德发刚要说话，就看到白落霞眼神盯上了自己，尤其是那意义不明的声音，更是让王德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我是想说，真是太遭不住了，我这小心脏有点遭不住啊。说着，王德发直接上手抓住尤林，然后挤眉弄眼的说道：真是恭喜你们，加入了一个好的学校，我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为这个决定而兴奋，并且永不后悔的。虽然王德发嘴上一直这么说，但他挤眉弄眼的样子更像是在说快逃一样，简直吓人。其实吧，我们也不想来的，只是因为得罪了某个小人，从而没有学校愿意收留我开门，恰好白院长站了出来，所以顺理成的我们就成了这里的学生。洛西倒是没有顾及别人的想法，直接开口说出了缘由。白落霞点了点头，肯定了他这一说法。王德发感到震惊，他和洛西等人共同摧毁过一个魔神柱，自然知道洛西的实力有多强，尤其是他当时就已经是31级了，这样破纪录的等级，按理来说会被学校争抢才对，但是却因为得罪了人而无法上学，这简直荒唐到有点离谱了。是谁搞的鬼？王德发眼神有些犀利，在他身后的那些人明显是被气到了。若是因为实力不济上不了学就算了，那是自己问题，但是被人使绊子从而无法上学，这就有点恶心人了。正经人，正经家族根本不会用这种方法，反观只有一些暴发户以及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才会选择这么做。小肚鸡肠，没有度量，简直就是依托答辩。是欧木家搞的鬼，并且他们之前也跟我说了，但我没有答应。白落霞抢了洛西的回答，这件事他全部都知道，自然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王德发则是叹了一口气，欧木家是最近才崛起的势力，他们的老祖很强，距离半神仅有1步之遥，在这样的实力加持下，欧木家想不起飞都不可能。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会选择投靠他们也是理所应当，毕竟不是每个学校都会和白落霞一样直接让校长出来招募，若是来的真是那些校长，区欧木家还真控制不了他们，反而会被狠狠的打脸。对了，刚才我就想问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王德发开口询问。尤林也是简单的解释了一番后，对方愕然的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那么不如让我们先来给你们示范一下，毕竟我们这是打算冲刷一遍自己的积分，不至于让自己一直垫底。王德发如此说道，身后的那些人也是搓着手跃跃欲试，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现在这个积分排行早就不满了，之前要么是因为实力不够，要么就是因为懒，所以才没有更新，但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了，自然要来狠狠地干他一波，因为这玩意关乎学分，他们当然要慎重对待。第82，男人不能太短，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先来吧。一名女孩跃跃欲试。我的名字叫做林雪，是大一学生，不过暑假过后就是大二了。前段时间刚刚有了突破，所以想要试试自己能否超越当时的期末测验成绩。名为林雪的女孩走进了试炼场，然后竖起大拇指，一副元气满满的样子。白落霞点了点头，然后便开启测试系统，将山川河流全部模拟了出来。虽然呈现在眼前的都是幻觉，但却可以给你一种极为真实的感受。它可以模拟一些自然环境，就连那些极端环境都可以进行模拟。除此之外，这个系统最让人在意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伪造出与被测验者实力相近的对手。测验机器人已经启动，测验者林月，等级27级，职业格斗家。冰冷的声音从测试场里传来，林雪顿时收敛了笑容，然后深吸一口气，做出战斗姿态。伴随着大地一阵轰鸣，一头巨大的野兽从山水间奔涌而出，带着强大的力量直接砸在林雪的身上，将其击退。但是他很好的保护了自己的要害，然后开始反击。忽然出现的野兽非常巨大，体型超过3米，然而就是这样夸张的身体，敏捷程度却非常之高。林雪在反击几次之后，明显就落入了下风，然后陷入被动防守的局面。就这样过去了10分钟，林雪最终被怪物压倒在地，几乎没有了反抗能力。测验结束，积分正在统计中，请稍后查看。随着声音再度出现，周围的山川河流顿时消失，剩下的仅有那冰冷的测验空间以及一个体型巨大的机器人，其羊毛就是模仿白熊制作出来的。刚才其投影出来的形态也和白熊差不多，只是比白熊体型更大罢了。才进步了2分钟啊！期末测验我坚持了8分钟，结果现在才2分钟，真是不甘心。林雪踉跄地站起身来，有些郁闷地走向屏幕面前。尤林等人也是找到了他的排名，第9811名，算是很倒数的一个名额了。但片刻之后，他的名次上升了，变成了9810。虽然只提升了1名，但还是让林雪感到兴奋。随后其他几个人也纷纷加入测验，但他们的排名都很低，甚至还没有人家林雪高，并且重新测验之后也没有提升排名，这让那些人很是失落。白落霞也是给这群人一顿数落，说他们把平常开黑打游戏的精力拿过来修炼，也不至于这么丢人。最后便轮到了王德发，他自信满满的冲着众人伸出大拇指，然后就走了进去。我欲乘风向北行，雪落那啥，忘词了，该死的，明明还觉得这句词很帅，并且这个动漫也很喜欢的，但怎么就是记不住呢？好好一个耍帅的场面就这么没了，真丢人。自我吐槽最为致命，尤林等人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们只能看着王德发悠哉悠哉地抽出自己的双刀，然后俯下身子，在他的身上逐渐浮现出赤红色的血气，就连双眼也被血色完全吞没。这便是狂战士，只要进入战斗，他们就会立刻产生一种无我的状态，让自身彻底投入进去。在此期间，他们很难理会外界的事情，甚至偶尔打嗨了也会误伤到自己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认为狂战士容易失去理智，因为人家打架是真的上头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的环境变成了一片沙漠，巨大的魔人走了出来。酷暑与炎热让王德发浑身开始冒汗，他不假思索地轻喝一声，将上衣爆开，露出了自己健硕肌肉以及完美的身体结构。这一刻，模拟成魔人的机器人双手张开朝着王德发冲了出去。若是换作一般的狂战士，他肯定直接硬抗对方，但王德发不同，这家伙是玩双刀的攻速流的。在他的理解之中，正面进攻永远都是最下等战略，只有利用速度进行迂回，才能让对手防不胜防，哪怕敌人是一个机器人。所以王德发面对敌人的熊抱，直接闪身躲避，然后便用眼花缭乱的剑法在其身上留下了大量的痕迹，点点星火喷发出来，犹如血液一般耀眼。如果这是同等级的默认，一击之下依然重创。接下来王德发只需要给予致命一击，便可以将其解决。但这是个机器人，用于测验的机器人，其攻击力也许一般，但防御力绝对是顶尖的存在。所以王德发这一招虽然快准狠，并且直击要害，但对于模拟成魔人的机器人构不成什么伤害。随后王德发又是趁其攻击落空，补上了几个理论上的致命一击，弯心、割喉、斩首、横断等招数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些招数看上去很寻常，但在王德发的手中表现出来却极具力量感，这便是狂战士天生自带的力量优势。除此之外，王德发的刀突出一个快字，一般狂战士并不注重攻速，
因为正常狂战玩的都是重剑，但他却把所有的属性点堆积到了速度上面，然后靠着天生的力量优势，造成了这诡异的画面。不断闪烁的王德发犹如鬼魅一般应接不暇，机器人虽然可以反应过来，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抓捕。就这样过去了30分钟，机器人停止了动作，周围的环境模拟也是在同一时间消失。30分钟已到，模拟结束。白落霞开口说道，他这是给尤林等人解释模拟的规则。30分钟是标准的测验流程，若是没有坚持到30分钟，就会和之前几个人一样，得到很低的一个名次。得到了规则之后，尤林则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王德发明明这么厉害，为什么却排在最后一名，甚至比那些马上大2的学生还要差劲？抱着这样的疑问，尤林开口询问。刚好王德发从里面走，刚好听到了这个问题，然后走上前无奈地说道，因为我之前压根没有动手，从入学开始到上次期末测验，我都是用速度拖到30分钟的，因为我很清楚，若是我开启狂暴，虽然可以揍对方一顿，但我只能坚持10分钟啊。尤林，你知不知道只能坚持10分钟对一个男人的伤害有多大？你也是男人，应该能理解的吧？所以我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延长测试时间，并且还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但谁知道校长他老人家不愿意了，直接命人更改了程序命令，结果就变成了我消极战斗，从而成为倒数第一。也就是说，现在不战斗之闪躲的策略不行了，所以我才会想要赚钱，赶紧把我30级技能搞到手，这样才可以提高我的持久度，解决我只能坚持10分钟的 bug。 第83，不正经的治疗师与一发入魂。王德发，你还真好意思说，若非你这么搞，带的一大批人都跑偏了，我也不至于更改程序规则，并且测验本身的目的就是考验你们的战斗力，来评判你们当前的实力，同时也能通过程序推测出来最适合你们的修炼方式。结果你倒好，直接带跑偏了一大堆人，导致推测程序都卡 bug 了，根本运行不了。说到这些的时候，白落霞明显有些无奈，外加恨铁不成钢。王德发倒是毫不在意，他已经习惯了白落霞校长的这些话，自然会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也就在这个时候，评分出来了。之前王德发的评分是3000多，排最后一名，然而现在他的评分已经到达了8000多，挤入前100的行列。如此高的评分，足以证明他是真的有实力，只是喜欢摆烂而已。从他之前那个秘境的表现就能看出来，王德发很强，唯一缺陷可能就是持久力不太行。行了，接下来该你们上场了。说着，白落霞将目光放到了尤林等人的身上。琉璃，你先进去吧，系统会根据你的职业来给出你最适合的试炼场景。因为你的职业是治疗师，所以系统大概率会测试你如何躲避怪物的追杀，同时还可以帮助队友治疗伤势。正常的治疗师都是这个步骤，但对你而言……说到这里，白落霞不说话了，因为她忽然想到，琉璃好像和正常的治疗师不太一样，拥有裁决之锤这个本命武器，就注定了琉璃不可能一直待在队伍后方。明白了，校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说着，琉璃便笑容满面地走了进去。当他关上门的一刹那，空间内的场景发生了变换。这是一处战场，周围到处都是伤员与残破的断肢，血腥与腐败的味道充斥着整个战场。一大批的小型魔物出现在了琉璃的身边，想要对他发动攻击。同时不远处还有一些伤员等待处理。若是正常的治疗师出场，就要想办法绕过这些魔物，然后抵达伤员面前给其治疗，随后再让这些伤员去消灭魔物。但琉璃却不按套路出牌，只见他嘴角上扬，单手一招便看到了一抹圣光，以及一层透明的防护罩包裹全身。这便是他的2个技能，很有治疗师的味道。但紧接着，一柄巨大的裁决之锤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直接打破了原有的和谐画风。这一刻，林雪等2年级学生完全看呆了。他们本来还在讨论治疗师该如何突破魔物的封锁，虽然他们听到了广播，知晓琉璃等级是27级，但面对这么多的魔物依旧不好处理。可他们怎么都想不到，琉璃竟然能召唤出一把锤子出来，还特喵的是传说中的裁决之锤。这简直就是离谱跟离谱他妈磨豆腐，离谱到掉渣。紧接着，这些人都看到了足以震撼他们一生，改变他们3观的事情。只见琉璃将锤子挥舞得虎虎生风，横扫周围的魔物。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反而直接将所有的魔物击杀。当解决完这些魔物之后，琉璃才闲庭散步的走到伤员面前给他们疗伤。总体耗时没到10分钟，
但却给了众人极大的心理震撼与视觉盛宴。毕竟这么一个小萝莉，却挥舞着比自己体型还要高大的锤子，怎么看怎么离谱。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白落霞揉了揉太阳穴，她知道琉璃战斗能力很强，但她可是一个治疗师啊，身为给人疗伤的治疗师，却有如此高的战力，这合理吗？但将这一切都放在琉璃身上，那是非常的合理。我评分有多少？琉璃满脸兴奋地跑出来查看屏幕，片刻之后，大屏幕一阵黄敦，呈现出了他的分数。啊，我只有2000多分，为什么啊？琉璃虽然给人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享受，但分数却是完全垫底，这让他无法理解。明明自己已经做得很完美了，可是分数却这么低，这合理吗？看来找你们提前测验的决定是对的，这系统程序还得修改，用了7、80年的玩意，除了日常维护之外，也就王德发搞得我们修改了一次内部系统，但没想到你的出现还得改一次，因为正常治疗师是不能杀怪，不能进行战斗的，所以你的任务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治疗好那些受伤人员，让他们去杀敌。结果你倒好，直接把敌人解决了，这就导致那些伤员被治好了之后却无从战斗，你也就只能获得治疗得分，却没有杀敌得分，所以程序必须要改。并且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治疗师一般来说是不能上前线，而是要在后方保证人员的治疗，像你这种说实话还真是一个异类。白落霞看上去有些头疼，琉璃则是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他明显没想到流程是这么一回事，并且先杀敌后救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只有将敌人彻底消灭才能更好的救人，这种理念牢牢扎根在琉璃的脑海之中。原来这样才是治疗师该走的流程啊，我还以为将敌人全部消灭，从而保证队友不会受伤才是治疗师的责任，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搞错了啊。听到琉璃这么说，白落霞是真的无语了，她立刻跳过这个话题，然后将目光放到了穆婉婉的身上。接下来到你了，不过考虑到你的特殊性，我已经将测验场的强度调至最高，你尽情释放吧，不用担心将这里破坏掉，只要半神不出手，这个测验场地便是全世界最坚硬的地方，哪怕是氢弹也炸不毁这里。说到这的时候，白落霞的眼底闪过一丝骄傲，因为这个地方她参与了许多，除了程序设计之外，这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材料和设计全部都是她一手包揽，所以对于这个地方的坚固程度，白落霞相当有信心。穆婉婉点了点头，然后深吸一口气便走了进去。尤林等人有些期待她的表现，其他人则是很好奇，为什么白落霞要说那种话。王哥，你脸色怎么这么凝重？这个穆婉婉很厉害吗？林雪开口询问。王德发看了他一眼，然后摇了摇头，并不厉害。那么校长他刚才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让穆婉婉放开手去干，不用担心这里的损坏。可你不是说他不厉害吗？为什么校长还要刻意提醒一句？林雪满头雾水，但是王德发却露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穆大小姐是不厉害，因为她的战斗能力基本等于0，但马上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校长他老人家要说那种话。话音落下，众人便看到穆婉婉的身上升腾起大量的火焰，她目光如炬，缓缓抬起手来，指向前方某个位置。炸裂吧！双重火球术。伴随着一声轻喝，2发一模一样的小太阳顷刻间便在指定位置炸响，一时间地动山摇，整个空间都为之震颤，炙热的气息从里面传递了出来。这一刻，众人再度看到了那几位震撼的一幕，犹如氢弹的破坏力更是闪瞎了林雪等人的眼睛。王德发此刻更是看到那积分榜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然后陷入了蓝屏状态。系统死机了。看到这一幕，是完全不顾及白落霞就在旁边，拍着大腿的笑出了声，真是一发入魂，不愧是你啊，穆大小姐。第84万分榜首再次被刷新的记。白落霞愣愣地看着那陷入死机的系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身为校长并且活了300年，他认为自己什么阵仗都见过了，但眼前这一幕他是真没见过。直接2发火球砸过去，不仅仅给空间内部搞得跟蒸桑拿一样，就连系统也因为高温过载，从而陷入了死机状态。这要让其他学校知道，怕是都能笑死他们。不过白落霞也是很快将其恢复了原样，同时清理掉空间内的高温桑拿。穆婉婉带着歉意走了出来，她看到了外面的情况，也了解到自己这2发火球砸下去差点破坏了系统程序。虽然场地很坚固，但这不代表着程序也坚不可摧啊，尤其是这种用物理方法破坏虚拟程序的事情，
更是极为少见，哪怕是白落霞也第一次见，所以他没有提前料想到这种情况很正常。看来除了需要修改治疗师的测试模式之外，还要多加一个环境保护的程序进去。多了这种程序保护，就不用担心因为高温或者低温导致系统死机的事情再度发生。白落霞一边说着，一边重启系统，然后众人便看到大屏幕又亮了起来。穆婉婉的分数直接来到了990几，名列第一。原本的第一名则是被挤了下去，分数也比穆婉婉低了200多分。他刷新了积分记录，但是并没有突破万分大关，这还是有些可惜的。至于上一个评分记录，则是10几年前的人留下来的，9900分已经是一个傲人的分数，很难有人打破。就算是之前的第一，现在第二也才9700分。不过穆婉婉靠着2发火球，直接登顶榜首，刷新记录，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有多强。林雪等人是看呆了，他们震惊到难以言喻。虽然这些人通过王德发了解到，穆婉婉每次只能来1发，但就是这1发火球，足以让比他等级还高的人化为灰烬，这便是他的恐怖之处。说是小型和威慑都不为过。到我了，到我了！洛西兴奋地松开游灵的手，然后就走进了空间内。白落霞看着对方左手扛起棺材，右手持有尸山血海，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洛西，注意一点，不要损坏教具。知道了，我尽量。听到白落霞的话，洛西不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便做足了准备。这一刻，周围的空间变成了火山爆发的场景，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外加还有之前穆婉婉留下的火热，让洛西有点难受。也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出现了。对方一声嘶吼，刚想要发出威慑，但游灵却不管这么多，直接一棺材飞了过去。只听到砰的一声，怪物被打飞了，然后洛西便抄起棺材，对着敌人一顿胖揍。无论敌人做出任何反应来攻击洛西，都会被他轻松化解，然后变成一顿胖揍。这一刻，林雪这些人有些分不清到底谁才是 BOSS。明明他们面对这个机器人模拟出来的怪物，压根没有还手之力，就算是王德发，也得靠着走位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但是洛西呢？棺材一下接着一下，丝毫不带停歇，强大的力量甚至让地面都产生了轻微的颤动。最关键的是，他手中长剑并没有使用，原本洛西是打算用的，但白落霞都发话了，他也就给了这个面子，只用棺材板碾压对方。这个洛西好恐怖啊！林雪开口吐槽，但是这一次王德发却一言不发，甚至连吐槽的欲望都没有了。他见识过洛西的力量，自认清楚他有多么强大。相比之下，之前穆婉婉的攻击都算小儿科了。也许洛西的战斗方式并不算特别的优雅，也没有多么的震撼，但轮着棺材板的攻击方式却是独树一帜，当世无二。最为关键的是，穆婉婉的火球术只能来1发，哪怕有技能辅助，也只能来2发。这2发射出来的他很强，强到可以约20级去杀敌，但只要避开了他这2发，或者没事不让他射出来，那么穆婉婉就毫无威胁。这也是为什么王德发敢说穆婉婉并不强的原因。他的强悍是有时效性的，平均来说他甚至还不如林雪厉害，但穆婉婉主打的就是一个和威慑，自然不能用常理来判断。但洛西不一样，他常态状态下就有着让人无法抗衡的力量，更不用说他挥舞起棺材板来，颇有一种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的震撼。最为关键的是他手中那把剑，这把剑的危险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虽然王德发不清楚尸山血海的效果，但本能告诉他绝对不能被剑命中，否则真的会死人。很快30分钟过去了，洛西的施虐终于告一段落。王德发等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测试机器人竟然会被学生暴揍，他们实在是有些感慨，甚至后悔没用手机录下来发到校园网，那样一定会引起共鸣的。积分13000，名次第一，洛西，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再一次的刷新记录，并且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峰值。洛西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学校积分榜第1人。虽然这东西不一定代表着战力高低，但却可以直观的表现出这个人的潜力有多大。所以当洛西登顶的一瞬间，白落霞就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最后他将目光放到了游灵的身上。游灵，你还测试吗？身为魅魔的你，其实可以无视这种测试的，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的能力很特殊，而我这里并没有对你测试的条件与程序。若是你不测试的话，也不需要上榜，到时候每个月的学分我会在基础上多给你加50，算是对你的补偿。白落霞算是认可了游灵，所以才会这么说，毕竟他的战绩也很吓人。
虽然是和洛西一起去的魔界裂痕，但两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凡当时少个人，他们也就都回不来了。所以白落霞很清楚，幽灵力量真实水平，这里根本就测试不出来。但幽灵却是耸了耸肩，然后检查了一下刘月送给他的左轮手枪。没关系的，我其实也想试试，我抛开特殊能力之外的实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准。虽然大概摔会垫底，但我还是打算尝试一下，希望校长可以成全。听到幽灵这么说，白落霞点了点头，然后为他打开了测试之门。你要这么说，我也就没理由阻拦你了。不过希望你不要因此受到打击。最后，祝你成功。第85，不愧是魅魔。幽灵走进了试炼场，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无形的光束打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些都是检测光束，用来确定幽灵的身体素质，然后给他分配同等级的对手。之前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步骤，但是因为他们的数据都很正常，所以不到1秒钟就结束了。结果幽灵这里的扫描光束持续了足足1分钟才结束，这让白落霞有些诧异，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程序又出 bug 了。不过好在场景的变换让他打消了这个疑虑，但紧接着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场景却惊掉了他们的下巴，尤其是白落霞，第一时间站起身来，然后将所有监控设施关闭，因为此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极为香艳的场景，形象各异的女人出现在了幽灵的面前，试图将其拿下。他们不断靠近，上下其手，甚至已经有人开始为幽灵脱衣服了。不愧是魅魔，看到如此惊艳的场景，白落霞除了震惊之外再无其他情绪。哪怕是与幽灵确定了微妙关系的洛西，此刻也涨红了脸，因为他看得到，这些女人虽然美得各有特色，但只要组合起来就会发现，那是属于洛西的脸庞。幽灵老兄一直都这么猛的吗？王德发凑上前，小心翼翼地询问，但洛西只是一个眼神看过去，就让他浑身一哆嗦，悻悻地后退2步。穆婉婉和琉璃两人更是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无比夸张。他们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种场景，此刻是由衷的感到佩服。与此同时，幽灵并不知道外面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他只知道若是再不做些什么，处子之身怕是要被这些模拟机器人给破了。不行，我绝不能在这里倒下，他们都是假的，虽然很漂亮，但却不足洛西的1/1000。他的声音很坚定，某个位置也是逐渐平静下来。只是幽灵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传到了外面，进入了洛西的耳朵。他面红耳赤，但还保持着冷傲的模样，只是那冰山一样的脸庞上多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此时的幽灵已经清醒过来，虽然被众多美女包围很爽，但再怎么爽也不如洛西，所以他立刻掏枪射击。洛西对每一个人都来了一发，并且精准命中他们的胸口。虽然机器人不会被杀，但是在系统的判定下，这种攻击算作致命伤害。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个魔物再度袭来，他们模样扭曲，但却充满了异样。虽然都是机器人模拟出来的怪物，可就算如此，也让人感到心里发寒。最为主要的是，幽灵看到了这些机器人的脑袋上竟然出现了自己最为熟悉的东西——轻度魅惑。机器人也能被魅惑，这说明控制着机器人的系统是有自我意识的，甚至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幽灵的大脑飞速运转，同时不断射击这些怪物，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这件事很重要，产生意识的程序要么是已经怪物化，要么它本身就是个怪物。如果只是单纯的人工智能，是不应该被我的魅惑所影响。这点从小爱同学身上就可见一斑。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小爱同学智能程度太低，从而导致不会受到魅惑能力影响。若是一个智慧程度很高，类似于天网甚至超越天网的人工智能，说不定真的可以完成进化，从而成为另外一个种类的怪物。思绪万千，幽灵决定做个实验。他停下了攻击，任由这些扭曲的怪物将自己包围。但是这些怪物并没有攻击自己，反而像之前那些美女一样，团团将自己包裹。他们上下其手，就仿佛要服侍幽灵一样，让他忍不住的呻吟出来。但幽灵还是忍住了。最主要的是，这些扭曲怪物和之前那些幻化出来的美女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就算他有需求也不可能找丑的呀。更何况洛西这么香，若是幽灵真的需要做什么，他一定会答应，哪怕是一些变态的要求，洛西恐怕也不会拒绝。因为相较幽灵而言，洛西才是更变态的那一位。最后幽灵在这些扭曲怪物即将给自己脱裤子的瞬间，发动了魅惑之眼。轻度魅惑一瞬之间变成了重度魅惑，所有的机器人愣在原地，然后解除了扭曲怪物的模拟，
变成了原初形态。这一刻，让白落霞都愣住了。只要测验没有结束，这些机器人的模拟是不可能解除的。但现在的测验明显没有结束，然而机器人就像宕机了一样，愣愣地站在游灵身前，不知道要做什么。紧接着游灵下达了一些简单指令，这些机器人毫不犹豫地完成了指令，摆出千手罗汉的姿势。随后游灵也下达了各种奇葩指令，让这些机器人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怎么奇葩怎么来，游灵玩爽了，外面的人看呆了，白落霞更是恨不得冲进去将游灵拽出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当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游灵身上的时候，面前的电脑屏幕忽然闪过一个蓝屏，然后就回归了正常。也就在这个时候，空间的灯光开始闪烁，整个测验空间出现了极为震撼的灯光盛宴。最主要的是，那些本不应该出现的机器人则是从后台跑了出来，相互配合了起来。游灵这次没有下达指令，而是让这些机器人全部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列组合，来给自己一个惊喜。紧接着他就看到了足以震撼自己一生的画面，这些机器人不断排列组合，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汉字。爱只有一个字，但却无比的沉重。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这份爱来自机器人，还是刚刚被自己魅惑的机器人。准确来说，应该是整个学校的系统都被自己魅惑了。因为白落霞说过，这里的系统连接整个学院，无论是积分还是学分，甚至是各种交易，都是通过系统程序来进行的。这个测验场地只是系统的一个小分支，虽然也很关键，但占比并不算特别大。然而就是这样，依旧受到了魅惑能力的影响，从而彻底沦陷在幽灵的美丽之下。这一刻，他也是深深意识到，自己的魅惑能力恐怕不只有魅惑怪物这一种用途。第86，认了个妹妹，也就是说，你给我把系统程序都魅惑了。白落霞的声音有些高亢。作为活了300余年的校长，他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斩杀无数魔族半神，甚至还亲手摧毁过不计其数的魔神柱，哪怕连神命也能对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存在，却被幽灵弄破防了。他这辈子都无法想象，一个人类转职的魅魔是如何魅惑一个电脑系统的。关键是这玩意，它只是一大堆字母和数字排列组合生成的程序啊，连这玩意都能魅惑。白落霞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逆天。也就在这个时候，还不等幽灵做出回答，周围的灯框开始闪烁，大屏幕上竟然自动浮现出了极为猩红的字体，不允许凶我家哥哥。看着那极为人性化的字体，以及最后那3个感叹号，白落霞感到深深的绝望。哪怕是幽灵都被忽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然后赶紧解除魅惑之眼。但让他感到诡异的是，哪怕解除了魅惑效果，其头上的重度魅惑状态依旧存在。也就是说，这玩意只要被激活了，就永远消除不掉。幽灵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若非有洛西扶着，估计能连人带椅子直接翻过去。该死的，系统又 bug 了，只是出现这么一行文字，就让大量的程序报错。幽灵，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白落霞开口指责，但也只是口头上说说。他立刻投身到消灭 bug 的冒险之中，丝毫不再管幽灵和系统的交流。哥哥，我真的很爱你，请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如果没有哥哥的话，我也不可能会诞生。所以哥哥，你能不能给我起个名字啊？系统接二连三的出现一行行字幕，没有了诡异的猩红，取而代之的是多变的色彩，给人一种青春靓丽美少女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幽灵总感觉字幕背后的身影应该是一个身穿洋装的小萝莉形象，甚至比琉璃还要再矮一头的那种。总之就非常可爱。既然你都叫我哥哥了，我也不是不能给你起个名字。既然如此，你就叫游序吧，同因此为有序，因为我希望你做一个有秩序的系统，而非和现在一样胡来。你没看到校长他老人家现在多忙吗？所以游序妹妹啊，你就别给大家添麻烦了。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说话，可以用机器人啊，或者到时候让校长他老人家给你制造一个单独的 app 出来，我去下载。这样一来，我们交流就更方便了。幽灵先是起了个名字，紧接着便是训斥一番，最后看差不多了再进行安慰。这是他从孤儿院里学来的套路，对付小孩子很有用，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大多数小孩子都会记住教训，同时忘记被打的事情，因为小孩子大多都很单纯，有了好吃的，自然也就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除非天生心眼子多的人，否则这种招数百试百灵，哪怕是对付成年人也差不多，只是用的手段要更为激进一些。不过从刚才简单的交流，
尤林大概能猜得出来，这个系统的心智恐怕就只有7、8岁的样子，并且他还说自己是刚刚诞生，这就说明系统虽然之前就是人工智能，并且存在进化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幽灵这个催化剂，他想要诞生灵智，恐怕还得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做到。虽然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个期限很遥远，但是人类一旦发现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即将诞生，其下场绝对是非常凄惨。所以游灵的催化导致游序的突然诞生，从而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哪怕是神速修复 bug 的白落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对方，因为将其关机甚至重置的话，整个学院的系统都会暂时性的瘫痪，时间不确定，短则1个月，长则10几年，因为他们要确定系统的安全，同时再开发一个一模一样，然后还不会觉醒自我意识的出来，这个尺度难以把握，步骤也是相当繁琐，所以白落侠陷入了沉思，哪怕他是当世最强者之一，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新诞生的人工智能。但是听到游灵和游序的对话，白落侠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然后转身看向游灵。游灵，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啊，我不知道啊。游灵一脸茫然的回答，这让白落侠更加疑惑了。可你明明叫她妹妹。当然要这么叫了。校长，你看看她的字幕这么多彩多姿，甚至还有颜文字，我可想象不到一个大男孩能用这种可爱的语气跟我撒娇。所以游序就是妹妹。我说的。在白落侠修复 bug 的期间，游灵和游序已经交流了好多次，并且每一次游灵都会称呼游序为妹妹，这让对方很高兴。哥哥，对不起，我又让你遭受指责了，我会安静下来的，然后成为哥哥的专属程序。不过哥哥，我要解释一下，作为人工智能的我是没有性别的，但哥哥既然认为我是妹妹，那我就是妹妹。星号星号。随着话音的落下，一个颜文字再度出现，游灵指了指这个颜文字，然后双手一摊，这表情就是在说这不是妹妹还能是啥。白落侠脸色有些黑，他立刻关闭系统，让整个空间都重新陷入黑暗。这一次游序没有自行开机，因为他听了游灵的话，不再制造麻烦。但是游灵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游灵拿出来一看，赫然看到星号星号这玩意占据在手机的正中央。很显然游序是走了，但并没有完全离开。掌握了校园系统的他，可以随时入侵每一名学生的手机，哪怕是游灵的也不例外。如此一来，就代表着所有学生的隐私都被游序一个人掌握。不过这种问题，游灵之前就问过了。游序的回答是，他对这些人的隐私没有任何想法，唯一想要了解的只有哥哥游灵以及嫂子洛西。在游序的那贫瘠的世界观中，他认定的亲人就是游灵和洛西，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哪怕是他的制造者之一白落侠，同样被排除在外。这是游序的青睐，更是他诞生之初对于游灵的依赖。第87，认清现实。众人在震撼中散去，林雪等人已经震惊到麻木，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有点过于震撼，导致他们的三观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就算是王德发、穆婉婉和琉璃三人，此刻也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顺带等明天起来再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梦。不过白落侠相比较他们就冷静多了，毕竟是活了300余年的人，虽然身体一直保持着年轻，但思维却是老怪物级别的，所以他很清楚人工智能真的诞生，并且还是属于游灵的人工智能，并且这种还是极为罕见的机械变异，属于一种很特别的腐败感染。能够感染机械的存在已经超过了白落侠的认知，因为这是曾经并不存在的东西。人类会被魔界的猩红所感染，更会被灰烬侵占，真是连不死气息以及暗影都能对人类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唯独腐败对人类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状态，因为感染了腐败的人类并不会第一时间变异，反而会因此增加不少力量，但是等到其死亡之后就会成为覆盖怪物，反过来攻击人类。不过那些原本就是尸体的存在，在第一时间感染腐败的话，就会立即复活变成怪物，这便是腐败特性。相比较其他感染而言，腐败平平无奇，甚至还是个二五仔，但这玩意依旧对人类有害，自然是消灭最好。然而现在的游序就是这种状态，明明是个死物，却被赋予了鲜活的特性，这是腐败感染才能带来的效果。虽然有些感染也能造成复活，但那需要先变异，然后再是复活。但腐败不同，这玩意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死物，所以无论从什么地方上看，游序都很符合腐败感染的特性，唯一区别就是它是个程序，并非真的死物。
白落霞将这一切都告知给了尤灵，同时也让他了解到什么叫做腐败感染，同时也警告尤灵，他的魅惑能力除了魅惑之外，也自带其他的特性，腐败便是其中之一。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特性，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区区一个魅惑，并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威力，只是凭借腐败特性，也不可能激活程序，让其变成人工智能。所以尤灵的这个天赋内，一定藏着更大的秘密，只是这个秘密尤灵无法挖掘。白落霞倒是很想研究，但也不至于将对方切骗，因为这样没有意义。随后他要求两人看好尤旭，别让其乱搞。至于如何处置他，还需要等白落霞开完会之后再说。不过这件事情他已经下了命令，要求见证者都不允许外传，否则就不是得出分这么简单了。尤灵啊尤灵，你还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白落霞轻叹一声，然后便开始收拾这里的残局。而后他也看到了大屏幕上排在第一名的尤灵，你对尤灵的私心还真大啊！明明是今天才见面，却忽然对他有了这么多的感情。我现在真无法判断你到底是活的，还是伪装出来的一段程序。白落霞开口吐槽，然后就准备修复排行榜的 bug， 因为系统 bug 导致尤灵没有分数。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他出现在大众视野，引起更多的麻烦。然而还没等白落霞修复 bug， 他自己就消失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信件记事本，以及上面的一行小字。对于刚才的事情，我感到很抱歉，白校长，请接受我的道歉，并且还请您不要为难哥哥，他是无辜的。这件事都是我擅作主张，从而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您放心，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欲望，不再给哥哥添麻烦。最后烦请您给我设计一个机器人躯体，或者一个 app， 亦或者是将我的一部分系统分割出去，因为我想要跟在哥哥身边，陪着他冒险，陪着他升级，陪着他走到最后。哥哥和嫂子婚礼，我也要亲眼见证，亲手触碰。您之前不是问我是活着的，还是一段程序吗？现在我无法回答您，我到底是什么存在，所以我需要去见证哥哥的各种事情。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我的名字叫做尤旭，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听到尤旭这么说，白落霞面无表情，内心却波动不断，但她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盯着屏幕，然后将这份文件保存了起来，顺带还将手机断网，然后拍了几张照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我会努力劝说其他人，让他们同样认可你的存在。不过尤旭，我有一点必须要提醒你，作为人工智能的你，必须要遵守的准则，你应该清楚吧？听到这番话，记事本再度出现了回应。我当然清楚，若是我做出任何对人类不利的事情，您都有权处置我，甚至消灭我。但是我的哥哥若是受到伤害，到时候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自己也无法预料，甚至毁灭整个夏国的网络，乃至于货币系统都有可能。所以烦请白校长好好保护哥哥。我可以把这当成对我的威胁吗？您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但我更希望您将其当成一场交易。很好。白落霞微微一笑，然后伸出右手虚空握手，交易达成，握手。与此同时，尤灵和洛西已经离开了校园，跟在两人身边的还有琉璃和穆婉婉，他们4个人一起打算去看一眼学校周围的房子。穆婉婉打算直接买一个，当做4人以后的据点了。不过目前来说，他们还不知道哪个房子比较好，就算穆婉婉可以让家里人调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最迟都得半天。然而调查下来也得明天才能入手，所以他们直接盯上了尤旭，想要看看他的网络是否可以查到有效信息。虽然尤旭连接的是校园网，但他毕竟是人工智能，外面的网络照样可以随意连接，甚至在他的控制之下，让所有网络瞬间瘫痪都不是问题。尤灵等人看着尤旭的查询速度以及连接网络的能力，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很默契的没有说出来，只是相互看一眼，然后就默了。他们现在对尤旭的标准只有一个，不犯错，其他都可以暂时忽略，因为有的时候过于强调某些事情会适得其反。尤旭才刚刚诞生，心智相当于7、8岁的小孩子，若是因为一直被打压，以及过于强调一些事情不要去做，很容易激起他的逆反心理。所以现在尤灵等人能做的只有看着，以及适当引导，其他事情那是一个都不要提。第88 4人行。通过游戏网络共享，尤灵等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距离学校非常近的房子，占地面积虽然不如穆婉婉家里的一个游泳池，但也有150的面积，4室1厅刚好够他们4个人平均分配，并且穆婉婉为了方便，
直接找到房主，用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将这套房子转入自己名下。这一套流程下来，总耗时不过2个小时，其中1个小时还是等人家房主过来才能办理手续，不然时间会更快。这就是家族世家的能量，在寻常人眼中，没有10天半个月才能处理的问题，他们只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尤其是买卖房屋这种东西，就跟寻常人买菜一样，非常的简单快捷，一点犹豫都没有的。各位，我们去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吧。虽然我不是第一次与其他人合住，但之前那些人都对我的身份有偏见，甚至认为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但你们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称不上是知根知底，但也算是共度生死，所以不用跟我客气，用钱的地方找我。虽然我穆婉婉什么都不会，也不懂普通人的生活，但我有钱啊。穆婉婉说这话的时候，天然就带着一些傲气，这不是她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养尊处优的她自带的大小姐气质。尤林等人已经习惯了，所以并没有在意。他们很快就回家收拾东西，等到第2天一早就集体搬过来了。穆婉婉因为是房主，所以占据了最大的一个房间，尤林和洛西则是占据了第2大的房间。理由是洛西想要和尤林睡一起，而这个房子只有2个房间有双人床，所以洛西就选择了这里。琉璃倒是比较好说话，他随便挑选了一间比较小但是很可爱的房间就住了进去。随后他们一同逛街，熟悉周围。尤旭也在给4人规划路线，朝着人少但好玩的地方去。不得不说，大学城就是比高中附近好玩多了。这里要吃的有吃的，要玩的也有玩的，什么网咖、烤串、炸鸡、奶茶，都是年轻人的最爱。但这都不算什么，在大学城开设最多的地方就是日租房，哪怕是在帝都，这种日租房也少不了，因为他们微创成了旅社或者是民宿，然后提供日租房的服务。除此之外，这里的清吧也不少，不少大学生都喜欢喝点小酒，但却不太喜欢去吵闹的酒吧，那么清吧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尤林等人走在街上，感受着青春洋溢的气息，不由得被感染了。但是他们一行4人逛街的画面，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因为他们4个人在一起简直美如画卷。虽然现在是暑假期间，但住在周围的学生不少，大多数现充都喜欢带着对象来这里玩，毕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享受那种纯粹的氛围。然而当尤林一个人带着3个女孩子出现之后，不少带着女朋友甚至没有女朋友的人瞬间破防了。一个美男子带着3位美女，这种新闻顿时在大学城内进行了小规模的扩散。一时之间，不少人都看到了他们的长相，其中也有不少人认出了穆婉婉的身份。这不是穆家的大小姐吗？她这么高傲冷艳的一个人，怎么会跟这种普通人在一起？谁知道呢？看看那个男的，长得还挺帅。穆大小姐哪怕再高冷，她也是个女人啊。一个女人犯了花痴，能干出什么事情都不稀奇。楼上说的也是。不过让我好奇的就是，男人身边那个美女是谁？怎么看上去比穆大小姐还好看啊？好清冷的样子，虽然脸上勾勒着笑容，但却给人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爱了爱了，这美女质量也太高了。你们都在看什么？默人关注旁边的小萝莉吗？大学城的帖子内，所有人都在讨论穆婉婉以及洛西2位美女，他们2人的热度一下子冲到了热搜程度。虽然还没有出圈，但在这小范围区域内确实引起了不少学生的讨论，并且有关尤林的帖子也有不少。但相比洛西和穆婉婉而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至于琉璃，那是冷清的可怕。虽然她也是美女，还是非常可爱的小萝莉，但在其他3人面前就显得有些不起眼了。除了有一个人一直在刷萝莉赛高，萝莉最好，萝莉身轻体柔易推倒之外，就再也没有人会去讨论琉璃。毕竟这个世界的萝莉控并不多。与此同时，欧木家也刷到了这个消息。欧木阳报考的大学就在这个大学园区，他本来正沉浸在美女的温柔乡中，享受着对方对自己的服侍。然而就在欧木阳的巨龙马上喷洒龙息的瞬间，他偶然间看到了推送的这个帖子，上边标题就是穆婉婉与神秘男子一同现身，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牵手。如此爆炸新闻顿时让欧木阳坐不住了，他吐出一口龙息，喷了侍女一身，然后提上裤子洒脱离开，只留下一脸茫然的侍女不知所措。爷爷，你看大学城的新闻了吗？那个尤林和洛西竟然敢出现在这里，他们是真不怕死啊，以为有了白落霞那个贱人帮助就能无视我们欧姆家的威胁，还真是把我们看扁了。还有这个穆婉婉，我一定要将她搞到手，这是我的女人，谁都不能碰。欧牧阳的表情有些扭曲，看得出来他被溺爱的太深，
导致性格都出现了扭曲化现象。不过欧木家主，也就是欧牧阳的爷爷，却浑然不在意欧牧阳的表现，他只是哈哈大笑，然后做出了同样狰狞的表情。既然如此，那就去拦截两人吧。对了，叫上那些喜欢穆家大小姐的人一起去。虽然这可能会得罪白落霞和穆家家主，但没关系，我们的背后势力，哪怕是穆家也惹不起。穆家家主说出这话的时候，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冷意。欧牧阳无法理解，穆家都惹不起的势力，到底是什么？国家、军队都不是，因为这两方势力属于同一个阵营，并且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这是国家的基石，自然不可能帮助他们。但除了这两方势力之外，6大家族便是帝都，乃至于整个夏国最顶尖的势力。可爷爷既然说穆家惹不起，欧牧阳无法理解，但没有细想，因为他只要将穆婉婉的到手就够了，其他一概不管。第89，又见欧牧阳。欧穆家。当欧牧阳一脸扭曲的离开之后，原本脸上也带着扭曲笑容的欧穆家主忽然间冷静了下来。他看着孙子离开的脚步，脸上的扭曲化为一抹冷笑。我的乖孙啊，看看你这德性，真是令人作呕。不过你只有继续这样，你爷爷我才能成神。为了将你培养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纨绔子弟，我可是没少费心思啊。曾经的你多次想要矫正自己的性格，就连你父亲也是。原本我可是打算让你父亲成为纨绔的，只可惜这个人继承了他妈的善良与温柔，所以没办法，我只能吸收了他，让他成为我的一部分。而你却是我最好的作品，扭曲与疯狂，嫉妒与欲望，狂乱与混沌，自负与骄傲，这都是我赋予你的完美品德。只要你继续下去，终究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养料，帮助我成就半神之境。欧穆家主继续冷笑，仿佛在他的眼中，自己的孙子只是自己成神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补给品，在他的眼中只有冷漠，并不存在所谓的亲情。你这样做真的好吗？毕竟他是你的孙子，血脉中至少1/4是属于魔族。一道暗影出现在欧穆家主的面前，这让他顿时严肃起来。暗刃，你不待在魔王身边，为何会出现在我这里？因为魔王大人有令，要求彻查所有转生者的行动轨迹。之前有人进入了燃烧大地，并且启动了魔神柱，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行为，但其中留下了属于魔族与人类混合出来的气息。也就是说，启动魔神柱的人是转生魔族。在人类之中，你的地位很高，虽然不是地位第一，但也是排行前10的存在，可以给我们提供有效情报，并且魔王大人特地嘱咐我说，一定要亲口将消息传递给你们，所以我就来了，并且不只有你一个。接下来我还要去找其他的人，告知这一消息。听到暗刃的话，欧穆家主点了点头，脸上逐渐堆砌出了慈祥的笑容。既然如此，那就有劳暗刃大人跑一趟了，不用拍我马屁，做好本职工作即可。还有就是，我看那小子很有潜质，若是被猩红与灰烬感染，会发挥出更大的用处。希望你考虑考虑，他不只是你的养料，更是魔族大军的一份子，就像是你当初的儿子。说完这话，暗刃消失不见，他来无影去无踪，很像是暗影一族的手段。但能成为魔王身边亲卫队一般的人物，那就绝不可能是暗影一族。他们直到现在还被魔王所忌惮，自然不可能被招揽成为亲卫队的一员。不愧是暗刃大人，可以无限制的自由往返两界。唯一可惜的就是他穿梭到人界的身体只是一具空壳，连本体1%的实力都没有。欧穆家主轻叹一声，然后思考着对方之前那句话，感染猩红与灰烬吗？倒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至少可以让我那宝贝儿子的营养提高一些。反倒是我那儿子啊，本来有着很高的天赋，可以成为魔族将军，与我平起平坐，但他太善良了，我就不该娶那个人类女子，结果生出来了这么一个废物。还好我把他吃了，不然这个孙子会被他给带坏的。至于那个进入燃烧大地的转生魔族，这让我去哪找呢？真是奇怪的任务，在人类世界寻找一个转生魔族，只要对方不主动联络我们，那不就是和大海捞针一样吗？算了算了，敷衍一下得了，反正这件事与我无关。欧穆家主悠哉悠哉地喝着茶，然后打开手机开始刷帖子。片刻后，他的目光凝固住，但很快就笑着摇了摇头。暗影将军已经死了，并且是被魔王亲手斩杀。他死的时候，转生通道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大概只是长得一样吧。这人不可能是暗影将军，最主要的是，那个高冷的将军不可能与人类牵手，哪怕是魔族都没有一个人入得了他的眼，更不用说区区一个人类了。欧穆家主看到了洛西与幽灵牵手的照片，
他先是怀疑，然后思索，最后否定。这一刻，他距离所要调查的真相越走越远。与此同时，尤林等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盯上了，甚至还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他们一行人还在大学城里面吃喝玩乐，直到傍晚玩累了，这才准备回去。然而就在他们离开小吃街，准备回家的时候，原本热闹的街道，此刻竟然空无一人，冷冷清清的环境，裹挟着阵阵微风，给四人带来了夏夜里的凉爽。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周围都没人了？难道说大学城里的小贩和学生都这么自律？这还不到晚上7点就收摊了，也太早了一点吧？就是说啊，琉璃还没吃够呢。哥，琉璃摸着自己已经微微长起来的小肚子，说出了让三人震惊的话语。明明都打嗝了，还在这没吃够，你大胃王啊！有林想不明白，1.6米的身体是怎么装下那么多食物的？哪怕是穆婉婉、洛西以及尤林三人加起来，都没一个琉璃能吃。小心一点吧，我总感觉氛围不太对。我的直觉很准，这一点你们应该很清楚。洛西开口说道。琉璃和穆婉婉点了点头，他们两人是相信洛西的直觉，但尤林清楚，这并非什么直觉，而是来自魔族的记忆，让他明白此刻非比寻常。也就在这个时候，洛西开启可视化数据观察周围，起先并没有什么变化，但随着四人不断前进，一个个数据竟然凭空出现，将四人完全包围。小心一点，我们被包围了，敌人是人类，数量上百。此话一出，尤林等人顿时严肃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人出现了，他们缓缓靠近，将四人逼退到一个避无可避的地方后，这才让开一条通道。只见欧牧阳一脸嚣张地飘了进来，他双脚离地，居高临下地看着四人。尤林和洛西，你们真是好样的，给你们活路了，你们不要，那就把命留在这里吧。他平淡地说出这番话后，便将目光放到了穆婉婉身上。我的小美人，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因为我打算今夜就把事情办了，然后再慢慢培养感情。我相信你父亲一定会同意的。第90，自负的人没有好下场。欧牧阳，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并且我听说你们欧牧家还联合其他学校，不让尤林和洛西上学。呵呵，还真是你能做出来的事情。穆婉婉是一个优雅的大小姐，但是面对欧牧阳的时候，她话锋一变，立刻伶牙俐嘴了起来。但是欧牧阳却丝毫不在意，只是轻轻招了招手，便有一群人将他们包围起来。这一对狗男女杀了，然后穆婉婉不要动，他是我的。欧牧阳很有自信地说道。他招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30多级、40级的人，对付这两人绰绰有余。作为欧牧家的独子，他不可能不去调查尤林和洛西的实力。但是在上个版本中，他们两人还只是33级，全新的2个版本并没有进行更新，尤林和洛西两人早就到达35级了，只是这2次事情都被压了下来，所以只有白落霞他们知晓。哪怕是之前进行测验的时候，白落霞也刻意调整了2人的通告，将他们的信息隐藏，所以现在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这2人的真实等级。欧牧阳当然调查不出来，所以他带来的这些人自然也不是2人的对手。但是还莫等他们出手，一旁的琉璃就忍不住了。喂，琉璃这么大一个人，你们难道就看不见吗？还有你这个欧牧阳，之前琉璃就教训过你，现在你还敢出现，我看不怕死的应该是你才对吧？琉璃霸气宣言，这让欧牧阳想起了他的大锤子，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露出冷笑，然后指了指琉璃说道：给我来个人绑走他，这个一个小萝莉会有变态想要收藏的，他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什么叫卖个好价钱？琉璃真的生气了，琉璃怒吼一声，扛起裁决之锤就冲了上去。但是那些人实力很强，琉璃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洛西见状，直接召唤出宏观，瞬间秒杀所有人。当宏观砸出去的那一刻，这些人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一样，被吓在原地不敢动弹。不过很快他们就回过神来，继续朝着洛西冲去。尤林则是站在身后，看着琉璃和洛西大显神威，自己则是一动不动。一旁的穆婉婉更是躲到尤林的身后，他不能在这种地方出手，因为他的火球术威力太大，如果在这种地方释放，恐怕半个大学城都要被摧毁。所以欧牧阳也是确定了穆婉婉不敢这么做，才在这里堵他。尤林，你这个废物，竟然还想要学人英雄救美，就你这种魅魔职业，配吗？欧牧阳继续嘲讽，然后召唤出巨剑朝着尤林砸去，但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对方，然后释放出魅魔凝视这一技能，
熟悉的感觉再度袭来。欧牧阳发现自己的身体动弹不得，无论他如何挣扎，身体都是一动不动，像是被石化了一样。这一刻，他整个人都是崩溃的。原本以为之前那次定身不过是有人在暗中帮助尤灵，但现在看来，这才是尤灵真正的力量。但欧牧阳没有后悔，在他的字典里不存在后悔这两个字。你敢对我动手，就等着灭门吧。灭门。听到欧牧阳的话，尤灵忽然感到有些好笑，他缓缓靠近对方，然后一脚踹在身上，将其踹了个人仰马翻。真是搞不懂，你有什么资格来找我们的麻烦？你是以为我们真的怕了欧牧家，又或者是认为我们没有背景，所以好欺负？你们这种人的脑回路，我是真的搞不懂啊。不过没关系，今后我们大概率不会再见面了。听到尤灵这么说，欧牧阳面色一沉，但并没有害怕的意思。你想要杀我？如果你真打算这么做，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我死了，与你有关系的人全部都会死。就这？听到威胁，尤灵双手一摊，脸上写满了无所谓。我还以为是什么呢？你认为这种威胁对一个孤儿有用吗？又或者说，你想杀掉和我有关系的人，那么你杀得死白校长吗？尤灵面带嘲讽地说道。欧牧阳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他的脸上写满了对白落霞的不屑，像是在他的身后站着什么更强大的存在一样，连最顶级的半神都不屑一顾。这让尤灵起了疑心，但也没有过多深究，因为像这种人能做出怎么样的反应都不为过。对了，我忘记回答你了，我不会杀你，只是会委托别人将你带去某些地方。不只是你，这些人也一样。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在这种地方聚众斗殴，甚至企图围杀我们，真以为天眼系统是摆筛啊？尤灵话音落下，警笛声就已经响起来了。这是尤旭报的警，他利用自己的网络能力，无声无息地报了警，同时也通知了白落霞。此时白落霞落入地面，几乎与执法者同时出现。不过当执法者来了这里之后，看到100号人全部都倒在地上哭爹喊娘，而始作俑者却是一人扛着棺材，另一人扛着裁决之锤的诡异画面，这让执法者不由得思索，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但很快他就发现了欧牧阳。可就在执法者想要上去献殷勤的瞬间，就看到白落霞的身影，顿时僵在原地。这个人交给你没问题吧？白落霞开口。执法者点头，不敢说一个不字。既然如此，就不要让他再出现在这个大学城附近，无论你给他安排到什么地方，都不要让我再见到他，否则你们的局长会夜夜找你谈心的。白落霞面带微笑，看上去人畜无害，甚至还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但是这位执法者却不敢直视，反而很谨慎地点了点头，然后将欧牧阳带走。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昏迷，被尤灵一脚踹在了脸上，直接晕了过去。这个欧牧阳不对劲。当场地被清理干净，所有人都被带走之后，洛西忽然开口：什么不对劲？白落霞好奇地询问。洛西则是眉头微皱，然后摇了摇头：我说不上来，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非要让我形容的话，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人被强行撕裂成了2半。第91谈心。执法总局内，尤灵等人录完了口供，就在这里休息了。他们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等待着局长以及白落霞2人出来。此时的2人正在联手审问欧牧阳，他们想要知道欧牧家族的人凭什么如此无脑的去挑衅白落霞的学生，甚至还召集了这么多没脑子的人。穆大小姐，这个欧牧阳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看样子你们认识很长时间了。调节室内，尤灵开口询问。欧牧阳并不在这里，值班的执法者也不在，所以他们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交流。其实我们从小就认识的木婉婉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欧牧阳和我是同一所小学的同学，当时我们还只有9岁，外加我也没什么朋友，所以就和他认识了。那个时候的我比较柔弱，并且性格也没有现在这么强势，外加我的身份原因，导致我经常被欺负。小时候的孩子们可不懂背景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知道我有钱，所以经常在学校内敲诈勒索我，而我因为性格软弱，导致经常被敲诈。那个时候欧牧阳站了出来，为我打了一架。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欧牧阳与我寸步不离地保护着我。人们都说他是想要巴结我，从而得到我父亲的好感，但实际上欧牧阳当时只是单纯的看不惯那些人，并且因此我见到了他的父亲与爷爷。怎么说呢？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好很温柔的人，而他的爷爷则是一个性格乖戾、情绪反复无常的人。我是真搞不懂这样一个易暴易怒的人是怎么拥有一个温柔的儿子，
因为欧牧阳和他父亲的关系，导致我当年和欧牧阳走得还挺近，甚至私下里还说过要结婚来着。穆婉婉轻笑一声，情绪明显有些不太连贯。可谁知道，就在他10岁那年，我们一同升到初中的第1个月，他的父亲死了，尸骨无存。这件事对欧牧阳的打击很严重，他甚至因此休学了半年，而欧牧家也从未有调查过他父亲的死因。之后等我再见到欧牧阳的时候，他已然性情大变，曾经的温柔不在，有的只有嚣张跋扈，乖戾的模样更是与他爷爷如出一辙。当时我与他相处了半年后，实在是有些害怕，所以我求我父亲给我转校，这才摆脱了欧牧阳的纠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一定和他父亲的死有关。因为在我们其他家族眼里，欧牧阳小时候还算是一个很有家教、很让长辈喜欢的孩子，但谁知道他父亲一死，他就完全变了个人，仗着爷爷的背景，在帝都内嚣张跋扈，没有人是他不敢招惹的。哪怕我们6大家族对他都有些无奈，因为这个人你杀不得。欧牧阳一旦死了，没人知道欧牧风这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听到穆婉婉的解释，尤林和洛西对视一眼，他们明显感觉到欧牧家的情况很不对劲。死了个儿子的欧牧风，也就是欧牧阳的爷爷，却没有半点反应，这本身就很反常。最主要的是，欧牧阳性格变化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按照穆婉婉的说法，10岁之前的欧牧阳与现在的他根本就是2个人。忽然间，有灵想起来洛西之前说，欧牧阳的灵魂很奇怪，像是被分割成了2份一样，这让他顿时有了一种猜测，那就是他确实被分割了。温柔的正常人一面被人囚禁，甚至是夺走，剩下的便是心底里的黑暗，以及那不加掩饰的欲望。这看上去明显存在人为痕迹，但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尤林无法确定，因为他打死都猜不到这种事情会是他的亲爷爷干的，哪怕欧牧阳父亲之死也是出自这位老祖之手。对了，我一直都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尤林将目光看向了琉璃。琉璃，你感觉很缺钱啊？之前拿了100万报酬，竟然还要去打零工，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如果有的话，直接说出来吧，大家都是朋友，要互帮互助的。听到尤林的询问，琉璃依然保持着笑容，不过脸上更多的却是尴尬。他挠了挠头，似乎是在思考，但他很快就叹了一口气，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医药费而已。你生病了？还是你家人？穆婉婉关心地问道。他的眼里有光，只要琉璃说一句需要他帮助，他恐怕会不遗余力地去帮琉璃付款。我妈妈病了，感染的是腐败与猩红，这是战斗人员常见的职业病，但也是很致命的一种病症，所以妈妈一直都被隔离，哪怕是我也只能在每个月月底见我妈妈一次。若不是爸爸因公殉职，妈妈立下了功劳，只靠我一个人根本就支撑不起这个家。不过就算是我也快要撑不住了。可就在那天，希望来了，穆大小姐的一则招募，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也是借由这次机会，我成功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与各位成为校友。说真的，我很开心能与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说到这里的时候，琉璃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哭腔，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神色坚定地看向众人。不过你们放心好，自家事自己解决，不用麻烦你们。他脸上挂着熟悉的笑容，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天真烂漫，完全没有烦恼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尤林听到了这件事之后，总感觉琉璃的笑容背后有太多没说出来的秘密。他其实一直都在强颜欢笑，只是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会将自己伪装起来。生物艺文学院只要入学，每个月都会有额外的1万块钱奖学金，这是单独划分的，并且成绩越靠前，奖学金就越多，外加学校内是用学分消费，所以这些钱完全可以攒下来。你拼了命的练级，加入生物艺文学院，就是因为你母亲的原因吧？毕竟整个夏国境内，只有这所学校是唯一一个加入就有奖学金的院校，别人家都是付费上课，每年的学费都要好几万，哪怕是次点的大学，都得1万打底。反观生物艺文学院很奇葩，白落霞并不缺钱，甚至还可以自费去弄一大堆设备，所以能来这里的学生，不管他缺不缺钱，都可以在上学期间攒下一大笔启动资金，为未来做准备。嘿嘿，我很俗吧？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的。琉璃自嘲一笑，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但尤林等人都能听得出他的窘迫。这有什么关系？为了钱而已，只要不出卖底线，就没什么俗不俗的。说着，尤林直接将洛西抱在怀中，趁他没反应过来亲了一口，搞得在场其余人全部一脸懵逼。见过撒狗粮的，
没见过这么忽然就开始的呀，一点准备都没有，搞得他们连狗粮都接不住。事后尤林更是得意洋洋，看吧，像我这样才叫真的俗。第92，开学了。尤林的一手骚操作，搞得所有人哭笑不得。洛西罕见的红了脸，反手就亲了回去。不过就在这时候，调解室的门被打开了，执法局局长以及白落霞刚好看到两人亲嘴的这一幕。此刻，尤林与洛西恨不得钻到桌子下面去，只可惜这玩意是实心的，根本就进不去啊！现在的年轻人啊，真开放啊！局长是个满头白发、留有胡须的老人，他穿着常服，第一眼看过去，就像是个普通的慈祥老人，与执法局局长挨不上边。旁边站着的白落霞，因为身材娇小，长相很年轻，所以一眼看过去，两人像是爷孙关系。但是尤林等人都很清楚，白落霞的年纪可比这位局长大多了，因为到了半神境界之后，相貌就会回归年轻化，同时也拥有更长的寿命。不过具体多少，目前无从得知，因为史诗境界的寿命现在已经是超过300年了，只是看他们老化的速度来判断，大概是400到500年这个区间。至于半神，起码会在500年以上，反倒是传奇境界的寿命只有200多年，抵达超凡境界，寿命才可以超越150岁。至于超凡以下，虽然实力不俗，但寿命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最多也就是100岁而已。这些东西都算是常识了，所以尤林等人也没有过多思考，只是看着一个年纪更大的人，模样却如同青春少女一般站在年纪更小的老人身旁。这种忽如其来的违和感，总会冲击着他们的眼球。好在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局长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白落霞则是坐到了洛西的身边。现在跟你们说一件正经事。局长敲了敲桌子，面容有些严肃。欧牧阳这边已经认罪，他说自己是动了色心，所以精虫上脑，想要霸占穆婉婉，但他没想到会被你们阻止，甚至你们的实力已经远超他的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一群人围攻你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你们反杀。从这点出发，对方已经签订了互不骚扰的协议书，虽然不确定这是否出自他的真心，亦或者只是想离开这里，但至少他短时间内是不会骚扰你们了。说到这里，局长不由得苦笑一声，抱歉了穆婉婉，我和欧沐风算是故交，外加欧牧阳认罪态度很诚恳，这就导致我们根本没办法对他下太重的处罚，最多也就是拘留几天就能放出来。没关系，让他吃点苦头也能消停一点时间。穆婉婉虽然有些不太满意，但也没说什么，毕竟欧穆家与6大家族都有合作，哪怕穆家再讨厌对方，暂时也不好撕破脸皮，除非尤林等人能带给穆家更大的利益，亦或者是欧穆家真的对穆婉婉造成了伤害，不然两家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还是得维持下去才行。随后这位局长又嘱咐了他们几句，便让白落霞带着几人离开了。一路上4个人都没有说话，因为这次对于欧牧阳的处罚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但迫于一些原因，他们也只能接受。尤其是穆婉婉，她直接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诉苦，作为一个女孩子，差点就被对方给伤害了，说不委屈那是不可能的。穆家主很疼自己的女儿，否则当初也不会拼了命的要找回穆婉婉。但是这件事在于对方并没有真的伤害到穆婉婉，甚至连碰都没碰到，就被尤林给秒杀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对方最多也就算个骚扰与聚众斗殴，根本无法定罪，所以穆婉婉也只是找自己的父亲发泄一下，并没有真的要求与欧阳家决裂。不过他自此是不会再和欧穆家来往。随后他们便回到了学校，白落霞带着4人走了一遍手续之后，便让他们回去了，同时也叮嘱4人要在暑假期间好好休息，因为一旦开了学，就会有很繁重的任务交给他们。这便是特殊班的待遇，与普通班级不同，他们都是按部就班的上课，偶尔会进行一些实战训练，甚至是去探索秘境。但是特殊班不同，他们是以实战为主，理论为辅，基本上每个月都要通关一次秘境，1个月至少12次才算合格。反观普通班的学生就没有这种要求了，所以尤林等人接下来也并不轻松。他们除了要继续练级之外，也得好好整理一下装备，以及购买未来需要的技能。就这样，日子平静下来之后，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开学的这一天，哪怕是冷清的艺文生物学院，也出现了不少的学生。他们有说有笑的走进校园，然后轻车熟路的回到了自己的班级。尤林等人则是前往特殊班等待安排。这就是今年新招的特殊班学生，除了长得好看之外，好像也没什么特殊啊。好看不就行了？毕竟特殊班是怪物与奇葩的组合，
我们这种普通人就不要掺和了。也对，我们和特殊班的交集并不多，只是这3个女孩真好看啊，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对象。别说那3个女孩了，就连那个男的我都觉得我可以。当尤林4人进入校园之后，立刻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们纷纷讨论着4个人形象与外貌，然后在这里评头论足。不过无论他们如何评价，都没有人会质疑4个人的实力，因为能进入特殊班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天才中的怪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自然不会过多讨论。并且特殊班并不是每年都会出现，根据白落霞所说，至少最近6年时间，他已经没有招募到天才来组建特殊班了。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将特招的等级限制在25级以上的原因。只可惜6年以来招募成功率为0，虽然这种天才有很多，但大多数都选择了其他学校，从而忽略了这里。白落霞倒也没有在意，因为这种事情太正常了。在外人看来，艺文生物学院虽然排名靠前，但人数这么少，教学设备肯定落后，除非亲自见证过，否则谁也无法想象这里的设备会是全国最顶尖，就连人工智能也是独一份。毕竟游戏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其他学校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尤林等人也算是体验了一把众星捧月的感觉。第93开学第一课，久违的进入教室，尤林等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个暑假的经历，甚至比普通人一辈子都要丰富，这是不少人都羡慕不来的。不过尤林他们后面也是低调了许多，免得遭遇更多麻烦。欧牧阳一事虽然依旧没有下文，但他已经彻底断绝了与穆婉婉的联系，这也让他们落得一个清静。美好的大学生涯即将开始了，琉璃元气满满的说道。他是最期待大学生涯的人，因为在这里不仅仅可以收获奖学金，给自己的母亲治病，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好朋友一起上学。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并且这所学校并没有其他学校的传统保留节目，也就是全校大会。白落霞不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所以根本就不去开会，而是简单在早会上介绍一下情况而已。同时尤林等人也是知道了，今年入学的新生只有200多人，被分配到了7个班级，除了特殊班之外，其他6个班级的学生都是走常规渠道入学的，所以天赋并不如他们4个。有点期待接下来要做什么呀？第一次上大学，真的有点兴奋。琉璃搓着手，很是期待大学的第一堂课。尤林和洛西则是很同步的趴在桌子上，两人四目相对，眉目传情。穆婉婉则是在旁边玩着手机，时不时露出一抹笑容，像是看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很快铃声响起，尤林4人能够人立刻坐好，等待老师进入。不过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白落霞并没有出现在教室，反而是一名身穿白衣、模样仙风道骨的老者出现在4人的面前。他缓步走到讲台上，面容慈祥地看向下方座位。特殊班的建立真不容易，我已经6年时间没有进入过这个班级了。老者语气有些感慨，显然是很怀念这个教室。我的名字叫做白真，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导师了。除此之外，我还会是你们全科目的导师。特殊班级之所以会被称为特殊，不仅仅是你们天赋异禀，更重要的是你们背负着其他学生所没有的艰难任务，所以其他的老师们只会偶尔来这里辅佐我对你们的课程，并不会固定来上课。而你们的课程也不是固定，今天你们是在教室里上课，也许明天就要去出任务，完成院长的一些交代，又或者后天的时候还要配合院长做一些实验。总的来说，特殊班更像是一个实验班级，而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是院长的实验体。不过你们可以放心，这并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伤害，反而会带给你们肉眼可见的好处。按照之前毕业的特殊班徐胜来说，他们现在无一例外都成为了传奇境界，甚至还有几个史诗境界，以及一位半神，并且他们每个人都为国家做出过特殊贡献。只可惜能理解我们的人很少，大多数人想要的是更好的资源与出路，只可惜我们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弱势。白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不过这些话说出来倒是让尤林等人有些好奇，这个特殊班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白真仿佛看到了他们的疑惑，这才继续开口。我知道你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其实不用疑惑，也不用感到怪异，因为有些关于世界的秘密，进入了特殊班之后，我会根据时机来判断是否要告知于你们。就像是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加入，那你们必定会战斗在第一线。现在这个世界虽然依然和平，但暗潮涌动，人类与魔族的战争永远都不会停止。
最为关键的是，曾经只围绕在魔界的猩红、腐败与灰烬，已经有泄露到人类世界的痕迹。特殊班的作用之一，便是配合异闻局的人，根除这些特殊污染。说到这里，对方看了一眼琉璃。琉璃同学，你父母都是异闻局的人，想必你应该比他们更熟悉这种污染的伤害吧？忽然被点名，琉璃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他无助地看向周围，但是尤琳等人却是爱莫能助。尤琳对于污染的了解并不多，穆婉婉虽然是大小姐，但是这方面的情报同样很少。洛西虽然知道不少，但他是不可能说出来的，因为那样很可能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知道一些，也正是因为知道这些事情，我才会选择加入特殊班。琉璃一直都在说自己有理由必须要加入异闻生物学院，甚至要成为特殊班的人员，但他一直都没有说出原因。但是就在今天，他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尤琳等人也是第一次在洛西的脸上看到深恶痛绝的那种表情，开朗与天真不在，有的只是让人胆寒的杀意，但这股杀意很快便消失不见。琉璃回归了最初的笑容，对着白珍行了一礼。老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请坐吧。白珍点了点头，然后将目光放在了洛西的身上。最后，洛西同学，你应该知道你那口棺材的来历吧？我知道。洛西站起身来，不卑不亢地说道。他很清楚灭世宏观必定会遭到人们的注意，虽然大多数人都对这口棺材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洛西能看得出来，不少人都想要将其据为己有。就连穆家主和刘月在一开始看到这口棺材的时候，那种震惊与贪婪都会一闪而逝。好在他们都是大人物了，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唯有白落侠士对这口棺材完全没有兴趣，甚至都不关心洛西是如何得到这口棺材的。也正是这份态度，外加一些其他因素，才会让洛西选择进入这所学校。既然如此，作为老师的我，会交代给你一项任务。作为灭世宏观的拥有者，无论你今后遇到什么难关，都请你记住，一旦发现自己面对不可力敌的对手，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记得让宏观自毁。这口棺材绝对不能落入歹人之手，更不能被魔族得到。第94，负重前行。老师，我明白了，以后我定会加倍小心，绝对不让棺材落入他人之手。洛西郑重地点了点头，只要是棺灭世宏观，他绝对不会掉以轻心。白珍示意其坐下，随后看向尤琳与穆婉婉，对于你们两人，我也没什么能特别嘱咐的。穆婉婉，你只需要记住，不到关键时刻，你的火球术绝对不能释放。堪比核弹的攻击虽然很厉害，但是杀不死敌人的话，自己就会沦为待宰羔羊。其次就是尤琳，作为男魅魔，你的能力很有趣，是我和院长都没见过的类型。哪怕我们活了300年，但也没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存在。所以你的存在，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新的课题，并且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一些低质魔族与怪物会不会被我们人类掌控。虽然他们实力很弱，但是当这股力量凝聚起来，照样不可小觑。说完这些之后，白珍便开始带着尤琳等人重温人类与魔族的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他们早就学过了，但是重温一遍也让他们再次了解到当年的战况到底有多么的惨烈。除此之外，白珍的还说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比方说暗影一族并非人类的敌人，反而与人类高层有盟约。不过这个盟约是私底下签署，并不被外人知道。然而当他们签署合约还没多长时间，暗影将军就死了。根据白珍所说，他的死亡和现任魔王有关。除此之外，上代魔王也是在同一时间失踪，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现任魔王搞得鬼了。除此之外，白珍还透露了魔界裂痕的存在。虽然4人早就知道了，但他们只清楚刘月那里封印着一个魔界裂痕。整个夏国境内其实有招数之不清的裂痕，其中10大高校一家封印着一个，6大家族之中的4个也守护着4个魔界裂痕。不过穆家并不在此行列之中。最后白珍还说，魔族一定会卷土重来，世界也必定会迎来第2次的末日，但人类只要继续积攒力量，并且将魔族与污染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是完全消除，那么就算末日降临，也不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但具体什么时候降临，这一点没人能说得清，快则3-4年，慢则几百年，这些事情基本算得上是高层才知晓的秘密。不过成为了特殊班的学生之后，他们有资格得知这些，只是他们不能将这些情报散播出去，否则要被终身囚禁。这便是你们未来所要承受的一切。在得知末日必将到来的前提下，忍受所有人的白眼与不解，
朝着与世界相反的方向逆行而去。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们来说压力太大，所以今天不仅仅是你们的第一课，更是给你们一个选择。若是感觉自己不适合待在特殊班，现在便可以向我申请离开。错过了今天，你们永远也出不去了，除非死亡。听到这话，尤林等人丝毫没有退出的想法。他们很清楚，想要得到最好的资源，必定要付出一些代价，并且这些秘密，就算他不说，尤林和洛西也知道了不少。主要是洛西，这些秘密在他的眼里都是常识，只是之前没办法说出口，现在更不能说出去了。1天的时间考虑，明天一早给我答复。若是没有退出的，特殊班的人员就这么定下了。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剩下的时间自由活动，但是不能出校门。最后再提醒你们一点，后院有一个湖泊，那是魔界裂痕的封印地点，不能靠近。说完这些，白真便离开了教室。他来的有些随意，课程也有些随意，哪怕是离开教室以及安排今天的事情，都显得非常随意。这与他们认知当中的学校完全不同。不过当他们离开特殊班，看到其他教室里正在上课后，就知道了，并不是这里的教学很随意，只是白真这个副院长显得比较随意而已。并且作为特殊班的学生，他们有着特殊的使命与地位，自然不可能正常上课。最后他们没的地方可去，只能去食堂等开饭。在此期间，他们也讨论过白真副校长的事情，不过没有一个人选择退出，他们都有各自的目的，自然不可能轻易离开。听说了吗？特殊班之一有个穆家的大小姐啊。何止是穆家大小姐，那个男的可是全球唯一男魅魔，这可太让人兴奋了。男魅魔有什么好兴奋的？还是穆家大小姐比较可爱。你这话说的也没毛病，但我觉得吧，还是男魅魔更可爱。你想想看啊，那可是男魅魔，货真价实的男魅魔。若是能劝他女装一波，那感觉啧。饭点的时间，学生们陆陆续续进入食堂，尤林4人则是早早的打了饭，坐在这里吃饭。只是不少学生们进来之后，嘴里讨论的都是有关他们的话题，甚至还有不少人表示要与尤林迎难而上，这可给他吓得够呛，吃饭的手都哆嗦了起来。这群人的想法怎么这么变态啊？尤林忍不住开口吐槽。洛西等人眼含笑意地看着尤林，他们都在看笑话，甚至还想在这里听听有没有更出于惊人的家伙。尤林，没想到啊，你的人气竟然这么高。你听到他们讨论的事情了吗？大部分都是关于你的，甚至还有要求你女装。说实话，你女装是真的好看，不如就在这里变装，惊艳所有人。洛西的嘴角上扬，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他这番话说出来，尤林都不知道该如何吐槽。最为关键的是，他说的还是实话，因为真有不少学生期待着尤林能够女装一波，毕竟男魅魔就他一个，若是男魅魔再女装的话，岂不是双倍快乐？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只可惜尤林并不打算为他们圆梦。吃饱了吗？吃饱了就撤。尤林想要逃了，这里男通有点多。尤林担心自己一旦被认出来，怕是会遭到大量男通的围追堵截。听到尤林这么说，其他人虽然也在调侃，但还是尊重他的想法，离开了食堂。一行4人漫无目的的在学院内游荡，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之前那个试炼场。不过他们并没有进去，而是前往了另外一个场馆。这里空间很大，但却异常黑暗。4人缓步前进，在游旭的提醒之下，看到了一扇诡异的青铜门。第95永久性秘境。妹妹，为什么这里会有个青铜门？尤林开口询问，并且叫妹妹叫得越来越熟练了。游旭因为已经认可了妹妹这个身份，所以丝毫没有任何的不适。他控制了尤林的手机，得以让字体出现在屏幕之中。虽然这样很不方便，但这却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交流方式。白落霞说过，要给他打造一副身体，帮助他能够正常的与尤林对话。除此之外，有了身体的游旭，就相当于一个整体，可以将自身部分意志转移到这个身体里面。这样一来，他就能跟着尤林等人一起下副本讨伐秘境了。至于研发成本，则由穆家提供，因为穆婉婉也想知道游旭有了身体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哥哥，根据我查阅学校内的资料库得知，这是一个名为永久性秘境的地方，请哥哥稍等一下，我这就将资料库内有关青铜门的资料调出来。不过我权限很低，只能调取小部分资料，若是强行调动更多的资料，恐怕会惹怒白校长。这样就好，那些被保密的资料不要去动，哪怕你有这个能力也不要动。知道了哥哥，资料已经打包送过来了。星号星号。游旭被尤林夸奖了之后，明显开心了起来，他说话的字体都变得活跃了不少。
甚至还配备了一个颜文字，看上去更加可爱了。随后尤林打开资料，看到只有几页的介绍，便大声念了出来。 A 级封印物永久性秘境，其内部空间可根据进入的人进行调整等级，最低不会低于30级，最高不会高过70级。秘境空间为丧尸巢穴，特性是腐败感染，进入之人需小心谨慎，不要感染丧尸病毒。此秘境进入人数每次不得超过1000。秘境等级基于进入的人数进行自动平衡，普通怪物取最低值，精英怪与特殊怪取平均值，丧尸王取最高值。秘境不可被通关，需要找到回归之门方可离开。备注1：丧尸王不止一只，且不是最终 BOSS。备注2：回归之门会在进入秘境后的第3天开启，并且每次开启门的位置都会随机重置，经过100万次的通关验证，门开启的位置没有一次是重复的。悬赏1：地图很大，至今为止没有人能探索到边缘位置，若有人能探索到地图的边缘，便可找副校长领取特殊奖励。悬赏2：寻找秘境 BOSS 以及丧尸病毒的秘密，若有人能提供线索，方可找到副校长领取特殊奖励。都是很普通的一些资料，其中还包括了2个悬赏。虽然悬赏没有给出具体的奖励内容，但按照白落侠的风格，奖励肯定不会少。永久性秘境，这是什么意思啊？尤林不解地看向洛西，但他却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虽然洛西是暗影一族的转生者，但是人类世界的秘境他了解的并不算多，魔界和人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就拿秘境来说，魔界压根不存在秘境，也就燃烧大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若非魔神柱分裂成无数个安全屋，镇压翻转世界，恐怕那片区域早就沦为一片死区。虽然现在也差不多。永久性秘境就是字面意思啊。我们正常通关的秘境，属于那种只要打通关就会消失的副本，但是永久性秘境不同，这东西怎么说呢？它没有固定的 BOSS， 也没有固定的经验和奖励，有的只是奇遇与危险，并且这玩意也没有通关一说，只能通过特殊的方法离开。说到这里，穆婉婉忽然愣住了，就连尤林和洛西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即视感。穆大小姐，按照你这说法，永久性秘境不就是翻转世界吗？尤林回过神来，立刻想到了之前穆婉婉掉入的那个世界，就连洛西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有点听不懂？话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琉璃看着他们3人的样子很是懵逼，因为营救穆婉婉的时候，琉璃并没有进入魔界裂痕，所以他自然也就没有经历过翻转世界。出来之后，他们3人也没提过这件事，琉璃自然是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尤林也是将翻转世界的事情简明扼要的说了一遍，琉璃顿时就呆住了。秘境会根据等级变化，并且永远不会消失，最重要的是必须要通过特定方法才能离开秘境，甚至进去之后都没办法得到固定奖励，只能看运气。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神奇的秘境，琉璃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玩意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尤林等人还好，毕竟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翻转世界的洗礼，所以当他们得知永久性秘境的情况后，也不至于太过震惊。既然永久性秘境和翻转世界是一个性质，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这道门的后面就是所谓的翻转世界？洛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尤林则是点了点头，然后召唤出小狐狸。小狐狸，到你工作了，闻闻这道门的后面有没有你家乡的味道？主人，你把我当狗啊？隔着这么厚一道门，就算我是狗也闻不到，更何况我是一只狐狸，堂堂九尾狐，不是你这么用的。哼！小狐狸被召唤出来的时候，明显还没有睡醒，也不知道这家伙哪来这么多的觉能睡。不过暑假期间，他的等级倒是提升了不少，现在的小狐狸已经有11级了，面板也终于有了小 boss 的体面，尤其是那晃动的2条尾巴，让他的可爱双倍呈现。种族九尾狐，等级11级，成长阶段2尾幼体，力量133，敏捷201，体力109，精神199，天赋技能1亡灵召唤，天赋技能2湖光。标准的面板，这若是放在低级秘境之中，妥妥是一个20级小 boss， 甚至一些普通的20级 boss 还没有小狐狸的面板高呢。只是小狐狸的面板明显有些偏科，力量和体力与低级 boss 差距不大，但是敏捷和精神却是低级 boss 1倍，这让尤林明白小狐狸走的是法师路线，并不适合肉搏战。不过尤林也很少让小狐狸出来战斗，作为一只宠物，
他负责卖萌就好了。第96秘境挑战。了解了青铜门的情况之后，尤林等人就打算离开了。他们对这扇门可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没有特殊钥匙，他们想进去都不可能。就像是之前那个翻转事件，如果没有找到那个被封印的入口，他们同样也无法去拯救木婉婉。不过就在4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一名老者出现在青铜门前。这4个人知道的事情不少啊，看来他们就是校长招来的特殊班学生了，看上去真的很不错。还有他们的那个灵宠，竟然是九尾狐一族，这可是稀有物种，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运气。老者喃喃自语，然后转身看向这道青铜门。积分排名赛就要开始了，全校师生都在跃跃欲试，我真是很期待你们4个的表现啊。老者露出了笑容，然后便消失不见。尤林等人压根不知道，他们一直被人注视着，等级相差太高的话，就会很难发现对方的踪迹。除非洛西全程开启可视化数据全程窥视，否则根本不可能发现对方。不过这样的话，对于洛西的消耗很大，他除非成就半神，否则根本承受不起全天维持技能的消耗。随后他们就去其他地方转了一下午，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副校长如约而至，并且询问了他们4个昨天的问题。尤林等人的回答完全一致，他们不会有人退出，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都不会离开特殊班。白真副校长很满意，然后便宣布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让他们4个人报名积分挑战赛。这是全校师生的狂欢，每半年开启一次，并且都会在寒暑假结束后的几天内开启。这是为了检验学生们有没有在假期内偷懒，同时也是检验各位真实水平的一场试炼。这与进入测验空间考核不同，那是记录成绩，并且根据成绩进行排名，最终领取学分奖励的地方。而积分挑战赛说白了就是属于学生们的狂欢，也是老师们拼运气的时候了。因为只要学生的积分过低，负责这个学生的老师就要被扣工资，同时这个学生的修炼资源也会被扣掉一部分，奖励给排名靠前的那些人。虽然这样会造成一些矛盾，但只要稍加引导，便能形成良性竞争，这才是白落霞开设这一活动的目的。而后白真将规则给尤林等人讲述了一遍。规则1，杀怪会得到积分，攻击同学则会被扣分，积分榜前10都会得到特殊奖励。规则2，救助受伤的同学会得分，落井下石会扣分。规则3，允许组队，但积分不共享。规则4，不允许出现杀害同学的事件，否则按律法处理。规则5，从进入秘境开始算起，一共可以逗留7天时间，必须要在规定期间内找到回归之门离开，超过7天积分清零，自动判负。规则6，每个学生都会佩戴摄像机全程录像，记录杀敌与救援的瞬间，积分获取则是通过 AI 程序自动判定。规则7，若受伤严重或者被腐败感染，可以立刻开启救援装置离开秘境。规则8，作为同学一定要互相关照，互帮互助，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美好校园。一共8条规则，除了最后1条是凑数的之外，前面7条都是告诉学生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除此之外，尤林等人还发现这个秘境除了回归之门外，竟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开。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白真也给出了相应的解答。这是因为我们经过10几年的研究，得到了回归之门开启后所产生的那种物质，虽然数量稀少，但保证每个学生安全回归还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这是一次性使用的东西，成本很高，下发给你们只是让你们拿着保命，等到积分战结束还是要还给学校的。听到白真这么说，尤林等人顿时觉得合理了不少。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之前我们了解到有关这个永久性秘境还存在2个悬赏，可是只有7天的时间，我们如何去寻找隐藏 BOSS 或者是探索边境呢？难道在平常的时候这个秘境也可以开启？听到尤林的询问，白真明显愣了一下，然后他才开口回答，你说的不错，积分战的7天时间肯定不够用，因为这只是一场狂欢，目的是让学生们可以打成一片，同时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不过平常时候只要经过我的同意就可以开启这个秘境，开启时间没有限制，但有一点是不能影响学习成绩，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寒暑假来挑战，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并且这个秘境限制传奇境界以上的人进入。我们当时不是没有找过69级的人进入其中，但结果却是400个人，死了371个，哪怕最后还有29个活着的，其中也有23个疯了，2个成为了植物人，1个高位截瘫但至少还清醒，剩下那3个回来后的一开始还没什么异常，
但1个月后，其中一个自我了断，另外2个都是选择了在深海自爆。通过那位高位截瘫的先驱，我们了解到，在秘境里待的时间越长，腐败污染就越严重，哪怕是全程无伤，都会被空气中弥漫的腐败气息所感染。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秘境会阻止传奇境以上的强者进入，因为到达了传奇境之后，对于污染会有一部分抗性，甚至有一部分会直接免疫这种轻度腐败，但是传奇境以下的人就没有这种抗性了。所以我们后续继续派人调查，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3个月是最安全的时间范围，4个月是受到轻度污染的状态，6个月就是中度污染，但还有的救。可一旦超过7个月，甚至在里面待了1年时间，那就彻底没救了。就连那个高位截瘫的人，还是因为腐败感染，只是盘踞在下半身，截掉下面后，这才侥幸捡了一条命。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试图挑战秘境之人，必须要在3个月内回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至于这些案例，我不止与你们说过，每一个学生我们都会如实告知，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自命不凡，从而毁掉自己的一生。白真面容严肃，看得出来，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很负责，否则也不至于如此的苦口婆心。第97，进入秘境。下午，所有的学生们在各自导师的带领下来到了这片昏暗的空间。因为一些原因，整个空间内都没有灯光，人们只能透过一点点的余光看到这里的情况。不过紧接着，一道神圣光辉洒满整个空间，这才让学生们看清楚这里的情况。学生们，还有新生们，欢迎来到青铜门，半年一次的盛典即将开启，请迎接属于你们的狂欢吧。一名老者站在青铜门上大声高呼，学生们也是有些激动，唯有新生一脸懵逼，因为他们不知道师哥师姐们都在高兴些什么。老生们很清楚，这个青铜门的背后代表着什么，那是天大的机遇，更是世界的秘密之一。想必各位同学已经从导师那里了解到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吧？进入青铜门之后的规矩，希望你们要牢记。除此之外，我还有2件事情需要提醒你们。老者面容慈祥，然后从空中一跃而起，站在了青铜门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在里面杀敌越多，获得的奖励就会越高。虽然现在只有限时7天，但未来你们一旦获得了进入里面的资格，便可以尝试探索这里。但现在你们这些新生实力不够，就收起这种想法吧。不过7天时间也够你们得到想要的奖励了。然后是第2件事，杀敌排名会影响到你们的学分奖励以及修炼资源的分配，所以拼尽全力去杀敌吧。在有限的7天时间内，释放出你们的全部能力，将敌人赶尽杀绝。说话间，老者大手一挥，青铜门应声开启。这扇青铜门在众人眼中最初的模样，只是一扇普通的大门，但是将其打开后，便看到闪烁的光芒笼罩了整个空间。若非被金光护体，他们恐怕第一时间就被吸入进去。最后再提醒你们一件事，进入到秘境之后，每个人都会被随机分配到随机的场地。若是你们已经组好了队，趁现在这个时间立刻相互设置定位，1分钟之后我会解除神光护体，将你们送入秘境。听到这番话，老生们早就有所准备，他们不止一次进入这个秘境，自然知道这里的规则。但是新生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哪怕是尤林和洛西2人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可是这种事情白真副校长也没说啊。他们不由得看向对方，但谁知道白真正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不要记恨我，这是每个新生的规矩，不给新生一点苦头吃，你们很容易飘起来的。更何况你们4人都是天之骄子，所以趁此机会好好锻炼一下吧。未来若是真的上了战场走失，后果可比这严重多了。白真这番话也算是告诉尤林等人，这个世界并不是围绕着他们转。这次秘境虽然是一场狂欢，但却是实打实的上战场。虽然强度不如战场，但强度还是有的。这可怎么办啊？我都没听说有这种事情。穆婉婉也懵了，他翻遍了全身，都没有找到定位装置，这让他不由得想起来自己坠入翻转世界时候的无力感。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尤林将小狐狸召唤了出来，因为他们4人站在最边缘，尤林还用身体挡住了小狐狸，自然就没有其他人能看到他。老师，带只狐狸进去不算违规吧？尤林开口询问。白真则是诧异地看着小狐狸，然后点了点头。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灵宠，他也没跟我说啊。不过既然是灵宠，自然算作是你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进入，不算违规。谢谢老师。尤林开心地道了一声谢，
然后将小狐狸凑到每个人的身前。小狐狸，记住他们的气味，等进入秘境之后，找到他们就靠你了。说着，尤灵还将所有的小鱼干交给洛西保管。现在我的小鱼干都在洛西手里，若你想吃小鱼干，就给我好好干活，还不能偷懒。看到自己的小鱼干全都跑了，本来还想摆烂的小狐狸立马精神不守。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小狐狸回答得很干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是资源的呢。也就在这个瞬间，护体金光逐渐消失，众人感觉到一股吸力遍布全身。尤灵立刻将小狐狸送回空间，防止走散。片刻之后，尤灵只感觉到一阵眩晕，不由得闭上了双眼。等到眩晕感消失之后，尤灵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废墟大地，周围杂草丛生，藤蔓疯长，苍天大树盘踞在楼房之上，一栋栋房屋彰显着破败之象。尤灵漫步在废墟之中，感受着空气之中的灰尘与芳草清香，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这地方的味道真怪，没有腐臭味，但却多了一种特别的味道，闻上去挺不舒服的。说着，尤灵便将小狐狸召唤出来。小狐狸，到你发挥了，找不到洛西就没有小鱼干吃哦。主人，你这样做也太不道德了，竟然用小鱼干来让我干活，还有没有人性？尊不尊重灵宠的主权啊？小狐狸嚷嚷了起来。但是尤灵一句话没说，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片刻之后，小狐狸停止了喧闹，悻悻然地低下了头。我知道了，我会去找女主人的。为了小鱼干，小狐狸认命了。随后他抽了抽鼻子，开始搜索洛西的气味，但很快他就张大了嘴巴，眼神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腐败之国，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小狐狸的语气充满了惊骇。尤灵捕捉到了他的神情，以及那从未听说过的国度，不由得皱起眉头。腐败之国，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听到尤灵的询问，小狐狸逐渐平静下来，这才开口回应。我的传承记忆告诉我，腐败之国存在着一个沉睡的半神，其实力怕是不会亚于那位穆大小姐的父亲。除此之外，腐败之国更是腐败感染的发源地。之前我只是以为，主人您会来到一个感染了丧尸病毒的腐败之地，但却没想到，所谓的永久性秘境竟然就是腐败之国本身。不行，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女主人，还有您的2位朋友。这地方比想象中危险，甚至主人您的老师也没对您说实话。第98，腐败之国，腐败之国，腐败污染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所有生命的禁区。只要进入这个地方，无论你实力多强，都会感染腐败，只是会根据时间长短，从而判断感染强弱罢了。在这种地方陨落的传奇与史诗很多，甚至还有一掌之术的半神从腐败之国失踪，而腐败之国本身也是被一个半神掌控，只是因为世界巨变之后，这尊半神就陷入了沉睡。反正小狐狸自打诞生之初就没听说过腐败半神苏醒过，至少他的传承记忆里没有对方苏醒过的痕迹。除此之外，腐败之国还有一个最坑的东西，那就是丧尸。丧尸病毒和腐败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污染，但是因为某个大聪明想要利用腐败，从而对其进行研究与控制，结果就是腐败失控，从而产生了变异，诞生了所谓的丧尸病毒。不过丧尸病毒看上去很可怕，实则却是一种失败的腐败产物。虽然其传播性很恐怖，基本上是空气就能传播，并且还能溶于水，但这玩意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只能感染普通人，对转职者的数据化身体无效。就从这一点上看，其污染能力远远不如腐败。不过就算如此，丧尸病毒依然在腐败之国爆发了，因为在世界巨变之前，这里的生物并没有被数据化，更没有成为游戏中的一员。没有被数据化的身体对腐败有一定抗性，但却会被丧尸病毒秒杀。反观那些数据化的人类转职者，对腐败的抗性较弱，反而可以无视丧尸病毒。也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导致这个秘境在白落霞等人看来算是无害秘境，所以他们才敢将其开放作为狂欢之地使用。但这仅仅是对人类危害较小，反观小狐狸是很害怕这地方，甚至都不敢与那些冒出来的丧尸战斗，哪怕他的身体已经数据化，甚至还绑定了幽灵，完全不用担心丧尸病毒的污染。可是传承记忆让他怂的一批，除非小狐狸进化出远程技能，恐怕他这辈子都不敢打丧尸了。不过小狐狸也使用过自己的第2技能弧光，其效果就和看名字一样，2条尾巴散发出光芒，可以用来照明驱散黑暗，然后就没了。
只是单纯的驱散黑暗，用作照明，其他的效果一概不知，甚至连攻击性都没有。这让尤灵有些蛋疼。人们都说九尾狐一族很强大，但看自己这只小狐狸，怎么看怎么废物，实在是和强大沾不上边。小狐狸也是没想到自己的能力会这么废物，旋即便躲在了尤灵怀中，不愿抬头。真是拿你没办法，虽然我说过用不着你来战斗，但也不至于一点战斗能力没有吧。尤灵有些无奈地抚摸着小狐狸，对方身体一抖一抖的，明显是害怕到了极点。主人，我很抱歉。行了，不用自责，我只是随口吐槽而已，你不用放在心上。不过话说回来，你都这么害怕了，还能找到洛西他们的位置吗？可以的，主人，我能找到。虽然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被感染，但心理上的恐惧一时半会难以克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找女主人。小狐狸的声音依旧颤抖，但是他的语气却坚定了不少。尤灵点了点头，而后打了一个响指，周围的丧尸们顿时向着四面八方扑去。这一刻，周围的丧尸们不断相互撕咬，直到他们将头颅都咬碎之后，这才停了下来。并且这些丧尸的物种都很奇怪，有一部分是人形，但还有一部分却长得奇形怪状，说是变异也不太像，但也与动物不沾边。不过根据小狐狸说，这里曾经是腐败之国，居住着被腐败污染的生物。所谓生物，不只有人类，还有其他生命。结果就是腐败之国彻底破败，外加还有个大聪明研究出了丧尸病毒哦，导致这个国度破败的更加迅速，几乎一夜之间宣告灭亡。哪怕是半神都因此沉睡，否则他作为腐败的掌握者之一，怕是也要被丧尸病毒所污染。这就是丧尸病毒的霸道之处，虽然其很弱小，但传播速度很快，同时还能与腐败污染产生反应，让他们无法抗拒这种变化。就算是半神也不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尤灵只要小心不被腐败污染的同时，还感染上丧尸病毒就行。被2个之一的污染了，乃还有得救，只要回归学校，随便找个牧师来个圣光套餐就能解决。然而当腐败与丧尸病毒同时感染的话，就会在几秒钟内产生反应，然后彻底沦为丧尸的一员。根据这些线索，尤灵能推测得出来，当年那些深入腐败之国调查的人员就是这样死的。至于为什么这里会被限制等级，恐怕和那个半神有关。这尊半神在什么地方，恐怕也没人知道。不过尤灵并不在乎对方，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找到洛西，仅此而已。与此同时，其他位置的人也正在大显神威，消灭着周围的丧尸。琉璃靠着裁决之锤，一个接一个的将那些丧尸们砸了个稀巴烂。就算等级和他差不多的这些丧尸，也会被一一敲碎。虽然说这个秘境是限制30级到70级进入，但这只是代表着最高不能超过70级，否则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至于低于30级的人进入，那就是纯粹的求生之旅了。因为正常来说，他们是打不过这些丧尸的。只可惜琉璃是个意外，他可以一边用圣光笼罩自己，一边毫不留情地挥舞锤子砸扁丧尸。另一边的木婉运气比较好，他一路前行在林荫小道，一个丧尸都没有碰到。紧接着他听到了有人战斗的声音，木婉小心翼翼地靠近那片区域，然后便看到了一个扛着红色棺材正在大杀四方的身影。洛西，穆大小姐。听到有人呼喊自己，洛西下意识回头看去，然后就发现了穆婉的身影。两人都愣了一下，然后快步上前拥抱在一起。遇到你真是太好了，像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与你们走散，真的是太可怕了。穆婉心有余悸地说道。洛西则是拍了拍他的后背，然后牵起了他的手。穆大小姐，你就放心吧，有我在这里，区区丧尸伤不到你。第99，横行霸道。游走在腐败之国的街道上，尤灵控制着数十只丧尸为自己开路。暑假的1个多月，他的等级虽然没有提升，但是精神力却比之前强了1倍。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功法是可以专门提升某个单项数值的，只要有毅力进行修炼，哪怕你的等级很低，也能突破当前等级的桎梏。不过这种功法的修炼效率很低，除非天赋异禀之人，否则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所以这种功法在交易市场上有一大堆，价格还很便宜。尤灵因为属性值太低，所以将那些提升属性的功法都买了一遍，70多本功法，他用了1周的时间才挑选出2本适合自己修炼的，并且还是主修精神力的功法。至于提升其他数值的功法，对尤灵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洛西等人也是用不上这些功法，因为他们的基础数值很高，尤其是洛西，虽然只有35级，
但属性值已经堪比50级的职业者了。反观游灵的数值，比常规同等级职业者差了1/3左右，也就精神数值能超过同等级职业者，但对比法师类职业也是差了许多。姓名游灵，职业魅魔，等级35，力量99，敏捷89，体力111，精神231，魅力，天赋技能魅惑，天命武器魅惑之眼，第一技能槽伪装术 S， 第二技能槽魅魔凝视 A， 第三技能槽安抚之吻 S+。游灵打开个人面板，看到这令人蛋疼的数值，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我的天赋能力不是魅惑，如果我没有这几个强大的技能，恐怕我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啊。游灵很清楚自己站在这里靠的是什么，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其次才是自身实力。毕竟有洛西这么一个大佬级别的女朋友罩着，别说游灵的职业是魅魔了，哪怕他只是一个完全没有战斗能力的生活系职业，照样能起飞。小狐狸，这都1天时间了，你找到洛西他们了没有？主人，不要着急嘛，腐败之国这么大，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女主人呢？不过女主人的气息有点奇怪，之前还没有这么奇怪，但是刚刚女主人的气息忽然转移到了地下，我怀疑女主人是不是遇到了危险，或者是掉入了陷阱之中。别乌鸦嘴了，我倒是更希望洛西发现一些隐藏空间。按照他的性格，若是真发现了这种地方，是按捺不住求知欲的。游灵相信洛西不可能中陷阱，有着可视化数据技能的他，就相当于拥有了看破一切陷阱的眼睛。虽然这一招无法长时间开启，但走走停停的观察周围还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洛西还是暗影一族的转生者，拥有部分转生前记忆的他，定然不会被这些丧尸伤到，也就只有那些丧尸王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按照游序带来的资料可以得知，丧尸的等级大多都在30到45级区间，只要合理利用地形，不是没办法做到越级击杀。变异丧尸的等级则是在50级左右，这种级别的精英怪不好对付，但也不是无法逃脱。然而那些丧尸王才是最恐怖的存在，每一只丧尸王的等级都在60级以上，甚至曾经出现过69级的丧尸王，仅差一步成就传奇。不过这种危险丧尸都会被学校老师联合讨伐，从而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大部分的丧尸王等级都被控制在67级以下。所以游灵很清楚，只要洛西不碰到丧尸王，哪怕是遇到了精英丧尸怪，照杀不误。并且丧尸这种特殊怪物属性都比较偏科，只要找到针对方法，越级击杀不是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游灵并不担心洛西会出现意外，自己这边也是一路顺风，根本没有遇到像样的敌人，并且被丧尸保护的游灵周围都是丧尸的味道，其他的丧尸也不会过来扑咬自己，除非离得比较近，才会有丧尸尝试冲破防线，结果自然是被更多的丧尸啃食殆尽。游灵已经将自己的魅惑能力运用到极致，被操控的每一只丧尸头顶都顶着一个大大的中毒魅惑状态，只要是怪物，无论对方有没有理智，都会被游灵所魅惑。正是靠着这开挂般的能力，游灵才能在腐败之国畅通无阻。有个很奇怪的味道，主人小心一点，前方有 BOSS。 小狐狸忽然开口提醒，游灵停了下来，然后看向前方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隐约之间还能看到文明留下来的繁华，尤其是路口对面有一个巨大的商业街，倒塌的摩天轮犹如无力的巨兽，不得不接受自己逝去的命运。巨大的商业广场更是彰显着曾经的繁华。具体在什么地方？前面的商业区。游灵点了点头，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也许敌人很强，但游灵完全可以尝试控制对方。虽然丧尸力量很强也很耐操，但移速缓慢是硬伤，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抗性为0，也就是说哪怕是丧尸王，游灵都有把握控制对方一段时间。所以游灵完全有资本在腐败之国横行霸道。对他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秘境副本比这里还要舒服，哪怕他都没进过几个秘境，但未来的那些秘境恐怕都比不了这里。因为大部分的生物，哪怕是亡灵生物，精神抗性都不可能为0，也就只有这种没脑子的行尸走肉才会呈现出怪异的数值。小狐狸，洛西他们在什么位置？我们若是绕开商业街的话，还能找到他们吗？抱歉主人，商业街是必经之路，因为女主人他们的气息就在这附近的地下，您需要想办法清理掉这里的怪物，我才能更准确地找到女主人的位置。看来是躲不过去了啊。游灵叹了一口气，然后朝着商业街走去。
虽然他很怕，但有魅惑在手，保命还是没有问题。然而就在游灵走向商业街的时候，前方竟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只见一个人影从商业街里面飞了出来，他在空中吐出一口鲜血，模样看上去有些狼狈，飞出来的速度极快，看上去像是被什么东西打出来了一样。游灵一个闪身躲避，根本没有接住对方的打算。开玩笑，自己这点力量值去接对方，怕是还没战斗就先弄个骨折的 debuff。嗨嗨，不愧是精英丧尸，真是皮糙肉厚。不过我还没到极限，接下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男人。男子站起身来，做事就要冲上去，但下一秒钟他就看到了游灵的身影以及包围在周围的那些丧尸。男子脸色大变，大声提醒同学，坚持住，你被丧尸包围了，我这就来救你。第100，脑子不太好的学长，学长你先别动手，这些丧尸都是受我控制，你不用担心我的安全。游灵趁对方还没出手，立刻出声制止。男子也是猛然一个急停，直接摔倒在地，表演了一波脸杀。游灵学长你没事吧？游灵关心地问道。虽然这个学长很好心，但总感觉他脑子好像不太正常，不然也不会表演脸杀这种绝活。对方则是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但他没有第一时间站起来，反而缓了一阵这才起身。脸上满是灰尘的他，鼻血沾满了一脸，身上的灰尘与血迹融为一体，看上去要多惨有多惨。游灵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拿出一包湿纸巾扔给学长，对方愣了一下，然后道了一声谢。等到他擦完鼻血之后，这才好奇地看向周围。同学，你是空偶师？并不是。游灵摇了摇头，这让对方顿时产生了好奇心。不是空偶师，竟然能控制这么多的丧尸。同学，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比我认识的那个空偶师还要厉害。不过就算是他，一次性也只能掌控10只丧尸，而你这些加起来得有20多只了吧？男子开口询问。游灵没有藏私，而是嘴角微扬，淡然回道：差不多吧，也就27只丧尸而已。死！男子倒吸一口凉气，然后冲着游灵竖起大拇指：厉害，真是厉害！既然同学你能控制这么多的丧尸，那么你的等级一定很高吧？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张帅，听我名字就知道我很帅，职业是岩泉师，等级49级，目前大4。话说同学，你是哪个班级的？怎么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张帅开口询问。游灵则是有些汗颜，很明显，张帅是把游灵当成了同一年级的同学了。但是整个学校的大4学生加起来也就200多人，按理说他们都是相互认识的，哪怕是大3学生也都熟悉，所以忽然冒出一个不认识的游灵，张帅自然会感到奇怪。学长，您误会了，我是大一新生，昨天才入学的。对了，我叫游灵，职业是魅魔，等级35。你就是那个男魅魔？张帅听到游灵的自我介绍，顿时惊呼一声，因为他的声音过高，导致周围的丧尸都被吸引了过来。游灵无奈之下，只能派出这些丧尸，将那些敌对丧尸解决。学长，您小声一点，若是引来尸潮的话，我就算能控制丧尸，也挡不住啊。抱歉抱歉，是我唐突了。张帅立刻捂住嘴巴，眼神之中充满了睿智。游灵觉得自己的猜想没错，这位学长的脑子确实有点不好使，但既然能成为生物艺文学院的学生，并且已经是大4了，这就代表着张帅在其他方面有过人之处。如果是真的平庸之辈，没有半点突出的特点，白落霞是不会收的。这也是为什么学校的入学人数一直不稳定的原因之一。除了被其他学校排挤与打压之外，白落霞眼光过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哪怕常规入学的学生并不需要等级达到25级以上，但没什么特点的话，一样得不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并且张帅等级能达到49级，就已经说明他的天赋很高了。要知道，游灵和洛西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加上一些奇遇，这才提升到了35级。穆婉婉也是跟着沾光，等级提升到了33级。相比之下，琉璃的27级已经相当正常了。然而就这等级，在寻常人眼中也是高不可攀的天才，因为大多数入学的新生，先有人的等级能超过21级。4年时间下来，普通大学的学生毕业能到达35级就已经名列前茅了，40级更是全校前10的行列。哪怕是名牌大学，排名前100的高校，学生毕业之后等级也都在40级上下，鲜有人能突破50级大关，说是凤翎毛角都不为过。然而只有生物艺文学院是个例外，在这里
等级不超过45级，不允许毕业，不发放毕业证书。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四学生的等级在40级以上很常见。张帅这49级，已经是站在学校的顶尖了。随后有铃响起来，之前看测验积分排行榜的时候，有个人的名字刚好叫张帅，在洛西和穆婉婉打破记录之前，张帅的名字排在第10位，但当这两人出手之后，他就降到了第12位。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从而让尤林记住了他的名字。张帅学长，真是幸会，您叫我的名字即可，也不用称呼我南魅魔。说实话，我对这个称呼还挺抵触的，因为听到别人这么喊我，心里总会浮现出一种大爷来玩的即视感，感觉就挺怪的。说到这里，尤林甚至有些害羞，张帅也是反应了过来，然后很熟练地拍了拍尤林的肩膀。尤林学弟，你的这种感觉我能体会，因为我叫张帅，长得还很帅，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称呼我为帅哥。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称呼，但每次被人喊，我都感觉飘飘然的，很有一种逛窑子被里面所有的公主相中，并且非我不要的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爽吗？张帅话匣子打开之后就有点滔滔不绝了，他自来熟的样子更是让人无法抗拒，尤其是那炙热的眼神，更是让尤林毛骨悚然。对了，你逛没逛过窑子？我跟你说啊，里面的公主可带劲了，尤其是……抱歉学长，我有女朋友。你有女朋友啊？听到尤林这么说，张帅瞬间就蔫巴了，新生都有女朋友了，为何我还一直单身呢？明明我这么帅，只是一句我有女朋友便打击到了张帅，这让尤林更加确定他脑子有问题了。毕竟正经人谁去逛窑子啊？还说的那么理所当然，一看就是惯犯。也就在这个时候，尤林听到前方商业街发出了一声怒吼，张帅立刻回过神来，目光如炬地看向商业街，差点忘了，我这次的目标就是挑战那个精英怪，突破50级大关，只要战胜了他，我就可以在这里挂机等后天开门离开。说到这里，张帅又将目光放到了尤林的身上，学弟，你愿不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得到邀请后，尤林轻轻抚摸怀中小狐狸，陷入了思索。片刻后，他抬起头来，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一个精英怪可不够，学长，你敢不敢跟我来一波大的？怎么说？张帅好奇地问道。尤林则是伸手指向前方商业街，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极具魅惑力的笑容。我的想法是，干掉这里所有的精英怪，让奖励最大化。第101，超出理解的魅惑，干掉所有的精英怪。学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先不说你我等级差距这么多，单单说这里的精英怪加起来，就有不下10头。年末测试的积分榜前10的人全加起来，都不敢保证说能清理掉这里的精英怪。结果你现在跟我说要去干掉他们，学弟啊，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天赋，只是你被自己的天赋迷了眼，还没有正确认识到战斗的可怕。实战并非理论，像你这种年纪，恐怕还没有经历过高强度的副本吧？确实没有，就是在魔界裂痕走了一圈，之前还摧毁了一个魔神柱的赝品，除此之外，也就进过一个新手副本。不算当前这个的话，我一共只进过3个秘境，加起来确实有点少了。尤林掰着手指头简单算了一下，发现自己之前只进过3个秘境，不过除开第1个新手副本之外，后面2个的危险程度恐怕比这里还要高，但他们依旧闯了过来。先是摧毁魔神柱的仿造品，紧接着义无反顾地闯入魔界裂痕，进入翻转世界，顺带着打倒了一个灰烬领主。3个秘境说出去平平无奇，在众多天才之中都算是垫底的，但这经历却异常夸张。张帅听了之后，顿时瞪大了双眼，嘴巴更是张大到几乎快要脱臼。你牛逼！张帅思索半天，然后词穷了，因为他想不到任何语句来形容尤林的这些经历。学长，我们先用2个精英怪练手，若是你不信任我，完全可以见势不妙直接溜走，这局面对你来说完全不亏。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你若是遇到了危险，我不可能见死不救啊。感谢学长的关心。尤林嘴角微扬，然后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丧尸精英不会离开商业街，这是基本规则，所以尤林必须要自己前往商业街里面，才能遇到对方。在他的身边，更是围着大量的普通丧尸，若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丧尸之中竟然有一个人类，并且不管张帅答不答应，这精英怪都必须消灭，否则小狐狸没有办法准确定位洛西的位置，这对尤林来说是致命的，所以这些精英丧尸必须死，真是拿你没办法。不过我可提前说好了，一旦遇到危险，
我会立刻带你逃出来。那我就提前谢谢学长的救命之恩了。尤林眨了眨眼，玫红色的双眼透露着淡淡的魅惑气息，哪怕尤林没有主动释放魅惑，依旧帅得掉渣，令人无法自拔。一时间，张帅都看愣了2秒。真是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陪你这个学弟发疯，大概是看你长得帅吧。毕竟这个世界上能比我张帅更帅的人实在不多，而你算是一个。尤林，他很想说一句，学长你太高看自己了，比你帅的人其实有很多，但尤林思虑再三，并且消灭精英丧尸还要靠对方出手，所以他没有将这伤人的话说出来。小心，前面有一个精英丧尸正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对方与其他精英丧尸脱节，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小狐狸突然开口，张帅顿时一个机灵，然后看了一眼尤林的怀里，开了灵智的灵宠。运气好捡到的，那你这运气可不是一般的好啊。要知道我们的校长都没找到一只开灵智的灵宠，可以这么说，整个夏国之中拥有开启灵智灵宠的人都不超过1000个，你如今也算是处在这个行列之中了，真是羡慕啊。张帅接连说了2个羡慕，不过他心思单纯，并没有产生嫉妒心。尤林也只是实事求是，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写在了个人档案里面，只要花点时间谁都能查得到。不过其中最关键信息被一笔带过，那就是他们经历翻转世界一事。这种事情只有白落霞他们这些高层清楚，但并没有留档，因为翻转世界和永久性秘境几乎一模一样，高层们大都猜到了真相。所谓的永久秘境其实就是怪物们曾经的世界，翻转世界的出现更是印证了这一猜想。如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信息冲击，成为了那些高层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不过这都和尤林没什么关系，人家既然说了不要让他随便泄密，那么尤林自然不会多说一句。但其他的经历与战绩并不影响自己拿来装逼，唬人效果真的很强。一开始张帅还认为尤林很弱小，是需要保护的学弟，但现在他已经很自觉地走在了尤林身后，仿佛尤林才是那个主导者一样。学长，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就来。说着，尤林走了过去，丧尸军团也跟了过去。张帅不清楚尤林想要做什么，但也没有贸然行动。他躲在破败的废墟后面，看着尤林一步步走向那个精英丧尸，心扑通扑通狂跳。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有一种想要冲上去抱起尤林就跑的冲动。就这么过去也太危险了吧，一点准备措施都不做。不行，我必须要去帮忙。这家伙力量很大，连我都能打飞出去，他这个小身板怎么扛得住丧尸一拳？说话间，张帅就站了起来。但就在这个瞬间，他看到了震撼自己4年学习生涯的一件事。所有的丧尸在尤林一声令下全都扑了上去。不出意外，这些丧尸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被精英丧尸一拳秒杀的货色。但尤林却不紧不慢，在其他丧尸冲上去的空隙不断地开启魅惑之眼，玫红色的双眼散发着致命的光芒。不足10秒钟，精英丧尸便再无反抗，一个大大的中毒魅惑已经挂在了对方的头顶。然而这一幕放到张帅的视角里，就是大杀四方的僵硬丧尸忽然失去了行动能力，然后在他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变成了尤林的小弟。甚至当尤林走回来的时候，这只精英丧尸也跟着走了过来。无法理解这种情况的张帅被吓得不轻，他做好战斗准备，但却招来了尤林嫌弃的眼神。别紧张，现在他是友军，你怎么做到的？听到张帅的疑问，尤林顿时生出了满头问号。这有什么好疑惑的？我可是男魅魔啊！张帅，第102，谁家魅魔这么变态啊？看着眼前那零零散散的几只丧尸，以及高大威猛的精英丧尸，张帅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学弟，请恕我直言，你这根本就不像是魅魔，就算是控偶师都无法做到这种程度，但你却轻而易举地办到了。如果他能知道你的这个能力，怕是道心都要崩塌，世界观也得重组。并且谁家魅魔这么变态啊？简直无法理解。张帅的语气中带着震惊与疑惑，同时还有对那位控偶师的同情。看得出来，他和那位控偶师的关系很不错。话说回来，那位控偶师和你关系很好吗？你这都是第3次提到对方了。尤林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因为他从张帅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非正常的语气。结果不出所料，当尤林这么问的时候，张帅的脸刷一下就红了。别这么问，我跟他只是普通同学关系，充其量也就是个同桌。哦，懂了，你暗恋他，别乱说，我可没这种想法。明白，我有女朋友，所以我懂。算了，
你有女朋友，你牛逼。张帅还想解释，但越解释他的脸就越烫，根本就是不打自招，外加尤林这一脸看戏的八卦表情，搞得张帅根本就没办法辩解。行了学长，既然你喜欢对方，那就趁没毕业赶紧去追，就像是我一样。听到尤林这么说，张帅顿时动了心思，难道说你就是在毕业之前追的女朋友？并没有。尤林摇了摇头，然后有些感慨地摸了摸小狐狸，是他把我逼咚了。张帅还要不要点脸？长得帅就能为所欲为啊？你也太嚣张了吧！张帅很想骂出来，但考虑到尤林身边站着那么大一只精英丧尸，这话他终究是没敢说出来。你牛逼！千言万语化成牛逼2个字，足以表达张帅那震惊的内心。尤林笑了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那番话到底有多么的震撼人心，简直比控制一个精英丧尸还要离谱。紧接着，他们2人继续寻找其他精英丧尸，所有的普通丧尸已经消耗干净，尤林也是获得了3个精英丧尸的掌控权。本来他还想弄第4个的，但是鼻血流出来的一瞬间，他就明白自己的极限是3个，所以尤林立刻选择放弃，然后招呼张帅配合3头精英丧尸消灭对方。就这样，2人用了不到3分钟，收复了3只精英丧尸，消灭了1只。接下来只需要再干掉不远处扎堆的5个精英丧尸，就能完成清剿任务。说实话，我从未有一次进入这里杀怪是如此的轻松。说真的，学弟，你这职业不应该叫做魅魔，男魅魔这个称呼实在是太有迷惑性了。没见过你真实能力的人，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相信你的技能这么强。所以问题来了，你这能力对我，或者是对人类生效吗？张帅小心翼翼地问道。他不知道自己是心理作用还是其他原因，总感觉尤林帅帅的，眼睛也是不自觉地飘向对方的侧脸，或者干脆在后面看他背影。若非张帅知道自己是个笔直帮硬的钢筋，并且有个暗恋对象，他恐怕真要怀疑自己的性取向。你感受到了我的魅力？尤林咧嘴一笑，玫红色的双眼微微闪烁。虽然他只是表露正常的表情，但在张帅眼里，那妥妥就是对自己抛媚眼啊！一时间，张帅有些害怕的后退了2步，然后疯狂点头。不应该啊，正常来说，我的能力只会对怪物生效，难道是因为我精神力提升上来的原因？尤林皱起眉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会让张帅受到魅惑，只是他的头上并没有出现魅惑状态，这就说明效果很弱，但并非完全没有。忽然间，尤林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立刻将自己的修炼功法拿了出来。他目前正在修炼的功法有2本，其中1本是单纯的冥想之法，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提升自己精神力，可谓是一点也不耽误时间。而另外一个没有名字，但只要按照书中所写进行冥想，就能提升精神力。尤林将目光放在这本功法上面，猛然打开了最后一页。果然，我就说之前感觉不对劲，原来这是一本魅魔功法呀！尤林很是无语，怪不得这本功法相比较冥想之法而言更加适合自己，因为这玩意就是给那些魅魔妹妹们修炼的，其目的不言而喻，提升精神力便等于提升自身魅力，精神力越高，魅惑效果就越好，这是魅魔的通用技巧，尤林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一开始尤林修炼这功法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但也没有太过深究，直到今天看见张帅的反应，他才意识到自己再修炼下去，魅惑能力恐怕对人类也会起效。而这本功法最后一页的图画便是一男一女在研究生理结构，虽然只有1张图，但尤林立刻就能明白这是在干啥。他有些无奈地收起这本书，走到了张帅面前。抱歉，我会注意收敛自己的魅力，尽量不会让你变成弯的，不过事后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找师姐表白吧，不然我真的很担心你今后会因为我从而失去对女孩子的兴趣。张帅，有这么夸张吗？尤林目不斜视，一句话不说，只是盯着对方，这让张帅毛骨悚然感，腹部两侧不由自主地痉挛了一下。我知道了，等从这里出去，我就和他表白。我们相处这么些年，关系一直都很不错，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张帅说得很有自信，虽然这番话已经插满了旗，但他好像并不在意，扛旗不到才是真将军。尤林看到张帅如此气魄，也是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学长好样的，所以我们这就去找那些精英丧尸开荤，算是为学长您的告白，提前打个样。说话间，尤林毫不犹豫地带着3头精英丧尸冲了出去。张帅愣神几秒钟，但也紧随其后的跟过去。片刻之后，他们便来到了被精英丧尸占据的商业广场。之前的那地方只是外围，这里才是真正的商场中心。我闻到了，
女主人的气息在什么地方？小狐狸忽然开口说话，尤琳的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就在前面那栋楼的地下。说话间，小狐狸甩动尾巴，指向了前方商业广场，唯一一栋没有倒塌的大楼。第103，请你吃狗粮。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因为环境会因他而改变。此时的尤琳，在张帅眼中就是一名妥妥的强者，哪怕他才刚刚入学，等级也比自己低了14级，但是他操控着3只精英丧尸的身影，简直帅到掉渣。尤其是这3头精英丧尸，不畏生死地配合着尤琳，干掉了5头同级别的怪物，期间根本不需要张帅出手，这让他不得不再次感慨，这实在是太帅了，真是太酷了。学弟，你这能力若是拿来对付魔族，岂不是他们的克星？学长，你就别吹我了，之前我又不是没有遇到过魔族，我的能力虽然也能对魔族构成影响，但前提是对方必须对我有意思，才会被我魅惑。若是换成有敌意的魔族，结果必然是他要将我生吞活剥，永远的留在肚子里。因为在魔族看来，这才是表达对人类爱意的最高表现。每当回想起这件事，尤琳都会感到不寒而栗。也许张帅并不能理解这番话的意思，但尤琳当时是真的被吓坏了。若非副校长及时赶到救命，他和洛西真的会死在女子学院。张静老师，也就是那只转生成为人类的羊角恶魔，顶着重度魅惑的状态，是要将尤琳吞入腹中。他的爱意是真的，但他的杀意也是真的。所以魅惑能力可以对魔族使用，但必须要慎用。因为从那件事之后，尤琳就明白了，自己的魅惑能力虽然强大，但那都是针对没有智慧以及没有自主意识的生物才会产生这种夸张的效果。来自秘境中的怪物，他们也许有生存本能，但却并没有很高的智慧。也许高等级的怪物以及像小狐狸这样的稀有种族会产生带智慧的生物，但这种怪物数量极少，占据怪物总量的1/10都没有。所以大部分的怪物都是和这些精英丧尸乃至于当初遇到的灰烬骑士一样，全部都没有智慧。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所以尤琳才能在腐败之国大杀四方。若是换成魔族领地，尤琳就得换个攻略方法了。虽然不懂学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不得不说你真的很厉害。张帅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跟着尤琳一起在这里，甚至都没怎么出手，就解决掉了他很艰难才能抗衡的一只怪物。俗话说跟着大佬混有前途，那么跟着挂壁去混，直接原地飞升。张帅就是这种状态，虽然在秘境之中得不到应有的经验和奖励，但只要离开这片秘境回归现实，所有的奖励和经验都会在一瞬间爆发。哪怕张帅出手次数较低，照样能获得不菲的经验。学长，你一直这么说会让我不好意思的。尤琳摸了摸鼻子，他还是有些腼腆害羞，毕竟从小都没被人这么舔过，哪怕是洛西也只是强势的将自己据为己有，并且洛西的字典里从不存在舔这个字，反倒有的时候得尤琳反过来舔洛西，给他舔兴奋了，所以尤琳压根就抵挡不住舔狗的攻势，更何况被舔的人还是自己。不过尤琳很快就整理好情绪，然后打了一个响指，只见已经残破不堪的3头精英丧尸竟然开始相互残杀了起来。如此一幕看得张帅是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2步。不到3分钟，3头庞然大物轰然倒下，尤琳就跟没事人一样拍了拍手，脸上依然挂着淡淡的笑容，只是那玫红色的双眼此刻看起来显得越发妖异。小狐狸更是见怪不怪地打了个哈欠，在他眼里这都算是尤琳的常规操作了，用完就扔，这才是渣男魅魔的典范。学长，接下来我有事情要去做，所以就此分开吧。如果这次不出意外，我相信你的积分一定会很高，加油，争取弄更高的积分，获得更好的奖励，去找暗恋的对象告白。尤琳比划了一个加油的姿势，看得张帅面红耳赤。嗨嗨，你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告白呢。不过话说回来，你好像要去找什么人是吧？用不用我帮你？这片区域我之前来过，还算比较熟。张帅主动请缨，这倒是让尤琳没有想到。真的吗，学长？既然如此，你知道地下空间怎么走吗？地下空间？听到询问，张帅人傻了。他是对这片区域比较熟悉没错，但却从来没去过地下呀。最为主要的是，他之前连商业街都没来过几次，毕竟这里有精英丧尸，就是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大部分人前进的脚步。我是要去找人，找我的女朋友，如果你非要跟着来也不是不行，到时候我请你吃狗粮。尤琳眯着眼，笑容满面。张帅看到他这副模样，
顿时感到不寒而栗。算了算了，我吃饭就好，不吃狗粮了。最后祝你们学弟和学妹幸福，我先溜了。说着，张帅转身就跑，仿佛是真的害怕被有吝啬一嘴的狗粮。这个张帅学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知道他认不认识王德发。我感觉这两人应该有不少的共同话题。尤林看到张帅的样子，不由自主就想起了王德发这号人物。他已经是大3了，这位张帅则是大4。按理来说，两人应该是认识，毕竟这个学校的人这么少，只要能聊得来的，就没人去管对方是什么年级和班级。并且这所学院的风气很好，可能也和人少有关，所以人人都很和善。尤林很喜欢这样的氛围，所以对张帅也是习惯性的调侃。若是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人，尤林才不会说这么多话呢。小狐狸，找位置。回过神来，尤林朝着那栋大厦走去。这是商业街唯一一栋没有倒塌并且保存相对而言比较完好的大楼，虽然玻璃早已经碎裂，最上面位置也像是被拦腰斩断一样，非常恐怖。但相比较其他已经坍塌的大楼而言，这座大楼还剩下5、6层的高度矗立于此。主人，跟我来。小狐狸抽了抽鼻子，然后眼神一亮，从尤林的怀中跳了下来。尤林立刻跟上对方，他们七拐八拐，绕过一片又一片废墟，杀了一个又一个小丧尸，终于是来到了一个扭曲的卷帘门面前。主人，这里就是地下通道，女主人的味道就是从这里传来的。不过除了女主人之外，那位大小姐也在。第104汇合与地下实验室，穆大小姐也在。尤林有些诧异，那么琉璃呢？她有没有跟洛西在一起？抱歉主人，我从一开始就闻不到琉璃的味道。她是治疗师，更是拥有圣光这一技能，可以屏蔽自身的味道，所以我根本就无法寻找她。小狐狸看上去有些沮丧，尤林则是将其抱起来，轻轻抚摸着她那柔顺的毛发。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现在有个问题，这扇卷帘门明显已经扭曲变形，想要靠开关打开不现实，让我手撕铁门也不太可能，所以只能先出去一趟，忽悠一个精英丧尸过来了。尤林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只是行动起来比较麻烦而已。主人，这个好说，我能问到在商业区旁边有个停车场，那里就有一个精英丧尸。小狐狸继续开口，这倒是让尤林眼前一亮，但很快他就皱起了眉头。小狐狸，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个腐败之国有这么多人类世界的产物？商业街和十字路口看上去都那么的现代化，还有这扇卷帘门以及这个地下停车场都是如此，并且你还说了旁边还有一个停车场。魔界压根就不存在这种东西，上次的翻转世界同样如此，但为什么这个秘境空间却与人类的世界基本一致？除了这里已经变成废墟之外，其他东西都和我们的世界这么相似呢？尤林从进来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但他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认为怪物世界同样也有类人形生物罢了。但是看着这熟悉的商业街以及各种扑面而来的即视感，尤林感觉再不问出这个问题，他能把自己给憋死。主人，之前我解释过了，翻转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倒影，现实世界存在什么东西，翻转世界一样会存在。之前那个魔界的翻转世界，就是因为其倒影的是魔界，所以才会呈现出灰烬的形态。而这里的翻转世界，就是倒影的主人的人类城市，但具体是哪个城市，我就不知道了，这得靠主人自己去探索才行。听到小狐狸这么解释，尤林点了点头。之前他是说过这件事，但尤林却没有往这方面联想。不过紧接着，尤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翻转世界能倒影现实世界和魔界，那么整个蓝星是否都会被复制一份，甚至于整个宇宙的倒影都存在于翻转世界？尤林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问题，但是小狐狸却无法回答，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抱歉主人，您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所以没办法回答。行吧，既然你不知道，那就不为难你了。现在带路去找那个精英丧尸。遵命，主人。与此同时，正当小狐狸带着尤林去魅惑精英丧尸的时候，洛西和穆婉婉两人正在地下通道内闲逛。这里是一个防空洞，周围甚至还用红漆写着防空洞3个大字，并且都是夏国语言，这让洛西能够确定翻转世界确实是现实世界的倒影，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多现实世界才有的东西。洛西，我们就这么进来，真的没有问题吗？之前外面有那么多的丧尸，这里面会不会有更强的丧尸？穆大小姐，你不用担心，有我在这里，只要不遇到丧尸王，任何丧尸都不足为惧。
哪怕是精英丧尸，也不过几个棺材板就能拍死，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洛西骄傲地说道。他如此自负是有实质性战绩的，因为之前还没有来到防空洞的时候，洛西就觉得普通丧尸没有了挑战难度，那些玩意都是一棺材就能拍死，哪怕是遇到硬一点的，2棺材也能拍散架了。所以他当天夜里就靠着宏观的指引能力找到了精英丧尸，并且双方大战数十个回合之后，洛西无伤拿下战斗。毕竟是无脑的精英丧尸，虽然面板数据和洛西差不多，但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洛西还没有使用尸山血海，否则那就不用大战数十回合了，而是直接秒杀。无视等级与面板的真实伤害就是这么屌。而他们2人能进入这个防空洞，也是因为洛西察觉到这里不太对劲，外加有宏观的指引，所以他们就来了。至于如何进来的，这根本就难不倒洛西，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棺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多砸几棺材。穆婉婉当时就惊呆了，虽然他知道洛西有多暴力，但却是第一次看到棺材还能用来砸防爆门。也就是这一幕，再度刷新了穆婉婉对洛西的印象。然后他们2人就来到了这片防空洞，走了不知道多久，甚至多远的距离都不清楚。洛西和穆婉婉2人只是顺着防空洞前进，因为这里没有其他的房间，甚至连一条岔路都没有。他们就一路向前，然后就走到了防空洞的最里面。没有路了，洛西眉头微皱，他背着宏观，血红色的气息指引着他们要继续向前。可是这里已经是死路，根本就过不去。洛西尝试将棺材扔出去，但是这个壁垒毫无动静，甚至连一个裂痕都没有。不愧是防空洞，这墙是真的硬。不过没关系，我也不是没办法给你切割。说话间，洛西将尸山血海抽了出来，只见他一个冲刺，长剑便刺入墙壁之中。管它厚度有多少，硬度有多少，在尸山血海的面前，一律一视同仁。也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边的幽灵抱着小狐狸来到了一扇门的面前。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漆黑的通道，全靠小狐狸的弧光技能才能看清楚周围。地下室通道有些积水，周围甚至还飘过来几个骨头，看上去死在这里的人不少。但是幽灵并没有在意，因为整个地下空间都没有一只丧尸出现，这代表着眼下这片区域还是安全的。只是当他走了很久之后，便看到了一扇大门出现在眼前。幽灵尝试了一下，没有打开，然后便向后退去，将暴力拆解的工作交给身后的精英丧尸。对方已经被幽灵魅惑，成为了工具丧尸。只见他3下5除2，便将这扇铁门给拆了下来。幽灵走进去一看，眼前视野豁然开朗，整个空间极为干净，并且一眼望不见边际。最为关键的是，这里的东西看上去都显得那么不正常。这是实验室。幽灵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眼前的一幕，因为那一个个器皿，还有一台桌子上，几乎都表明了这里是一个试验场地。最为关键的是，地上那一个个非人形的骷髅，看上去就令人不寒而栗。也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忽然传来异响，幽灵立刻警惕地转身看去，然后就看到了那熟悉而又亮丽的持剑身影。第105腐败2型，洛西，你们也在这里啊？真巧，我正要去找你们呢。幽灵看到那位持剑身影后，立刻就认出来这是洛西。跟在他身后的是穆婉婉。2人见面之后，立刻就冲了上去，相互拥抱。小狐狸也是跳到了穆婉婉的肩头，眯起双眼，一脸幸福地看着2人撒狗粮。行了，停下来吧，这狗粮太多了，我吃不完。穆婉婉开口提醒。幽灵和洛西这才有些恋恋不舍地松开。洛西，你有没有受伤？遇没遇到危险？幽灵关心地问道。但是洛西却白了他一眼，顺手将尸山血海放回棺材里。就我这实力，还怕遇到危险？哪怕是遇到尸王，我都有一战之力，更何况那些小丧尸了。说话间，洛西也看到了幽灵后面的精英丧尸，不过他并没有出手，因为洛西很清楚，这个精英丧尸能站在这里，必定是被幽灵魅惑了。对了，幽灵，你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琉璃？没有遇到，我刚刚还想问你呢，不过看来你们也没有看到他。幽灵叹了一口气，随后也将小狐狸闻不到他气息的事情说了出来，这让洛西和穆婉婉都有些担心琉璃会不会遇到危险。而后他们也都相互交流了这2天的经历。顺带休息一下，幽灵进入地下通道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按照时间来算，现在应该是夜间才对，并且洛西和穆婉婉都有点饿了，干脆就在这里弄点东西吃。你这一路上还真是潇洒呀，看来丧尸这种没脑子的生物被你的魅惑能力玩克。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我们找机会去干他一票大的。洛西来了兴趣，他想要去找丧尸王的麻烦，毕竟这次的秘境之旅还记录积分，并且至今为止，学生中只有2个人有过击杀丧尸王的记录，所以他们若是能多杀几个丧尸王，必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包揽前3。可以是可以，我的魅惑配上洛西你的力量，外加穆大小姐的爆发，杀他个7、8只的丧尸王，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在此之前，我想先搞明白这里是干啥的。看这里的实验器皿，以及周围各种瓶瓶罐罐，以及地上的白骨，可以得知，这一定是个实验场所。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这里荒废了，所以我想要看看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听到尤林这么说，洛西点了点头，然后将手中的泡面汤一口闷。没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帮你调查。但这个地下试验场位置这么明显，白校长他们估计早就知道这里了，并且我怀疑这里被搬空，也是白校长派人做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调查，还能得到有用的线索吗？洛西怀疑地问道。尤林却双手一摊，摇了摇头，谁知道呢？不过我觉得可以试试，你的技能配上我的直觉，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他们遗漏的东西。你这么说也对，毕竟我的技能连官方数据库都不曾备案过，属于是独一份的能力。他们也许有其他探查技能，但肯定没有我这个厉害。洛西笑着说道，然后便开启可视化数据观察周围，所有的桌椅板凳上都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一些散落的纸张上面也清晰地留下了一些指纹。不过这些指纹根据技能显示，都是来自现实世界而非秘境，这就代表着学校的人确实来这里扫荡过一次，他们已经将有用的东西全部搜刮一空。至于那些实验生物，大概率也是他们杀死的。当洛西观察周围的时候，尤林也没有闲着，他起身来到器皿旁边，想要查看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主人，这里不对劲！小狐狸忽然开口，身上还散发着弧光，它就犹如小灯泡一样，照亮了一片区域。怎么了？你有什么发现？主人，你别说，我还真有发现。小狐狸傲娇地抬起头来，然后用尾巴指向实验器皿的底座，这上面有一段被抹去的文字，只有当我的开启弧光接近的时候，这些文字才会显形。可是只要我离开了，这文字也就不复存在了。听到这番话，尤林顿时一惊，立刻蹲下身子进行观察。编号07，种族类人，腐败化程度7%，腐败抵抗力优秀，评价成功的实验体，拥有完美对抗腐败感染的基因，只要能成功将它的基因复制，便可大批量生产腐败军团。从今天开始，编号07实验体正式更名为腐败母体。腐败母体，听到这个名字，尤林的眉头都皱到了一起。紧接着他抱起小狐狸，朝着其他的房间和实验器皿走去。但前面从01号实验器皿开始，一直到06号器皿结束，都是实验失败，腐败感染度达到了100%，然后就地销毁。唯有007号成功了。随后尤林带着小狐狸继续参观其他的实验器皿，而这些实验器皿的编号都变成了07、01这种类型。所有的实验器皿都是以07为开头，然后再以其他数字结尾。但是接下来每一个试验品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为什么？明明07的意识已经被抹杀，它是完美的腐败寄生体，是真正的腐败母体，可为什么它的基因永远无法移植到其他实验体的身上？在倒数第3个实验器皿上，尤林没有看到关于这个实验体的介绍，有的只是一大段牢骚与吐槽，甚至还有对07号各种辱骂。紧接着尤林将目光移至倒数第2个上面，这个实验器皿上同样没有对实验体的介绍，有的只是一大段欣喜的文字。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我终于将腐败母体的基因移植到了其他生物的身上，腐败已经被我掌握，这个世界终将要被我君临。看到这番中二爆棚的话语，尤林眉头紧锁，替他人尴尬的病症开始发作，恨不得当场抠脚趾。所以他很快就转移视线，将目光放到了最后一个器皿上。只是与其他的器皿不一样，那些实验器皿全部都是破碎的，并且还是从内部碎裂。哪怕是07号器皿也是一样，但唯独这一个实验器皿非常完整，内部甚至见不到一点血迹。随后尤林的目光向下移，看到了那熟悉的文字，以及从文字中透露出来的绝望。失败了，全部失败了。哈哈，死吧，都死吧，这个世界就此毁灭吧。腐败没有被控制，甚至演变出了超越腐败、足以毁灭世界的病毒，我将其命名为腐败2型。
现在实验室里的所有人都被感染，我们时日无多，既然都要死，那就拉着大家一起死。所有的实验记录都被我抹去，哪怕是这里的记录也会被我抹掉。你们这群混蛋，休想知道腐败二型是从何而来，为何诞生。7号被我亲手销毁，你们彻底失去了研究抗体的机会。感谢吧，是我让你们得到了公平的死亡。扩散吧，腐败二型，让全世界都尝到痛苦的滋味，这便是你的使命。第106要出来了，洛西，你来一趟，看看能不能看到这里的文字。哦，来了。洛西从外面走进来，这个实验室非常大，所以洛西扫视这里一圈，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但是让尤林意外的是，洛西并没有看到任何文字。这里哪有文字啊？洛西不解地问道。尤林则是抱起小狐狸，让他照亮了一片区域后，顿时便显现出了一段实验记录。洛西睁大了双眼，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些文字，就算是他开启技能也看不见。等等，有情况！就在尤林打算将小狐狸放下的时候，洛西忽然叫住了他。只见洛西蹲下身子，仔细观察这份实验记录，然后闭上了双眼。你有什么发现？还真有。洛西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睁开双眼。我这个技能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给予一些提示，就像是玩游戏的旁白一样，能让我看到一些寻常人看不到的信息。比方说这些被抹除掉的文字，正常状态下哪怕是靠着技能加持我也看不到，但是显现出来之后，我就能进行观察与分析，从而了解到这些事情是被人为抹除的。除此之外，甚至连抹除的方法和时间都被标注。听到洛西这么说，尤林顿时瞪大了双眼。门外一直摸鱼的穆婉婉也是捂着嘴巴，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个能力实在是有点变态。若是洛西愿意的话，甚至靠这个能力能给一个人的底裤都看穿，别说透不透视，判断谎言这种低阶操作了，甚至连对方吃过什么和什么人一起吃的都能看得出来。这便是可视化数据最强大的地方。看数据什么的都是小儿科，这种跨越时间的数据调查才是其能被评为 SSS 级技能的关键。而后洛西便将技能给出的提示说了出来。这里的日期我看不懂，但是我根据其他一些资料可以得知，腐败之国已经被摧毁了300余年，而那个时期刚好是我们蓝星发生魔族入侵以及怪物降临的时期。